这个贝塔是全星际最强大的指挥官，此刻却蹲在草丛里，红着眼睛，缩着手指尖尖。不曾想却被路过的小奶狗用一张纸和一盒草莓牛奶拐走，不仅被按在地上狂撸猛吸，还被小奶狗强迫生了108只猴子。原来战无不胜的贝塔指挥官外出时迎来2次分化，本以为自己会是最顶级的 Alpha， 不料却分化成为奶香的 Omega。此时驾驶战舰紧急迫降在皇家学院的实际，强忍不适打开驾驶舱门，强烈浓郁的甜美 Omega 信息素随风散开，飘向方圆10公里的距离。赫兹院长蓦地面色一变，这时即有 Omega 的信息素，糟了！学院内精英学生们有超一半的 Alpha 遇上正处于躁动发热期的吉欧 Omega， 这跟在如狼似虎的囚笼中放上一块鲜梅可口的蛋糕没什么区别。赫兹院长连忙大喊，拦住他们！发起狂来的 Alpha 像野兽一样根本不受控制，他们有着天生压制 Omega 的能力。瑞恩被冲击的后退一步，语气急切地喊：院长，您快想想办法！指挥官若在我们学院出事，莫说天水星，我们整个第8星系都要跟着陪葬。这可是联邦8大星系的总指挥官啊，皇帝陛下钦点的心腹首领。赫兹院长立刻释放出自己的 Alpha 威压，苍老的嗓音微微震开。孩子们，隐约中 Alpha 学生们的脚步停顿了下，一看有用，赫兹院长继续呼唤：我的孩子们！学生们面无表情地转头，又朝着硝烟弥漫中走去。赫兹院长顿了下，理理我。与此同时，时机也并不好受，铺天盖地的 Alpha 信息素狂潮般涌来，他本就敏感脆弱的神经受到极大冲击，几乎是闷哼一声折腰半跪在地面，眼前已经有了拉近的脚步声。时机微眯长眸，立马从腰间抽出银枪猎鹰，对准了他们。小朋友，再往前一步，我就不保证会发生什么了。被影响的狂躁气 Alpha， 天生王者的性别，又怎会惧怕一个 Omega？ 他们甚至都分不清是位高权重的指挥官，在一杆漆面前，只是猎物，还是香得诱人的猎物。可恶！时机压根不会对无辜的学生开枪，他面色凝重，只能看向手腕上的机甲按钮，耳边似乎回荡着皇帝陛下威严的嗓音：既然决定离开主星系，那么5S 机甲就不属于你了。石指挥官，我不会收回，他早已认你为主。当你再次使用它时，实际回到主星系，向我认输。实际最终收回视线，重新看向抵达面前的 Alpha 学生，他薄唇喘息地轻笑了声：好，免费陪你们玩玩。随后从地上飞快起身，长腿横扫而过，直接踹飞一个精英学生，随后手腕被扯住。实际脑海中已经酝酿好了招式，但被 Alpha 触碰的瞬间，他神经都跟着一麻，无形电流噼里啪啦地涌遍四肢百骸，直冲大脑，他的四肢都控制不住的寸寸发软。实际飞快一掌击开，难耐的咬紧牙关后退，几乎要瘫软在地面。什么鬼东西 ？Alpha 稳住身形，继续朝他缓缓走去。然而就在他靠近指挥官的一瞬间，蓦地天空传来一声吊儿郎当的嗓音，一个黑色机甲翅膀从天而降。哥哥们，这是对待指挥官应该有的态度吗？你们若是把他吓跑了，我上哪找我心心念念的心上人呢？少年笑得春心荡漾，掌心拍地，涌出无形的 Alpha 威压，如同涟漪般荡开一圈弧度。刹那间，所有 Alpha 都往后震了一圈，不可置信地望着他。实际也面目凝重的抬眸，好强的精神力。下一秒，他被一个黑色制服的小 Omega 挡住身形。瑞恩义无反顾地挡在指挥官面前，扬声质问这气势可怖的少年：你是谁啊？忘了介绍。少年两指并拢在额角微扬了下，而后嗓音稀疏松懒：哥哥们好，我是你们的学弟谢卓。你胡说！瑞恩紧绷着小脸，严肃反驳：学院名单里压根就没有你。如此年轻可怕的 Alpha， 几乎称得上天赋异禀。倘若在学院名单中，他们怎么会不知道？谢卓懒散睨他一眼，语气瞧着有些嗔怪：急什么？还没入学呢，人家刚满18岁报的名。下一秒，他被拎起来，随手往后一扔，砸进了 Alpha 人群中。后方传来的语调懒洋洋的：让开，绿毛小鬼，挡到我的宝贝心上人了。实际拧眉，看着逐渐靠近自己的少年，手指已经落在了猎鹰银枪上。只要这少年敢动手，他就……天哪！你们怎么能让指挥官坐在地上？简直太过分了！是不是不发火就拿人当傻子？少年一头银毛炸开，发完火又宛如大型狼狗似的凑过来，满脸心疼地对他伸出双手：快，我抱抱，我抱抱！实际甚至都没反应过来，身子蓦地一轻，他被公主抱到了谢卓怀中。实际刚被 Alpha 精英学生围堵都没这么生气，此刻宝瓷般的脸颊涌上一层绯红，他怒声冷视：混蛋，放我下去！少年怀里是海浪般清新的浪潮气息，夹杂着冷冽薄荷的质感，严厉莫名让人觉得舒服和安心。谢卓眼神温柔地看着他：不行啊，指挥官，他们都是坏人，你没看到吗？他们都想摸你。走吧，我们不跟他们玩。谢卓唇角荡起笑意，柔软的弧度，唰的一声，他身后的黑色机甲翅膀张开。瑞恩立马追上去喊：你要带指挥官去哪？半空中，银发少年嗓音懒洋洋地说道：别着急，度个蜜月而已，等新生入学，我们会回来的。神他妈度蜜月，你是真的不要脸了！瑞恩气得脸色铁青。石指挥官亲临第8星系第一天就被神秘少年掳走，强制度蜜，这消息传出去还不够皇帝陛下砍他们头呢。但谢卓当然不在乎这些，他只在乎您不喜欢黑色。谢卓低眸问，然而回应他的却是子弹上膛的声音。下一秒，猎鹰神枪不轻不重抵在他喉结上。实际微眯着眼睛，嗓音虚弱带着警告：现在立刻收起你那招摇过市的3S 机甲，降落地面，我就能让你接下来在禁闭室被关的日子过得舒适一些。谢卓没忍住笑了：指挥官，您可真是恩将仇报啊！年轻的 Alpha 似乎还有些伤心，轻声说：如果不是我，您现在不知道多难受。实际不得不承认，这小崽子身上的气息很舒服，大概率是他在为自己释放信息安抚素。实际有些疲倦地闭上眼，枪口缓缓上挪，抵在银发少年下巴上。他嗓音很轻很淡：听话，
好吗？金色锁链自瑞恩手中飞出，藤蔓似的缠绕在黑衣银发的少年身上，被锁链禁锢的手腕悠闲耷拉着，看起来对什么都无所谓。只有当被拽着踉跄往前时，才皱眉不悦地啧了一声：“嘶，轻点啊！”瑞恩像是被踩了尾巴，瞬间脸色爆红。你，闭嘴！谢卓低眸笑了2声，觉得挺好玩。下一秒便觉察到指挥官投来的冷冽目光，他一怔，随即有些无辜地抬起手，疼。实际直接忽略他，声线淡漠地吩咐瑞恩带去禁闭室候审。瑞恩严肃领命：“是，指挥官。”实际没再多管他们，体内被安抚的灼热隐隐再生，他有些烦躁地摁着额角，转身大步离开。医疗室内，一管抑制剂尽数注射进实际体内。石指挥官，恭喜您迎来了2次分化。赫兹院长带着中心医院的研究报告，微笑告知他这个消息。实际沉默2秒，并不惊讶，嗓音清冷淡漠：“这有什么好恭喜的吗？我分明24岁了。”赫兹院长慈善地笑，但在你们猫系种族，24岁还只能算小猫宝宝呢。实际别开眸，嗓音冷淡而礼貌：“您叫我实际就好。”赫兹院长苍老的眼眸温柔注视着他，良久才缓缓开口：“根据研究记载，每一次分化都是有迹可循的。倘若不是遭受到巨大冲击，没有人会突然分化，无论是基于内心还是外力。但是小实际，你不用担心，第8星系会帮助你找到茫茫人海中属于你的 Alpha。”实际忍无可忍地站起身，拿起体检报告单，视线从性别一栏中的 Omega 扫过。我不需要 Alpha， 他接受不了被标记，这世上也没人能够标记他。他抬步往外走。还有，我叫实际，以后不要叫我小实际。实际来到禁闭室，看到黑色制服的小 Omega 正在狂掐自己的人中，看起来被审讯气得不轻。指挥官，您来了。瑞恩看到他，立马又精神奕奕的。实际嗯了一声，侧眸看向审讯室中的场景，随口问：“怎么样？”瑞恩很难言说：“您还是自己看吧。”审讯室内，银发少年坐在椅子上。我对指挥官真的没恶意，你们还要我说几遍啊？语调懒散又漫不经心。我宁愿自己出事，也不会让他出事的。为什么一直问我这个问题？难道是我阿姨表现的还不够明显吗？审讯学长显然也气得想掐人中，他冷声质问：“你企图绑架指挥官，还敢说没恶意？谁说绑架指挥官就是有恶意了？”谢卓懒懒纤眸反问：“你们在这欺负我心上人，还不允许我出手了？”谢卓转而又恢复那副树懒式的模样：“放心，就算是绑架，我也会把指挥官照顾得好好的，给他买最软的床垫和被子，床上堆满娃娃，等他乖乖的睡醒了，我就喂他吃我亲手做的饭，再附赠一个甜甜的早安。”审讯室的门被砰一声打开，实际冰冷修长的身影站在门口，面无表情扫过少年，语调薄凉地问：“甜甜的早安是什么？”谢卓显然没想到会被当场抓包，嗷了一声，随后试探性的要开口。瑞恩直接一把冲过来，死死捂住他的嘴，扭头对实际大喊：“指挥官，别听，是恶评。”场面一度凌乱，实际有些头疼。随后他接替了审讯工作。3S 机甲哪来的？谢卓茫然无辜的抬眸：“什么3S 机甲？8大星系所有的3S 机甲全部记录在案，在我面前没必要装傻。”谢卓还没开口，实际又道：“凌雨3S 辅助型飞行机甲，机甲大师苏尔生前最后一件作品，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主星系皇宫，随后便神秘失踪至今。”实际的意思很明显，主星系失踪的武器出现在遥远第8星系一位少年手中，任谁都觉得诡异，这才是他扣押少年的真正意图。谢卓望着他的目光回答：“简单。”实际长眸微眯：“不要撒谎。”似乎因为他态度太过冰冷，谢卓兴致也不高，连头顶凌乱翘起的银毛都耷了下去。他望着指挥官说：“我不会对您撒谎。”气氛僵持良久，实际起身，面不改色的往外走。放了。瑞恩下意识的应声：“好的，我这就把他处死。”放了。实际并未多言，只在临走时警告银发少年：“凌雨是辅助型武器，并没有实质性伤害，以后再这么招摇过市，小心你的狗命。”说完，他头也不回的离开审讯室。原来指挥官是在关心我呀！少年顿时换了副嘴脸，笑得春心荡漾。瑞恩作为指挥官的伪粉立马反驳：“才不是！”谢卓精致桀骜的眉眼难掩愉悦，这才是长大后第一次见面，指挥官就这么热情的关心我，那再多见2次，指挥官还不得爱上我呀？实际刚走出审讯室，就看到门前正等候他的女医生。指挥官您好，我是天水星中心医院的研究医生小美，负责抑制剂的研发调配。实际目前的确需要抑制剂，他颔首，劳烦送到我房间就好。女医生微笑摇头道：“因为您体质的特殊性，需要调配专属抑制剂，所以我是特地请您同去中心医院的。”实际眉眼一跳，继而平静地问：“去做什么？”女医生笑容温和：“抽血。”实际平静地说道：“现在就可以去。”指挥官，等等我呀！身后蓦地传来少年桀骜张扬的嗓音。实际平眉扭头，看到少年正笑容满面冲他跑，并眼疾拙劣地被空气绊了下，试图撞向他。既嗓音淡淡：“你撞上来试试。”银发少年原地一个刹车，停在距离他不过半米的面前。实际冷冷瞪着他，最后选择后退一步，拉开这个过于近的距离。有事？谢卓毫无觉察地上前一步，点点头：“有啊。”实际沉默2秒，侧眸对女医生说：“在车上等我。”随后对谢卓说道：“说吧，什么事？”少年站在他面前，小狗似的嗅嗅他颈侧，疑惑地问：“您注射过抑制剂了呀？哪位没了？”实际脸色蓦地一变，阴沉着脸，眯着薄凉的眸，几乎是挤出的每个字：“你说谁身上有？”那2个字难以
难以启齿，他甚至无法说出口。谢卓被吓得咽了下口水，没，也就一点点。实际的信息素很独特，比起那些甜美欧米伽的诱人甜香，它的信息素是高山白雪般的山茶花。实际冷冷睨着他，小朋友，我希望你能意识到一点。谢卓望着他冰冷美丽的容颜，只觉得距离太近，心跳都不受控制下他妈乱蹦。他晕乎乎的呀了一声，什么？你已经成年了，以后不受未成年保护法保护。言外之意就是，我想弄死你很容易，你再犯贱一下试试，好吧？我其实是想问，您为什么不收回我的3S 机甲？3S 机甲在整个8大星系都是稀有之物，引得无数人垂涎。联邦总指挥从来不是什么徇私舞弊的人，他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赦免。实际则冷淡的回，我既不是他的主人，谈何收回？谢卓哦了一声，说不上什么心情。实际终于忍无可忍，面上浮现出冷冷的不耐烦，冲少年警告道：“退后些，靠这么近，你是想把我挤进墙里吗？”谢卓这才反应过来，终于往后挪了挪。实际别开眸，说完就滚，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闻言，谢卓似乎愣了下，在实际离开之际，下意识伸手抓住了他的手腕。少年薄唇微动，您不记得我了吗？实际拧眉，收回手，没什么情绪的反问：“我应该记得你吗？”容我提醒，毫无界限又莽撞不懂礼数的 Alpha 小朋友，倘若我先前见过你，恐怕你早就死几百回了。说完，实际便头也不回的离开。银发少年单手插兜站在原地，远远望着他离开的清冷背影，轻声喃喃：“好凶啊，指挥官。”良久，他收回视线，又没忍住低笑了声：“凶我也喜欢。”医疗室内，好了，您轻摁着。女医生用棉签轻轻摁在实际指尖的伤口上，随后将采样的血液送去研究室中。带出来时，他看到指挥官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侧脸美丽清冷，似乎采血对他没什么影响。报告显示，您现在处于2次分化的前期，发热期并不强烈。实际抬起带而薄的眼眸，并不强烈。女医生有些心虚，白日的情况不太一样，您那时处于刚刚分化，现场的 Alpha 太多，才会被冲击的浑身疼痛。待半月后的正式发热期到来，您将会……女医生似乎也无法同位高权重的指挥官说一些上不得台面的词，很难受，她只能憋出这么一句。实际眉梢平得更深，然后呢？届时普通抑制剂极有可能失效。女医生说，再加上您体质比较特殊，我的建议是，您最好留意下身边合适的 Alpha。抑制剂注射本就疼痛，再加上指挥官本人还挺怕疼的。实际一阵无语，他面无表情将指尖的棉签扔进垃圾桶里。女医生忍着笑，温柔道：“抑制剂长期注射也会对身体带来损伤，所以哪怕是在发热期间借一些 Alpha 的信息素作为安抚吧。”实际淡漠道：“可以，但没必要。”女医生看着他高山白雪般侧颜，长睫洒下一层浅灰色阴影，无声叹息：“真是一生要强的指挥官呢。”3日后，实际大致看完了送来的教学资料，叩叩叩，门外传来敲门声，小欧梅德的嗓音传来：“指挥官，您在吗？”实际走过去打开门，面无表情地问道：“有事？有的。”小欧梅德狠狠咽了一大口口水，不敢想这要是亲上一口指挥官有多香。他举起来怀里的东西：“我是来给您送东西的，进来吧。这些是刚办好的证件，以及您的配车钥匙，还有这个。”瑞恩掏出一个装着花花绿绿贴纸的透明盒子，信息素阻隔贴，学院里所有的 Omega 都可以免费领用，是赫兹院长特地发明的。说打阻隔针对我们小 Omega 来说太疼了。实际看向那盒小东西，隐约看出几个形状：粉色爱心、绿色小花、紫色星星。你用了？实际问。瑞恩点头，伸手抚过后颈的绿色小花，浅浅香甜的清梨味若有似无的飘来。实际面上没什么表情，随即想到最后要给指挥官的东西，他又哭丧着脸，小心翼翼地开口试探：“指挥官，这个是赫兹院长让我给您的，不关我的事哦。”实际问什么？瑞恩从身后掏出一沓资料，一边恭敬地呈上，一边抬腿往后撤。新网大数据为您匹配的信息素契合度最高的10位人选。实际凉凉抬眸，看向人没走下半身已经快到家了的 Omega。瑞恩真的不关我的事。他当然知道指挥官有多抗拒 Alpha， 他也当然觉得这世上没有 Alpha 配得上他英明神武的指挥官。谢卓，实际视线不经意落在资料上，蓦地淡淡反问：“啊？”对，瑞恩说，就是前几天那银毛小子，没想到他也在资料里，跟您的匹配度还挺高的，高达95%，在大数据对比库中，超过90%就已经是不可多得数字，95%更是天作之合。这小子究竟踩了什么狗屎运？契合度95%，也难怪他闻到那少年的味道会觉得舒服，原来都是该死的信息素在作祟。实际淡淡扫过资料，姓名谢卓，性别男 Alpha， 年龄新历2005年2月3日，18岁，已成年，住址第8星系赤无星花园小镇7街13号。实际视线蓦地一顿，下一行信息素海盐薄荷，真是星网面前毫无隐私。实际冷冷淡淡的想，瑞恩也跟着脱下巴品鉴，这小子身材真好，腰细腿长屁股翘的。指挥官一个冷淡的眼神扫视过去，瑞恩磕磕巴巴的解释，不过指挥官他不行啊，他住在赤无星，我们第8星系最乱的一颗小星球，还是贫民区，那地方我出任务去过，卷起的草棚有个顶就算是家了，这么穷的小鬼竟然还敢奢想他们指挥官，指挥官才不会下嫁呢，与我无关。实际冷冷道，把这堆废纸拿走。实际拿起资料时蓦地一顿，只有9张，你先前说有10位。瑞恩震惊之余连忙道，是还有1位，但我们学院没有查阅他资料的权限。瑞恩说的含糊，不过实际已经懂了，他眼眸微凝，
似有什么冰冷在瞳孔中无限蔓延。联星网没有权限查阅资料的，只有一个人，坐落在银河系之上的那位。实际将资料冷冷扔回桌面，待回过神来，那小 Omega 已经被吓跑得没影了。他无可奈何地重新看向那堆废纸，在散乱的纸张中，一张照片出奇的夺目，令人难以忽视。黑衣银发的少年笑容灿烂夺目，一头桀骜不驯的银发凌乱翘起，桃花眸肆意地望向镜头，眨了个俏皮十足的 wing， 实际简直没眼看。什么东西？他忍不住骂了句。又过半周，便到了赫兹皇家学院的新生入学日，众新生如汇聚蚂蚁聚集在校门口，随着一声惊呼：“快看，那是个什么东西？”什么？学生们探头往下看，视线纷纷被一个人吸引，准确来说，是一颗脑袋。一个少年那头不羁的银毛脑袋显得尤为扎眼，他头顶还翘起了2根银色呆毛，被折成了骚气的银色小爱心。众学生简直无了个大语。不是，这哪来的显眼包？谢卓双手插兜，懒洋洋站着，毫不避讳被人打量着炫酷的发型。兄弟，你这发型挺别致啊！直到一位 alpha 男生拍了拍他的肩膀，谢卓懒散的嗯了声，都是吸引指挥官的小手段罢了。男生微差，你也喜欢指挥官啊？谢卓先眸朝他看过来，长眸闪烁着幽深绵长的光泽，半晌才懒懒道：“什么喜不喜欢的？太浅显了。”谢卓蓦地唇角浅浅一勾，毫不掩饰地说道：“准确来说，我非指挥官不嫁。”沉默3秒，路遥疑惑地怀疑道：“妈妈说的果然没错，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年头连 alpha 都想着嫁人了。兄弟，我也是看你实力不弱，想在新生试炼上一起合作才劝你的。”路遥凑过去半掩唇说道：“你多少收敛点，可别舞到指挥官面前了。”谢卓眉梢微扬，来了兴趣。怎么说？我听说前2天有个 alpha 学长深更半夜潜入指挥官的休息区，想试图标记分化后的指挥官，结果被指挥官崩掉了2颗牙齿，挂在教学楼的钟上随风摇摆一晚上。闻言，谢卓眼底的沉郁悠然化开，似乎想到什么，他没忍住低低笑了声：“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路遥语气自豪：“当然是我里面有人了。”谢卓挑眉：“有人还需要找我合作？”毫不留情的反问，让路遥脸色一滞。他哎呀一声，自暴自弃道：“我二姨，食堂打饭的。不过你要是跟我合作，以后打给我们的饭绝对不手抖。”他中气十足的保证：“鸡腿都有2只。”一听到打饭不手抖，鸡腿有2只，谢卓眼眸瞬间亮了，他郑重伸出手：“成交，好兄弟。”路遥一阵无语，所以他 alpha 的诱惑力还不如2只鸡腿吗？随着沉重的钟声敲响，震音回荡在整个学院，新生广场随之安静下来。新生入学时间结束，未准时进场的学生自动淘汰。孩子们，欢迎来到赫兹皇家学院，我是你们的院长布鲁森·赫兹。台下传来兴奋的呐喊声，却是清一色的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赫兹院长简直想找个墙角去窗一下。然而在他的侧后方，修长清冷的人影缓缓走上台，他只淡淡扫了眼台下，整个新生广场便陷入疯狂中。啊！指挥官，指挥官，是真的指挥官，活的指挥官。任由台下在激动，实际眉色凛然，无丝毫变化。看到没？路遥看着混乱的场面，忍不住唏嘘：不要试图引起指挥官的注意，他根本不会搭理我们这种凡人的，像是高高在上的神明。谢卓微眯着桃花眸，远远望着高台之上的人，那是他们不行。抬手扶了下头上的银色呆毛小爱心，他转头问路遥：“我的小心心没歪吧？”路遥下意识看向他头顶的呆毛爱心，没，非常完美。谢卓勾唇，成。随后谢卓肆意地望着台上，大声问道：“指挥官，您还记得我吗？”实际视线扫过他头顶晃着的呆毛爱心，停顿2秒，又冷淡收回目光。他没出声，似乎不想给少年难堪，但淡漠的反应落在所有人眼中，还是引起了不少人对显眼包的嗤笑。路遥拽拽他的袖子：“你疯了吧，兄弟？指挥官怎么可能记得你？差不多得了，快把手放下来。”谢卓却没动，他微微歪了下脑袋，又困惑的扬声问：“您真的不记得我了吗？”指挥官。少年试图用天真的话语唤醒指挥官沉痛的过往。就在上周医院门口马路边的花园，花园里有一片秃了的草，您就蹲在草里红着眼眶缩手指尖尖啊，那可怜见的，我还给您递了纸巾和草莓牛奶呢。空气仿佛都凝固住了，所有人眼观鼻，鼻观心，都一言不发，保持沉默。妈的，太勇了！路遥已经恨不得原地吸氧了。他到底为什么想不开，敢去邀请这 alpha 当搭档？这种不要狗命生怕比别人晚死1秒的精神，他哪里配？他偷偷望向高台，白衣黑裤的指挥官面色冰冷，居高临下的俯视着某位银发少年。你完了，你真的完了！垂心刺骨的冷意让路遥不禁打了个哆嗦。他努力跟 alpha 拉开距离，小声巴巴道：“你会被指挥官崩掉所有牙齿，扒光挂在教学楼的高塔钟上随风荡10天10夜的。”然而某位不怕死的 alpha 甚至问了句：“指挥官亲自扒吗？”谢卓仰头对上指挥官的冰冷视线，他茫然地歪了下头，头顶的小星星随着动作微晃了下。明明就是啊，实际似乎知道他在想什么，冷冷眯了下眸，眼神中迸发出的冰冷透露着极为明显讯息：你对这尘世没有任何眷恋了，是吗？谢卓一瞬间福至心灵，他十分恭敬地弯了个标准90度的腰。对八起，是我认错人了。但出乎意料的，指挥官什么都没说，用冰冷的沉默结束了这场闹剧。随后，磁性好听的嗓音响起：新生入学考核现在开始，1小时内未能成功通过迷幻森林的学生全部淘汰。实际薄凉冰冷的目光落在某处，像是在对他说，又像是在对所有人说：祝你们好运。指挥官话音落下，现场一片傻眼，已经全然没心思关注其他了。迷幻森林，即是报考赫兹学院的，就没人不知道迷幻森林位于学院后山的境地，漫山遍野全是凶猛野兽，竟然让他们新生来通过迷幻森林，一上来就玩这么大的吗？正常，今年报考人数这么多，还能全录取不成？ Alpha 有些嫌弃的
地看了眼密密麻麻的人群。各位，黑色制服的绿某 Omega 站在台上，看到你们的各自的编号牌了吗？当遇到解决不了的遇到危险时，捏碎它，野兽便不会再攻击你。与此同时，相应的这样会被视为淘汰。反之，他笑意温软，特意看向某个显眼包，就是喊破喉咙叫妈妈也没用的哦。显眼包低头瞅了眼胸前的编号191，最后勾着薄唇很淡地亲吻了下他。放心，不会让你碎的。台上小 Omega 的脸都要绿了，他努力保持微笑，伸出细白手指指向了教学楼的谷中。容我提醒各位，倒计时已经开始3分钟了，你们还不出发吗？草，快冲！路遥下意识拔腿就跑，突然又良心发现，想起自己那不要命又不要脸的合伙搭子，凶！他话音未落，就看到身侧人影闪过，甩出残影，直接一骑绝尘，头也不回地甩了他800米。瑞恩回到控制室，这一毛 Alpha 简直无法无天，指挥官，你刚刚就不应该放过他。Omega 嘴里愤愤不满，在他满口跑火车时，就应该直接取消他的考核资，投屏，实际淡淡2个字打断他。瑞恩乖乖投放迷幻森林的各方面角度，方便辅助考核，心想着还是指挥官公正无私，从不滥用职权。小瑞恩，野兽都关好了吗？赫兹院长的含笑的嗓音恰好打断瑞恩的思绪。关好了，只留下了1/10。为了防止把新生们玩死，大部分野兽都被关了起来，不过1/10也够他们受的。考核一共分3个关卡，第一关速度，第二关智力，第3关武力。第一关并没有什么危险，丛林障碍赛，成功躲避所有障碍，抵达终点，但每次通过100元，入口会关闭5分钟，这也就代表着那5分钟其他人只能停在原地干着急。随着投屏的刷新，这时光屏突然发出一声低的声响，瑞恩震惊地说道：第一个通过第3关人选出现了，屏幕右侧的排名上，第1名编号跳为金色191，主镜头给到丛林中的银发少年身上，在他面前，一头凶猛野兽奄奄一息地躺在地面，脖子被一种奇怪的姿势狠力拧断。瑞恩捂住小嘴，他真快，一击致命。他犹豫道：那他这是不是算第一个通过？在191的面前已经没了障碍物，再走不远就是终点了。谁说杀一头野兽就算通过3关考核了？实际视线淡淡落在屏幕上，面不改色的下指令：没到终点，再放2头，拦住他。瑞恩眼眸瞪大，扭头看向赫兹院长。赫兹院长无奈耸耸肩，小手一摊，啥也不管。瑞恩立马兴奋地点了个按钮，又放了2头。牛蛙兄弟，路遥远远挂在树上，看着谢卓徒手杀野兽，毫不留情地吹着彩虹屁。你太牛了！谢卓懒得理他，下来吧，这条路没了。真的吗？你怎么知道？谢卓漫不经心地揉揉手腕，这条路的脚印最少，草地干净，而且这种花，他随手摘了一朵嫩黄色小花，吹干净，别在耳朵后面，想着一会儿用最漂亮的方式见指挥官，叫星沙花。老虎不爱闻。路遥一听这话，飞快从树上爬下来，然后抓起一把小黄花就往头上戴。好兄弟，你是我一辈子的好兄。哦，路遥被踹得嗷嗷叫，你干嘛？谢卓一把薅秃他的花，你不许戴。瞅着身上干净，头顶爱心，耳朵上还插着嫩黄小花的银毛 Alpha， 谁还能抢过你的风头啊？你那咔嚓一拧，谁比得过呀？大家见了这玩意都嗷嗷哭着跑，很帅吗？谢卓挑眉偏头问，我还能更帅的杀？不过今天不想见血。谢卓低眸嗅嗅自己的衣领，免得身上沾了血腥味。指挥官不喜欢。路遥他妈的服了，他成功的用半小时明白了，这 Alpha 说想嫁给指挥官不是在开玩笑，他是真想嫁给指挥官啊。走了。路遥生怕再引来野兽，毕竟这里的野兽凶猛得很，龇牙咧嘴的见人就扑。就比如眼前正跑过来的那2头，卧槽，什么玩意儿？他连滚带爬的往回跑。你不是说没了吗？谢卓眉色一凛，退后。路遥已经退得够厚了，还是贴心的问了句：你可以吗？这可是2头啊。谢卓仰头避开狮子的血盆大口，长腿冲着他狠狠一踹，正想说你要解决另一头吗？路遥已经竖起大拇指替他回答了：你可以的。少年 Alpha 身形修长，灵活矫健，躲开致命一击的同时不忘给野兽重创。野兽发出尖锐的嘶吼声，他抡起拳头，冷笑一声，冲着狮子的脑袋狠狠砸过去。显示屏上清晰记录着少年如何一人抵挡2头野兽，并用极快的速度打倒他们。只是这次难免见了血，他垂眸望着袖口的血迹，很轻地皱了下眉头。赫兹院长意味深长，这小友看来不是普通人，实际面色冷淡不予置否，能手握3S 机甲的都不是普通人，对他来说太容易了。实际嗓音淡淡，瑞恩也分不清指挥官是在公报私仇，还是想探测银毛小子的真正实力。只见指挥官抬起轻骨漂亮的手，又摁了下那枚按钮，继续。瑞恩表情瞬间惊恐住了，实际微微拧眉，问他很过分吗？不是。瑞恩的话已经语无伦次了，按钮不能按第2遍，这次放出来的不是2头，是。实际脸色微变，是多少？已经不用瑞恩回答了。屏幕上的某处关押地，所有笼子齐刷刷的打开，砰砰砰砰砰，数只凶猛野兽齐刷刷的冲向距离终点最近的少年，大地都跟着随之震颤起来。瑞恩嗓音微颤的回答：50。听到这个可怖的数量，赫兹院长愣住了。糟糕，这小友撑得住吗？赫兹院长无论什么时刻都有种莫名的淡定，但实际显然有些不太淡定。他冷冷盯着屏幕，最后推开椅子起身，迈着长腿头也不回的往外走。不死算他好运。院长，您说他会捏碎编号牌吗？瑞恩盯着屏幕
上的画面，忍不住哆嗦地问赫兹院长：当50头野兽同时放出后，森林大地震战，其中捏碎编号牌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赫兹院长望向屏幕中正处于丛林深处的少年，抚着胡子笑了下：我猜想不会。瑞恩突然就想到了人潮汹涌中少年低眸那个温柔至极的吻，仿佛在对编号牌说：放心，我会保护好你，这是我能到他身边的唯一方式。瑞恩抱住脑袋，拔腿追过去：啊，救命啊！这都是什么事啊？那银毛小子可千万别嘎了呀！瑞恩拔腿奔跑到现场的时候，就看到了让他此生难忘的一幕：日光从丛林缝隙中洒下，地上遍布流淌的鲜血，几十只野兽七横八竖地躺在地上，生死不明。在群尸遍野的中央，银发少年折腰半跪，屈膝伏在指挥官笔挺削薄的肩头，连银色发丝都挂着摇摇欲坠的血珠。实际来时便开枪击杀了最后一只跟少年搏斗的野兽。已然杀疯的少年突然就安静了下来，他扭头看向自己，眸底还倒映着猩红雾气，血珠成串顺着指尖滚落，早已分不清是他的还是野兽的。少年试图迈开步，却脚步踉跄了下，实际忍不住皱眉，没动。指挥官，少年勾起薄唇，你要弄死我呀？他的气息仿佛都带着血意。实际冷冷盯着他，谢卓没得到回应，桃花眸失落的微垂，似乎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踉跄着向前倒去。蓦地鼻尖萦绕过浅浅的白山茶香，他的腰被人搂住，摔进了清冷干净的怀中。实际没想到这少年看着手还挺重，连带着被他一起屈膝压了下来。他神色有些冷淡的不耐烦，蓦地脖梗被微湿的脸颊蹭了下，实际身形猛然僵住，潮湿肌肤的触感磨过肌肤，带起一阵敏感的不适。他眼睫细微抖了2下，不等开口，耳边传来少年阴哑低落的嗓音：您不想见到我是吗？他气息薄弱，似乎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我知道我惹您不开心了，我想您记起我。实际垂着眼眸没说话，直到手中被塞了个东西。少年安静靠在他怀里，呼吸清浅的昏迷过去。实际抬起眼睫看向对面呆若木鸡的瑞恩，皱眉微哑道：还愣着做什么？把他送去医疗室。实际身上沾满了难闻刺鼻的血迹，他向来爱干净，已经极少数如此狼狈过了。他深深吐出一口气，看了眼掌心的东西，编号191。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水味。女医生为受伤昏迷的 Alpha 少年做了个全身检查，只是失血过多导致的体力不支，暂时性昏迷，除去外伤并无大碍。实际淡淡嗯了一声，没多说什么。随后女医生开始为少年处理手上的伤口。实际没走，立在一侧淡淡看着。似是 Alpha 骨子里带着天生血性，下手出奇狠厉，少年骨节分明的手上满是伤痕。实际不可避免想起那时看到的场面，少年分明寡不敌众，却发了疯的顽抗，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且从没想过捏碎编号牌自保。那为什么最后又把编号牌塞到自己手里了？实际侧眸扫了眼龇牙咧嘴的 Omega， 看他目不转睛盯着医生的动作，小脸紧紧皱成一团。伤口在你身上？瑞恩委屈的嘟嘴，我看着疼吗？女医生处理好了伤口，用纱布包裹缠上，这才温笑着说，看起来是个不错的好苗子。指的是病床上昏迷的人。瑞恩问，为什么？体质偏瘦又贫血，在这种身体状况下能坚持这么久，毅力很强的。女医生笑笑说完，便端着医疗用具出去了。瑞恩不可置信，贫血？通常只有营养不良的人才会贫血。瑞恩盯着床上挺大只的少年，突然就很不理解，他营养不良，凭什么还比我高一个头？瑞恩满脸的不服，实际皱了下眉，再吵就出去。瑞恩这才意识到这小子还昏迷着，后知后觉地捂了下嘴，随后便看到指挥官目光落在银毛小子身上好久，实际神色淡淡看着病床上昏迷过去的少年，比起平日里恣意嚣张，如今倒是显得乖巧又安静，侧脸柔软陷入枕头里，挺长的睫毛耷拉下去，头上翘起的呆毛爱心乱七八糟，连带耳尖上的黄色小花都蔫啪啪的，像只银毛小狗。实际莫名其妙的想，指挥官，您是在心疼他吗？身旁的瑞恩突然小声问了一句。实际他冷淡的收回目光，面无表情的问，你觉得呢？瑞恩突然就不感觉的了，但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刚刚的指挥竟然让他感觉到了温柔，甚至望着银毛 Alpha 时，唇角还若有似无的有些笑意。指挥官，这件事是我的错，我来守着这小自被瑞恩咽了回去，学弟吧。实际嗓音平静，与你无关，按钮是我按下去的。他向来公私分明，从来不会因为身份拒绝承认错误。瑞恩犹豫地问，那您是要？实际脸色浅浅变了下，随即抬步往外走，等他醒了通知我。就算再公正无私，他也犯不着一直留在这里，守着等着银毛小狗醒来。天色逐渐暗了下去，室内密不透风的窗帘遮挡光线。谢卓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正对上夜色中正紧盯着他的一双绿油油的卡姿兰大眼睛。谢卓缓缓又闭上眼，他妈的，见鬼了！瑞恩凶巴巴地开口，醒了就别装死。谢卓听着熟悉的嗓音，又重新睁开眸，似感觉到手腕上有什么束缚。光线昏暗中，他开口，你就算得到我的人，也得不到我的心。瑞恩，这 Alpha 撞坏脑袋了，他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啊？在 Omega 一脸费解的目光中，谢卓严肃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中心。我生是指挥官的人，死是指挥官的小幽鬼。瑞恩实际洗去一身难闻的血腥气，换上干净整洁的休闲服，回到医疗室。结果刚走到病房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瑞恩抓狂的嗓音，住嘴住嘴住嘴，你才不是指挥官的人和小幽鬼。
小 Omega 掐住少年的脖子，疯狂摇晃。指挥官不是你的，你也不是指挥官的。被折磨得头晕眼花的 Alpha 还不忘扬眉挑衅，不，我就是指挥官的。我的心，我的肝，我全身上下的每个器官都是属于指挥官的。瑞恩啊！实际面无表情的转头就走。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声意料之中的呼喊：指挥官！刚醒过来的银毛小狗一看到他尾巴都要翘起来了，救命啊！指挥官！实际一听到指挥官3个字，瑞恩火速松开掐着银毛小子的手，乖巧无比的在一旁立定站好。整个过程行云流水道，不超过1秒钟。他心想：妙啊，可嗨嗨！随后便眼睁睁看着上一秒还冲他挑衅十足的 Alpha， 下一秒就如同被抽干了所有力气，扶着额头柔弱不能自理的开口：我头好晕啊！指挥官瑞恩。对上小 Omega 震惊的圆润绿瞳，谢卓有些无辜的眨了下眼，接着害怕的扭过头，他上来就掐我脖子，他为什么要这样啊？指挥官瑞恩。瑞恩差点气炸，你以为你表演的很好吗？简直拙劣的要死，这已经是电视剧里都用烂了的白莲花套路好吗？但他的偶像显然没看过电视剧，神色平静的朝他睨了一眼。瑞恩。第一次被指挥官叫名字的小 Omega 心情又激动又害羞的，连忙中气十足的应道：实际我让你守着他，没让你掐死他。瑞恩一呜呜一。谢卓忍住乱翘的唇角，正在心里暗爽，莫蒂指挥官又转头看向他。谢卓一怔，淡漠薄凉的指挥官显然从不偏袒任何一人，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对你，心里没点数吗？还需要问？谢卓不敢吭声。成功解决完了2个幼稚的小鬼，实际转头对瑞恩说正事，赫兹院长找你过去，顺便把新生录取名单给他带一份。瑞恩立马点头，好的。小 Omega 身为院长的得力干将，二话不说的领命就跑。谢卓蓦地想起什么，立马叫住他，等下。瑞恩在门口回头，谢卓轻舔了下薄唇，状若不经意的问，我有被录取吗？瑞恩哪能猜不到他的真实想法，顿时就暗爽了起来，扶着额角做作的问，啊，191号吗？我好像突然想不起来了。挨谢卓唇角抽抽，真是一报还一报。但他的确心里没底，虽然是当时最接近终点的一个，但他没到终点，编号牌最后也不在他手里。虽然名单是我亲手整理的，但191被录取了吗？瑞恩困惑地晃晃脑袋，不知道啊，不知道，头好痛哦，走啦。说完，小 Omega 就蹦蹦跳跳地离开了。谢卓真想反过来掐死他。室内陷入短暂的寂静，病床上的银发少年沉默片刻，蓦地抬手扯了胳膊上的针头，翻身下床做事就要往外走，站住。实际你没去哪？谢卓脚步停顿了下，回过头来的脸上挂着稀疏慵懒的笑意，出去一趟，很快就会回来的。少年弯着精致野性的桃花眸，指挥官不用太想我，实际问他为什么不问我？编号牌在他手里，没人比他更清楚了，亦或者说他才是决定他命运的那个人。少年脸上的笑意似乎僵了下，站在原地安静良久，最后垂眸笑笑，不了吧？不想问也不敢问，期待也怕期待落空，所以压根不敢期待。编号牌是他亲手递出去的，什么结果他都能接受，也不后悔，只是真到了那时候会有些难过而已。少年流畅紧致的手臂垂着，真恐因为被暴力对待溢出零星几点血迹，他浑然不觉，又或者没工夫在乎。实际安静收回目光，没再多说什么。去吧。面前修长的少年似乎怔了下，因为他突然冷淡的反应，他轻抿了下唇，还是笑了下，随后转身便大步流星地跑了出去。晚风吹起少年凌乱的银色额发，出门没来得及穿外套，里面的黑色 T 恤皱巴巴的，手上的绷带被奔跑时带开，在身后缀着长长一条，有些狼狈又有些战损的美感，惹得路上的学长们频繁侧目。哇去，我要是也搞这个造型，会不会也这么帅？实话实说，你可能会像条流浪狗。你还是别说了，作为一个典型的艺人，谢卓平日里跟狗都能唠2句，如今倒是焦急的什么也顾不上。他一路跑到新生广场，正值名单公布完不久，广场前挤满了人。他轻皱了下眉，顾不得手伤就往里挤。好兄弟，你这么快就回来了？熟悉的声音再加上熟悉的拍肩膀，谢卓扭头看到了路遥。你伤好了？路遥诧异地问。谢卓敷衍了声，看他一个劲儿往人堆里挤，路遥不太理解，你在干嘛？谢卓头也不回，看名次。想到指挥官最后的冷淡目光，他嗓音有些沉闷，不知道录取了没。路遥一时竟分不清他是不是在降维打击。兄弟，你要是都没被录取，那我们就可以出门左转捡垃圾了。谢卓顿住，什么意思？路遥大声道，你第一啊大哥。谢卓皱起眉头，显然不太相信。恰逢拥挤的人潮微散，缝隙中透出隐约的熟悉编号，谢卓终于如愿看到了排名。电子光屏最上方的金色数字 No.191看到了吧？我骗你干嘛啊？路遥光是想着那时的场面就忍不住唏嘘，就凭你杀了42只野兽还能上交编号牌的毅力，这第一名就非你莫属。上交编号牌？对啊。路遥奇怪地看他，终点上交编号牌才算完成考核，你脑子撞傻了？路遥那时候因为被野兽追杀忙着逃命，最后通关已经是第39名了。好兄弟，谢了。
悬在空中的心终于落地，谢卓脸上终于绽放笑意。他抬手拍拍路遥的肩膀，回头请我吃饭。路遥怎么跟剧本不太一样？不过他依旧爽快应了。行，那就现在吧，刚好我肚子有些饿了。现在不行，我要回去养伤了。路遥，你刚不说伤好了？谢卓慢条斯理地扬起眉梢，眸中荡着3月桃花般的笑意。没，种着呢。实际此时正在医疗室被女护士们团团围住。指挥官，这是最新研发的喷雾阻隔剂，你要试试吗？被一群女孩子们叽叽喳喳围着，实际显然有些不太适应。他轻咳一声，薄白的耳尖染上一点红。不了，谢谢。您试试吧，我们熬了好几个通宵发明出来的。女孩们睁着大眼睛，有些可怜地说。实际临走的脚步微顿，女护士们连忙继续说，比阻隔贴方便，还不需要针头注射，很方便的。实际扫了眼小花篮里花花绿绿的小喷雾，有各种味道的，您任意挑选。实际便随手拿了支白底绿色茶叶的小瓶子。他问，喷在哪里？脸上就可以的。他轻合上眸，薄雾般的液体落在脸上，睫毛沾上浅浅的细小凝珠，在光下折出潋滟水色。现场一片寂静，女孩子们连大气都不敢出，生怕惊扰了眼前的神明。直到一阵风从脚底卷过，待他们回过神来，神明就被人抱了个满怀。实际被蛮力冲撞的忍不住后退一步，手中的喷雾瓶滑落在地，咕噜噜地滚向远方。他忍不住皱眉，待睁开青墨般的水眸，入目又是一片灿烂不羁的银色，又是这不知天高地厚的 Alpha。 指挥官谢卓将头埋在他脖颈中，心中涌动着无限感动的情绪，胸腔中心跳声热烈而迅疾。他的手无意识箍紧了怀中人的腰，好戏，年轻的 Alpha 春心躁动，掌心下意识轻磨过怀中的纤细腰线。实际蓦地紧抿着唇，忍住不适的情绪，抬手便在他侧肩落在一记手刃。啊！谢卓疼得立马松手，扶着自己快被劈碎的肩膀，下手真狠啊，指挥官，他明明都没敢用力嘛。实际冷冷盯着他，睫毛上的水雾晕湿，有种薄冷精致的美丽，像是橱窗里摆放着的高高在上又漂亮易碎的琉璃公主。谢卓的呼吸都要停止了。道歉，立马道歉。他刚要张口，蓦地闻到鼻尖萦绕的浅香，不似山茶花杏烯素的味道，但落在他身上一样的清幽好闻。谢卓无意识地往前凑，鼻尖几乎要抵上去，被迷得五迷三道，晕乎乎地说了句：指挥官，你好香啊，空气中似有什么碎裂了。谢卓心想，糟糕，完，哈哈。直到指挥官已经离开5分钟，在场的女孩子们依旧在不停地尖叫。他真敢，他真敢啊！一边蹭指挥官的鼻尖，一边说他好香啊！啊，这是我不付费就能听的吗？没蹭吧？一个女孩皱眉反驳，接着话音一转，不过贴士肯定贴上了啊！把指挥官气得脸都红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肤薄如雪的指挥官，第一次气到脸红，连脖梗都是粉色的。手足无措的 Alpha 只能慌张买下所有的小喷雾赔罪，实际看也不看，转身就走。银毛少年只能抱着小花篮，跟只大狗狗似的追上去。女孩子们围在一起，忍不住的尖叫，太好磕了。实际这一走就走到了老家，雅致的小别墅在夜色中亮着微光。他停在花雕的栅门前，正准备输入指纹解锁，蓦地肩膀被人轻轻戳了一下。指挥官，我真的错了。身后的嗓音听着有些可怜。少年捧着小篮子追了一路，起先嘴里一直在不停的道歉，不过因为他不耐说了句聒噪，就一直闭嘴，直到现在。我真的不应该说您闻起来好香的，实在不行他还是把嘴闭上吧。缠着乱七八糟绷带的手轻轻揪住他肩头的一点雪白布料，揪起来晃了晃。指挥官，理理我。实际脸色铁青，不耐烦的冷冷回头，视线不可避免的落到肩膀的那只手上。手指漂亮修长，骨节分明，只是伤痕累累的血迹太多，看起来有些触目惊心。谢卓咻的一下飞快收回手，似是觉得丑，还往身后藏了藏，不脏，都结痂了。实际好半晌没说话，最后觉得犯不着跟一个小屁孩计较，东西留下，你可以走了。虽然不知道消气没，但最起码愿意跟他说话了。好的。谢卓乖巧将东西奉上，望了眼身后干净雅致的别墅，他自告奋勇，需要我帮您拿进去吗？不需要。实际无情拒绝。哦，好吧。其实他也没有很想进去指挥官的家，才怪。实际不知道这年轻的 Alpha 脑子里在想什么弯弯绕绕的，随口问多少新币。谢卓立马抬眸看他，不用，又没有多少钱，就当是我给您的赔罪礼物。实际的反应则很冷淡，那就带着你和你的东西一起走。哎，别。谢卓眼看他去解锁了别墅的院门，连忙说道120新币。实际淡淡嗯了一声，在这等着，随后转身进了别墅。谢卓望着他清风霁月的冷冽背影，悠悠叹了口气，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能靠近得了他？他蓦地想到先前在星报上看到的一则消息，指挥官在平定因蓝星凯旋而归的那日，皇帝陛下亲临战舰之下为他接风，现场只抓拍到一张模糊的照片。巨大的银色战舰舱门大开，身穿银灰色指挥官服的青年走下来，肩上的流苏和勋章熠熠生辉。在他的对面，高大威猛的银发男人冲他伸出手，而他笑了一下。这张照片被星网疯传，都说他们是天作之合。指挥官作为皇帝伴练，与他一同长大，两人是最亲密的竹马关系，没有人比他们更熟悉彼此。
所以指挥官对他的态度想必不会如此冷漠吧？发什么呆？拿着。石纪神色不耐地看着走神的银发少年，他倒不至于要一个营养不良少年给他买的抑制喷雾，不过收了他的钱有那么难以接受吗？跟谁欺负了他一样？指挥官。谢卓掌心磨着12枚星币，轻声问：“您现在不生气了吧？”石纪其实并不想给他什么好脸色，但还是嗯了一声。那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可能会有些冒昧。问，您有喜欢的人吗？石纪脸上明晃晃的写着。你真是冒昧过头了。没有。他回答。少年眼底涌出微亮的光。真的吗？石纪面色不善地睨着他，后者则是翘着呆毛，一脸愉悦的笑，似乎笼罩在心上的阴霾被一扫而光。他凑过来大言不惭地说：“那要不您喜欢我吧？”这家伙身上总有种迷之自信。石纪平日里只是话少，但不代表他说话好听。他正在酝酿该怎么讥讽才能让这 Alpha 痛哭流涕的从他面前消失，从此再也不敢出现。只要您喜欢我，我这辈子都属于您。月色下的少年瞳孔明亮又温柔，笑容灿烂地对他如是说，似乎很少有人能拒绝这样的场面。纵然少年性格疯疯癫癫的，但不可避免他生了符好样貌。微翘的眼眸慵懒又温柔，样貌精致到桀骜不驯，注视着一个人仿佛默默含了情，热烈的无与伦比。石纪感觉到后颈的腺体微微发烫，多半是信息素契合度太高的缘故。真麻烦。他视线扫过少年的脖颈，喉咙干涩的滚了一圈，最后只冷冷丢下一句：“不需要，离我远点。”石纪无视身后少年踮起脚来，隔着庭院门从他挥手的嗓音：“真的不要吗？您要不再考虑下，我上的厅堂下的厨房能文能武还很便宜的。不对，不用您出钱，我倒贴。您真的不考虑要了我吗？”石纪听得额角直跳，最后砰的一声关上门。世界安静了，他伸手揉揉发烫的后颈，看了眼客厅桌上银色箱子里躺着的抑制剂，针管刺破肌肤的疼痛历历在目。猫系一族的基因特殊，疼痛感是常人的数10倍，一些普通疼痛对他来说都难以忍受。石纪不太想注射，他背靠着门，稍稍仰起头，有些无力地叹了口气。小畜生，不光能安抚他的疼痛，竟然还能勾起他的疼痛。石纪不太适应体内的燥热，但他如今正处于发情期，最终无可奈何之下，还是将抑制剂注射到胳膊中。针管刺入的一瞬，他不禁闷哼一声，低磁性感的嗓音在房间里回荡，体内潮水般的炙热被快速压制下去。石纪闭上清浅漂亮的眸，睫毛在光下打着朦胧的阴影，如今的感觉已经让他极为不适。真到了正式发情期，该是什么样？他低眸望着手臂上的针孔，雪白袖扣折着碎光，那点针眼宛如朱砂般坠在肌肤上。石纪神色淡然无波，雪白荣光闪过，他缓缓抬起手腕，薄唇微张地凑了上去。谢卓被指挥官遗憾拒绝，无奈的耸耸肩，正欲离去。莫蒂视线被地上的亮光吸引，什么时候掉出来一个？他捡起来那只遗落的小喷雾，秉着勤俭持家的理念，谢卓打算还给指挥官。在敲门无应答以后，谢卓心想，连我以身相许的告白都不理，更别提是出来拿回你这个小东西了。他无奈地摇摇头，随后直接手臂一撑，灵活地翻进了指挥官的别墅里。放哪呢？门口、窗口。窗口摆着几盆绿植，土壤是潮湿的，看来每天都有人浇水。他把小喷雾在衣服上擦了擦，不禁笑了下，还是草莓味的，也不知道指挥官会不会用。随后放在了小绿植的叶子里。谢卓不经意地抬眸往里看了一眼，随即正在原地瞳孔蓦地放大，一墙之隔。银发 Alpha 背靠着冰冷的墙，喉结无声地来回滚动数下，心跳几乎要从胸腔中蹦出来。他抬手摁在左胸口，出息点，别跳嘎了。他低眸对自己的心脏说完，就有什么温热从鼻子里流了出来。谢卓摸到了一手血，好吧，他是没出血，哪里都没出血。他闭上眼，脑海里满是挥之不去的场面。明亮整洁的客厅，雪白薄衫的青年坐在沙发上，衣袖流泻到肘弯，露出一截漂亮的冰肌玉骨。他发间竖着雪白柔软的猫耳，低眸专心地轻舔着腕骨，薄红的唇瓣探出的一点湿软红舌尖。少年 Alpha 哪里招架不住这样的场面，他浑身都麻得要命，连着深呼吸好几大口，最后捂着鼻子落荒而逃。跑出去几步，他又折返回来，抓起来那小绿植中的草莓喷雾，头晕脑胀间也不忘自己的小命，嘴里嘟囔着，被发现我就死定了。原来不是他记忆混乱，先前是真的看到过，只是被指挥官用了某种方法，让他以为是记忆错乱了。您怎么是只小猫咪啊？夜风中单薄体恤的少年跑起来一点也不觉得寒冷，手中垂落的绷带跟着他长长一条，看起来那么高冷又那么软萌。他有些禁不住的失笑，在月光笼罩中仰头喃喃自语，指挥官，再这样下去，我对您的崇拜都要变质了。朝着某种危险又不可控的方向，直到手臂上的疼痛感消失，石纪这才抬起眸。猫系形态有疗愈作用，他本身就不太能忍疼，尤其体质特殊，所以受伤后经常躲起来偷偷疗伤。石纪面色如常地放下衣袖，临睡前他习惯性地给植物浇水，拿起水壶推开窗，待浇过水后正欲关窗，蓦地视线一顿，这片叶子怎么剩一半了？次日清晨6点，新生们被集体叫醒，开始晨间拉练。石纪向来有早起的习惯，他此时一身轻便的休闲装，刚来到训练场
就看到一群七歪八扭、乌泱泱的新生。比起这号人，高一届的显然整齐有序许多。随后便有负责人来指挥新生，全部站好，按照身高排成4纵列，2分钟调整时间，没找好位置的多跑5圈。乌泱泱的新生们瞬间像是惊吓的小鸡，开始到处乱窜的排位。负责的男生看了眼时间，随后走到石纪面前问好：“指挥官，早上好。”石纪先眸看了眼面前单眼皮的高瘦男生：“早，瑞恩呢？”新生负责人是瑞恩，不是他。男生面无表情的回：“没醒。不过他说，您要找他的话，我现在去帮您把他叫醒。”石纪淡淡摇头：“不用，你替他带队。”名字楚檀星，学院总榜第2。石纪看过所有的成绩资料，这男生在射击方面天赋异禀，可惜其他科目不行，否则综合成绩不会弱于瑞恩。没事了，去带队吧。楚檀星点头，随后从队伍里抓出几个站错位置的记下学号。看跑道，别看指挥官，他嗓音不高，掷地有声，高冷的威慑力十足。新生们只好依依不舍地收回目光，改用余光疯狂偷看。于是石纪接受到了无数个角度诡异扭曲的目光。楚檀星带队出发，跟上。为了防止他们面部扭曲，石纪有在考虑是否要更换一个跑道。他倒还是第一次经历这些。主星系的手下训练有素，从来不敢造次，挺新鲜的。蓦地，石纪视线被什么东西吸引。长长队伍的末尾，某个手上带伤的银发少年，困倦的像是晚上偷了鸡似的，迷糊着吊着身体跑。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他视线不受控制的落在少年垂落的手上，缠绕着的白色绷带末尾正缀着一颗毛茸茸的小球，周围散落着漂亮的羽毛和彩色玻璃坠子，跑起来叮铃作响的。啊，对不起指挥官，我起晚了。瑞恩一路小跑来到训练场，看到队伍已经被室友带走了，他连忙松了一口气来跟指挥官认错。但指挥官好像有些奇怪，他到底为什么？实际深呼吸一口气，似乎在极力忍着什么。瑞恩茫然的啊了一声，什么？谁？实际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目光，他只能抬起薄而白皙干净的手指，轻轻遮住眼眸，每个字都仿佛从牙关中挤出来的。要在身上挂一颗逗猫球。逗猫球？瑞恩一头雾水的四处张望，什么逗猫球？实际努力控制住自己，不去再看那小东西。但这世上没有哪只猫能拒绝逗猫球，它们天生就爱这些毛茸茸的小玩意。没什么。实际冷冷说完，便朝着相反方向的训练场跑去。啊！瑞恩连忙追上去，等等我，等等我！10圈的晨间拉练结束，新生们从来没经历过如此高强度的训练，转眼就已经瘫倒了一大片。瑞恩也累得不轻。Omega 天生体力方面就较弱。谭星，救命！他气息虚弱地靠在带队 Alpha 身上，喘得上气不接下气。Alpha 皱了下眉头，没说话，也没动。小 Omega 恢复了会儿，睁开碧绿的圆眸看向指挥官。晨光熹微中，指挥官正在仰头喝水，脖颈扬起的线条莹润冷白，轮廓修长精致，只是站在那里就金贵漂亮的不像话。大家都只敢偷偷仰望着神明。瑞恩忍不住感叹，明明都是 Omega， 为什么指挥官看起来一点也不累啊？楚檀星言简意赅，可能因为指挥官没你那么好吃懒做。瑞恩，好过分哦！新生中虽然倒了大半，不过还有几根苗子坚挺着。拉练途中跑得像半身不遂，那个银毛少年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他全场耷拉着脑袋没睁眼，但10圈跑完，除了喘息之外还算正常。实际面色冷淡的放下水，视线再一次不经意地扫过那颗晃晃悠悠的小毛球，然后仰头又喝了口水。随后，那小毛球的主人突然撩开衣服，用黑色 T 恤下摆擦了下脸上的汗，伴随着他的动作，露出一截腰腹线条，8块腹肌凌厉张扬，附着浅浅的薄汗，随着紧致的人鱼线一起没入长裤中，满身性感潮湿的年轻荷尔蒙气息。瑞恩眼睛都看直了，这小子哪像是营养不良的样子了。随后他靠着人突然离开，瑞恩差点摔了个狗吃屎。哎呦！听到这声动静，谢卓困倦地睁开眼，抬眸看了过去。楚檀星跟石纪打了个招呼，指挥官，我一会儿还有射击课，先走了。石纪又一次放下水，单眼皮的帅哥头也不回地离开。瑞恩切了一声，没礼貌，走了都不跟我打招呼，你们是什么关系？石纪随口问了句。瑞恩回答，室友啊。檀星很笨的，每次考试都超不过我。瑞恩得意地跟指挥官邀功。石纪莫名轻笑了下，还未开口，一道身影便窜到他面前。早上好啊，我亲爱的指挥官少年，磁性荡漾的嗓音传入耳中，还带着未醒的沙哑蛊惑，勾得人耳朵都痒了一瞬。瑞恩有些不自在地揉揉耳尖，这 Alpha 实在太骚气了。石纪淡漠盯着晃悠到面前的小毛球，静了一会儿，他闭了闭眼，一言不发地放下水，扭头就走。哎，谢卓试图叫他，却被忽略了个彻底。瑞恩彻底乐了，哦哟，指挥官不理你了。谢卓，他微眯着野性的眸，不悦地扫了眼瑞恩。瑞恩，你想干嘛？我是你学长，我比你大。晨光中的银发少年，额发微湿，眉眼张扬又凶狠。他冷笑，是吗？但我拳头比你脸都大，想试试吗？小 Omega 骂骂咧咧的火速跑了。谢卓轻轻嗤了一声，随后盯着挂在自己手上的小毛球，伸出长指轻轻拨弄了下。不喜欢吗？银发少年似有些失落的自言自语，还是我熬夜亲手做的呢。
还以为会讨高冷小猫咪的欢心，可惜他不喜欢。谢卓叹了口气，最后迈着长腿离开训练场。没关系，既然这样的话，那下次做个更可爱的。区区一点小挫折，根本打不到他泄火烧。主教楼，实际换上统一的黑白色系制服，来到了赫兹院长的办公室。所有分班资料都在这里了吗？他还未选择所带的班级。是，都在这里，不过这个先不着急。赫兹院长温柔制止了他，现在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实际从丝绒锦盒中取出金色的校徽胸章。什么？皇帝陛下在3天内给你打了3通心电，全部显示未接。赫兹院长神情略微严肃。你的心电落在了主教楼。实际拿着胸章的手略微一顿，他神色淡淡接过心电。知道了，我会回给他。赫兹院长识趣的主动退出房间。实际垂眸扫了眼心电上的未接通讯。皇帝很忙，平日里很少联系自己，更别提是连打3通心电。他指尖轻点，回拨过去。出乎意料的，对面接得很快。全息光屏投出金碧辉煌的议会厅，银发紫眸的男人坐在主位上，白金制服衬得他尊贵又冷漠。他冰冷抿着唇，居高临下的神情不怒自威。实际问：有事吗？金枝缠绕的古朴胸章被他低眸别在胸前。全息光屏中的人迟迟不语。实际抬眸与他沉默对视。皇帝这才开口，低沉威严的嗓音吐出4个字：你分化了。实际极淡地笑了下，多谢陛下关心。他神色疏离淡漠，宛如一个面对上司的良好员工。我会整理好身体，不会耽误任何工作。皇帝沉默望着屏幕中美丽冰冷的青年，他总是这样倔。这大概是皇帝陛下平生第一次会对一人生出无可奈何的百般滋味。他眼眸微暗，沉如深潭的紫眸带着不易觉察的妥协。回来吧，石指挥官，那里的 Alpha 不适合你。第8星系作为8大星系中垫底的存在，从来不被重视过。联邦帝国第1总指挥不应该埋没那个籍籍无名的地方，纵然那地方是他们曾经的故土，在那里没有人能配得上他。实际莫名觉得好笑，为什么一定要找 Alpha？ 似乎每个人的反应都是如此。青年站在古欧式的教学楼中，肩背板儿挺拔，过于优越的睫毛冷垂，嗓音清冽而平静。Omega 的存在并不是为了 Alpha 而生。皇帝熟知他的脾性，长眸锐利无声。我不否认你的想法，但 Omega 不能没有 Alpha。实际唇角浮出讥笑，是吗？那这世上就不会有意志技的存在了。石指挥官，他3番4次的冷语已经惹得皇帝不快。主位上的男人双唇紧抿，眉头不悦地平起，令人臣服的强大气场在无声蔓延。现在的意志技并不完善，带来的副作用你比谁都清楚。作为帝国第1总指挥官，他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似是想到什么，皇帝冷峻的眉眼又缓和下来。而且你怕疼？他紧盯着光屏中的青年，嗓音带着不容抗拒的指令：实际回来。从他一意孤行离开联邦帝国，回到第8星系的故土，主星系的流言蜚语就没断过。反目成仇，割袍断义，爱而不得，越传越离谱。皇帝冷峻俊美的脸上面无表情，最终沉声宣布游戏结束，终止这场闹剧，回到我身边。他不要继续下去，他要石指挥官回到他身边。然而屏幕中的青年面不改色，既然剧已开场，就演完吧。青金贵雅致的容颜浮着淡淡的讥讽，不演完，谁知道是不是闹剧？空气陷入一片死寂。议会厅门外候着的长官都敏锐觉察到了危险，连英兰星被入侵时，陛下都不曾露出如此生气的神情。要知道，那可是最珍贵资源的开采星。如今这是怎么？你要跟我闹脾气多久？那双身居高位的深邃紫眸锐利无比地望着他。第8星系不过是一群低阶人类，你留在那里只会大材小用。实际打断他，那不如就试试看。皇帝看着他，突然想到记忆中那个倔强清冷的半恋少年。实际，你赢不了我。少年帝王手持长剑，气势凌厉，挑眉望着面前的黑发乌唇的少年，唇角溢出轻笑。他轻松收回剑，翻了个万花。少年冷冷抬眸，继续。他会失败，但从不会放弃，直到将小帝王逼在宫殿角落，用锐利薄锋直指他微凸的喉咙。小帝王只好举起双手，好，今天到此为止。实际终于放松下来，长剑抵在地面的轻轻喘气。实际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半恋，天赋异禀，聪慧过人，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过死板冷漠。就好比他至今都不知道，那天是他故意放水，就是为了让他休息一下。石指挥官，你赢不了我。皇帝冰冷的嗓音毫无情绪，宛如在陈述一个平静的事实。第8星系从未在星际联赛中夺冠，一次都没有，更何况是那个籍籍无名的学院。那个叫不出名字的学院从未出现在联赛名单上过，但他总爱一意孤行，总想着凭借一己之力与世间万物抗衡，单纯的可爱。半个月后，星网将会公布各大星系联赛名单，倘若没有你的队伍，我会强制召你回主星系。话音落下，皇帝便主动切断了通讯。全息投屏的宫殿刹那消散，仿佛刚才的富丽堂皇只是一场幻觉。半个月后，恰好是他的正式发情期。狗东西！实际冷冷骂了一句，面色不悦地离开办公室。结果迎面便撞上来人 Alpha 生的双腿修长，轮廓高挑，实际鼻尖重重磕在了他锁骨上。
干净的衣领透着好闻的海浪气息，冷冽薄荷混着雪白沙粒，宛如潮湿的海风吹过脸颊。实际鼻酸的想退开，后颈被温热手掌轻轻拖着，小心！那片肌肤都被烫得一麻。头顶传来少年低懒磁性的笑音：“指挥官，你怎么走路不看路啊？”实际淡漠挥开他的手，面色冷淡：“你看了吗？”谢卓看他格外冷淡的面容，鼻尖却透着一点红，眼底也泛着微湿的清冷水光，心脏都跟着莫名一软。没看，其实是看了的，但谁能拒绝指挥官直冲冲的撞上来？他只能控制好力道，免得一身硬骨头撞疼他。实际还算满意他的反应：“你在这做什么？”他目光扫过少年手中的薄纸，谢卓了一声，也不避讳的直接说道：“提交贫困补助金申请表啊。”实际看了眼申请表，也没想明白，明明没有钱，却还拒绝收他的新币，摆出一副受了委屈的可怜小狗模样。看他目光一直落在申请表上，谢卓也难免生出几分不自在来。虽然我现在是没钱，但你有一颗爱我的心。实际冷淡又不耐地打断他。经过刚才的心电通话，他如今显然脾气不太好，认为这世上的 Alpha 没有一个好东西，尤其是银毛的，所以脱口而出3秒钟，实际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谢卓显然惊讶住了 ，Alpha 的嘴都张成了 O 型，好半晌才找回自己的声音，把没说完的话补充完整。但我会好好赚钱的。实际哦。说完，他面无表情的侧身从 Alpha 身边路过，身后的银发 Alpha 到底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磁性好听的嗓音含着慵懒笑意，生了小钩子似的痒痒挠过心间。但您没说错的。他抬起恣意嚣张的精致眉眼，扬声冲实际的背影喊道：“我的确有一颗爱您的心。”实际头也不回地离开主教楼。他最终选择带机甲单兵系的精英班。教授们对于这个结果很是诧异。指挥官，容我冒昧提问，您是联邦总指挥官，为什么要选择去带单兵系？指挥专业向来是人中龙凤，其要求不光天赋异禀，还要有过人的素质，殷实的家底才能支撑其指挥专业。所以学院精英几乎都集中在了指挥专业。理查德教授，您是前辈，在晚辈面前不需要用敬语。实际虽性格清冷孤傲，但从不以官压人，礼貌又疏离。至于我带机甲单兵班的原因，与此同时，无数新生都眼巴巴地在主教楼外听着指挥官讲话，他们实在太好奇指挥官会选择哪个专业。正所谓有人欢喜有人愁，机甲单兵和指挥专业简直一念天堂一念地狱。指挥官竟然带我们！路遥疯狂摇晃着谢卓的肩膀，我们是走了什么狗屎运？指挥官人真的太温柔太好了吧？谢卓唇角翘起压不住的笑意，什么狗屎运？分明是当然是因为这训练成绩单一张及格的都没有，我不想指挥一群废物。实际将没眼看的成绩单扔废纸一样丢出窗外，正砸机甲单兵系的学生脑袋上。机甲单兵系、指挥系教授们，路遥愣了愣，有些不太好意思的继续叫唤了。他偷偷问：“你刚说分明因为什么？”谢卓沉默2秒，慢悠悠的补充：“分明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狗屎。一个队伍的指挥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每个成员的综合实力。他通常会将手下队伍的作用和实力实现最大化，但前提是他们要有实力。”路遥被骂得一愣一愣的，他默默咽了下口水。我收回对指挥官温柔的评价。温柔个鬼啊！他这话说的还不如直接给我2巴掌。谢卓疑惑挑眉：“不温柔吗？”路遥，你已经被恋爱冲昏头脑了是吧？他现在强烈怀疑，在这恋爱脑 Alpha 的世界观里，指挥官说什么都是对的。指挥官骂他笨，他都会觉得指挥官骂得好，而自己就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小笨蛋，太吓人了。接着更吓人的就来了，只见一双指骨清透、白玉般的手推开古欧建筑风的窗户，指挥官那张惊为天人、神明般清冷俊美的容颜微微轻伸，俯视着楼下乌压压一片正在光明正大偷听的学生们。看来你们很闲。不，他们齐齐晃着小脑袋。实际直接忽略没看到，今早的晨练全员不及格，10圈的标准是30分钟，你们最快的成绩也是42分钟。多少？有人忍不住鼓起勇气扬声说：“指挥官，那可是1000米的跑道啊！10圈也就是1万米，1万米谁能半小时跑完啊？这到底是哪里的标准？”路遥忍不住抓狂的吐槽。头顶上传来轻飘飘的一句：“我的标准。”路遥连忙捂住嘴。实际淡淡说：“去吧。”他们小心翼翼地仰头问：“去哪？”实际觉得这个问题真是可爱到弱智，不过他难得有耐心地回：“让你们的成绩达标，无异于天打5雷轰。难道他们不达标就要一直10圈地跑吗？”生产队的驴也不经不住这么使啊。实际也有考虑到这点，孩子们还小，不能一天就玩死了。平均下来3分钟1圈，达标的可以休息，但最好你能保证之后的每圈都达标。这是威胁，这是赤裸裸的威胁。机甲单兵系的学生们从来没这么绝望过，指挥系的学生们也从来没这么庆幸过。他们望着上一秒得意，下一秒绝望的机甲单兵们，忍不住摇头晃脑的。人生啊，就是这样起起落落的，真是够了。虽然单兵班的学生们面上绝望，脑子抗拒，但身体还是老老实实的冲向了训练场。实际站在窗口，望着黑色训练服的少年们冲向赛道，神色平静淡然。为什么不告诉他们，是为了他们好？
赫兹院长笑呵呵的苍老笑音在他耳边。他们还没接触过正式机甲，对精神和体能都是一种巨大消耗，承受力不好的甚至会因为强行操控导致精神力受伤。说不说都一样，他们自己能感受到。实际从来不搞那些红白脸，他永远都是一副脸。这训练强度是先前从来没有的，也改变不了什么。该抱怨的依旧会抱怨，他不爱做无用功。您对他们太好了。实际侧眸说，比起主星系任意一个学院，这里简直就是温室，也难怪从来没进过联赛名单。8大星系联赛名单一共32组，每星系出4组，纵然名额不算少，赫兹学院却一次都没拿到过。实际那群望着乌压压的小黑脑袋们很难评。赫兹院长有些不好意思地摸摸鼻尖，他这人心肠本就软，在潜力方面，我这里的确比不过其他学院。第8星系纵然是最末尾的一个星系，但一些学院的实力也不算差，最强的莫过于天水皇家军校，一个只招 Alpha 的军校。实际并不认同，潜力都是被逼出来的。曾几何时，他也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少年。赫兹院长望着他的侧脸，失笑着摇头，人啊，有时候没必要活得那么累。他就向来奉行着躺平等死，大家都在卷，总要有人躺着的，快乐一天算一天。实际他神色到底有些无奈，甚至觉得有些好笑。我也没有打算逼迫他们，他们可以选择放弃。实际视线落在绿荫跑道上，朝气蓬勃到一往无前的少年。长风吹起他的银色额发，露出精致的五官眉眼，轮廓锋利又野性，却生了双脉脉含情的桃花眼。他率先冲破3分钟的防线，现场一片吹口哨的欢呼声。少年也从不避讳自己的成功，雪白微尖的小獠牙抵在薄唇上，他微扬起头，笑容肆意张扬，抬起手在额角轻点，绕了个懒散勾人的圈。实际唇角莫名勾了下，但有的人想坚持，高强度的体能消耗会带来极大的虚弱和饥饿感。实际便让瑞恩去取了营养试剂送过去。啊，他们吃这么好吗？瑞恩圆眸都瞪大了。营养试剂是营养成分的提取物，可以快速补充体内流失的养分，但由于提取起来太复杂，所以还挺珍贵的，最起码比饭和水贵。实际眉眼平静，送过去吧，从我工资里扣。好的，那我去领1箱送过去。瑞恩立马乖巧的领命。实际又叫住他，2箱吧。瑞恩啊！靠在窗边的绝美青年神色淡淡扫了眼楼下，或许是发色原因，他一眼就能看到某个银毛的 Alpha 明明已经成绩达标，却还要重新迈入跑道继续冲刺。许是把那句美圈都保持成绩记在了心里。实际淡然收回目光，嗓音稀疏平常道：某些小朋友不是营养不良吗？瑞恩鼓着脸颊从主教楼里走出来，可恶，被那银毛小子得逞了。多维小 Omega 愤愤不满地嘟囔，指挥官终于还是注意到他了，真不妙，太不妙了。指挥官今天注意他，万一明天就想嫁给他怎么办？欧莫，瑞恩连忙捂住自己的脑袋，他在想什么天崩地裂的可怕东西？你脑袋有病吗？磁性好听的淡漠嗓音突然传来。瑞恩看到花坛边身高腿长的学生会副主席 Alpha 谭星。瑞恩超生气地说，你怎么能这样骂我？楚谭星说，我没有骂你。他抬起漆黑狭长的微垂凤眸，淡然从面前毛茸茸微卷发被揉得乱七八糟的绿脑袋上扫过。我只是在询问你。楚谭星毫无恶意，只是很平常地问，脑袋有病吗？瑞恩要努力保持微笑，弟我没病，谢谢你。瑞恩皮笑肉不笑地回复。楚谭星掀起视线，重新扫视他一圈，似乎在认真检查他到底有没有生病。他收回视线，抬步往主教楼里走。等等，瑞恩突然想起来自己的工作，他一个身娇体弱的 Omega 怎么可以去运送那么重的营养试剂呢？谭星，那个，你现在有没有时间啊？碧绿眼眸的小 Omega 突然凑过来，用脑袋蹭蹭他的肩膀。楚谭星低眸回复，没有。瑞恩一秒变脸，你要去做什么？是哪个小妖精困住了你？静默2秒，楚谭星才回答，指挥官。瑞恩、谭星沉默那2秒，多半是在想指挥官和小妖精这个称呼的匹配度。那没事了。瑞恩摆摆手，一脸活泼地跑开。楚谭星望着他的背影，黑色制服包裹着 Omega 的纤细身线，绒绒墨绿发下的一截白皙脖梗，腺体处贴着一朵嫩绿色的小花，阻隔所有信息素的味道。他收回目光，走进主教楼中。指挥官，您找我。窗前靠着修长精致的青年，碎光为他镀上一层浅色光晕，连瞳孔都染成了漂亮干净的琉璃色。他望着窗外，神色安静。听到敲门声后，才回过头来，这是你的成绩单。薄白的指尖将一张纸推到他面前。楚谭星走到办公桌对面，低眸扫了眼面前的成绩单，顿了下，回答，是的。实际回到办公椅上坐着，漂亮五指但扣在下颌处，薄凉视线缓缓上抬，你偏科很严重。面前的学生会副主席沉默了下，微微点头，有点。实际纠正他，这不是有点，是很严重。修长指尖轻扣在桌面，泛着冷玉般的色泽。远程射击第一，近身却不及格，虽然对擅长远程的人来说这是正常现象。实际淡漠抬眸，但我不觉得你有这么差。或许是被指挥官的信任鼓励，男生的唇瓣动了动，垂下眼眸的薄薄单眼皮上有一颗浅褐色的痣。他说平时没那么差，可能是那天考核失误了。实际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率先起身，跟我过来。他不爱废话，也不擅长探究别人的生活。
行不行的，试试就知道了。模拟训练室内，实际取出一条 A 级训教机甲项链丢给他。楚檀星手忙脚乱地接住。学院里宝贝不得了的机甲项链，也只有指挥官敢这么丢了。穿上。楚檀星向来话少，也不多问，直接道：我跟谁打？实际长指勾出第2条项链，低眸戴到脖颈上。我。他用精神力召唤出机甲，白色合金机甲瞬间覆盖全身。待实际睁开眼，他已经在 A 级机甲舱中了。A 级机甲没有智能神经链连接，无法进行对话。实际手动操控着机甲，看向对面蓝色机甲的男生，攻击我。楚檀星略微犹豫了下，毕竟这是指挥官亲临学院后第一次战斗状态。然后就在这一瞬之际，白色机甲以迅疾速度攻来，凌厉的给他致命一击，毫不留情。即使没有配备专属武器，赤手空拳的搏斗，楚檀星也感觉到了强烈的窒息感。当这一拳擦过面门，落在了蓝色机甲肩膀上。如果这是在战场上，你已经被爆头了。实际嗓音冰冷地说。楚檀星面容微微绷紧，对不起，重新来。随后他朝着白色机甲率先发起攻势。然而几招过后，他发现自己压根摸不到对方的边，招式每都落空，而对方随意一击就能让他的机甲倒地不起。这次是断腿，实际并没有真的落下去，机甲受损同样也会影响到操纵机甲的人，对精神力是一种莫大的消耗。但他只是口头上轻飘飘的描述，显然嘲讽的杀伤力更强。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有多少种死法。被激怒的男生显然已经忘记了对面的人是指挥官，他被激起了胜负心，轻咬牙关，再来。整整1下午的较量，直到机甲能量见底，精神力也随之消耗殆尽。看到对面不服输，越挫越勇，早就忘记了隐藏真正实力的男生，实际轻飘飘地说了句：好了，到此为止。后知后觉的楚檀星实际从机甲舱中退出来，将项链放回原地，自动补充能量。他看起来跟平日里没什么区别，但楚檀星就不一样了，精神力的大量消耗，男生宛如谁打过般湿漉漉的，黑发贴在冷白额前。抱歉，指挥官。不等指挥官询问，他便主动承认了。我考试时是放了水。作为学生会副主席，严谨和纪律性向来是他的标签，大概从未有人想过 Alpha 副主席会在毕业考试中放水。实际平静看他一眼，道出一个事实：你的成绩足够碾压第一。楚檀星并没否认，他淡淡低眸说：但他想当第一。实际有些疑惑地看着男生，他看起来沉默寡言，神色冷淡，跟自己某些时刻别无二致。总之不太像是会因为一个人妥协的样子。楚檀星轻咳一声，别过头有些不自在地说：他很烦，尤其闹起来的时候，所以他想要我就给他了。实际这种常年稳居断层第一的人，显然不是太理解小朋友们的心思。他微眯了下淡色琉璃的眸，眸中有从不破冰的严谨以及不解的困惑。他想要你就给他。谢火烧，我也想要。指挥官给我，楚檀星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好在实际对窥探小朋友们的感情也没什么兴趣。打算参加星际联赛吗？他只需要确实楚檀星的实力便足够了。楚檀星愣了下，参加，但第8星系实力不比主星系，云泥之别。往年冠军都诞生在上半星系，下半星系连进决赛的资格都没有，但不一定能取得成绩。男生漆黑的眉眼微暗，我去年就参加过。赫兹学院从未出现在联赛名单上，也代表着他们失败了。楚檀星本以为指挥官会询问他去年的情况，实际只是淡淡点头，那就今年再试试。楚檀星莫名有种心落地的放松感。他话向来不多，却也忍不住问了句：您为什么从不参加联赛？联赛没有太严格的要求，年龄控制在25以下，指挥官从来没参加过。实际说没必要。楚檀星觉得指挥官并不像传说中那样清冷孤傲，高不可攀，有时候还挺谦虚和低调的。直接终止比赛，开始颁奖仪式，没必要。实际嗓音平静淡然地说。楚檀星临走前，男生又蛇身回来，向来淡漠无波的单眼皮酷哥面上也难得生出几分不好意思来。那个指挥官，我能拜托您一件事吗？说。成绩的事您能别告诉其他人吗？其实也不算其他人，只能算某个 Omega。 他最近总黏在指挥官身边，聒噪又能巴巴，楚檀星不太想被他知道。但这件事又的确是他有错在先，楚檀星也不确定指挥官这样公正的人会不会愿意替他隐瞒。你的成绩很高吗？我为什么要告诉别人？实际侧过眸来，似有些不解地问。楚檀星，对不起，打扰了。楼下的学生们满头大汗，坐在阴凉处休息，随后就看到学生会副主席狼狈不堪地从主教楼出来了。我平衡了，看来被指挥官无情操练的也不止我们啊。楚檀星已经是学院中翘楚了，看起来也没比他们好到哪里去嘛。夜朗星稀，新生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宿舍，嘴里终于敢放声吐槽了。指挥官实在是太凶残了，到底是谁喜欢被指挥官这样魔鬼训练啊？说完，他们顿了下，齐齐看向某个肆意修长身影。答案只有一个，他们都要死不活的，只有他享受的累。谢卓体能向来很好，这点训练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他洗过澡后，随手把桌上的东西揣进怀里，扭头就准备出门了。兄弟，你去餐厅吗？室友路遥顶着一身泡泡半裸着跑出来，回来给我带份鸡蛋肠粉啊。隔壁室友的眼睛都被辣到了。不去，自己买。
谢卓头也不回的挥挥手。路遥婉拒了隔壁室友的，别骚了，快穿件衣服吧。踮脚追问谢卓，那你上哪去啊？走廊上的银发少年眉梢微扬，微微偏头，看不出来吗？他整理了下冲锋衣的领口，去找我心上人约会啊。路遥，实际总觉得今晚有些不太舒服。从他从机甲中出来以后，头就在隐隐晕眩，莫非是精神力消耗？但这点精神力对他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5S 机甲他都能操控自如，更别提只是一个区 A 级机甲了。所以实际施着发丝，轻轻摁着额角，铺天盖地的晕眩让他眸色逐渐迷离，呼吸急促。指挥官，指挥官您在吗？门外传来干净明朗的少年音。实际如今昏昏欲睡，懒得搭理他。显然这不是个喜欢放弃的人，靠在雕栏花艺的栅栏门外，好听磁性的嗓音拖长带调的，指挥官，指挥官，您在不在呀？您难道不在吗？不对，您应该在的呀。实际无可奈何的抬眸，饱软的淡色唇瓣中溢出一句脏话。他冷冷地撑起身子，走出了客厅。啊，原来您在啊！栅栏外的少年看到他，桃花眼底涌出星星点点的笑意。我有东西给您。他低眸从口袋里掏东西，在抬起眸来时，指挥官已经走到了他面前。湿凉的清冷幽香划过鼻尖，待看清面前人的模样，他眼眸一顿，忘记了下一句要说什么。您刚刚在洗澡啊？透明的水珠从发丝坠落，实际眼底晕开一层薄粉，向来严谨的领口松散微敞，露出半截精致的锁骨。他语气有些闷闷的，不耐烦的语气也没了平日的气势。什么事？谢卓垂下视线，不敢多看他，盯着自己手中的小玩意儿。我上次还看到您这里没有门铃，就给您做了个，不过不是电子门铃。他晃了晃手中的小东西，可以把它放在门上，一动就会响。似乎听到了熟悉的清脆声音，实际掀开懒倦的眸，便看到了熟悉的逗猫球，比起白日里的更精致，尾端缀了一些贝壳和水晶，还有细长的木杆，挺好。这下成逗猫棒了。实际不知道是不是被气到没脾气了，嗓音都透着几分无力。不用放在门上也会响，风一吹就会响。他盯着这比市面上漂亮很多的逗猫棒，冷淡溢出一句：你是想吵死我吗？好像也是。谢卓哦了一声，把抬起的手又放下了。好像还是不行啊。面前突然多了一只手，修长漂亮，指骨清透的像软之玉。给我吧。实际嗓音透着无奈。谢卓眼眸微亮，立马将逗猫棒递给他。实际轻晃了下，贝壳和水晶碰撞出清脆的声音，叮铃铃的很悦耳好听。他唇角微翘了下，下一秒听到 Alpha 有些雀跃期待的问：您喜欢啊？实际唇角的笑意微敛，干巴巴的说：并没有。谢卓忍不住扑哧笑了一声，实际懒得再理他，转身想回去。蓦地身形一晃，他皱眉伏在亭栏上，轻扶住剧烈头晕的额角。又来了，好像越来越严重了。不等实际开口，隔着一个栅栏的银发少年轻松摁住矮墙就翻了过来，一晃眼就站在他面前，抬手紧张兮兮的扶住他，满脸都是担忧。指挥官，您哪里不舒服？实际，你小子怎么过来的？啊！谢卓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我太紧张了吗？他满脸真诚的竖起2根手指保证，我发誓，这是第一次。我看你在发癫。实际此刻也懒得深究这个，他抬起薄而干净的手，轻搭在 Alpha 的胳膊上，气息凌乱又虚弱，扶我进去。好嘞。谢卓伸手虚揽着指挥官的腰，隔着浅浅的衣衫触碰到近乎柔软的腰线，细得要命。谢卓忍不住的关切询问：指挥官，要不我抱您进去吧？实际冷冷抬眸，给他一个眼刀子。谢卓犹豫2秒钟，自己否定了自己。其实我觉得也没有这个必要。实际头晕眼花，安静点，小鬼。谢卓乖巧，好的。Alpha 看起来十分的恭敬懂事，卑躬屈膝的模样，像是在伺候太后娘娘。其实心里已经炸开花了。操，好萌的一眼，瞳孔湿漉漉的，像头温驯又乃凶小鹿斑比，不知道要可爱死谁。不过这种嘴角疯狂上的心情并没有维持多久。在他踏入房门的那一刻，看到茶几上散落着无数用空的抑制剂针管后，谢卓的脸色直接变了。你怎么能用这么多抑制剂？实际被他突然加重的嗓音吓了一跳。他抬起雾蒙潮湿的眸，似有些茫然地扫过抑制剂，又看向身侧抚着他的银毛 Alpha， 薄而虚弱的唇缓缓吐出3个字：你凶谁？谢卓的心化了。我。他唇瓣微动，嗓音下意识地放轻：您这样是不对的。实际松开他，不需要你教我。他垂着漂亮的眉眼，一言不发从 Alpha 身侧离开，独自走到沙发旁坐下，额头黑发上的水滴坠落在衣领上，透出一片漂亮精致的锁骨。闭着长眸，难受的睫毛都在轻颤。指挥官，年轻的 Alpha 端了一杯温水过来，在他面前缓缓蹲下。我错了，您喝点水。温热的玻璃杯轻抵在唇边，水雾袅袅升起。银毛 Alpha 像只大型狼狗似的，眼巴巴望着他。实际闭唇不答，是抑制剂的副作用。谢卓温声告诉他，因为您注射的太频繁了。实际懒懒掀开眸，这才，原来是因为这个。他忍受不了发情期带来的异样感觉，只有抑制剂能让不适彻底消失，所以即便是忍着疼痛，他也要不停地注射。实际微微起唇，温热的液体被 Alpha 一点点喂进嘴里。谢卓小心翼翼地瞅他，您不生气了吧？他也犯不着跟着银毛小畜生置气。
实际喝的不多，现在也并不想多喝热水。他微微偏过头，示意道：“不要了。” Alpha 手一抖，杯子里的温热水流顺着他唇瓣流下，淌过湿漉漉的白皙脖颈，晕湿一汪漂亮的锁骨。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谢卓手忙脚乱地给他擦脖颈上的水。实际没脾气。他此时头晕欲裂，微微仰头想避开 Alpha 不太礼貌的手。够了。仰头时的脖颈泛着湿润水光，唇色也被滋润的娇嫩欲滴，容颜宛如覆了层釉的白瓷，精致易碎到让人心猿意马。年轻的 Alpha 喉结滚了滚，飞快低下头，耳尖烫得惊人。哦，知道了。实际没空搭理他，他感觉脑海中似有一双手在撕扯、拉拽，企图拉着他一起坠入黑暗。恍惚中，他看到自己置身在雨夜，茫然无措地坐在大雨中，下一秒就要被无尽黑暗吞噬。直到头顶被撑了一把伞，轻佻戏谑的嗓音响起：“石指挥官，这么狼狈吗？”少年帝王俯视着他，紫眸中漾着不达眼底的笑意。他自上方伸出手，告诉我是谁欺负了你。星系动荡不安，兽潮一波接着一波来临，几乎将整个银河沦为炼狱。那人身披金袍，坐在皇位之上，眉眼褪去青涩稚嫩，深邃高贵的紫眸锐利无声。帝国尊严不容侵犯，我要他们为此付出代价，能做到吗？石指挥官实际站在辉煌大殿之中，手持长剑，腕扣5SG假银翼，肩上的银色流苏熠熠生辉，只回答一个字：能。石指挥官，陪我去苍狼星。他放下议案，遣散众人，唯独只留下他。实际略微思索后，简短地给出回复：苍狼星很安全，不需要我。皇帝懒懒地斜置着头，腕骨延伸出一截修长棱骨的手腕，轻轻抵在下颌上，拇指扣着一枚白玉扳指。你不在，我会没有底气。实际临走的脚步微顿，却是面无表情地说了句：底气是靠自己给的，不是靠别人。他总是这样，无情又冷漠。皇帝有些无奈地失笑，紫眸中漾着一片笑意。不，你就是我的底气。实际抬起薄凉雅致的眸，透过绵长的光阴看他。画面一转，又是黑暗，脑海中似有什么轰的一声炸开。石指挥官，服从命令。皇帝的怒吼声近乎震破耳膜。他抬起薄红染血的眸，倒映出满目猩红，一字一句的冷冷回复：恕难从命。空间仿佛被撕扯沦为炼狱，无数尖叫声刺破耳膜，兽潮的嘶鸣声令人不寒而栗。实际久违地感觉到了害怕和颤抖。那张英俊的脸被血月覆盖，藏在血雾中，谁也看不清。他被推下了万丈深渊，坠落，长久的坠落，直至跌入深海。漫天的潮水将他吞噬，出乎意料的，实际并没有感觉到冷，反而出奇的温暖。海浪温柔地蔓延全身，朝他吐出可爱的泡泡，落在肌肤上，痒痒的像小鱼调皮的亲吻。实际忍不住笑了下。别闹。他无意识在海水中轻蹭两下，身下的柔软触感似乎坚硬起来。谢卓浑身僵硬的不敢动。当感觉到怀中的人抱着他轻蹭，嗓音含笑叫他别闹的时候，情窦初开的 Alpha 哪里受得住这种撩拨？对 Alpha 来说，很珍贵的信息安抚素像是不要钱一样横冲直撞地蔓延了整个房间。他喉结干涩的滚动，身体僵硬的像一块木头。到底是谁在闹啊？空气静谧良久。Alpha 无奈沙哑的嗓音又一次响起：您别。他低眸望向靠在胸口的清冷容颜，瓷白的脸颊紧贴在心口，时不时隔着柔软的薄衫轻轻蹭他的心脏。总蹭我啊，他又不是什么好人，惦记他惦记的都要疯了。在怀里的人又一次像乖乖小猫咪蹭过来，谢卓终于忍无可忍的将他反压在沙发上，实际被震得平眉，唇齿溢出一声细微声响。谢卓又慌乱的紧张起来：我弄疼您了吗？好在实际并没有醒。谢卓有些挫败的低下头，温热手掌轻撩开他的额发，露出极细白皙的肌肤。您再这样，我就要忍不住欺负您了。近在咫尺的薄唇，色泽浅淡诱人。他呼吸滚烫的要命，桃花眸中因为隐忍一片潋滟色泽。指挥官，我能偷偷亲您一下吗？谢卓无意识的俯下身，几乎被蛊惑的凑近他，就一下，好不好？鼻尖相抵，呼吸交缠，只要他略微松手，就能吻上日思夜想的唇。谢卓指骨微微收紧，最后蓦地侧开头，埋在他脖颈处，重重喘气。算了 ，Alpha 的肩胛骨微微起伏，闭上眸闻着他身上清幽的山茶花味。我谢小卓才不是趁人之危的人呢。归根究底，到底是怕他生气。他一生气，谢卓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等您喜欢我。说完，他自己都觉得有些好笑。高高在上的指挥官，清冷如月，高悬天际，怎么会喜欢他呢？年轻的 Alpha 固执又重复喃喃：等您喜欢上我。他闭上精致野性的桃花眸，忍住胸腔中几乎要溢出的爱意。我就亲死你。实际醒来时已经是次日清晨了。他被人抱在怀里，用柔软毛毯裹得严严实实，那人的修长四肢包裹着他，几乎闷得喘不过气来。乖，没事察觉到他又动了。Alpha 习惯又自然地用下巴蹭蹭他发顶，低眸在他额头落在轻轻一吻。睡吧，小猫咪。实际整个人都石化了，额头那片肌肤滚烫，不过更多的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那三个字：小猫。他冷冷推开面前的人，坐起身子。谢卓一下就醒了。Alpha 顶着一头凌乱的银发，桃花眸里满是没睡醒的茫然，翘起的呆毛摇摇晃晃，乍一看怪可爱的。指挥官，早啊。
他尽量开朗的热情打招呼，实际递给他一个冰冷无情的眼神，然后免费送他落地。砰的一声，银发少年摔在地上，发出一声痛苦的呜咽。嗷，谁允许你留在这里过夜的？实际冷声质问。我本来也没想啊。谢卓干脆坐在地上，伸手揉揉被撞疼的脑袋。您昨晚抱着我不撒手，一个劲儿往我怀里钻，眼角挂着泪哭的一抽一抽的，像是受了天大委屈的小猫咪。他用手比了个天大的委屈，然后理所当然道：我能怎么办吗？实际他额角狂跳，恨不得送他离开这个星球。你再敢胡乱脑补试试，他就是再虚弱，也不至于抱着这小畜生哭。谢卓盘腿坐在地上，摊手手，好吧，好像是有点夸张了。看到实际的脸色缓和，他又若有所思的补，但其实也没差什么。实际位高权重的指挥官哪经得起这么挑衅？他伸手拽了肩上的毛毯，屈膝单腿跪在少年大腿外侧，一手拽起他的领口，强迫他正视自己，与昨晚埋在胸前的小猫咪判若两人。谢卓茫然的啊了一声，道歉道的行云流水。我闭嘴。他悄悄地偷看攻气十足的指挥官，实际冷冷眯着眸，没让你闭嘴，继续说。说什么？昨晚实际嗓音微不可见的一顿，你都看见什么了？实际并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无意识地暴露过猫系形态。我看见您的。少年回答的支支吾吾，像是窥破了什么隐私的秘密。实际有种不好的预感，难不成他真的不小心暴露了？胸口蓦地被人轻轻一点，实际几乎是瞬间咬着唇，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罪魁祸首，简直不敢相信他做了什么。昨晚不小心洒了您一身水，我就看见这个了。银毛 Alpha 眼眸无辜又漂亮，好似什么都不懂的小幼崽，算吗？实际即使深呼吸也抵不住满身的怒气，他冷冷地松开手，给我滚！他也不知是羞的还是恼的，耳尖一片绯红，现在就滚！糟糕，玩过头了。谢小卓连滚带爬地从地上起来，果断逃命似的冲出了小别墅。等等，指挥官，我有句话忘记说了。折返的少年又跑回来，隔着窗台跟他对话。实际压根不想听，他怕自己一个没忍住，直接掐死他。窗台外的银发少年修长耀眼，沐浴着满身细碎的金色日光，双手越过头顶，给他比了个超大的爱心。今天也是超爱您的一天。实际木然地冷着脸，待室内恢复原来的寂静，他扶着眉心，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迟早弄死他。他起身去走向浴室，双手撑在琉璃台上。实际只能庆幸自己还好没露出猫系形态，否则还不知他会兴奋成什么样子。就那 Alpha 胆大包天又不知礼数的模样，他的猫耳和尾巴还不知会遭受到什么样的蹂躏。猛然意识到自己在想什么，实际抬眸盯着镜中的自己，雪白柔软的猫耳仿佛接受到召唤，从黑发间毛茸茸的竖起来。实际闭上薄凉雅致的眸，转身打开浴室的水龙头，冷水铺天盖地的浇下来。真是疯了！实际安排好新生们的训练，便没再过去，具体原因不言而喻。他吩咐了瑞恩过去，自己则专心带楚檀星训练。男生从机甲舱中脱离出来，扫了眼对面全部十环的移动把手，还算满意。随后给实际递了一瓶水。指挥官，室内温度是不是调太高了？现在正值盛夏，所有人都嫌热，哪有会觉得温度高的？实际说没有，怎么了？楚檀星盯着他薄红的耳尖，没什么，我看你一整天脸都是红的，还以为是温度太高热的。实际停顿片刻，最后面无表情的否认，没有，只是身体有些不舒服。随后他冷淡谢绝了楚檀星的关心，并丢给他一整夜新的训练计划，成功转移了男生的注意力，却不曾想一语成谶，他真的发烧了。傍晚，理查德教授过来告知他，接下来会有新的考核，需要通知手下带的学生。楚檀星站起身，我去吧。学生会副主席严谨又细心，临走时还不忘给他安排妥当。我让人给您取了退烧药送过来，您等会先吃药。实际不用，我一起过去。没想到指挥官如此尽责，楚檀星顿了下，那药实际平静道，不劳烦，我会自己吃。高冷淡漠的指挥官看起来也不像是会害怕吃药的样子。楚檀星不疑有他的点头，好。绿屏训练场上，统一黑色训练服的学生们正在拉练，朝气蓬勃的身影在晚霞中年轻又热烈。我操兄弟，你昨晚真夜不归宿啊？路遥八卦地凑到他好兄弟面前。谢卓正在做引体向上，流畅的手臂紧致漂亮，浑身散发着年轻的荷尔蒙气息。哼，都是成年人了，这是什么很稀奇的事吗？他眉梢微挑，语气不以为然。但路遥就是听出他炫耀的语气，嘚瑟的嘞。那你昨晚标记 Omega 了吗？路遥至今单身，没标记过 Omega， 忍不住好奇。谢卓顿了下，没。路遥顿时满脸嫌弃，那你还夜不归宿，就盖着棉被纯聊天啊？谢卓听他的语气，不满地眯着长眸，啧了一声，瞧不起我们纯爱是不是？知不知道我们纯爱战士有多宝贝？进可攻，退可守，一腔热血为爱冲锋，连王宝钏都自愧不如。这天下迟早都是我们纯爱的天下。我谢小卓永远为纯爱代言。路遥，谢卓顶着一头凌乱银毛，瞧着他目瞪狗呆的模样，翘着薄唇发出一声嗤笑。怎么感动了？路遥面色微微古怪，不感动。他视线越过谢卓，看向他身后的人，指挥官谢卓。他僵硬2秒钟，回头撞入一双清风霁月的微挑眼眸中。操，他刚都在放什么屁话？实际浅色瞳孔微抬，落在略显尴尬银发少年身上，
有些微妙的轻启薄唇，纯爱战士。谢卓，还是先为你的训练成绩单代言吧。谢卓一听这话，丝毫不怂地抬起手腕。Alpha 修长匀称的腕骨上戴着光子手表，记录着每项训练的进度。谢卓，我达标。石纪眉梢微扬，扫过他精致修长的手腕，黑色表带扣着的腕骨下方附着一根性感微凸的青筋脉络。石纪平静如水地挪开视线，看向下一位。你呢？陆遥。他看了眼自己的一片红的光子手表，哪能想到青青室友一边唠嗑一边卷死他。陆遥开心地哈了一声，瑟瑟发抖，举起胳膊。我答辩。石纪额角隐隐作痛，但想到自己是第一次任职带新生，不能讽刺得太过分，于是他破天荒地安慰了句：还有时间，加油，没用的东西。陆遥转头恨不得哭湿室友的肩膀，指挥官太欺负人了，呜呜呜。身为陆遥的室友兼兄弟，他自然是要安慰两句的。没关系，虽然指挥官的话是难听了点，但除了难听点，他略带思索。陆遥聚精会神，好像也没什么别的意思了。陆遥，石纪无语凝噎地打断他们，去叫他们过来集合，有好消息宣布。陆遥没脸待下去，连滚带爬的就跑了。谢卓悄悄地看了眼指挥官，触及到他眼底泛着的薄红，下意识凑近了些，离我远点。石纪冷冷训斥。经过早上那过分无礼的动作，石纪如今对他没什么好脸色。谢卓摸摸鼻尖，慢吞吞的哦了一声，随后集合完毕。石纪转达了教授的话，3日后开始第2次考核。所有人，这他意识到对面的人是谁，他一整个原地刹车加峰回路转，踏踏实实的考试也能算好消息。一句话把学生的 CPU 都干烧了。石纪懒懒环着双臂，平静告知他们，第1名的奖励是一架 S 级专属机甲。话音落下，全场哗然。S 级机甲，要知道他们如今能使用的也只是学院公用的 B 级机甲，只有高年级的学长们才能有资格使用 A 级机甲。S 级对他们来说是莫大的吸引力。瑞恩都忍不住惊叹，拽拽身侧人的袖子，他们新生吃这么好啊，我们当时都没有这待遇，你说是不是谭星？楚谭星低眸，他扫了眼被抓住的袖口，又看向 Omega 鼓起来的雪白脸颊，随口道，你想玩我的给你。机甲无异于是他们的身家性命，所有人都宝贵的要死，哪能直接说完就给啊？瑞恩飞快摇摇头，我才不玩，你的远程机甲我连瞄都瞄不准。楚谭星莫名笑了下，随口嗯了声没再说话。好了，继续训练吧。石纪说完便打算回去休息了。指挥官熟悉的低磁嗓音响起，石纪已经习惯着 Alpha 阴魂不散地缠着自己，像刚捡回家粘人又凶恶的小宠物。结果没有。谢卓站在人群中没动，黑色上衣领口敞开，露出一截冷白的线条。他弯唇笑了下，我会努力的，您放心。银毛小狗生的唇红齿白，在晚霞中有些毛茸茸的。石纪面色冷淡，跟我有什么关系？ S 级机甲会让他们争先眼红，但他不需要。谢卓却说，这次考试不是代表您出战吗？平日里树懒似的散漫少年，如今眉眼染上带着几分认真。他没缠着指挥官，反而清空了已经完成的训练项目。我会努力拿下第1名，不会让您输的。少年嗓音恣意又嚣张，是他见过难得的狂妄。石纪安静了好几秒钟，输赢与我无关。他声线冷淡，总能3言2语跟所有人保持距离。你也代表不了我。对面的人怔了下，肆意微翘的桃花眸微颤，轻轻啊了一声，然后低下头轻踢着脚边的小石子。人尴尬的时候总会显得自己很忙。不过闻言，谢卓仰头看他，石纪皮肤白得近乎透明，如今因为病疫袭来，眼尾晕着一圈薄红，同眸的也泛着水润诗意。连这种比赛的第1都拿不了，以后就别在我面前丢人现眼。谢卓愣愣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到底没忍住，低低的笑出了声，您可真别扭啊，指挥官。次日，赫兹院长将所有教授召集起来，星际联赛即将开始，想必大家都略有所闻。何止略有所闻，各大星系的荣誉之争，连3岁小孩都知道，也只有赫兹院长如此佛系了。赫兹院长哈哈笑道，天水负责人今日清晨发来邮件，要各大学院定下淘汰赛的参赛队伍不得超过2支，各大星系联赛名额只有4个，提前必要在本星进行淘汰赛。我要1个名额。理查德教授率先说道，我最近训练了一支飞行机甲队，一定能一雪前耻进决赛。飞行机甲队是什么玩意儿？能行吗？理查德教授神神秘秘说道，一支高处不胜寒的队伍，简而言之就是我飞，打不着。众教授，要不还是别上去丢人了吧，输是一时的，但脸是一辈子的。石纪面色昏沉的半靠在椅子上，神情倦怠又漫不经心的听着他们讨论。他没吃药，嫌苦，如今精神气不太好，等他们讨论差不多了才开口，我要1支名额。话音一出，圆桌陷入安静。理查德教授诧异，指挥官，您要参加？石纪嗓音有些闷，名额并不多，大家原本以为理查德教授会争取一下，谁知他立马道，那我不参加了。你的爱打不着呢。我本意是想苟一下决赛圈，既然指挥官决定参加，那还苟什么？理查德教授生得儒雅，抚着胡子张口就是一句，直接跟他们刚啊。他转头，指挥官，您的队伍已经准备好了吗？石纪，没有。人选呢？定了一个，楚谭星。这时
某位面色古板的中年教授嗤笑了声，既然理查德主动退出，那另一个名额我要了。说话的是莫山教授，目前带指挥系。我的队伍为了星际联赛集训了整整300天，早就准备好了。他视线从年轻指挥官身上扫过，言语讥讽道：放心，我们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在场教授面面相觑，没人说话。实际作为唯一年轻的小辈，自然也没吭声。直到散会，理查德教授看了眼靠在椅子里的年轻指挥官，身形纤薄，肤色白得清透，他闭着眼，有种病态孱弱的惹人怜。他顿时老父亲心泛滥。别难过，指挥官，他就是这种狗脾气，仗着年纪大脾气也大，千万别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实际睁开眸，眼底一圈湿润的薄红。理查德教授立马真情实感的一顿安慰。实际，谁？您在说什么？实际困倦的揉揉眉心，刚不小心睡着了，不好意思。理查德教授沉默片刻，他说：我那有一种药，对治疗感冒特别好用，你要试试吗？实际面色如常，拒绝，多谢好意，我吃过药了。理查德教授看了他好几秒钟，不信。实际最后拎着一袋药从主教楼出来，夜风微凉吹过脸颊，散了些脸上的热气，也让他清醒了一些。他随意扫过训练场，微顿了下。夜深路重，几乎都回去休息了。训练场上还有一个身影，晚上申请不到机甲，他就赤手空拳的跟沙袋搏斗，凌厉拳风夹着狠意，直接将沙袋打得躺在地上。少年歪了下头，显然没想到沙袋这么不经打，歪唇笑了下，露出微尖的小獠牙，一缕银发粘在额角，有种放荡不羁的野性美。实际收回目光，淡然轻嗤一声，哼，自己打沙袋也能乐起来。想到理查德教授给他取药时随口问的一句，真的指定了一个成员吗？他那时脑海中下意识浮现出一个人，以及那句昨晚在耳边回荡一夜的我不会让您输。实际迈开步伐朝着别墅走，脑海里若有所思的想，若是直接告诉这小崽子，会不会太骄纵了他？新生考核地点依旧在迷幻森林，不过这次的任务不是穿越丛林，也不是比速度，而是比猎物数量。每人领取一架 B 级机甲，在规定时间内猎杀野兽最多的人就是第一名。楚檀星正为他们宣布规则，下一秒他看着奖励神情顿住，随后抬眸看向指挥官的方向，似乎不太确定。实际面色如常，示意他继续。第一名奖励为一架 S 级机甲，以及男生眸色微动，薄眼皮上的小痣若隐若现，代表指挥官队伍出战星际联赛的名额一位。话落，台下的躁动程更甚，甚至隐隐超过了对 S 级机甲的热度。与此同时，连教授们都微微震惊，这么随意吗？竟然从新生里选人员？别瞧不起这一届新生，莫山教授的一位队员也是新生里的，哪能一样吗？指挥系那个是莫山教授的亲外甥，私底下不知道训练过多久呢。也是，这个决定实在太大胆了。等等，你这么一说，那如果是莫山外甥拿到第一名呢？楚檀星宣布结束，便下台来到实际身边。指挥官，这次的新生藏龙卧虎，您确定他能拿第一吗？他作为学生会副主席，对新生有一定了解。实际的感冒还没好，足3天，他都没什么精神。闻言淡淡反问道：他连第一都拿不了，你能接受他当你队友？楚檀星没再说话了。事实如此，当指挥官透露出这个人选时，他是皱眉的。实际嗓音平静，他有一架 3S 机甲。楚檀星蓦地愣住， 3S 机甲。实际提醒过那银发少年，让他把那招摇过市的 3S 机甲藏起来。叛逆的小东西倒是也听话。他是怎么得到的？楚檀星问。这个消息过于震撼， 3S 机甲绝对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重要的不是这个。实际没正面回答，重要的是他能驱动 3S 机甲。虽然人人都向往 S 级机甲，但却不一定能驾驭的了。这少年从未经过专业训练，但却能自由驾驭，就证明他的精神力已经到了绝对强大的地步。他不像是第8星系的人。您不记得我了吗？少年的话音似乎响在耳边。实际微微眯着眸，不太能想得起来。先前有见过他吗？伴随着一声枪响，考核正式开始。路遥火速找到谢卓的位置，张口就是一句格外孝顺的爸爸爸爸，你答应我的事可别忘了。谢卓在考核开始之前，路遥便找到谢卓跟他商量，好兄弟，我家里说了，这次考核要是能拿第一名，就奖励给我100万星币。你帮我拿第一，我们4、6分怎么样？ S 级机甲我也给你。谢卓挑眉瞅他一眼，你是富二代？路遥摇了摇头，不算。他掰着指头认真的数了数，我姑且算地富17代吧，毕竟我家世世代代都是有钱人。这该死的有钱人，你富17代，大姨还在食堂打饭。谢卓怎么看这家伙都不像有钱人啊。路遥一脸纳闷，我大姨爱看小鲜肉啊，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也行。谢卓想了想同意了，只要第一名在指挥官名下就成。那就4、6分吧，我6你4。路遥一脸肉疼，最后还是点点头。行吧，有总比没有好。谢卓忍不住唏嘘，到现在都没把家产败光，真算你们家底雄厚。地主家的傻儿子路遥，他如今都做好迎接第一名的准备了。结果现在，谢卓一脸慈爱的拍拍他的头，乖儿子，自己努力吧。然后迈着长腿头也不回的往丛林里走，爸爸要专心拿第一，顾不上你了。路遥，
你这人怎么能出尔反尔？他立马追上谢卓，指着他后背愤怒指责：你小心我一怒之下怒一下。没办法，谢卓无奈的轻笑，随后用精神力激活胸前的 B 级机甲，灰色光芒覆盖全身。他偏头轻笑道：这要是没拿到第一，我会忍不住跳湖自尽的。区区60万新币罢了。虽然谢卓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但跟他的指挥官比起来，不算什么。身侧蓦地传来一道轻蔑十足的男音，哟，挺大的口气。带着指挥技蓝色袖章的男生从入口处走进来，身后还跟着几个小跟班。他轻蔑地看了眼谢卓，那你不如现在就投湖算了，因为第一名是我的。随后他用精神力激活机甲项链 A 级。陆瑶皱眉问他，凭什么你能用 A 级？有规定不能用 A 级吗？男生冷笑地嘲讽他们，只是你们没有罢了。别说，好像还真没这条规定。与此同时，大屏幕也能投放出这时的画面，算违规吗？楚谈心询问实际，实际还没说话，莫山教授便率先开口，不算，并没有规定不能使用更高一级的机甲，只是公平起见，给所有人颁发 B 级机甲罢了。指挥系的人似乎天生带着优越感。莫山教授看向实际，言语带着挑衅，你说是吧？石指挥官。莫山早就看不惯这个年轻又拽的小屁孩了，纵然地位超乎寻常，但他一点也没看出这人哪里有联邦总指挥官的样子。尤其任职后就摆烂，甚至跑去带什么单兵，不过是跟皇帝关系匪浅，运气好罢了。实际神色淡淡，面容病晕犹在。理查德都觉得他如今看着太软会吃亏，谁知实际张口就是一句，您不如直接说这是您送给外甥的 A 级机甲，不能禁止使用。理查德教授，好家伙。莫山教授脸色一变，我可没有这样说。他话音一转，还是石指挥官担心小妍获得第一名后会拒绝加入你的队伍，毕竟莫言已经是他队里的人了。实际似有些诧异的掀开眸，您多虑了。虽然只有短短4个字，但莫名带着与生俱来的倨傲嘲讽，让莫山的脸一阵红一阵青。他冷哼一声，那且走着看吧。楚谈心摇了摇头，轻声对实际道，不太公平。A 级和 B 级相差太大，一个 A 级能轻松秒杀 B 级。实际自然明白，的确没这项规定。况且那小狗手里有3S 机甲，只是他不一定会拿出来。果不其然，谢卓只是激活了 B 级机甲。他懒散扫了眼莫言，似没把人放在眼里，是吗？可惜功夫不是靠嘴上吹的。随后不想浪费时间，率先进入了丛林。实际微眯了下青眸，气音若有似无的，这时候倒是听话了。平时怎么凶他都脸皮厚的要死，该不听话的时候又乖得很。莫言也冷笑一声，压根也没把他放在眼里。正欲出发，他突然听到另一个透明人说，真没这项规定吗？那我可也要换机甲了。莫言，他嗤笑一声，你能换出什么机甲来？随后他眼睁睁看着陆瑶召唤出一架骚粉色还镀着金灿灿边的 S 级豪华机甲，直接闪瞎了一众学生们的钛合金狗眼。卧槽，陆瑶，你竟然有 S 级机甲，深藏不露啊，我还以为你是个平平无奇的人呢。陆瑶坐在骚粉色的 S 级的驾驶舱中，指挥着机甲手臂给他们敬了个礼。啊，只是平平无奇的有钱人罢了。投屏室内一片鸦雀无声。楚谈心最先没忍住，抿唇低笑了一声。莫山教授的脸都绿了，实际抬起薄润的眸，眼底的红晕浅浅，漫不经心地勾了下唇。这一届新生当真是卧虎藏龙。严哥，那机甲虽然是 S 级，但性能没你的好。看到莫言脸色不好，狗腿子们立马上前。对，那机甲 S 级一看就都用在了外观上，跟个暴发户一样，哪有莫山教授给您的专业机甲好？虽然话夸张狗腿了些，但也算实话。外面市面上的机甲跟学院里的专业性的确差不少，陆瑶更多功夫都花费在外观上，真正面对上谁输谁赢还不一定。莫言脸色这才好了些，但他依旧不爽。给我盯着这两人！狗腿们立马应声，我们这就提前淘汰他们。不，莫言眸光闪了闪，毫不掩饰的恶毒，等最后10分钟再动手。石指挥官不就看上那个银毛小子了吗？他偏要让小子累死累活的收集猎物，最后再一把抢走，等自己拿了第一名以后，再当场拒绝风光无限的石指挥官。一石二鸟，真是妙啊！然而想象很美好，现实很骨感。莫言带着跟班走遍丛林外围，竟然连一只猎物都没看到。嘿，真他娘的奇了怪了！莫言都要被气笑了。既然是比猎杀数量，外围无疑是安全猎杀的宝地，怎么可能一只都没有？他面色阴沉地问：猎物呢？跟班被他问得一愣，他全程跟在莫言身后，哪里知道？跟班战战兢兢地回：母鸡啊，我还公鸡呢。如今考试时间过半，找不到猎物的莫言心烦气躁，一脚踹在跟班的屁股上，滚去找！都给我去找！5分钟后，跟班捂着还隐隐作痛地订回来了。严哥，找到了，外围的猎物都被谢卓给抢走了。莫言听着有些陌生的名字，眯着眸问：谢卓是谁？跟班讶异，就是我们在入口见到的那个小银毛啊。这么一说，莫言倒是记起来了，他嘴里阴狠咬着字，原来就是他。那小子不是只有 B 级机甲，区 B 级机甲能抢得过这么多人？跟班则是说，我听其他人说了，这小银毛跟条疯狗一样，到处寻找猎物搜刮，比葫芦娃从树上跳下来找爷爷都认真。莫言冷笑着听完，行，
这么完事吧？他还没来及的找这小子，倒是先惹到他头上了，真是天生欠收拾的贱种。跟班立马严肃的点头附和，随后又捂着屁股惨叫一声，看向这梅开二度的飞来横角。葫芦娃条跳的是疼，你个两笔！莫言收回脚，活动活动筋骨，带路，过去会会这小子和他的猎物。监控室内，楚檀星神情不悦地望着屏幕，这种做法虽不禁止，但也不提倡，他本人更是不屑于做这种事。耳边蓦地传来一声寡淡磁性的冷哼，楚檀星扭头看到指挥官清冷金贵的侧颜，日光下泛着薄薄的冷光。从莫言张口天生贱种的时候，他就觉察到周遭的温度冷了下来。石指挥官，这种事情再寻常不过，你没必要生气。耳边莫山教授得意的嗓音传来，实际未言。莫山又似笑非笑的继续，比起指挥系的天才，单兵不过是一群空有蛮力的普通学生，你不是最清楚的吗？这种明显带着专业歧视的话，让楚檀星听得直皱眉。倘若今天在的是那小 Omega， 恐怕早已气成河豚了。楚檀星开口，莫山叫，一双手轻摁在他臂弯，楚檀星的嗓音戛然而止。他低眸望向胳膊上清透玉骨的手，指挥官。实际淡然地收回手，声调平静道，不清楚。莫山愣了下，青年安静坐在古欧风的主位椅子上，容颜血色，无波无澜，宛如一尊精致冷漠的神像。我16岁之前一直是帝国军校的机甲单兵，但因为自身原因无法胜任，最后1年才转了帝国指挥系。他用极淡的琉璃色青眸轻瞥了下莫山，薄如花瓣的淡唇轻启。指挥系有多优越，我不清楚。在场一片鸦雀无声。指挥官鲜少提及自己的事，在他辉煌无比的履历下藏着怎样的过去，没有人知道。但联邦帝国第1总指挥，麾下可率领8大星系所有单兵的长官，竟然是最后1年才转的指挥系，这是什么天崩地裂的绝世大瓜？况且16岁是最后1年，那也就是说他16岁就读完了所有学业，莫非这就是传说天才中的天才？莫山教授脸色铁青，楚檀星难得愣神，指挥官您原来是单兵？实际淡淡，了一声，不像吗？楚檀星犹豫着点头，的确不像。这种满身散发着高不可攀金贵气息的指挥官，让人很难想象他作为单兵前线的样子，杀伐果断，一击致命，但似乎又很带感。实际没有撒谎，他也从来不屑撒谎。机甲单兵一直是他毕生的梦想，如果可以，他甚至会成为帝国冲在第1前线的战士，只可惜因为身体原因无法胜任。我不知道你是用了什么手段通过体检，但你的身体素质严重不合格。少帅，我要对手下的每个单兵负责，你不适合前线，你会死在战场上。他对疼痛的耐受是普通人的10倍之余，这样的单兵放在前线，无疑是将一滴清水落入油锅。那就等死了再说吧。面前的少帅嗓音轻飘飘道，另一双修长的手接过报告，那人唇角噙着淡笑，交给我吧，辛苦了老师。中年男子威严的神情顿时转为尊敬。是，太子殿下。空气安静良久，那人低眸专注看着他的体检报告，最后是实际率先不耐烦地打破宁静。如果太子殿下打算劝我放弃，那我劝你最好别白费力气。那人忍不住低笑了声，却是望着他说了句，我以前是不是弄得你很疼？实际深呼吸了下，嗓音冷漠地回答，并没有，毕竟太子殿下也没赢过我几次。他清冷的眸色带着讥讽和警告，不是吗？那人无奈地摊开手，紫色长眸漾着一片笑意。好好，不要这样满身刺地望着我，我不是你的仇人。石少帅。最后他放下报告单，懒散笑意下的眸带着不抗拒的命令，转系实际。尽管那时的嗓音带着些许青涩，但跟前不久耳边听到的成熟嗓音并无二致，同样的不容抗拒命令他实际回来。有些人的血脉里就透着不可一世的自大狂妄，妄想着他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控制所有人，可笑至极。哟，几位哥哥这是干嘛呢？显示屏中吊儿郎当的磁性少年音传来，光天化日，强抢民。他歪了下脑袋，看向被改装成小推车的 B 级机甲，上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猎物。敏感可爱的小动物啊！几人看了眼堆在一起血腥无比的动物尸首，神他妈敏感可爱的小动物！别废话，自己乖乖把猎物交出来，再跪下来跟我道个歉。莫言脆声往地上吐了痰，我就能饶你不死。谢卓眉梢扬起，懒倦的嗓音拖腔带调的，我好怕你他妈不如说你好骚啊！可惜，银发少年慢条斯理的放下机甲被当成小推车的腿，稍稍歪了下修长性感的脖颈。他桃花眸中透着不见底的笑意，我还没输过。此时丛林的另一头，路遥没有了好兄弟的帮忙，只能自食其力的开始寻找猎物。他操作着骚粉色 S 级机甲，好不容易猎杀了第3头猎物，觉得自己朝着第1名又迈了一大步，可喜可贺。身侧急匆匆跑过一个人，妈的，这么久了我才4头猎物，完蛋了完蛋了。路遥，我听说谢卓已经32头猎物了，这丫的是人能猎出来的吗？我进丛林都没见过这么多猎物，他是不是色诱猎物们了？路遥夺手，好小子跑去色诱32头猎物都不知道分他兄弟2头，这友谊的小船注定长久不了，所以他今天就干脆直接掀翻，有什么用？指挥系的莫言已经带人去抢了，猎得再多不也是给别人做嫁衣？男生话音刚落地，身侧只见一道骚粉闪过，伴随着机甲身影消失，
还有路遥骂骂咧咧的嗓音。哪来的王八蛋敢抢我兄弟的猎物？问过我的同意了吗？几人看着他远去的背影，震惊喃喃。那是 S 级的机甲？应该不是吧 ？S 级机甲才猎3头吗？路遥感受到了深深的嘲讽，他忍住想要杀回来的心情，决定化悲愤为力量，为兄弟出气。结果还没到现场，就听到一句骚气十足的嗓音：“天哪，哥哥，你没事吧？”伴随着轰的一声倒地声响，他那被一群人抢劫的好兄弟抬起修长笔直的大长腿，重重踩在一架倒地的 A 级机甲上。精致桀骜的脸上满是担忧：“你怎么能直接像个没脑子的莽夫一样冲过来呢？万一不小心摔一跤，陷在地里了怎么办？”他脚下用力踩着的机甲发出咔吱咔吱的声音，在柔软潮湿的泥土里一点点深陷。少年扬起眉梢，笑得好不单纯。你说是吧？路遥觉得自己全世界最单纯。谢卓，机甲里的莫言发出愤怒的吼声：“你敢踩我？我哪有踩你？”谢卓觉得他误会了，他微抬脚，黑色工装长裤包裹的双腿笔直修长，配上少年的动作性感流畅，然后重重的一脚踩下去，机甲关节都发出咔嚓碎裂的声音。我这不是在帮你拔出来吗？围观的学生们大气都不敢出，这可是 A 级机甲啊，珍贵无比，光维修费就足够莫言大出血了。维修就维修，你没看他得意的，大家都用 B 级，凭什么他用 A 级？这本来就不公平。那里还有个 S 级的呢？视线一下子突然聚集到了路遥身上，他心中突然有些惶恐，没想到换个机甲这么招仇恨的。就3头猎物，随便他吧。他们不屑地将头扭了回去，真是山鸡插了凤凰毛，仗着有钱玩的花。路遥，不过谢卓也真敢啊，他不知道莫言背后有人吗？似乎听到了围观群众的话，莫言在机甲中怒声大喊：“谢卓，你知道我舅舅是谁吗？”谢卓回答：“不知道，是莫山，学院指挥系的教授。你再不放开我，他饶不了你。”谢卓看着狼狈落入泥坑的人，唇角勾起若有似无的冷笑，语调平平无奇：“哦，我好怕。”他反问：“你知道我舅舅是谁吗？”这话一出，莫言心里反而忐忑起来。这小子这么狂，莫非背景比他还厉害？他微不可见的慌了下：“是谁？”“开个玩笑，我没舅舅，你记住我就行了。”谢卓俯下身，伸手拍了拍 A 级机甲的脑壳：“我叫谢卓，是你爸爸。”挑衅十足的话让莫言彻底震怒，他挣扎不开，彻底失去了理智。有种就弄死我！你这个有娘生没娘养的贱种！考试马上结束，看我舅舅不撕了你！围观的人都有些一言难尽。原本还以为莫言背靠着莫山教授，又是指挥系的优等生，是个优秀的天之骄子，结果没想到这么幼稚，以为这些话能气到谁？等等，谢卓他，黑衣银发的少年静静站着，睫毛垂下的弧度有些安静。过了良久，他突然勾着薄唇轻笑了声，不带情绪的嗓音一字一顿：“给你脸了是吧？”他俯下身，直接一脚踹了机甲舱，把人从舱内拖了出来，修长五指拽出他的后领，迫使他抬头面向自己，嫣红薄唇微勾，衬得他像个唇红齿白的恶魔。你怎么知道我是没娘的贱种啊？随后直接抓着他的脑袋一把扎进泥坑里，腥臭的泥水混着血腥，堵住莫言五官和鼻腔，给他带来濒临窒息的恐惧感。他一边含糊不清的骂，一边挣扎。谢卓微笑着，咔嚓一声卸了他的胳膊，还动吗？莫言的跟班们早就被吓傻了。路遥刚要上前一步，劝他兄弟冷静点，可别弄出人命。莫地身后传来一道厉声：“住手！”莫山看他聪耳不闻，直接上手将人拖起来，反手就是一下拧脱了他的腕骨。老油条出手狠辣，谢卓始料不及，疼得大脑一声轰鸣，怒气上涌到头顶，他眸色逐渐猩红，看着他们相近的五官，突然笑了一下：“站住！”谢卓迈出的脚步微顿，知道是谁在叫自己。沉默一秒，他继续迈出去：“我让你站住！”清冷悦耳的嗓音碎玉般坠落在耳边。谢卓手腕被他拽停，腕骨以扭曲的弧度耷拉着，沾满恶心泥浆。实际皱了下眉，收回手：“听不懂吗？”是他们。少年眸色一片猩红，脱臼的疼痛让他额头冷汗阵阵。先欺负我的，所以呢？面色清冷的指挥官不带情绪的看着他，语调薄凉的吐出一句：“你要杀了他们，是吗？”谢卓对上他冰冷又无情的目光，心脏仿佛在重重下坠。是啊，他不会喜欢自己的，甚至不会向着自己。无论他做什么，好像都只会换来他的厌烦。实际看着他微红的桃花眸，冷冷挪开目光。莫山看着自己的外甥如此狼狈，胳膊脱臼，满脸泥浆，甚至连呛出来的口水都是泥土，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喊他舅舅，接着直接因为缺氧和疼痛晕倒在莫山怀里。莫山心疼的要命，头脑气血上冲，他指尖颤抖的指着谢卓：“我要开除他，开除他！”在场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出。莫山教授向来最严肃也最冷漠，大家本来就都害怕他，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如此生气的样子。谢卓公然羞辱他的外甥，还卸了一条胳膊，把人整得半死不活，能不能继续留在学院还真不好说。你有什么资格开除他？实际眉色冷淡的垂眸问。在这无比凌乱的场景中，他是唯一纤尘不染的，所有人都狼狈不堪，也包括后来的莫山教授，大衣上沾满了泥浆，只有指挥官干干净净，薄而清透的眸色冷冷下垂。莫山教授抱着怀中的男生，宛如抱着自己的亲生儿子。
闻言怒极反笑，他把我外甥欺负成这样，我难道不能开除他吗？实际目光扫过昏迷的莫言，居高临下的视线没有嘲讽，却仿佛在一个微不足道的蝼蚁。他语调平静，那不是他自找的吗？一语落地，全场震惊。谢卓垂着的眸微顿，似有些恍惚地抬起头来，他盯着面前修长冷白的颈线，喉咙干涩地说不出话。你这是什么意思啊？石指挥官莫山教授面色冷郁地问。意思就是活该。实际从来不会给谁的面子，他向来只实事求是。从莫言准备出手那一刻，似乎他就已经猜到了对方会沦为这个地步。你的意思是谢卓一点错都没有？莫山教授气得快吐血，考核中级不如人的事的确很多，最起码点到为止，像他这样故意羞辱人的恶劣行为，凭什么要放过他？他毕竟是老人精了，三言两语就将自己外甥撇得干净，反而将帽子扣到了谢卓头上。谢卓胸腔微微起伏，紧咬着牙关，想给这老登的脸一起摁泥里。实际则淡淡反问：你放过他了吗？他精致的面容始终平静，仿佛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起波澜，带着天生压制感的嗓音冷冷质问：你看完整段监控，得知来龙去脉后，上来便拧断他的手腕，这又算什么监考行为？莫山教授没想到他在这等着，众目睽睽之下，他只能吃下这个闷亏。我只是一时心急，下手重了，这件事我自会上报给赫兹院长领罚。实际没说话，也没应声，转头收回了目光。救护队的人上前，正要查看在场人的伤况，莫山教授直接呵斥：都过来！于是没有人敢去给谢卓看伤，医护人员众星拱月地围着莫家那两人，小心翼翼地将莫言抬上担架。莫言疼得一边哭一边乱叫，实际也没吭声，并没提醒他们去看一下另一个全程不喊疼、没掉一滴泪的少年。谢卓也不在意，他看了眼脱臼的腕骨，也不会复原，干脆先不管了。他弯下腰，单手拉起来自己的小推车，沉默地抿着唇，打算先推向终点。不能像上次那样，他要保证成绩。终点的记录员都跑过来吃瓜了，连忙哎呦一声，拿着光脑上前：我给你录入。我听他们说32头是吧？38。谢卓哑声说：我又找了6头。好。记录员看他狼狈不堪的模样，低声夸了一句：你真厉害。谢卓嗯了一声，谢谢。带头，莫山教授将莫言送上了医疗车，临走前他冷冷地看了眼谢卓，那阴郁的目光足以将任何一个学生吓得腿软。我不会忘记今日小言在你这受的委屈，你最好好自为之。谢卓脑海里有100句能对死这老登的话，他向来嘴皮子厉害，但就是莫名说不出口。他像是打架打赢了却没人夸奖，只能被对方家长指着鼻子骂的熊孩子，因为他身后没有保护他的家长。实际视线从那堆猎物上缓缓抬起，平静如水，看向莫山。没完了是吗？枝头的薄雪洋洋洒洒落下，露出霜寒天地中的冷眉。实际面上终于浮现出不耐，就你家小言委屈，能走路吗？实际视线转向了安静站着的少年，还是需要担架抬你？谢卓还在愣神，睫毛沾了点泥土，有些狼狈又有些茫然。他轻摇了下头，不用，没伤腿。实际嗯了一声，收回目光，率先往丛林外走。那就自己跟上。谢卓的大脑如今经过太多刺激，似乎有些迟钝，只知道下意识的迈步跟过去。丛林中剩下的学员都愣得出奇一致。我怎么觉得指挥官刚刚的话好那个啊？那个是哪个？就你家小言委屈？莫言是莫山教授的外甥，但谢卓又不是指挥官的谁，听起来好暧昧啊。暧昧什么暧昧？指挥官那分明是把学生当儿子养了。记录员在这时友情提示：同学们，距离考试结束还有3分钟，你们确定不上报成绩吗？卧槽，都别急，我先来。我鞋掉了，我他妈服了，谁他妈趁我拔鞋把我猎物偷走了？有没有点素质啊？实际没带谢卓去医疗室，从后山出来最近的路便是他的别墅。他径直走去，抽了几张湿纸巾，示意谢卓坐沙发上坐。谢卓身上都是泥和血，看了眼干净到一尘不染的米色沙发，缓缓地挪动脚步。实际抽出的纸巾冰凉，沉默2秒后，他打开了热水，待拿着散发着热雾的湿巾走过来，就看到沙发上空无一人。谢卓在地上盘腿坐着，实际将温热的湿巾递给他，擦擦脸上的伤口。谢卓都不知道脸上有伤口，估计是莫言挣扎时不小心滑上去的。他接过热腾腾的湿巾，在脸上一通乱擦，知道疼了也就知道伤口在哪了。毕竟他也不敢奢想指挥官会给他擦脸。实际的确没这个打算。视线下挪，手腕疼吗？谢卓单手擦着脸，湿暖的温度贴在脸上很舒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他嗓音还有些哑，还好没知觉了。实际默不作声地蹲下来，扫了眼他沾满泥土的手，神情不耐地伸出手轻碰了下。蓦地，谢卓浑身轻颤了下，他拿下遮住脸的湿巾，脸颊被蒸汽烫红。你摸我干嘛？他很脏的。实际沉默2秒，反问：你不是没知觉吗？谢卓没说话，一双湿润的桃花眼看着他，瞳孔漆黑漂亮，冷长垂下的睫毛有些湿。看着我。实际蓦地对他说。谢卓在看他，近距离的指挥官惊若天人。他从来没见过生得这么好看的人，每一笔都像是上帝精雕细琢，如宝雪般干净精致。实际微微启唇，你喜欢？谢卓几乎是脱口出，喜欢。吃香蕉吗？
空气似有些尴尬，谢卓犹豫的回：“还好。”实际不自然的轻咳一声，唇隙的浅风落在少年脸颊上，看他直勾勾的望着自己，桃花眼底像着了迷。那橘子呢？谢卓不知道指挥官在问什么奇怪的问题，他思考着正欲回答，蓦地手腕被冰凉的手握住，随后不待他反应过来，便被抓着腕骨狠狠一拧，骨节复位的疼痛让谢卓忍不住闷哼一声。他无意识的皱眉仰头，薄唇轻擦过面前人的下巴。少年的唇很软，被湿巾烫过以后是温热的，轻轻从下巴上划过，实际整个人都愣住了。指尖还搭在修长腕骨上，触碰到他跳动的脉搏，一下一下有力的震在指尖。谢卓被这下疼得眉头紧蹙，压根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等后知后觉反应过来，他整个人都傻眼了。对不起。两人距离出奇的近，他唇瓣微动带来的气息落在下巴上，像是薄唇印在肌肤上缠绵。我不是故意的，指挥官。实际面无表情，冷冷盯着他几秒钟。谢卓有些心慌，以为指挥官又会骂自己是不是活腻了，结果实际一言不发，缓慢地垂下长睫，遮住眸中清透的色彩。他冷淡收回指尖，好听的嗓音似有些无力和叹息：“复位了，回去吧。”谢卓还以为他生气了，立马着急的想要解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给您擦擦，你别生我的气。”他伸出手在实际下巴上轻蹭，但他的手本来就是脏的，反而给实际冷白的下巴蹭上一点泥灰。谢卓人又傻了，实际这下精致眉梢都平了起来。谢卓也不知道怎么擦了，他浑身都脏兮兮的，只有脸刚被擦过是干净的。在看到这银毛小狗试图考虑用脸颊凑上来给他擦下巴的时候，实际忍不住推开他，训斥道：“没生气，别再蹭我了。”谢卓，哦，他没忍住，莫名的笑了一声。模样肆意野性的少年，桃花眸涌出星星点点的光，脸颊被蒸汽熏得有些红，莫名有种人畜无害的可爱。实际冷漠的别开视线，回去把自己洗干净，脏死了。实际的嗓音里满是嫌弃，谢卓却好心情的笑了下，郁闷被他抛之脑后，熟悉的青瓷嗓音裹着骚气的愉悦：“那洗干净后还能蹭您吗？”实际站起身的动作微顿，神态薄凉的看他：“你觉得呢？”谢卓觉得，谢卓突然就不敢觉得了。他撑着膝盖从地上起来，三步一回头的恋恋不舍离开，正要踏出客厅的门，突然又想到什么，扭过头来对实际说：“指挥官，您要是再不舒服的话，可以找我。”实际坐在大理石吧台前，修长双腿微点地，正慢条斯理的喝水，凉水顺着喉咙往下滑，所过之处皆冰凉。闻言侧眸朝他看了一眼，那意思很明显，不要得寸进尺，他不需要 alpha。 不是。谢卓轻眨着眸解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给您攒了好多信息安抚素。信息安抚素就像是 alpha 体内的容器，是消耗品，一旦用完便需要他们再次耗费精力去填满。对不可一世又天生傲慢的 alpha 来说，除非是已经标记的伴侣，否则没人值得他们这样做。”实际没说话，谢卓还以为他不愿意，解释道：“这个只是一种安抚素，不会进到您身体里的。”啪嗒一声，实际手中的杯子落到桌上，透明的液体滑落大理石桌面，顺着他的黑色长裤往下流淌。实际指尖不稳地扶起玻璃杯，灯光下的长睫颤得飞快，像蝴蝶脆弱的羽翼，薄唇微动的似乎想说什么，最后喉结滚了滚，只骂出一个字：“滚。”谢卓迷茫住了，他也没说什么啊，就是跟普通标记不一样，信息安抚素不会注入腺体，只是会像柔软的暖风一样包裹着他，让他没有那么难受。但谢卓光是想象了下，倘若自己的信息素注入到指挥官腺体，汹涌澎湃的海浪游走在他身体每一处角落，好像……谢卓伸手捂住脸，好像是有些说不清了。算了。实际盯着桌面上的水渍，并没有发现 Alpha 的脸色，清冷的眸中似有微不可见的烦躁。是我想太多了，那小畜生就是随口一说，或许没有其他意思。实际深呼吸一口气，看向门口呆愣的银发少年，清润雅致的吩咐：“去洗澡，然后洗完过来。”说完，他打算去换件衣服，裤腿被水流打湿，实际穿着不舒服。门口的 Alpha 发出略带迷茫的一声：“啊！”实际没理他，径直走向卧室，待路过谢卓身边时，才缓慢的回答：“很难理解吗？回来让我看看，你攒了多少？”谢卓这个澡洗的有些漫长，他把身上的泥浆全部仔细的洗干净，然后涂上很多的沐浴露。浴室里泡泡多的几乎要把他呛到。待终于洗好以后，他吹干头发，思考着要不要在头顶折个小星星。大哥，你洗个澡有必要这么久吗？我快被憋死了。外面传来路遥抓狂的声音。谢卓犹豫的折腾半天，想想还是算了，揉了揉乱糟糟的头发，他终于舍得打开了浴室门。去吧。路遥等他等的膀胱都要炸了。谢谢你，我已经尿完了。谢卓垂眼看向他的裤子，然后略带嫌弃的走开。路遥，你什么眼神？我去隔壁上的厕所。谢卓忙着出门，没理他，从衣柜里扯出一条黑色无袖背心套在身上，松松垮垮的袖口露出修长紧致的线条。兄弟，你是安陵容吗？路遥趴在椅子上瞅他，洗了整整1个小时，那瓶瓶罐罐的动静，我都差点以为你要去侍寝了呢。谢卓正在戴项链，银链被他低眸挂在脖颈上。闻言，他回：差不多。路遥都看乐了，只是去领个 S 级机甲，没必要吧？又不是接老婆回家。话虽如此，不过 S 级机甲的地位跟老婆也差不多。
谁告诉你我要去领机甲了？谢卓戴好项链，挑着眉梢轻笑着反问。那你去干嘛？面前的修长少年浑身无一处不精致，黑衣搭着银链，满身桀骜不驯的野性气息。谢卓缓缓勾了下唇，事情啊。路遥。温亮的灯光下，石纪半靠在沙发中，散漫交叠的长腿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修长薄光的长指淡然敲着键盘，输入框中留下一排搜索记录：星际联赛历年冠军，星际联赛决赛，星际联赛4强，第8星系联赛队伍到底终止在几强？石纪看着屏幕上的最高16强，沉默了足足3秒钟，似乎从来没见过这么烂的成绩，这对永远保持第一的指挥官来说很难评。不过也无所谓，他淡然准备关闭网页，右指尖微顿，输入 C， 空气仿佛安静许久，他删掉打出的 C， 替换成了 Z。石纪眉色淡然地看着网页资料，不是什么名人，所以对谢卓的资料记载少之又少，甚至连身份背景都没有，只有他这些年体检的身体数据。石纪已经看过这些数据，加上他特殊的记忆力，压根就忘不掉具体数字，尤其是还离谱的详细到了，石纪视线蓦地顿住，缓缓落在最后一排的小字上。本次体检报告出自白帝星中心医院。白帝星，主星系。指挥官。身后传来的声音打断石纪思绪，他甚至来不及退出网页，就跟身后的人撞上视线，四目相对。石纪看到他脖梗挂着的银链，在半空晃了下眼。我敲了门，您没理我。谢卓的目光从他脸上划过，似想知道他在忙什么，不可避免地落在了屏幕上。他一怔，您在看我的资料啊？实际似是气氛还不够凝固，谢卓那双微翘的桃花眸落在小鼠标点上，恰好指着身体数据中的最后一项。察觉到少年的沉默，实际跟着看了眼屏幕。18.26时，既闭了闭眸，突然觉得这辈子也不过如此。身后磁性好听的嗓音沉吟着响起，那是我16岁的体检报告。实际嗓音出奇的平静。然后呢？我应该还长了点。谢卓微俯下身，银链挂在脖梗上微晃，衣领中散发出好闻的气息。看着指挥官一点点染上颜色的薄嫩耳尖，他眨眨眸说：“个子与我无关。”实际平静无比地合上笔记本，嗓音干巴巴的：“我只是想看一下你的数据，够不够资格加入我的队伍。”众所周知，指挥官从来不出尔反尔，既然都说了会让第1名加入队伍，就不会食言。谢卓明知故问：“那我够格吗？”实际语调平平，勉勉强强。谢卓拖长音调哦了一声，唇角忍不住溢出一点轻笑，低哑磁性的笑音夹着冷冽薄荷香，散在四周的空气中。实际落在银色笔记本上的指尖微紧，有些想把笔记本扣在他头上，看他还能不能笑得这么欢快。那您现在要看吗？少年轻笑着反问。实际神经敏感一跳，反射性的问：“看什么？”似乎还停留在那不堪入目的身体数据上。谢卓桃花眸微微睁大，当然是我传的信息安抚素啊。实际沉默2秒，最终嗯了一声。其实这段时间他被2次分化后的发情期折磨得不轻，只是从不表露出来。谢卓望着半靠在沙发上的人，休闲雪白的丝质衬衫下一身冰肌玉骨。Alpha 突然有些无从下手，轻舔着唇试探说：“我需要抱着您或者摸着您。信息安抚素需要肌肤相亲才能奏效。”实际眉色微平了下，他掀开微倦懒意的眸，看了眼身后的少年。小书生的确听话，回去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一身清爽，细细银链搭在黑色上衣，笑起来有种放荡不羁的痞性帅气。只是实际从不适应跟人拥抱，从小到大他与人拥抱的次数屈指可数。他抬起长指，将少年垂落的手勾到脖梗上，清雅的声线带着点警告：“不要乱摸。”因为困倦和无力，这警告显得软绵绵的。谢卓掌心触碰到温玉般的脖梗，纤细软滑，比剥了壳的鸡蛋还嫩。他睫毛忽闪的垂下，乖巧的哑声：“哦。”信息安抚素从少年掌心散发出来，潮水似的海浪蔓延全身，舒展在肌肤表层。明明是汹涌的海浪，却温柔如春风落在肌肤上。春之声嫩芽，露水轻晃着心间。实际有些昏昏欲睡，轻声提醒：“不舒服就坐下来，一直站着不累吗？”他还记得谢卓一直在站着。谢卓身形微动，听话地绕过沙发，坐在他身侧。潮湿沐浴的香气淡淡传来，脖梗的温热有一瞬脱离。实际眉色微皱，睫毛很轻地动了下。来了。不等他睁开眸，谢卓的手重新附上他后颈。少年几乎是亲身而来，坠在锁骨上的银链轻碰了下实际的脸。实际睁开了眼，他从来不戴饰品，除了5S 机甲转化成的腕扣，但他不排斥亮晶晶的东西，甚至有些喜欢。此刻，细细银链搭在性感微凸的锁骨上，在他眼前轻轻摇晃，模糊成一片细碎光影。很好看。谢卓愣了下，没听清什么。他俯下身来，想要听得清楚些。年轻炙热的体温几乎烫在身上，实际闭上眸，没什么。似乎很少有如此放松的时刻，实际呼吸逐渐放轻，思绪随之飘得绵长，像枕在绵软香甜的云里。他真是疯了，才会鬼使神差的觉得小畜生今晚很好看。翌日一早，实际被赫兹院长传唤到了主教楼，同在办公室里的还有莫山教授。来了，你那小学生怎么样了？赫兹院长放下卷宗，面容关切地询问。莫山教授冷着脸站在一旁，似是刚被训斥过，脸色并不好看。还行，手腕是复原了。实际收回目光，清冷声线慢条斯理的：“
但小男孩脾气倔，一直忍着也没哭一声，身上还有没有其他伤我就不知道了。三言两语把昨天哭爹喊娘的莫言给嘲讽一通。莫山，他嘴唇气得抖了抖，还没说话就被院长训斥：“你闭嘴！”平日里慈善和蔼的院长，冷下脸似的气势凌人。莫山自知理亏，只好闭嘴，继续当哑巴。赫兹院长思忖道：“我会派人去给他检查一下身体，毕竟是要上联赛的成员。”实际淡淡嗯了一声，算接受了。末了又漫不经心道：“身体是解决了，心理呢？”赫兹院长，还得辅导心理啊？现在的孩子这么娇气的吗？下一秒，赫兹院长就知道指挥官不是冲他来的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实际高冷散漫的目光瞥向莫山，薄唇轻启的凉凉吐出一句：“民国3年等不来一场雨，委屈小孩等不来一句对不起。”赫兹院长，莫山教授，实际这句话还是跟那小畜生学的。昨晚他不知过去多久才悠悠醒来，周身萦绕的温柔海浪已经像潮水般退去，他声调困倦，没了。谢卓也睁开眸，信息素消耗过剩让他脸色有些苍白，但桃花眸在光下温柔又缱绻。差不多了，我下次给您多攒一些。乖巧又懂事，简直听者心酸，闻者落泪。实际稍稍直起身子，丝质衬衫月光般流泻在肩头，浑身透着懒洋洋的艳足。他气息散漫，就一句丝毫不知心疼小狗为何物。这让一个为他消耗完所有安抚素的 Alpha 能忍吗？毫无疑问，他能。谢卓望着他精致薄凉的面容，被他身上慵懒勾人的气质鼓的耳尖都在发烫，伸出手指拽拽他散落下来的丝绸领结。您真是个吃抹干净不负责的渣男。实际掀开眸看他，渣男。他领口被拽得微松，倾斜一片冷白精致的肩线，肩侧有一颗细小的红痣。谢卓盯着那颗玉红的痣看了会儿，随后飞快别开了眸，闷闷地嗯了一声。民国3年等不来一场雨，委屈小孩等不到一句谢谢你。实际他倒也不是那样无情的人。谢谢你。从指挥官口中冷淡说出这3个字，有种别样的感觉，像是跟他的关系更近了一步，但又保持着难以跨越的冰桥。于是谢卓说：“我刚刚说错了。”在实际不解的目光中，他又重复了一遍：“民国3年等不来一场雨，委屈小孩等不到一句我爱你。”实际他倒也不是脾气那么好的人。实际眸色清浅漂亮的望着他，薄唇微勾的吐出3个字：“想死吗？”谢卓就知道是这个结果。好吗？开个玩笑，我心甘情愿的。他伸手将拽乱的领口理回去，薄软的丝绸从指尖滑走，谢卓眸中难免生出几分温柔。我回去了，你好好休息。实际看着他微白的唇，没说话。谢卓刚要起身，冰凉漂亮的手勾住了他的项链，接着这双冷白的手微抬，落在他头顶，指尖插入凌乱的银色发丝中，漫不经心地揉了2下。辛苦了，晚安。似乎这句话挺难启齿，说完实际便抿住了唇，淡然收回指尖。谢卓心脏一下子炸开了烟花，他强忍着想把指挥官压在沙发上，对着他那张高冷散漫的脸一通狂热亲亲蹭蹭，从睫毛到嘴唇都细细舔一遍，强烈冲动，喉结上下滚动2圈，不辛苦。接着便同手同脚的咔咔跑出了别墅。实际不解望着他智障一般的行为，神经。谢卓没想到领个 S 级机甲还能有这待遇，先被抓着就来了个彻底的全身体检，甚至连他有没有蛀牙都要检查。他揉了揉微酸的下巴，忍不住发问：有蛀牙不能领 S 级机甲吗？医生：当然不是。他也很惶恐啊，但对面坐着指挥官、赫兹院长、莫山教授3座大山，能不仔细检查吗？而且你没有蛀牙。他看着谢卓一口闪亮雪白的牙齿，满意点头，赞赏道：好孩子，看来小时候没偷吃糖。谢卓摸摸自己的小尖牙，随口道：小时候穷，没吃过糖。医生：我真该死啊。实际随后谢卓一头雾水的去领了 S 级机甲，银色项链被他随意挂在胸前。过来。实际淡淡叫他。谢卓听话的就朝他走过去，实际又道：莫山教授跟你有话说。谢卓看向莫山，莫山也看着他，两人大眼瞪小眼。莫山脸上的肉都是僵的，最后冷冷道：昨天是我情绪过激，不小心伤了你，我跟你道歉。谢卓没想到这老登竟然会跟人道歉，我接受你的道歉。随即谢卓漫不经心的冷笑一声，但我还是要说，你可不是不小心，出手稳准狠，就是冲着废了他手腕来的。莫山，你管我是不是不小心，跟你道歉不就行了？赫兹院长，莫山。莫山冷着脸不吭声了，默了又道：到他了。他答应道歉也是有原因的，那就是这小子也得去给他外甥道歉。赫兹院长其实也是这样想的，他向来主张和平息事宁人。孩子，莫山教授为人师表，已经为自己的不当举动跟你道歉。莫言小友如今伤势略重，切磋有度，你是不是也应当跟他道个歉？实际眉稍微不可见轻皱。莫言属于自讨苦吃，在他的观念中，谢卓是不需要给男人道歉的。况且这小畜生那时候都被气得失去理智了，如今让他去给别人道歉。实际淡然起身，准备制止这种行为。好啊。实际你没看向他。谢卓倒是无所谓的耸耸肩，坦然地问赫兹院长：现在吗？赫兹院长目光和善的点头：尽早最好。那走吧。谢卓说。
实际收回目光，面无表情的率先走出去。病房中充斥着淡淡的消毒水味。比起谢卓的生龙活虎，莫言状况看起来要惨许多，胳膊因为没能复原得当吊着石膏，外伤也不少。他突然嘶了一声，不知被扯到了哪里的伤口，能不能轻点？疼死老子了！护士战战兢兢的连忙给他道歉，带包好纱布，脚步匆忙的离开，发誓再也不来了。莫言心情不畅，尤其是看到大群中有人在发谢卓领到 S 级机甲的图。柠檬精，同样都是新生，我还没驾驭得了 B 级机甲，人家都穿上 S 级机甲了。分享图片，图中是银黑相间的酷炫 S 级机甲，以及被谢卓收回项链仓中挂在脖梗上的图。Triple A 土鸡蛋批发召解，引用指挥官的心灵鸡汤，人与人的差距是可以靠努力拉平的。加油，没用的东西们！苍蝇拍子，加油，没用的东西们！应声虫，加油，没用的东西们！小色痞，歪个楼，谢卓好帅啊！这头银发天生的嘛，有痞帅斯曼男的感觉了。陆公子，室友认证，天生的，他都没有黑发根。群聊里满是吹捧谢卓帅到人腿发软的话，看得莫言气到嘴歪。他果断地切换了小号，石头，谢卓帅。你们什么眼神？指挥系的莫言更帅好吧？柠檬精，以前也还行，算个细草，但现在最多只能算个木乃伊。分享图片，再吃一口。哇去，这谁看了不得说一句文物他活了。陆公子，文物，这不粽子吗？莫言看着自己被裹得满脸纱布的丑图，气得差点摔手机。石头，谢卓帅有什么用？你们还不知道吧？谢卓现在马上就要来给我道歉了。随后他飞快切换大号，指挥系莫言，这都被你们发现了。指挥官莫言，是的，没错。群聊陷入一片出奇的安静中，大家沉默看着屏幕上的对话。谢卓马上就要来跟我道歉了，这都被你们发现了。是的，没错。苍蝇拍子，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指挥系莫言，有话就讲，他马上就来了。苍蝇拍子，那啥，你小号好像似乎看起来没错的话，应该是暴露了。莫言突然就安静了，大家都以为他尬得头皮发麻，从此不敢再出现在群聊中的时候，莫言直接开启了视频通话。卧槽，勇士！莫言也就浅尬一下，随后便被即将到来的道歉兴奋冲昏头脑。无所谓，只要把谢卓低头认怂的场面播出去，他这点小尴尬算得了什么 ？Triple A 土鸡蛋批发召解，不是真道歉啊！应声虫，不是真道歉啊！小美，不是真道歉啊！谢火勺，恩本尊一出场，群聊一下就炸了。无数人涌进了莫言的视频中，开始狂刷吃瓜弹幕。本来大家是都不太相信的，直到病房门被人推开，修长高挑的银发帅哥出现在病房门口。嘿，还真是谢卓！莫言毫不避讳地举着手机，往后一靠，得意洋洋地睨着谢卓。哟，这谁啊？这不是那天狂得要死的小仔？种字未落，白衣黑裤的高冷指挥官迈着长腿走进来，用薄凉的淡色眼眸看他一眼。仔吗？实际谢卓，群聊里神他妈小仔仔，哈哈哈哈！我他妈笑到方圆百里的声控灯全部为我亮起。我他妈笑到二舅飞檐走壁7年至今未归。小仔仔，这道歉开头是我没想到的，你们的关系好像突然有些暧昧了呢。谢卓突然扭头就想出去，迎面撞上刚走进来的贺资院长。贺资院长生怕他反悔，立马问怎么了。谢卓面露难色，恶心，想吐。贺资院长实际瞪他一眼，别贫，道歉，早点道完，早点了事。他一刻都不想在这里待着。谢卓挺乖的一声，哦，实际觉得他有时候真挺乖的，最起码不犯贱的时候又可爱又可怜。他不太想听谢卓道歉，心头莫名有些烦躁。实际忍不住想，其他手下受委屈的时候，他有这样过吗？没有，答案是没有。即使是下属被对手阴，输掉很重要的比赛，在他面前无措到落泪，他也只是皱眉丢下一句，以后长点记性，再教下属怎样用同样的手段还回去。他从来不会因为别人的情绪起伏，甚至于影响自己。既然指挥官都发话了，那是不是该开始了？莫言如今得意的连伤口都不太疼了。实际眉梢冷凝，身侧的少年突然上前一步，他垂眸逆向病床上的人，成，我是来跟你道歉的。莫言怎么听这语调都有些不对劲。很快屏幕上刷出的话已经替他翻译了。说实话，这句其实更像是我是来送你去死的。操，哥哥好拽，好帅啊！莫言面色挂不住，脾气也上来了。你道啊？谢卓，我这不是在道。莫言，就这？谢卓还想听？莫言，废话。如果早知道接下来谢卓会道上整整5分钟的歉，莫言一定恨不得自己现在就立刻马上叫停。谢卓说，行，我错了。莫言心底暗爽了下，随后噩梦便开始了。我确实不应该在你抢我猎物的时候对你大打出手，主要是我也没想到赶上来抢猎物的实力这么弱鸡，也难怪考核时间都快结束了，你一只猎物都没抢到。我他妈！莫言气得破口大骂，我他妈一只猎物都没有，不是因为你吗？谢卓，哦，怪我了。莫言，谢卓懒散轻嗤一声，拖着懒洋洋的长枪继续，我也不该在你辱骂我是个没娘养的，实际蛋壳一声打断他。谢卓脸上不屑一顾，又吊儿郎当，表情微顿，随后安静地跳过了贱种2个字的时候，把你从机甲里拖出来打，
还不小心的把你摁进泥潭里洗嘴，我真该死！桀骜不驯的银发少年脸上满是懊恼和不已的后悔。看到他这么自责的样子，莫言都忍不住疑惑，皱起眉头。戏过了吧你？我早该知道，那泥潭根本就洗不干净你这张臭嘴的。实际，赫兹院长，莫言抬手疯狂掐自己的人中，生怕一口气没忍住，直接被气撅过去。而谢卓似乎才刚道歉上瘾，懒散的轻昵着他继续输出，更不应该之后卸了你的胳膊。主要是我也没想到，你那胳膊形似猪肘子，实际跟小木棍差不多，我都没使劲就咔嚓一声断了。我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所以我在这里提个建议，既然是干啥啥不行，废物第一名，以后还是管好自己，少去招惹别人。毕竟下一次可没人像我这么善良，还会特地跑过来跟你道歉。你说是吧？在谢卓句句诚恳的道歉声中，莫言彻底被气昏过去了。紧跟着莫山教授发出了尖锐的报名声。实际抬手轻抚着额头，把这小畜生从乱糟糟的病房中拎了出来。他深呼吸，我是真没想到，道歉还能把人给道得晕过去，也难怪这小畜生答应的那么爽快。谢卓无辜眨眨眸，桃花眸里一片慵懒温柔，单纯的要命，仿佛跟刚刚满脸讥讽疯狂输出的不是一个人。他脑袋凑过来，语调可爱，没想到什么？指挥官。实际淡然睨他一眼，没想到这张嘴还挺会气人，这下开心了。谢卓眉眼泛着细碎笑意，那可不只会气人，还会……他嗓音一顿，下意识地看了眼实际淡绯色的薄唇，脉脉含情的桃花眸，似乎天生就不单纯，只一眼就足够让实际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实际静止2秒，清冽容颜立马浮上不悦。吹泡泡。面前的银发少年脸颊微鼓，唇瓣微嘟的给他原地表演了个不十分清脆的一声，用嘴吹泡泡。实际，他视线冷淡扫过少年微鼓的脸颊，他以为自己很可爱吗？实际转回视线，从他薄润微红的唇上划过，缓缓抬起，语调平静如水的吐字：一会出门建议右转。谢卓没懂，他在医院里，出门右转是去干嘛？实际迈开长腿，清冷嗓音无波无澜的：看看脑科。谢卓一路忍着笑，追着指挥官到机甲训练楼。实际懒得搭理这只脑子不太正常的 Alpha， 一路上便没怎么跟他说话。指挥官，我拿到 S 级机甲了。小畜生终于憋不住了，歪头试图吸引他的注意。看着指挥官挑选训练机甲，专注又认真的模样，他就忍不住的想打断一下。贱兮兮的。实际，看到了，一直挂在他脖梗上亮晶晶的，想不注意都难。谢卓半撑着下巴，越过机甲项链的休眠舱看他，领口松散，勾出一截性感锁骨。他试探的问：要不要我穿上给您看看？像是路边脏兮兮的流浪小狗，偶然间被孤傲的人类投喂一点食物，从此便记住了他。某天在垃圾桶中刨出漂亮的新裙子，就迫不及待的穿上，晃着尾巴想要展示给他看。实际正忙，婉拒：不用，至少现在不用，日后有他穿的时候。谢卓抿了下薄唇，难免有些失落的小挫败。他歪着脑袋趴在桌面，枕着修长匀称手臂，末了又问：那要不要我脱光了给您看看？实际指尖缠着银色项链，停顿在半空中，凉飕飕的抬眸看他一眼，还未开口，身后便传来一道惊喜又雀跃的嗓音：要！黑色制服的绿眸 Omega 趴在门上，双手抓住门框，一脸兴奋：给我康康，给我康康！实际，谢卓慢悠悠直起身子，长指将衣领随意勾起，遮住半露的性感锁骨，谨慎的像个黄花闺女，不给。瑞恩，小气鬼！实际直接头疼的忽略他们两个，扫了眼瑞恩身后的高挑男生，来得正好，在这等我一下。楚檀星点头，好。说完，实际便转身出了训练室。他一走，谢卓顿觉无趣，单手滑进长裤口袋，姿态懒散的倚在一侧。他对瑞恩慢悠悠道：大人讲话的时候，小孩子不要偷听。瑞恩，还给你康康，给你康康。谢卓一声双标，懒得解释，这是你不付费就能看的吗？瑞恩，请问这人是世界著名的变脸大师吗？在指挥官面前就是听话乖宝宝，到他面前就拽的258万的。我比你大 OK。 瑞恩一脸的不服气，他瞅着这刚满18岁的小屁孩，我比你大了整整2岁，我20了。谢卓慢悠悠的看他一眼，语调欠欠的：是吗？不信，看着连小绿毛都没长齐。瑞恩炸了，他无能狂怒的模样像支鼓起来的小河豚，伸手往后抓，拽住身后男生整洁到一丝不苟的衣摆，攥在手心轻轻摇晃，嘴里还愤愤不满的：谭星，你告诉他我是不是很大？楚檀星正在回复光脑的讯息，透明屏幕映出修长白皙的指骨。他淡漠顿了下，低眸对上一双又圆碧绿的眼眸。Omega 大概也就到他下巴处，生了一张典型稚嫩可爱小欧脸，可爱但脾气大。楚檀星收回目光，冷淡建议：你们两个最好一起去看看脑科。瑞恩，谢卓，噗，两人叽叽喳喳的吵闹声吵得楚檀星耳朵疼。好在没过多久，指挥官就回来了。上一秒还急赤白脸的两人，下一秒顿时安静如鸡。实际平静扫过这两个站姿笔直的乖宝宝，有些莫名其妙的挪开，最后看向楚檀星：你们两个准备一下开始 PK。 瑞恩一愣，差点以为自己被点名，谁和谁？实际两个 Alpha。 瑞恩还迷糊了下，毕竟指挥官的外表太有迷惑性，让人很难将他与 Omega 联系在一起。
他恍然大悟，哦，指挥官是小欧。话落，瑞恩原地僵住。糟糕！果不其然，实际冰冷无声的长眸落在他脸上，瑞恩如坠冰窖。楚檀星冷笑一声，6。谢卓忍了忍，实在没忍住，就没见过蠢到在指挥官雷区疯狂瞎他妈乱蹦迪的。哈哈哈哈哈哈！竟然叫指挥官小欧！哈哈哈哈哈哈！实际被他笑得吵到了眼睛，转眸看他，好笑吗？谢卓笑音戛然而止，能屈能伸的乖巧道歉，对不起。短暂又危险的小插曲过后，实际将几条机甲项链丢在机甲舱的台面上，用这个2对一模一样的机甲项链，双近程、双远程。很显然，指挥官知道他们各自的优劣势，所以要他们2个分别比2次。楚檀星作为长期训练的老手，自然知道将队员放在同一起平线，能更好测出他们自身的实力，以及谁的个人能力更强。只是他们不是队友吗？实际一眼看穿他在想什么，你们并不熟悉彼此。了解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让他成为你的对手。少年懒洋洋的词音落下，侧眸望向指挥官，满脸的求表扬，是吧，指挥官？平日里都会漫不经心对上他一句，少自作多情。你以为你很聪明吗？得指挥官沉默片刻后，淡淡嗯了一声。瑞恩震惊，悄悄地凑过去问这银毛小子：“你怎么知道指挥官的想法？你对指挥官做了什么？”谢卓一脸的：“你在开什么玩笑？你不知道吗？”他单手插兜，修长指骨漫不经心缠绕着机甲银链玩，语调稀疏慵懒：“我是指挥官肚子里可爱的小蛔虫。”瑞恩，小欧 Mega 实在受不了了，皱着小脸无语吐槽：“你真恶心。”实际也受不了了，他薄凉精致的眼眸微眯，深呼吸一口气后开始倒数：“给你们3秒钟就位。”3，银发少年宛如一道闪电，便冲向了训练室，整个过程也就不到1秒钟。楚檀星见状也立马动身，他笔直站在训练室中，看向对面比他小2岁的银发少年，淡声问：“先比什么？”“近战。驱动机甲需要消耗精神力，先比擅长的要更占优势。”谢卓掌心漫然磨杀了下掌心的2枚机甲项链，无所谓的轻笑了下：“远程吧。”楚檀星眉梢细微挑了下，没多废话，行。他召唤出机甲项链中的 A 级远程机甲。等等，楚檀星抬眸看他，谢卓似突然想到什么，侧眸望向训练玻璃外长身玉立的指挥官，指尖挑起脖颈上原本挂着的 S 级机甲，可怜兮兮道：“我怕弄坏了，指挥官，您能帮我保管一下吗？”其余3人，楚檀星未发表言论，瑞恩则一脸无语，这 Alpha 是不是脑子有病？一条 S 机甲项链而已，有必要吗？指挥官是什么人？手握5S 机甲的帝国总指挥，是用来帮他保管这一条小小机甲项链。他头脑风暴还未结束，眼睁睁看着指挥官皱眉上前，满脸不耐地将 S 级项链从 Alpha 脖颈上拽了下来，动作凶狠却又小心。实际握着还残留少年体温的 S 级机甲项链，薄唇嫌弃溢出2字：“是多。”瑞恩的吗？透明玻璃屏映出2位 Alpha 交手的身影，天生王者的优势性别让这场训练赛变得十分精彩。瑞恩在一旁忍不住捂嘴惊呼：“这小银毛这么强，远程命中度竟然一点也不输给谭星。要知道，谭星可是他们远程课上永远碾压式的第一，这小银毛才18岁，太可怕了吧！”实际眉色淡然立在一侧，始终保持着雷打不动的清冷态度，直到谢卓翻身躲过一排射击，单膝跪地从后方折腰射出一支超高难度的长剑，完美命中楚檀星来不及躲避的小腿。实际唇角不易觉察的轻勾了下，还行。第1场训练赛结束，以楚檀星机甲受损度较低获胜。谢卓从机甲舱中退出，看了眼楚檀星受伤度过半的机甲，还算满意。接着看向自己被打到破破烂烂没几处完好地方的机甲，抬起长腿生气地踢了下：“不争气的东西，什么幼稚行为！”楚檀星将受伤的机甲召回，放入休眠舱中修补，抬起长眸对谢卓说：“你不弱。”这让他很意外。瑞恩蹦蹦跳跳地走过来：“小子，你走运了，这可是谭星第1次在远程领域夸人。”谢卓也召回了机甲，眉梢懒懒掀起，少年身上总有着不可一世的恣意嚣张。“我本来就不弱。”他扭头对实际抛了个媚眼：“是吧，指挥官？我很强的。”实际缓慢的抬眸，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到可以为这小畜生证明他很强的地步吗？实际眼神微冷，并不回答。谢卓秉着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看吧，指挥官说是。实际简直被气到没脾气，宣布休息10分钟，开始下一轮。瑞恩诧异地发现，指挥官在这银毛小子面前这么好说话，都不带生气的。圆润的绿眸若有所思，他立马跑去楚檀星面前，冲他伸出手：“檀星，我手疼。”机甲受伤会反噬到操控者本人身上，楚檀星小腿正不适的隐隐作痛，面前就摊开一只白嫩嫩的小手。楚檀星短促沉默了下，问：“刚上场的是你？”瑞恩背对的梗了下，接着露出可怜兮兮的模样，绿眸水盈盈的望着楚檀星：“我疼吗？”楚檀星微不可见顿了下，随后低眸握住面前的小手开始检查，淡声询问：“哪疼？”瑞恩检测完毕，从男生掌心抽回自己的手：“不疼，骗你的。”转头就没心没肺的欢快跑了。楚檀星留在原地，沉默良久，才收回停在半空中的手。
第二场训练赛开始，是楚檀星不太擅长的近战，也是谢卓的舒适区。谢卓打法正如他其人，嚣张跋扈，出手狠厉。楚檀星近战虽然不擅长，但并不弱，却被他步步紧逼，对方出手又快又狠，简直不像是一个18岁的青涩少年。实际在玻璃外平静望着，目光看不出情绪，是优势，也是弊端。瑞恩趴在玻璃上，轻声喃喃：“檀星好可怜。”实际反问：“可怜？”檀星近战很差的，所以他都不爱跟我打，每次考核他淘汰的太快，我们都没对上去过。瑞恩了然于心，原来檀星是怕输给我没有面子。实际莫名有些想笑，想回一句：“你以为你是谢卓？”又觉得太给那小畜生的脸了，最后干脆没说话。瑞恩看指挥官冷淡无比的脸色，小机灵鬼似的转转眼珠，觉得照目前这个形势，小银毛上位是迟早的事，他得立即巩固一下自己正宫的地位。于是瑞恩风风火火地跑去拿了一瓶水过来。指挥官，小 Omega 扭捏地将水双手举起来，软着嗓子对他说：“您能不能帮人家开一下瓶盖？”我手疼拧不开，实际望着他，诡异的沉默了。同样沉默住的还有隔着玻璃瓶的2个正在大打出手的 Alpha。谢卓拳头在半空中都生生地顿住。他问楚檀星：“你那小欧在发什么癫？”楚檀星不知道。实际眉心都平了起来，看在瑞恩先前尽心尽力帮忙的份上，才忍住把他踢出训练室的打算。好好说话，你属夹子的。瑞恩怎么跟预想的不太一样？那小银毛不就这样跟指挥官撒娇装可怜的吗？瑞恩善于坚持，继续晃晃水瓶。您不能帮我拧开瓶盖吗？实际沉默片刻，抬手接过水瓶帮他拧开。在 Omega 一脸惊喜地拿回水，并对他露出大大笑容时，嗓音凉凉警告：“我不光能帮你拧开瓶盖，还能顺便拧开你的天灵盖。你再做一下试试。”瑞恩瞬间惊恐脸，那 Alpha 凭什么就能使唤得动指挥官？瑞恩好生气。第二场训练赛结束，以谢卓碾压式胜利赢了楚檀星。这一场近身战让两人体力都消耗巨大，从机甲舱中出来的时候都满身湿透，靠在一旁轻喘着气。机甲负伤会带来的疼痛，但只是一时的，只要好好休息便能休整过来。实际也没想到2场训练赛，2个顶级 Alpha 能累成这狗样。他平静地说：“休息吧。”楚檀星轻靠在玻璃瓶上，漆黑长眸低垂，拒绝了诡计多端的小 Omega 前来关心。离我远点，今天不会再上你的当。瑞恩立刻委屈住了，他淡淡道：“身上臭。”随后抬眸看向实际指挥官：“我想提个建议。”实际说。楚檀星眉目平静，转头看向了某个银发湿透正靠在角落的 Alpha：“ 我是你的敌人，不是仇人。”谢卓，银发潮湿勾在少年眼尾，他笑了下：“不好意思，没收住，我下次注意。”楚檀星嗯了一声，也没太在意，跟实际报备后暂时离开了训练室。瑞恩一头雾水：“檀星，你怎么自己走了？你生气了？”不能吧？犹豫之下，小 Omega 也跟着离开训练室。没了吵吵闹闹的瑞恩，训练室显得有些安静。指挥官，您不走啊？谢卓轻喘着笑了声，实际垂落的指尖还缠着银色链条，嗓音平静而淡然：“看不出来，你还挺喜欢训练室。”谢卓，实际望着他，打算待在那角落生根发芽。少年修长的身形微动，姿态漫然地背着双手悠到他面前，他没忍住轻笑了声：“这不是怕熏着您吗？”实际不太懂这群 Alpha， 个个比他主星系那群下属都精致，有必要吗？况且他根本没闻到什么难闻的气息。咸湿的海水裹着热浪扑面而来，像夏日里被晒得滚烫薄荷盐汽水，有些凉又有些灼人。实际抬起手：“宝贝机甲不要了。”伸出手那刻，实际就后悔了。细细银链缠绕在他指尖，藤蔓般绕了3、4圈，仿佛跟他手指紧紧纠缠在一起。实际安静了下，正在思考用什么语气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先动的手会令人幸福些？我手湿，不想弄脏他。”谢卓弯眸笑了下，一缕银发饰在眼尾，勾出妖孽勾人的弧度。“能帮忙塞进我口袋里吗？”指挥官。实际眸光下意识落在 Alpha 身上的口袋，黑色上衣没有能装东西的地方，唯一的口袋就是他的长裤一侧。不可否认，少年的身材极好，肩宽腰窄，长裤包裹的双腿笔直修长，只站在那里，浑身散发着慵懒勾人。实际从他腰下缓缓抬眸：“我塞你嘴里怎么样？”谢卓实在没忍住，低低笑出了声，锁骨挂满薄汗，水渍顺着脖颈线条滑动，路过凸起的性感喉结，慈懒的笑音微震在耳膜。我说真的。他的目光无奈又温柔：“手脏，不太方便。”实际冷冷盯着他，少年目光无辜又乖巧，背在身后的手却正在细微发颤。下手太狠，没收住，加上脱臼未愈，超负荷让他一时无法自控。Alpha 要面子，被人阴了算他倒霉，但训练赛上纯属算他废物。赛后复盘还没开始，实际清冷的音调响起：“既然你上赶着找骂，我可以现在告诉你的问题。”谢卓其实不太想听，但指挥官由不得他，清冽薄凉的语调毫不留情。在赛场上，这种杀敌1000自损1200的行为叫愚蠢。他的弊端太明显，下手冲动凶猛，从不顾及别人的状态以及自己的状态，像头横冲直撞的小疯狗。因为长期没人喂养，见谁就咬谁，哪怕自身超负荷也不知道停止。实际看他如今精致乖巧的模样，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
但谢卓远远不像面前表现的这么无害。谢卓沉默好半晌，不是自损800吗？实际反问，你是觉得楚檀星现在的状态比你还差？谢卓没说话，他也不清楚檀星的状态，不过他自己的确废物了。我不想在身边放上一颗冲动的定时炸弹，你最好学会控制你自己，服从命令，点到为止。实际说话带着攻击力，不经意的伤人最致命。当然，这也只是开始。谢卓安静的听完，垂眸嗯了一声，随后他黑色 T 恤的下摆被一只修长白皙的手撩开，冷玉般的手指骨清透，泛着薄粉色，漂亮的像在发光，缓缓伸进了他的长裤口袋。谢卓，实际抿着唇，将手里握着项链放进去。少年体温灼热，隔着布料都能感觉到烫人，他指尖禁不住微拳了下，任由项链从掌心坠落，随后飞快地抽回手。没有下次。实际冷冷地说，倘若忽略他轻颤的纤长眼睫，这句话还是一样的有气势。说完，实际便转身离开了训练室，只是那背影怎么看都比平时的严谨中多了几分慌乱。谢卓愣了好久才回过神，揉了揉晕乎乎的脑袋，明明是关心的话，怎么说出来就那么伤人啊？指挥官指尖的轻颤仿佛都被嫌弃的不敢动了。我其实也没那么冲动嘛，第一次在他面前打训练赛，哪个孩子不想表现得好一些？若是正常情况下，他不会这么狼狈的。不过对方狼不狼狈就不知道了。垂落的手滑进长裤口袋，触碰到金属质感的银链，心脏又软得一塌糊涂，仿佛还能触摸到残留的雪山茶花气息。谢卓无声与空气紧握，松懒音调消散在空气中。您都不知道我有多能忍。倘若指挥官某天能表现出一点对他的喜欢，谢卓想他会开心到死掉吧。回到别墅，石姐后知后觉自己的话有些重了，只是第一天训练赛而已，有弊端也正常，总不能奢求自家的小疯狗一天时间就能学会跟人握手撒娇可爱的摇尾巴。于是次日他便打算放松宽容一些，只可惜维持不了多久。黑色的 A 级机甲中，谢卓一番猛烈攻势把楚檀星步步逼退，即将用一拳结束这场近战训练时，他突然伸出可爱的小拳拳，轻轻捶了下楚檀星的肩膀，十分关切地问，疼吗？疼的话我再轻点。楚檀星冷静抬眸，你在羞辱我？谢卓，实际人。远程训练中，谢卓放弃了昨日高难度的凶猛攻势，变成了人体描边大师。楚檀星打他，他就跑，跑得满场乱窜，也不打楚檀星一下。实际的忍耐有限，直接啪的一下打开玻璃屏门。他一进来，两人立马停手，生怕误伤到指挥官。你们还没这个本事能伤到我。实际说完，视线转向黑色机甲中的某人，你改吃斋念佛了？谢卓唇瓣动了动，还未说话。实际又冷声质问，楚檀星是你白月光，你舍不得碰他一下？宽敞明亮的训练室内，指挥官长身玉立的冷然站着，周身的冷凝气场将整个环境衬得宛如隆冬初雪。直到谢卓一脸茫然的开口，当然不是，我的白月光只有您。诡异的，仿佛一丝日光透过遮云的缝隙，洒在雪山之巅，将之照耀成一片瑰丽的金黄。实际收回机甲，宣布这个类型的训练到此为止，终于不用互殴了。两人也算是松了口气。实际颇有些好笑的看着他们，这就不行了？用自己的短板去挑战别人的长处，不应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吗？实际扇枪，皇帝扇剑。在跟皇帝的对练中，他手握长剑，直接挑飞皇帝的金麒麟枪，锋利的锐剑直抵喉咙，只差一步就能刺破他的动脉。这种胜利才会相对更有成就感。谢卓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目光静静地望着他，难得安静。实际撞上他的目光，平静扫过那头耀眼不羁的银发。还是算了吧，指挥官。瑞恩怀里抱着几瓶营养液，走过来给他们喝。我们家谭星昨天训练回来，也不知道怎么了，一直沉默的不吭声。我一问才知道，原来是训练太久了，小腿疼，让我给他揉了好一会儿呢。楚谭星接过清离味营养液的手微顿，漫不经心的警告，别瞎编。瑞恩抬眸瞪他，你就说我给你揉了没？楚谭星不说话了，拧开营养液的瓶子，仰头喝了一大口。瑞恩又捧着营养液去给谢卓，小子，你要什么口味的？谢卓盯着几种口味的营养液看，随口问有没有山茶花口味的，或者奶味儿。实际额角狠狠一跳，细密睫毛掩盖下的目光想杀人。瑞恩惊讶，你都多大了，还喜欢奶味儿啊？咔嚓一声，实际不小心捏碎了一个 B 级机甲的项链，众人惊恐地陷入沉默。实际若无其事地将项链丢进修补舱中，轻飘飘地吐出2字：手滑。谢卓的桃花眸满是无辜野性，已经忍笑忍得不行。瑞恩心思玲珑，猜想一定是他没先问指挥官，指挥官才生气了。指挥官，您要喝营养液吗？瑞恩抱着剩下的几瓶营养液跑过来，实际冷冷看他一眼，不喝。Omega 滴滴哦了一声，又听到实际补充，没训练，不需要补充体能。瑞恩开心点点头，实际转眸看向立在一侧的楚谭星，昨天腿疼。楚谭星放下营养液，唇色浅淡，有点，昨晚回去比较难受，今天已经没事了。他向来寡淡沉默，不爱透露太多心绪，描述的若无其事。下一秒就被小 Omega 给拆穿了，哪里是比较？谭星昨晚疼得满头都是汗，最后我给他揉到半夜才睡着。楚谭星看他一眼，有那么夸张？瑞恩点头，有，你头发都是湿的，把我枕头都弄脏了。实际没想到自己判断失误，
楚檀心状态还真比谢卓的更严重。那小东西昨晚不知道有没有疼得睡不着觉。实际意识到自己在想什么，又果断打断，都是他自己咎由自取。谢卓被训斥过后自然心虚，立马转移话题到瑞恩身上。你俩睡一张床，你还给他揉腿。八卦是人的天性，实际也漫不经心看向两人。楚檀心没说话，握着绿色瓶身的营养液漫不经心把玩。我们是室友啊，瑞恩说，而且檀心昨晚有点生气，我不得讨好的哄一下吗？瑞恩向来心思干净透彻，毫不隐瞒的直接说道，不然我最近的发情期一到，没有檀心可怎么办？话落，实际也愣了下，他皱眉问，他标记你了？被指挥官这么直白的询问，瑞恩也难免生出几分不好意思来。他挠挠微卷的棕绿色短发，幼圆的绿眸也闪过些害羞，临时标记吗？合着搞了半天你俩是情侣啊？谢卓仰头喝了大半瓶营养液，喉结上下滑动，酸溜溜的说道，才不是。瑞恩急切的反驳，我们又没有终身标记，只是为了不影响成绩才这样的。毕竟 Omega 的发情期和 Alpha 的易感期都挺磨人的，会让他无法分心训练和考核，所以瑞恩才找了谭心，说能不能各取所需。谭心一开始还不同意，最后被他磨得不行才勉强同意。毕竟谁也接受不了一个正在发情的小 Omega 满身香甜的信息素爬上他的床，嘴里嘟嘟囔囔的说难受。楚谭心说，各取所需而已。休息时间，指挥官没要求他们不能八卦，谢卓便用胳膊肘对瑞恩，那你以后还找男朋友吗？瑞恩说，找啊。谢卓问，你男朋友不介意？瑞恩一头雾水地说，临时标记而已，为什么要介意？不过 Alpha 天生占有欲强，这事还真不好说。瑞恩那时候沉迷拿第一，倒是没想那么多。楚檀心将瓶中的营养液喝完，抬手扔进垃圾桶里。檀心，你怎么能把清离味的瓶子扔进垃圾桶里？我不是说了要收藏起来的吗？楚檀心嗓音淡淡，是吗？忘了。瑞恩气鼓鼓的，决定以后再也不理他了。日过西斜，实际若有所思的撑着下巴，看向窗外盘旋而过的飞鸟，落在古朴庄严的主教楼顶端。临时标记，似乎也算个可以采纳的主意，就跟那呆头呆脑的小 Omega 想法差不多。为了不影响正常训练和生活，实际目光扫向垂落的臂弯，衬衫袖口延伸出一截漂亮的腕骨，不明显的细小伤口朱砂般落在肌肤上。他不想打针。指挥官，您在看什么？清浅呼吸从身后跃来，唇齿间残留着淡淡的草莓味。实际身形偏窄，肩背薄又瘦，被他不经意探头的距离拉近，透过玻璃投影看，更像是被他拥入怀中。看那只鸟。低懒的词音微微困惑，体温灼热的少年一无所知，继续往前凑。实际微侧眸就能看到他凸起的喉结，年轻有力的上下滑动。谢卓盯了一会儿，终于找到了钟塔上的飞鸟。我看到了。他低眸不解地问，有什么好看的吗？这只鸟明明还没他好看吗？实际，我想看他会不会从塔尖摔下去。谢卓沉默了下，然后道，那应该摔不死吧。实际平静了一声，换成你就不一定了。干嘛？谢卓失笑，将下巴抵在他肩头，凌乱银发扫过银白微透的耳尖。Alpha 像只大型粘人的宠物，我今天又没惹您生气，过于亲密的姿势让实际浑身一僵。尤其他脑海中还正思考着临时标记，不自在的陌生感觉从心底痒痒窜起，生根发芽般蔓延到四肢百骸，所过之处一片让人四肢酸软的酥麻。雪山茶花的气息微微散开，是独属指挥官的信息素气味。谢卓猝不及防嗅到，刺激的大脑都炸了一瞬。年轻不懂自控的少年无意识地上前一步，拥住怀中人的细腰，低眸轻蹭过他黑发下的细滑脖颈，薄热的唇几乎要失控地吻上去，实际突然被扣着腰抵在了玻璃窗上。谢卓，他冷冷呵斥。Alpha 终于回神，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对上实际冰冷刺骨的眸光，他神经一跳，连忙后退一步，把挤到落地窗前的指挥官捞回来，像摆弄布娃娃似的乖乖放好，然后果断开始推卸责任。是您信息素先动的手，您的抑制剂好像不管用了。极优的 Omega 信息素，无论哪个 Alpha 闻到都会失控，尤其谢卓与他的契合度很高。实际清楚时效未果，差点被这理由气笑了，冷冷盯着他，你再凑近点，他还能更不管用。小狗鼻子一样拱在他身上，闻不到才怪。倘若不是面前玻璃拦着，他都要背对到楼下去。没有，谢卓一脸真诚地说，我之前这个距离闻不到的。谢卓逆着他，思考这小畜生什么时候凑他这么近过。心虚的 Alpha 立马转移话题，您的发期好像越来越近了，一旦正式发情期来临，届时抑制剂极有可能会失效。女医生的话似回荡在耳边，实际微不可见的平眉。这么快？沉默片刻，他说，知道了。谢卓看他如今清冽冷沉的脸色，知道他的指挥官并不喜欢被别人触碰。他低声道歉，指挥官，我不是故意的，别生气嘛。而且我也没亲上吗？谢卓安静闭嘴，还是决定先退下不爱指挥官的眼，双手抱拳，那老奴先告辞了。实际懒得理他，谢卓揉揉灰溜溜的鼻尖，刚转过身，站住。实际冷淡倚在窗边，出声叫住他。青年精致的轮廓沐浴在阳光中，琉璃色的瞳眸一片千里冰封，没什么情绪。你，他似漫不经心地问，先前有标记过 Omega 吗？石美人，茶岗。
去而复返的 Alpha 站在他面前。当然没有。浅金色阳光洒在他身上，少年一头耀眼不羁的银发飞扬。我怎么会标记其他的 Omega？ 我的心我的肝我全身上下的每一个器官，可都是属于指挥官您的。实际的额角狠狠一跳，丝毫不给面子的直接拆穿我先前并不是 Omega。言外之意，他不相信哪个 Alpha 会一辈子不标记任何 Omega， 尤其易感期带来的折磨非常人能忍受。那又如何？谢卓挑唇轻笑，脸上终于露出不易觉察的幽深讥讽，语调桀骜轻狂，有种就疼死我。他从小吃的苦多了，不差这一点。实际静静地望着他，谢卓话音一转，又闲散地歪了下头。反正我的心我的肝我全身上下的每一个器官都是属于指挥，够了。实际瞪他一眼，你到底还要说多少遍？谢卓忍不住低声笑了，懒懒的笑音莫名带着几分温柔。真的没有。他一脸真诚的眨眸，我才18岁，我都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实际，那请问5分钟前在他身上乱蹭的 Alpha 是谁？他凉凉道，你最好是。谢卓心虚的轻咳一声，转而问，您问我这个事？似乎隐隐有个猜想，心跳也不由自主的加快，为这成功迈出的一小步，全身细胞都在开心的冒花花。实际难得沉默好几秒，半晌才吐出一句，我的队伍里不收感情史丰富的人。谢卓，他一脸诧异，这么严格吗？实际倚在玻璃窗上，清清冷冷的鹰丸，唇角勾起一点细微弧度。谢卓垂眸，长指在光脑上点了2下，随口问道，那收情侣吗？实际反射弧一跳，谁跟你是情侣了？ Alpha 指尖顿在空中，光脑发出滴的一声，随后在虚空中投屏出一张成绩训练单。照片上是严肃绷着小脸黑色学院制服的绿眸 Omega 瑞恩。谢卓愣愣地抬起头，银发头顶翘起一根呆毛，桃花眸也有几分恍惚的失神。啊！实际，谢卓眼睁睁看着指挥官冷白的脸色一点点浮上淡淡的绯色，像是撒了细光一样漂亮。反正他平日里总这样逗指挥官，这个下意识的反应也正常。他试图开口安慰，没关。实际猛地别过头，垂眸不说话。纤长的睫毛笼罩一片细影，似乎因为这尴尬的场面让他很不开心，薄唇也轻轻地抿着。谢卓看一眼心都要化了，操，这他妈是要可爱死谁？他心底痒得不行，凑着银毛脑袋上前，语调轻轻地叫，指挥官。 Alpha 温柔又礼貌地问，那您愿意跟我当情侣吗？实际视线平静转向他，你觉得呢？我觉得 Alpha 默默地收回了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实际转头看向光脑上投屏出的瑞恩资料和成绩单，我目前不需要输出。他有考虑过瑞恩，不可否认瑞恩很出色，综合成绩学院第一，但他需要最极致的输出，才选择了谢卓和楚谈心。我知道您现在需要一个完美盾牌。谢卓有注意到指挥官在查阅防御系的资料，那小绿毛成伤很牛的。他点开其中一页极为不显眼的毕业初赛数据，无奈耸耸肩道，他这场成伤40万，我都成不了这么多。实际眸光一凌，正视起了面前的初赛数据。毕业赛分为几个阶段，越往后的赛事越精彩，没有人会关心初赛的成绩。瑞恩往后也并没有这么高的成伤，我估摸他想拿第一，有时间限制要速战速决，后面才换机甲了。实际不予置否，随后叫来了楚谈心。瑞恩成伤是很厉害，楚谈心并不否认的点头，从他口中说出的厉害已然是巅峰，毕竟他对谢卓的远程评价只是不弱。楚谈心略微犹豫下说，我先前不想跟他对上也有这个原因，他能挡住我80%的攻击，跟他 PK 耗时又耗力，能赢但不值得。小 Omega 或许不会生气，但也会偷偷难过许久，还得哄。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楚谈心懒得做。实际慢条斯理道，跟你 PK 能挡下80%攻击的整个学院不超过3个。楚谈心淡淡颔首，那你不早说。谢卓怨气满满的打了个哈欠，害得我翻数据到凌晨4点。实际略微停顿，神色淡淡扫过困倦的 Alpha， 连美容觉都没睡好。谢卓揉了把脸。实际见状，楚谈心淡声解释，我本来是想先等指挥官找到合适的人选，然后呢，找到人选还有小绿毛什么事，然后再让瑞恩跟他 PK 碾压他。男生语调平静的一本正经。谢卓，这脑回路真他妈牛逼，要不怎么说是学生会副主席呢？从不吹嘘，只用实力证明。他那小 Omega 配得上。实际实在懒得再听。瑞恩呢？天天黏在身边的小 Omega 偏偏今天就不见了。楚谈心向来没什么表情的脸上浮现出几分意味难明。闹脾气不知道跑哪去了。谢卓彻底乐了，生气了不会哄啊，我们只是普通室友关系。楚谈心神色淡淡的澄清，并高冷的丢下一句，不会哄人。随后训练室的门被人重重拍响，指挥官，不好了，瑞恩学长跟精英班的学生们在训练场上打起来了，单杠都被连地拔起了。实际这是什么进队的固定流程吗？怎么一个比一个能惹事？他是招来了一群什么小炸弹？实际直起身子过去看看。话音未落，身侧的 Alpha 宛如离弦的箭，率先便冲了出去。此时的露天训练场上围满了人，绿茵草坪已经被破坏的不堪入目，单杠连的拔起，小草被烧得焦黑，被人脚底一踩，嘎巴的就碎了。怎么个事儿？怎么个事儿？这么大阵仗，谁跟谁打起来了？
Omega 学生会主席和精英班的几个 Alpha。这样一针见血的描述，几乎所有人就明白了。在强者为尊的学院里 ，Alpha 和 Omega 本就天生存在着矛盾。那几位 Alpha 学长太过分了，说瑞恩学长学院第一的成绩是造假得来的。成绩造假？几人一直在操场目睹了全程，点点头。瑞恩今天心情本来就不太好，因为谭鑫把他珍爱的氢离味营养液瓶扔进了垃圾桶里。营养液本就珍贵，氢离味更是少见，他会习惯性的收集起来，爱惜的堆在寝室里。谭鑫虽然不理解，但也没说过什么，还会主动喝完给他。小乞丐，惹得小 Omega 张牙舞爪的挠他。但今天他竟然扔了，不可原谅。气得瑞恩过来带新生，遇到几个没合格的就数落了几句。哟，好大的脾气啊！这就是我们威风堂堂的学院第一吗？吊儿郎当的嗓音不怀好意。瑞恩扭头看到是自己毕业赛最后一场的手下败将，他弯唇一笑，是那男 Alpha 被他的嘴脸气到，转头跟同伴吐槽：要我说，这学院就不该收这些 Omega， 都是一群废物。这话可谓是激起所有 Omega 的愤怒。但毕业精英班的学长不好惹，在场多数新生都敢怒不敢言。是哦，瑞恩趴在单杠上，撑着小脸笑得可爱。既然 Omega 都是废物了，那连 Omega 都打不过的 Alpha 干脆别活了。他鲜白的小手一指，直接从钟塔上跳下去算了，免得出来丢人现眼。周围传来大片的忍笑声。谁不知道瑞恩拿下学院第一，所有 Alpha 都是他的手下败将。Alpha 怒不可遏，给你脸你还装上了？怎么拿下的第一心里没点数？他面目狰狞的一字一句，专爱作弊造假的学生会第一舔狗主席。你说什么？瑞恩气得一下就站直了，黑色学院制服裹着的身躯纤细娇小，他冷冷盯着对面的几个 Alpha， 气势却全然不输。你说谁成绩造假？他对成绩向来认真，即使被骂舔狗也最关注成绩。你呀，还能有谁？ Alpha 讥笑不屑地睨着他，否则就凭你能赢得过我？谁不知道你是著名狗腿子，专爱往院长面前凑，这不成功舔出一个主席和学院第一的位置？瑞恩气得小脸都红了。我是凭实力拿的第一，赫兹院长从来不插手这些事情，是吗？ Alpha 冲他挑眉，我不信，你看看有人信吗？瑞恩果断看向四周的人群，竟然真的从他们脸上看出了怀疑。一个看起来娇小无比的 Omega 赢过那么多 Alpha 本就是天方夜谭，更何况他真的和赫兹院长和学院长老们走得很近，若说有点关系似乎也正常。哦对了，听说你最近改舔指挥官了。 Alpha 说想混进联赛队伍，可惜人家指挥官选了楚谈心，压根就不要你，哈哈哈。几个 Alpha 的嘲笑毫不掩饰。瑞恩气得浑身发抖，面色绷紧，眼眶都红了一圈。我没有想进联赛队伍，我也没有成绩造假。他碧绿眼眸中浸着一层水，倔强地上前一步。你跟我打。 Alpha 似乎想到毕业赛中的场景，犹豫了下，果断拒绝。我才不跟你打，毕竟我可没有靠山给我撑腰，哪跟你一样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他鄙夷的目光从瑞恩身上划过，似乎在隐喻他的成就都是通过不当手段得来。你跟楚谈心关系那么好，他输给你，该不会是因为你勾引？话音未落，一道绿色光炮直接轰在他脚小。众人眼睁睁看着绿光扫过，银绿色的 S 级机甲臂剑出现在眼前。Omega 操纵着机甲一步步朝 Alpha 走去，从舱内传来他强忍着哭腔细细软软的语调：跟我打，否则我一炮轰死你。围观的人看着飞舞漫天的光炮，炸得训练瓶直开花。这 Alpha 学长才是作弊吧？他怎么还叫上兄弟一起啊？ Omega 会长也没说一对一啊。我说你们别太歧视欧了。几位 Alpha 悻悻闭嘴。学院第一是 Omega， 对他们来说本就是一种耻辱，偏偏公认的强者楚谈心又不争气，眼看着几个学长围攻一个 Omega， 周围的小欧们都忍不住皱眉。完了，瑞恩学长肯定打不过他们几个，这几个 Alpha 太贱了。听到被骂以后的 Alpha 不服，那你上啊。几个小欧又默默收回脑袋。他们本来天生劣势，没有瑞恩的天赋和努力，上去就是送死的命。瑞恩虽被几人围攻，但竟奇迹般的撑下来了，甚至还能分神轰飞一个 Alpha。但时间久了，寡不敌众，他被一下冲击后退几步，仰面倒地不起，绿发湿漉漉的粘在脸上，眼眸中的泪水在隐隐打转。他才没有作弊，他每天都很努力的在训练，起得很早，睡得最晚，连谈心都没他努力，他就是当之无愧第一名。为什么小欧就不能拿第一？这就是你的实力，也不过如此啊。 Alpha 讥笑的嗓音响在对面。瑞恩胸口顿痛，挣扎着爬起来想要继续，结果一道长光压在背上，他又屈膝的向下倒去，这是个极具屈辱性的动作，若是真跪下，他这学生会主席就可以原地辞职了。他没脸见人了。结果瑞恩发现他腾空了，修长手有力臂捞着他的腰。瑞恩呆呆的仰头，看到男生冷冽削薄下颌线，他面无表情的目视前方，将机甲项链从脖颈扯下，抬手扔向空中，微型机甲凝聚成一道凌厉的火焰长枪，宛如定格在上空的天降陨石。楚谈心没什么表情的问：想先打谁？实际带着谢卓走来时看到的便是这一幕。整个训练场一片狼藉先不谈，空中还飘着一支足够炸开地表的卧槽穿云箭。谢卓惊呼，实际他悠悠地转头看了眼谢卓。
谢卓果断朝他张开修长双臂，语调懒散的试探：“指挥官，这草坪也太脏了吧，不如我抱着您过去。”实际此时心情谈不上多好，他冷淡反问：“我是一路打滚过去的吗？”随后他面无表情地朝着几人走过去。谢卓忍着笑意跟上：“别生气，别生气，为了这几个臭小子生气压根不值。”卧槽！空中的穿云箭幻化成无数火焰小箭，凶猛落下。只因为瑞恩带着鼻音的委屈说了声：“都想打。”楚檀心，随后便有了现在的场面。谢卓下意识地把石纪拽进怀里，小心地护着。Alpha 年轻的身体修长有力，被他禁锢在怀里，像是被优雅健美的野兽锁在领地中，当真一点也动弹不得，只能被迫闻他的气息，听他的心跳，是跟他外表全然不符的，无上霸道。不过这个拥抱并没有维持多久，石纪便推开了他。谢卓一脸后怕，拍着胸口：“吓死我了，吓死我了，还好没事。”他抬手为指挥官整理了下弄皱的肩线。石纪冷冷拍开他的狗爪子，语气不耐：“当然没事。”指挥官似乎在极力忍耐情绪，高山白雪的容颜尽是寒霜，距离我最近的一支箭也有10米的距离，能有事才怪。这小畜生到底在干嘛？谢卓无辜的眨眨眸，一头银毛被吹得凌乱，露出精致野性的五官。是吗？啊，我看错了。石纪不再理他，跟他保持着距离走到现场。学园内负责管理的娜娜长老已经在了，她手里还拿着浇水的壶，震惊地看着早上还扭着小腰娇嫩无比的小草，现在就化为了一片焦黑灰烬，甚至有的还正烧着小火苗，脸上肉随着火苗抖了2下，终于发出崩溃的一声：“我的亲娘嘞！我的小草，我的鞋，我的袜子，我的爷，我的大伯去上学，我的裤子尿半截，你们这是在揍吗？”实际谢卓直接竖了个大拇指，吹了声口哨，为这位年近80的老头 rap 表示欢呼：“牛逼！”娜娜长老谦虚一笑：“谢谢。”比起他的老好人脾气，实际一开口，整个训练场立马坠入10月隆冬。谁允许你们在训练场上打架？学院手册没看过，还是脖子上长的猪脑袋看不懂人类语言？实际冰冷刺骨的目光扫过他们每个人。第32条手册明令禁止露天训练场禁止使用机甲训练，听不懂吗？他的语调甚至不高，语气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但就是让人无端的发怵，心虚，恨不得原地跪下。瑞恩从机甲里出来，腿都跟着一软，要不是谭星捞着他的腰，他这个罪魁祸首早就瘫地上了。对不起，小欧梅伽立马低头认错，眼眶和鼻尖都红了一圈，吸吸鼻子，狼狈的好不可怜。实际目光扫过他，没吭声。倒是楚檀星低声开口：“指挥官，轮到你说话了吗？”实际冷冷反问：“跑那么快，就为了加入战局？这把没你不行？”指挥官嘲讽人起来毫不留情，把谢卓都要看得乐死了。弹枪打出头鸟，他这时候可不敢笑，只能在一旁抿唇尽力忍着。他望着清冷耀眼的指挥官，只觉得这网的指挥官好帅，好带感。你的事等会再说。实际直接掠过楚檀星，看向剩下的几个始作俑者，语调冷淡地宣布惩罚：今晚全部去冰潭领罚5圈。所谓冰潭，便是惩戒的一种方式，用精神之力幻化出的虚拟景象，整个场景坠入寒冬，刺骨的冷意足够他们寸步难行，更别提是跑上5圈了。几人脸色顿时变了。指挥官，不关我们的事啊，是他先动手的。Alpha 立马先手指向瑞恩，大家可都看到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都是他占理，先动手的人就要负全责。瑞恩气得眼底一片红，你话音未出就被实际平静地打断。我有说罚的是，你们谁先动手吗？违反校规，在机甲禁区动手，破坏场地，哪一项不能罚？ Alpha 面色愤懑，只能狠狠瞪着瑞恩。楚檀星面无表情地看过去， Alpha 头皮发麻，想起那只差1厘米就要穿过他裆的火箭，又有些莫名心悸。不是谁先动手，谁的责任就大。实际语调平静，不带感情地看着他，言语的所带来的伤害并不比动手轻。Alpha 心脏莫名跟着一紧，透过指挥官冰冷漂亮的眼眸，似乎听懂了他的意思。这就是他的规矩，嘴贱的人他也同样不会放过。那个场地修补费，娜娜长老开始为他的小草申冤了。实际平分。瑞恩嗯点头，小手伸进口袋里，语调糯糯地说：“我有钱的，楚檀星、瑞恩的我负责，其余5人的莫山教授负责。”听到实际冷静干脆的话，对面的5个 Alpha 都傻眼了。莫山教授负责？他们还不得被扒掉一层皮？平时莫山教授就看不惯他们，若是让他来掏钱，他们日后还有好日子过吗？学生犯错等于教授失职。实际扫过目瞪口呆的小 Omega， 平静吐字：“在学院里，我就是你们的监护人。”于是娜娜长老心满意足地走了。指挥官，对不起。瑞恩垂着脑袋走到他面前认错，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新币，有上千的、上百的，还有几新币的。我给您钱。谢卓看着他一手的钱，没想到小 Omega 还挺有钱。下一秒，实际眉头微皱地说：“把这堆小破烂收回去，我还不至于让你们一群穷学生掏钱。”谢卓扎心了。瑞恩捧着自己的新币，憋不住似的，泪珠一串一串滴下来。他不想哭的，可就是忍不住，哽咽的开口：“我没想犯错的，他们老说我作弊，还说我巴结院长和您，我没有缠着想进您的队伍，我就是去送营养液的，钱还是他自己掏的，他就是想出一份力，仅此而已。”瑞恩也伤心过，指挥官选了谭星没选他，但他也就伤心一下，觉得指挥官肯定有他的理由。
他没想巴结任何人。实际眉头轻平，看小 Omega 哭得一抽一抽的，哽咽的上气不接下气，好笑的问：委屈成这样？瑞恩抿着小嘴，脸上挂满了泪珠，抽抽噎噎的摇头：没有。实际莫名笑了下，没说你犯错了。他抬起手，在小 Omega 湿软的头顶揉了2下，语调轻松曼然，干得漂亮。谢卓，老婆竟是白富高富帅。瑞恩泪眼朦胧的看向指挥官，差点以为是自己听错了，指挥官是在夸他。遇到不公时勇于反抗，不是什么值得被骂的事。实际向来不太约束自己的下属，只要不犯原则性错误，他通常都默许任何战斗方式。少年本就是一身血性，下次不要选在训练场。实际薄唇轻启，淡漠的嗓音凉凉，显得很蠢。被骂蠢的小 Omega 眼眸湿润明亮，湿漉漉亮晶晶的像一块绿宝石望着他。实际眉色淡淡平了下，正欲开口，莫对被他啪叽扑了个满怀。瑞恩紧紧抱住他的腰，呜呜指挥官。实际完全愣住了，从来没有过这种先例。主星系的下属对他避之千里，见到他从来不敢放肆。倘若换成其他人，他定会立马推开。但这种娇小脆弱的小 Omega 让实际一时间竟不知如何是好。下一秒，他身侧的银发少年憋不住了，他不耐烦地啧了一声，把瑞恩从指挥官怀里拽着拎出来。你他妈往谁身上扑呢？桀骜凶狠的眉眼毫不掩饰。我老，他的嗓音戛然而止，实际猛然侧头朝他看过来。我家指挥官的老幺是你能抱的吗？实际，这小畜生究竟什么时候去死？瑞恩此时处于又感动又委屈又被打断后有些生气的阶段。他跟谢卓比声大，那我就想抱嘛。谢卓差点被他吼聋了，他愣了下，随后垂着散漫不羁的桃花眼，瞅着这脾气还挺大的 Omega。来，哥哥，我的腰给你抱。他迈着长腿上前一步，修长挺拔的身躯带着极大侵略性。来，抱我。瑞恩扭头埋楚檀星怀里了，忍不住红着耳尖想，这 Alpha 怎么又牵又撩的？头顶湿软的发被一双熟悉的手揉了揉，瑞恩这才意识到自己在哪里扑着。他还在生谭星的气，虽然谭星刚刚为他出气的模样很帅，但他还是生气。瑞恩抬眸哼了一声，湿润的绿眸像颗剔透的碧绿宝石，眼眶很红，鼻尖也红，自然没了气势。我还在。楚檀星用手托住他的下巴，修长的手掌轻松握住下巴尖尖，回去赔给你100瓶清离胃的营养液。瑞恩震惊住了，真的吗？楚檀星，他问，还生气吗？瑞恩立马笑得可爱，生什么气？谁在生气？我们不是全世界最好的室友吗？楚檀星不予置否的冷笑，与此同时，谢卓把小 Omega 赶走，就扭头看向自己的指挥官，看他衬衫被抓得皱巴巴，胸口还有眼泪的湿痕，只恨自己刚没顺便把那小 Omega 揍上2圈。他伸手想帮实际整理一下腰间折着的衬衫，别碰我。实际抬起浅淡流离的眸，不带情绪的看他的老腰。谢卓虽然实际并没有责怪他们今日的行为，但毕竟是犯了错，该受的惩罚一点也不能少。实际作为主执行人一起进入冰坛，而莫山教授那边听到被莫名其妙坑了一笔修补费用，气得直接当了一回桌面清理大师，随后派了个人过来，笑称监督。你们好啊。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冰坛入口，正是莫言。他今天不是来找事，纯属看热闹，所以姿态放得很高。好巧啊。谢卓一脸开朗的打招呼。莫言眉心一跳，你不要跟我说话。怎么了？唠唠呗。谢卓眉眼荡着笑意，上次不是聊得很开心吗？你都开心到被我哄睡着了。莫言心想，我可去你妈的，我那是被哄睡着吗？我那是差点被气的长眠。他好好酝酿了能把谢卓祖坟喷冒烟的长篇大论，正打算一雪前耻。实际，行了，都闭嘴。莫言，冰坛幻境的入口缓缓打开，实际率先进入。古欧式的建筑从眼前缓缓消退，入目是一片煞眼的白。雪山之巅笼罩天幕，冰坛在他们脚下，天际越过发白的冷光，呼啸而过的风都带着刺骨。随后他肩上多了件大衣。谢卓对上他的目光，可爱的眨眨眸，是不是暖暖的，很贴心？银发少年眉眼桀骜，睫毛落了片雪花，黑色冲锋衣衬得他修长挺拔，在雪山中精致的有些不像话。不过实际的注意力没在他身上停留多久，毕竟在他身后有一群裸男，也没全裸。受罚学生不能身着上衣，只能穿着泳裤。不过总有例外，其中一个穿着单薄上衫的是瑞恩。薄薄的暖黄色球衫其实挡不住什么寒冷，小家伙缩成一团，冻得全身打颤。但莫言就要找事，毕竟这是对家。他指着瑞恩冷声质问，凭什么只有他能穿上衣？楚檀星光着上身，黑发落了几片雪花，冷冷看过来。莫言压根不足为惧，实际因为他是 Omega。 莫言，哈哈，笑死我了，莫言怎么是个纸老虎啊？喂，你不是很拽吗？怎么到指挥官面前就怂了？第一，我不叫喂。莫言冷笑着开口。第二，谁到指挥官面前不怂？他话落，他愣住，其他人也愣住。他妈的冰天雪地，这哪来的弹幕？实际锐利的目光扫过他们几人，谁在直播？受罚的几人站成一排，疯狂摇头，身上都光秃秃的，就差把裤衩子脱了，自证清白。不过实际看不到，姓谢的小子把他眼前挡得严严实实。实际冷冷道：出来。
藏在谢卓身后的路遥瑟瑟发抖，我在直播。不等实际发问，他就老实承认了。我报名了新网自媒体社团，每周都有直播数据要求，所以才偷偷溜进来的。路遥就差跪在地上请罪，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指挥官，我保证不捣乱，就光直播不说话行不行？主要是我室友临死前就想看7个裸男直播在冰天雪地里跑步。实际沉默了会儿，突然问：你室友是谁？正在好笑吃瓜的谢卓也突然愣住，怎么吃着吃着他自己房子还塌了？于是他跟着问：你室友是谁？路遥，谢火烧。谢火烧是谢火烧，跟他谢卓应该没关系吧？算了，不要影响到其他人，不是什么重要的严肃场合，实际也没那么不通情达理，便由着路遥去了。随后他漫不经心地扫过弹幕，指挥官是什么绝世神颜，我直接跪下来舔屏。操，毫不夸张，我一女的都硬了。你别不夸张，你够夸张了。只要能让我跟指挥官谈恋爱，就是让我天天跟指挥官亲嘴我也愿意。实际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联邦第一总指挥名声在外，8大星系有许多关于他的传闻讨论。实际这还是第一次直面看到评论，耳间不由自主地染上薄红，也不知道是被气的还是被气的。路遥都快被这群老色批同学的发言给吓死了，颤巍巍地举手道：实际冷声警告，从现在开始一个镜头都不许拍到我。好的。路遥小鸡啄米的点头，连忙捧着光脑撒腿跑去拍其他人。弹幕跟着一片泪流满面，别啊，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让我临死前再看一眼指挥。卧槽，好妖！镜头对准了正在受罚跑步的裸男们。Alpha 天生身材优势，身线挺拔，宽肩长腿，再加上长期训练出的紧实8块腹肌，就这么从镜头前直勾勾晃过，直播间都看傻眼了。哦莫，男人，好多男人，腹肌，全他妈都是腹肌啊！今晚全都过来给朕侍寝，不要不识抬举。路遥，这群直播间的网友变脸速度真是比他妈都快，你们几个都给我跑起来，听到没？嚣张又刺耳的嗓音响起，不难猜出是莫言。他毕竟是莫山教授那边的人，上来便先针对敌方阵营的人。那块发霉的小芝士能不能跑快点？没吃饭啊是不是？身穿嫩黄色球衫，头顶小绿毛的瑞恩，发霉的小芝士，他妈的拳头硬了。谢卓被这个生动形象的形容给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实际被他挡得严实，于是侧过眸去看，下一秒温热的手掌轻遮住他的眼眸。指挥官别看，谢卓才不想让他看到那群 Alpha 不穿上衣跑步的臭模样。他语调一本正经的是脏东西。实际冰天雪地里，小 Omega 跑得浑身直冒火。楚檀星侧眸看他被气红的小脸，挺翘鼻尖也染上一层红晕，忍俊不禁的勾起唇，挺好。瑞恩，直男向来说不出什么好话，这下不怕冷了。檀星，瑞恩这次真的要生气了。楚檀星唇角很隐蔽勾了下，抬手在他蓬松的头顶随便揉了揉，语调淡淡，跟紧我，别跑丢了。与此同时，似觉察到有什么细微动静，实际抬眸望向上空，茫茫雪花从天际飘来，雪山之巅笼罩在灰色阴影中，整个广袤天地有种密不透风的窒息感。一片雪花落在他眼尾，实际眉眼专注，并未觉察，直到温热指腹轻蹭过眼尾，他才蓦地回过神来，语调清冷，手不想要了。白雾在薄唇前微散，整张脸有种不近人情的冰冷易碎，但薄薄的眼皮却因为禁不住触摸，透出一丝淡淡的粉色。谢卓看得心里直痒痒，冲锋衣下的喉结滚动，他低下脑袋凑过去，试探地问：指挥官，您冷不冷啊？实际不难猜出 Alpha 隐藏着什么坏心思。不冷，其实是冷的。实际体质特殊，向来不太经得住冷，但也受不住热。他拒绝的干脆利落，听到谢卓略带遗憾的哦了一声。原本还想让您感受下我热情似火的怀抱。实际对于他随时随地想要申请贴贴的行为极为不解。既然这么热情似火，清冽语调不含一丝感情，就去抱着雪山降温。谢卓悬着的期待小星星终于摔死了。他伸出一根修长手指，在实际肩头戳戳，磁性好听的嗓音难免有几分咬牙。您可真是油盐不进呢。实际薛伯清瘦的肩头微晃，皱眉不悦地看他一眼。别闹，没什么情绪的2字愣是被谢卓听出几分宠溺。他脑子有病，就这么自己把自己哄好了，漫不经心地收回手插在口袋里，望向漂亮晶莹的雪山顶。蓦地他乐得轻嗤一声，不是真化了。实际抬眸望过来，什么？谢卓指着天际高悬的雪山，他真被我的热情融化了，下降了一段高度。在一片茫茫无尽的刺眼雪白中，常人压根无法分辨雪山高度是否有变化。实际眉色微平，你确定？谢卓说确定。实际便不疑有他，他对自己这种莫名的信任也后知后觉地愣了下，随后立即蹲下身，冷白手指触碰到地面。哎，谢卓立马心疼的要死，被实际轻声打断。薄雪覆盖的指尖触碰在冰面上，融化成一小滩透明的水。他问：看到了吗？谢卓说看到了，然后蹲下身来，把他手从冰面上拿起来，在自己衣服上擦干净，用温热的手掌给他轻轻暖着，垂着眉眼道：都冻红了，一副实际自己不心疼他都心疼的模样。少年没撒谎，
他的体温的确炙热，从掌心传递来暖洋洋的热意。低眸用哈气去给他暖手，冷冽薄荷的味萦绕在冰雪指尖。石纪静默了下，不适应地抽回自己的手。我不是说这个。他一言不发地往前走，垂落的指尖微蜷了下，有些发麻。啊！谢卓起身追上来。石纪望向不见人影的远方，嗓音冷冽，冰面融化速度过快，地表温度在上升，而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冰潭，无边无际海水凝固而成的冰层，倘若温度上升，地表融化，那岂不是他们会掉进海中淹死？石纪能隐隐觉察到这地方似乎有什么危险生物在不停地吸食幻境的精神力，这地方很危险，需要尽快离开，我去找他们回来。他快步上前，蓦地身子一轻，谢卓把他轻松架起，转身放回了原地。这里距离出口最近，也最安全。我去找，您在这里等我。石纪被这奇怪的举动弄得一愣，他向来是冲在危险前方的人，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让他乖乖站着别动。黑色冲锋衣衬得少年修长冷酷，银发不羁凌乱半垂在眉眼上，把他的手塞进大衣中禁锢中。不许乱跑，也不许再乱摸冰面，语气难免染上几分重意，所以直到谢卓迈着长腿跑开视线中，石纪都没回过神来。这小畜生在凶谁呢？此时的受罚大部分正在雪山深处，莫言裹着军绿色大衣踩在雪堆上，看他们冻得瑟瑟发抖，跟马騮一样，忍不住嗤笑着嘲讽：行不行啊，细狗们 ？Alpha 们纷纷敢怒不敢言。瑞恩可忍不了，张口就是一句：就你胖，臭猪！你他妈！莫言气得不轻，他确实不瘦，就是人如其名，壮了点。我他妈胖怎么了？不比你这小豆芽高。这下戳中了瑞恩的硬伤，他也就1.7米出点头，而跟他青梅竹马说好一起长大的谭鑫都已经1.87米了。瑞恩不服，比我高怎么了？你又没谭鑫高。莫言都要气笑了，合着比身高还能拉外援呗？楚谭鑫并未言语，不过他是唯一脊背挺直的，即使冰天雪地中冻得脸色苍白，身姿依旧如轻松。莫言想起自己站在雪堆上，最起码现在我比他。楚谭鑫从他面前路过，神情淡漠地丢下一句：现在也没有。瑞恩冲他略的做鬼脸，路遥在一旁都看乐了。莫言学长，你挺重啊，雪堆都踩塌了。你放屁，分明是他自己塌的。莫言骂完又有些疑惑，他怎么感觉这雪堆化了呢？喂！身后传来少年遥远的嗓音，几人回头看了眼，身高腿长的少年似在跟他们招手，嗓音被风雪掩盖得听不清晰。回来，都别跑了，雪山都要他妈要塌了，还跑呢？赶紧回来！路遥身为好兄弟，当即给大家站出来翻译，晦气，都跑这么慢，他妈看了都要气笑了呢！赶紧冲起来！众人陷入短暂的沉默中，瑞恩生气地憋出一句：真过分。于是小 Omega 加快速度朝着雪山里冲，其他人也觉得受到了侮辱，开始跟着他一起猛猛向前冲。谢卓，好，这么晚。他抬手在半空中打了个响指，身后的黑色机甲羽翼唰地张开，少年脚步微点，直接腾空冲向前方。轰！谢卓翻身落地，挡在他们面前，半眯着漆黑不羁的桃花眼，他冷冷嗤笑一声：都长了一身反骨是吧？莫言看着他背后的机甲羽翼，目瞪口呆，语无伦次。3333.1415926。谢卓随手团了个雪球，就在他头顶暴扣，让你们赶紧回来，听不懂。瑞恩小脸疑惑：你不是让我们赶紧冲起来？谁他妈翻译的？谢卓懒得跟他们多避避，都跟我回去，这地方不安全。他抓住小 Omega 的领口，打算先带飞一个。你又在玩什么花样？精英班的 Alpha 们压根不相信他，故意骗我们回去。指挥官发现我们私自返回，再给我们加法。挺会脑补，精神病的大世界2没你写我不看。瑞恩挂在空中疑惑反问：还有这书？谢卓张口就来，编的。他对待其他人向来没什么耐心，冷冷酷酷地丢下一句：爱回不回。随后便率先起飞，带着瑞恩准备回去。谭鑫快来！瑞恩立马回头叫他，蓦地嗓音一顿：谭鑫快闪开！冰面突然裂开一条长缝，从雪山深处蔓延开来。楚谭鑫反应极快地跃到一旁，下一秒他原来脚下的冰面轰然碎裂，众人集体愣住。路遥向来处在逃跑第一名，愣着干嘛？跑啊！我去，什么情况？那冰面是塌裂了吗？怎么可能？节目效果吧。我之前远程客射别人靶子上被罚去过，我都冻裂了，那冰都没裂。只有我的重点是谢卓有 3S 机甲，这新生到底什么来头啊？要知道他们赫兹学院的镇院之宝也不过就是一个 3S 机甲。不是，这都不是重点。你们没看到他身后的东西吗？什么？卧槽！我开始头皮发麻了，路遥也头皮发麻了。他能看到面前的浮动的光屏弹幕，但看不到身后的东西。好奇心是人本能，所以他即使怕得要死，也忍不住的回头看过去。这一看，差点没给他吓撅过去。长达10米的破裂冰层中钻出一个庞大大物，深红色的触角四下蔓延，密密麻麻的吸盘蠕动着。似是刚重见天日，他心情不错，开心的将2根触角打了个蝴蝶结。众人看到路遥的神情，也跟着好奇的回头。谢卓伸手捂住 Omega 的嘴，趁着巨型章鱼没发现他们，用气音说：嘘，别啊！莫言发出了尖锐的爆鸣声。谢卓曾经看过一个新闻，大概是有人因为笑声太高而引来了雪崩，估摸着跟现在差不多。虽然没引来雪崩，但谢卓想把它崩了。苏醒的深海巨兽缓缓转过头看向他们，
看到这几个新奇的小玩意，他歪了下脑袋。若不是因为脑袋有东方明珠那么大，还怪可爱的。莫言，哈哈哈哈！路遥，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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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尖锐的二重奏中，谢卓的耳膜都要震裂了。莫言伸手抓住他的裤腿，大丈夫能屈能伸的，哥，带我飞，求你！于是谢卓被他拽下来了。几人在不停碎裂的冰面上开始神妙逃亡，身后的触角朝他们四下延伸。路遥崩溃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章鱼，瑞恩被谢卓半拎着，开始懊悔，我昨天才吃了章鱼小丸子，没想到他今天就来报仇了。呜呜呜！这群人脑子真没一个正常的。莫言跑得最慢，嘴里不停地嚷嚷：“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他后悔了，他就不该来。这群人受不受惩罚关他屁事。小明的爷爷能活到104岁，果然是有道理的。他如今才18就要命丧于谢卓把瑞恩丢给楚谈心，反手拽着他的帽子，带着他一起跑。莫言感动得无法言语。你，谢卓冷冷看他，你最好别言语。但人类的奔跑速度在触角面前不值一提，眼看着最前方的触角就要卷住两人。砰！一声枪响，触角飞快缩了回去。深海章鱼在远处发出尖锐生气的嘶吼声，实际手握猎鹰银枪，冷冷睨着远方的庞然大物。指挥官，众人终于看到了救星。实际嗯了一声，退到我身后。随后他扫过黑衣银发的某位少年，嗓音带着漫不经心的讥讽，让我停在原地。好来给你收尸吗？谢卓被他不可一世的语调弄得失笑，他丢下死沉的重麻袋。莫言乖顺地走到石纪身边，桃花眸中浮动着笑意。我错了，我没您不行。少年乖巧听话的模样让石纪感到些许愉悦，他缓缓收回目光，冷哼一声，知道就好。指挥官，现在怎么办？温室里的学生们没经历过这场面，被那巨型章鱼吓得脸色发白。石纪诞生命令，趁着冰层还没裂完，你们全部出去。他们一怔，那您呢？我留在这里。石纪早已习惯面对任何危险，他曾解决过太多棘手的危险生物，这条章鱼对他来说算不上什么，但对赫兹学院来说是末顶之灾，不能让他逃出幻境，必须杀了他。万间的银扣似觉察到他的心绪波动，微微震了下。倘若你某天再次使用它，石纪回到主星系，向我认输。耳边响起皇帝威严的嗓音，石纪眸色冷然，万间5S 级机甲的光芒随之暗淡下来。石纪转头看向严阵以待的银发少年，还有你。谢卓愣住，看到他不带感情的漠然神情，必须出去吗？石纪少见的重复了一遍，必须。他眉眼被薄雪衬得冰冷无情，似乎任何人都无法站在他身侧，无论怎么努力。谢卓唇瓣微动，最终低声说：“我知道了。”石纪能觉察到他的情绪，但只是蓦然挪开视线。幻境出口缓缓关闭，身后的脚步声归于寂静。远处的巨物章鱼疗伤无望，嘶吼着在冰面上蠕动爬行，恨不得拍死这个罪魁祸首。触角高高扬起，石纪腾空跃起，那是一个正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他纵身落在雪山之巅，折腰半蹲在晶莹剔透山头，俯视着海面中的巨物，语调冰冷吐出2个字：蠢货。章鱼一脚落空砸碎冰面，又听到嘲讽的语调，愤怒的全身通红，扭过头来。下一秒蓦地顿住，他茫然望着山顶的小猫咪，呆滞的缓缓歪了下脑袋。黑衣青年缓缓站起身，长身玉立伫立在广袤天地间，发间竖起雪白柔软的猫耳，绒毛上缀着漂亮雪花。小猫耳怕冷的抖了下，将雪花尽数哗哗抖落。章鱼翻译成中文大概是好可耐。2根触角高高越过头顶，比了个心。石纪皱了下眉，恶心。章鱼这下也不生气了，身上的颜色变得浅淡。他简单进行一番思考后，2根触角黏腻的缠在一起，扭曲变化成一个丑陋的蝴蝶结。石纪更恶心了。章鱼似乎有点伤心，不知道怎么哄漂亮小猫咪开心。他正在思考自己还会什么，蓦地横空飞来，一脚直踹面门，漆黑薄光夹杂着少年猛烈的怒意：学你老子比心，信不信我把你宰了继承中国节？谢卓要被气死了，这丑章鱼竟然学他。石纪，这小畜生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这一脚踹在章鱼圆润的脑袋上，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他发出愤怒的嘶吼声，追着少年胡乱挥舞着巨大触角。谢卓冷笑：你先追得上再说。他纵身飞向山顶石纪的方向，漆黑银发的身影夹杂着呼啸而过的风。石纪被他从山头掳走，落入少年坚硬温热的怀中，属于猫系的形态还来不及收回。难怪你让我们都出去。少年愉悦含笑的音调响在头顶，性感的连带着胸腔一起微微震动。指挥官，原来您是只小猫咪啊！石纪冷冷抿唇，已经不知该如何挽回这无法收场的局面了，只能闭眸冷冷警告他：出去敢乱说你就死定了，我会亲手撕烂你的嘴。谢卓自然不会乱说，他巴不得只有自己知道。少年的占有欲野性又狂妄，只恨不得把他锁起来，独属于自己一个人，禁锢在方寸之地中，把他浑身都舔得湿漉漉，沾满属于自己的气味。谢卓喉咙滚了下，满身都有些燥热。他声调微微阴哑，不好说。胆大包天的话让石纪眸色冰冷的逆他。除非您给我摸一下。谢卓视线落在他头顶的猫耳朵上，白白软软，毛茸茸可爱的让人心痒。他又视线下滑，看向石纪的后腰。
猫尾因为被大衣遮挡，无法自由舒展，所以此时正缠在他削薄纤瘦的腰上，怕冷的缩起来。毛茸茸的猫尾缠在他向来禁欲白衬衫上。操！谢卓快绷不住了。你也知道，我这人不是什么好东西。谢卓脑袋都晕乎乎的，磁性好听的音调压得很低，所以有时候总要稍微贿赂一下，实际被这小畜生气得不轻。视线蓦地落在他背后，黑色羽翼后方的庞然大物遮天蔽日。他冷笑一声，好啊。突如其来的笑容出现在他脸上，谢卓眼眸都被晃了下，紧跟着听到指挥官似笑非笑的嗓音，前提是你最好能活着出来。谢卓神经敏感的一跳，后方的章鱼已经从海水中彻底跃出，身体充血成了血红色，无数触角展开在半空中，俨然是被激怒到极限的状态，密密麻麻的吸盘扩张。谢卓看的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一言为定，他把实际放在干净柔软的雪地，免得他受到波及，来不及等待他回应，便纵身飞向另一端。实际看着无数触角追过去，站在原地无动于衷，微微眯起清冷雅致的猫瞳。他也想知道这年轻 Alpha 的真正实力。少年修长矫健的身影跃在空中，漆黑羽翼衬得他冷血俊美，每一次出手都带着不属于这个年纪的狠力。从黑色羽翼中射出羽毛飞溅，章鱼被他捉弄得暴躁无比，不过并没有伤到章鱼命脉、脑袋。他的触角太多了，无论哪次攻击都会被完美遮挡，像是千万士兵挡在眼前，不会让他伤到主帅分毫。你会被他消耗掉所有体力。实际漫不经心的提醒，操控机甲需要大量体力、精神力，若不尽快找到解决办法，他撑不了多久。闻言，谢卓银发后扬，露出锋利精致的五官，眉梢微挑的喘息，冲他轻笑：您对我的体力一无所知。实际他气得脸颊薄红，谁要管他？接下来的场面太过震撼，以至于实际无意识的扬起头，喉结紧张的缓缓滑了一下。正如他所说，少年的体力和精神力不足以支撑太久，他身后的羽翼光芒逐渐暗淡。章鱼发出兴奋的叽叽声，无数条触角伸向少年，却依旧被他灵活穿梭着避开。他速度太快了，密密麻麻的触角硬是碰不到他分毫，直到黑色羽翼在他身后透明消失。少年在空中蓦地脸色大变，从天际坠落。刹那间，所有的触角都兴奋起来，朝着他争前恐后的蠕动过去。少年的身影被章鱼触角密密麻麻覆盖，实际脚步不自觉地向前迈了一步，手指已经扣在猎鹰银枪的扳机上。猜猜你爹在哪？少年喘息的嘲笑声突然响起，他自后方一跃而出，穿破云层，黑色羽翼浓郁的在他身后炸开，化为一杆黑色长枪握在他手中。少年毫不犹豫地俯身下冲，扑哧，长枪刺入章鱼头顶，没入长长一段距离，鲜血喷涌而出，飞溅在少年俊美的侧颜上。章鱼发出尖锐的嘶吼声，整个幻境都在跟着颤抖。雪山崩裂，冰面全碎，这世界里的一切都在无声崩塌，只有他在笑。Alpha 猩红狠厉的眸色，只有看向他时永远温柔。指挥官说到做到，实际不知该如何形容这时的感觉。雪山在崩塌，大地在碎裂，整个幻境都即将毁于一旦，彻底化为乌有。而始作俑者仅是一个少年，他笑得散漫纯粹，似乎在为自己赢得奖励而开心。一言为定，说到做到。随后下一秒，谢卓蓦然抬手捂住了头，没有精神力掌控，机甲翅膀一瞬间消失，世界在他眼前天旋地转，谢卓万丈高空失控坠落，砸入冰冷的湖面。他不是赢了吗？为什么会？思绪渐渐昏沉，他只看到指挥官纹丝不动地站在岸边，用无比沉静的目光望着他。还会再救他吗？指挥官。谢卓闭上眼，长久坠落。实际盯着静止不动的海面，没有等到 Alpha 浮出的身影，他不悦地皱起眉。这么笨？章鱼血液带着毒素，会入侵大脑，造成迷幻效果，但泡一会儿怎么也能洗干净了吧？实际怕冷，他并不想下水。时间漫长的一分一秒，实际不耐将银枪别在腰间，纵身跃入海水中。他在海底找到了昏迷过去的 Alpha， 银发在海水中浮动，眉眼俊美精致。实际看他昏迷过去的样子，还算乖巧。你也就这点能耐。他抓住少年的领子，不太温柔地带着他向上游。突如其来的阻力拦住了他。实际看到少年脚腕缠着一条细触手，章鱼濒临之余也要拉着他一起陪葬。实际长指扣在银枪上，又缓缓收回，抽出一把精巧绝伦的银刀，直接脱手斩断那根触须。触手灵性，即使脱了主体也能活。挣扎着继续朝少年游去。没在比那些恶心符号的时候直接杀了你，是我对你最大的仁慈。实际冷冷睨着他，嗓音融在冰冷海水中。你再碰他一下试试。触手原地僵住，缓缓比了个问号。为什么对他这么好？实际面色未动，并不言语。触手哭哭啼啼的伤心跑了。实际重新把谢卓扯过来，少年并不轻，他拽着有些吃力，于是拍了拍他的脸。醒过来，脸上的血迹已经被海水冲刷，那点迷幻效果不至于让他昏迷这么久。莫不是溺水了？他望着冰蓝海水中的少年 Alpha， 银发在他眉眼前微荡，睫毛安静的垂落，有几分轻质的乖巧。记忆划过熟悉的片段，似乎他曾经见过这样的场面。同样漂亮稚嫩的银发男孩，眼泪珍珠似的消融在水中，朝他一点点伸出手。哥哥，同样放大的手在水中无力的伸出，只抓了个虚无。真麻烦。实际面上不耐，扯着领子把他拽过来。
猫尾缠住少年精瘦的腰，他低眸吻上少年的薄唇，将口中的氧气一点点渡了过去。指挥官，我们回来了。实际刚拧干猫尾上的水，身后便传来了瑞恩的嗓音。白光闪过，他一瞬恢复如常。瑞恩被面前的景象震惊，幻境中的场景已经不再是他们出来时的模样。雪山依旧是雪山，天边升起金色阳光，照耀在一片白茫茫的金顶上，有种瑰丽壮大的恢宏美感。我用了点精神力维持幻境。实际淡淡解释：你们怎么回来了？瑞恩说：我们去取机甲了。进入幻境时，他们身上的机甲都被吓掉了，没有战斗能力，所以拿到机甲后便折返回来了。实际看到瑞恩身后的他们，包括那群机甲精英般的 Alpha， 他神色细微波动，最后淡淡说：用不着你们。已经死了吗？瑞恩惊讶的小跑过去，我都准备好跟他大干一场了。还没死透。瑞恩原路折返回来，躲在了楚檀星身后。楚檀星，出息！指挥官，您太厉害了！瑞恩从楚檀星肩后探出脑袋，眸中是毫不掩饰的崇拜。实际眉色微顿了下，声调淡然优雅：不是我。他长腿漫不经心踢了踢昏迷在脚边的 Alpha。是他。一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谢卓身上，连莫言的神情一瞬间都静重许多，甚至染上些许悲痛。所以他牺牲了吗？实际神色淡淡扫了眼莫言，莫言瞬间僵硬成了一座冰雕。实际吩咐去找赫兹院长和长老们过来。莫言：好的。那他呢？瑞恩蹲下来探了探 Alpha 的鼻息，开心地说：还活着。实际当然活着，否则他岂不是一通白忙活？指挥官，要不您还是快回去换身衣服吧。小梅盖绿眸满是关心看向浑身湿透的指挥官，语气关切盯着他的耳尖：您好像发烧了，耳朵都烫红了。实际一言不发地闭了闭眸。瑞恩觉得指挥官好像很生气，但又不知道指挥官在气什么。我没事。实际平静的深呼吸，漂亮的眉眼沾着水意，微抬下巴示意他们两个把他先送到我别墅里，免得他醒了以后就开始胡说八道。谣言止于开端，实际不想全世界都知道他拥有猫系基因。瑞恩看他不太好的脸色，也不敢多问了。好的。随后没过多久，赫兹院长和长老们来到了幻境之中。几位长老看到这庞然大物，都倒吸一口气。怎么会这样？我倒是也想问。实际纵然全身湿透，黑发凌乱搭在冷白眉眼，身上的强大气场半分不锐减。在幻境之中隐藏着一个堪比 S 级的妖兽，各位长老竟然对此一无所知。恕我直言，各位每天都在忙什么？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吗？几位长老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说不上多好看，但也不敢反驳。只有莫山教授敢冷然开口：你在冲我们发什么脾气？纵然这是跟我们师职脱不了干系，退一万步讲，赫兹院长就没有错吗？牛逼！其他长老都被这一下高超的甩懵了，这是要挑拨指挥官跟赫兹院长的关系啊！纵然指挥官再生气，但若是当面怪罪院长，这下谁都不好收场。你实际还未说话，倒是赫兹院长先出声：我已经尽力缩小存在了，你提到我干嘛？众人没太听懂这话，于情于理这件事跟他关系不大，虽然有间接关系，但到底是他们长老负责的。谁知赫兹院长不太好意思地说：这章鱼其实是我养的小宠物。这下连实际都有些不淡定了。几年前不小心跑丢了。赫兹对上他们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愤怒视线，有些心虚的挪开，转而看向堪比一栋楼的巨物章鱼。他略带尴尬的笑了笑，没想到一转眼都长这么大了，实际不管这破事了。他冷着脸从幻境中出去，回到了自己的别墅。庭院中坐着两人的身影，似是觉得主人不在，他们也不好随意待在房间里，便在院子里等他回来。指挥官，您回来了。瑞恩激动的从小时凳上跳起来，跑过来紧张兮兮地问他。谭星说：您打算让我也加入联赛队伍，是真的吗？小 Omega 紧张的不停地咽口水。实际淡淡嗯了一声，是。瑞恩直接被巨大的欣喜冲昏头脑，绿眸中都忍不住泛起诗意。指挥官，我一定会。谢卓呢？啊？实际神色漫不经心问：把人放哪了？瑞恩没想到指挥官不听他的豪言壮语，只关心那银毛小子。后院的秋千上，他们也不敢把 Alpha 随意乱放，免得脏了指挥官的家。实际，回去吧。瑞恩低低哦了一声，楚檀星走上前拍了他一下，走吧。两人正要离开，实际又叫住瑞恩：你不需要对我保证什么。小 Omega 扭头呆呆地看着他，浅金色的夕阳余晖中，白衣黑裤的指挥官清冽俊美，半湿的衬衫下透出精致漂亮的锁骨。他用平静如水的语调缓缓说道：我没有要求你们必须拿下冠军，你们每一场比赛也都不是为我而打，路是靠自己走的，尽力就好。瑞恩的心仿佛被暖了下，他重重点头：我明白了。实际神色放松地嗯了一声：回去吧。庭院恢复安静，茶几上泡着一壶温暖的花茶。实际慢条斯理地喝了一杯清茶，随后去洗了个澡，换了身干净柔软的衣服，似乎全然忘记了后院躺着一个少年。夜幕降临，实际来到后院，一眼便看到躺在秋千中的少年，花团锦簇，他身上的衣服一下午也被晒干了，还依旧在昏迷着。实际走过去，居高临下盯着他。谢卓眉头紧皱，仿佛陷入梦魇之中，挣扎得无法醒来。少年双腿修长，被黑色长裤包裹着，露出一截精瘦冷白的脚腕。
他漫不经心地挑开他裤脚，果不其然，看到一串触手留下的印记。精神毒素。实际眼眸稍冷，那章鱼还真是个睚眦必报的畜生，也难怪小畜生这么久都没醒。他陷入梦魇了。实际望着少年不安挣扎的神色，你梦里有什么？他冷白的指尖轻轻点在少年额间。实际本以为会看到谢卓幼时的故事，所谓梦魇不过是将最害怕的事情一遍遍在脑海中经历回放。结果他看到茫茫无尽的海边，谢卓还是谢卓，他正在焦急地寻找着什么，裤腿被海浪打湿，半截身子都要进入海水中。实际问他，你在找什么？这是他听过谢卓最难过的嗓音，颤抖着语调，几乎要哭出声来。他不见了。实际拽住他，冷声问，谁？少年蓦地一怔，回过头来看他，原本紧张无措的神情突然被惊喜填满。实际觉得他知道问题的答案了。下一秒，他被少年扑倒在了沙滩上，大脑眩晕了一瞬，身下是柔软的沙子，并不疼。谢卓说，不要再跟我开这样的玩笑。实际的四肢都被人禁锢着， Alpha 像头无措的野兽包裹着他，脸颊埋在他脖颈中，一遍遍的沙哑重复，不要走，不要离开我。脖颈间似有湿润的滚烫，实际想要推开他的手，就这么顿在了半空中。夜晚降临的海幕升起了篝火， Alpha 蹲在篝火前给他烤鱼，实际诧异自己还能闻到烤鱼的香味。鱼刺被细心的挑出来，完整的鱼肉递到他面前。喏，小猫咪。实际刚拿起串鱼的竹签，听到这个称呼的一瞬，反手就想插谢卓嘴里。他慢条斯理的尝了一口，很香。实际确实有些饿了，还算他听话懂事。下一秒，他被人抱起来，落入 Alpha 的怀里，坐在了他修长匀称的大腿上。谢卓半支着头，垂眸看他，温柔道，吃吧。实际僵硬良久，咬了一口鱼肉。吃完这条鱼就让他滚出梦魇。结果他刚吃完，扔掉竹签，就被温热手掌捧起下巴。谢卓低眸开始舔他的唇，温软如湿的触感从唇上划过，实际眸光猛地放大，一把推开他。你。谢卓睁开迷离的眸，看他震惊又生气的模样，今天不给亲啊？实际气得锁骨起伏，不知道他每天都在梦什么乱七八糟的。那好吧，不生气。谢卓低眸擦擦他唇角，轻声哄道，不亲了不亲了，我带你去看萤火虫好不好？实际被他沙哑低沉的嗓音蛊惑，竟然还真生出几分想看萤火虫的意愿。我看你长得就像萤火虫。谢卓忍不住失笑，低眸蹭蹭他保此冷白的脸，指挥官今天好可爱。实际冷冷别过眸。夜晚的风从耳边呼啸而过，他被谢卓拥在怀里，穿梭在茂密的丛林中，最终停在一块岩石上，四周一片昏暗。实际反问，萤火虫呢？别急。谢卓轻笑了一声，抬手轻遮住他的眼眸。片刻后，他说，睁眼吧。实际缓缓睁开双眼，刹那间，丛林绿叶中飞出千万只萤火，一闪一闪，点亮了整片天地。那一刻，月光在后退，萤火将他包围。少年站在他对面，温柔又安静地注视着他，喜欢吗？实际看着他眼底的微光，没有回答。梦境最终终止在某个场景， Alpha 将他抵在冰冷的岩石上，用温热的手电在窄腰下，低眸叼住他脖颈处的衬衫纽扣，侧过脸咬着用牙撕开。实际一巴掌把他扇醒了。萤火丛林在眼前缓缓消退，实际坐在秋千上，第一时间低眸看向自己的衬衫，他没穿衬衫，雪白休闲衫完好无损，真是疯了。实际怒声冷骂，这 Alpha 真是个疯子。谢卓终于迷迷糊糊的醒来，这一觉睡得太久，他有些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实际看他迟钝呆滞的模样，不确定是不是那一巴掌把他给打傻了。他冷声问，你在想什么？夜晚碎星迷离，梦魇中的情绪还笼罩在谢卓身上。他睁开桃花眸，眸中是片刻迷离，安静注视着月光下的冰山美人。良久，他开口，嗓音很轻地说，我想您永远留在我梦中。银毛 Alpha 揉着晕乎乎的脑袋从秋千上坐起来，精神毒素还未完全消退，他脑子不太清醒，所以也不理解指挥官什么要骂他。小混蛋！薄薄月光下，长身玉立的指挥官冷冷盯着他。他身上穿着干净雪白的绒衫，衬得脖颈如羊脂玉般温软，精致锁骨伴随着呼吸克制的起伏。四气的不轻，你可真敢想。随后抿着薄红的唇，一言不发地扭头离开。谢卓愣了好久，才缓缓眨了下眸。妈的，怎么连骂他都这么好看啊？实际万万没想到，还给那银毛 Alpha 骂爽了。谢卓仰头倒在秋千上，望着漫天繁星散漫失笑，真霸道啊，指挥官，连梦都不让梦。虽然他承认年少的占有欲激情狂妄，他梦里都是播不出来的马赛克，但指挥官又看不到吗？谢卓从后院出来，刚踏入前厅，就闻到一阵浓郁香甜扑来的奶香。他脚步微顿，随后走到了半开放式厨房，趴在吧台上盯着沸腾的小奶锅。啊，原来您在煮牛奶。明亮柔软的灯光下，实际握着银色质感的勺子正在缓慢搅动着牛奶。他面上怒意犹在，嗓音淡冷，不然呢？指尖微不可见一顿，水雾缭绕在漂亮的指节上。实际危险眯起清冷长眸，抬眸质问他，你以为是什么？谢卓心虚的摸摸鼻子，没什么。他可不敢说，是指挥官的信息素。其实也不像，高冷的白山茶清幽馥郁，只有尾调才透出一丝丝的若有似无的奶香。
谢卓喉结上下滑动，发出一声性感吞咽。实际动作停住，饿了。Alpha 尾音拖得绵长，半枕在胳膊上看他。一整天的消耗体能，谢卓其实早就饿得不行了。实际说在那边坐着等。谢卓，他万万没想到还能有这待遇，有朝一日让指挥官给他做晚餐。他这小狗嘴哪里配啊？谢卓立马直起腰，顶着一头凌乱翘起的银发，面上浮出独属少年的干净清澈感。他客气扭捏地说：“真的吗？这样不好吧？要不我来。”实际淡淡打断他：“不用。”紧跟着慢条斯理的抬眸看他，眉色浮现出几分意味不明的笑意。顺手的事儿。谢卓开花了，乖巧无比的坐在餐桌前，等待被指挥官投喂。烤箱发出叮的一声，烤鳕鱼的香气蔓延在整个餐厅，还有甜丝丝的温牛奶。谢卓已经迫不及待了。下一秒，一瓶营养液放在他面前，还是原味的。实际端着晚餐在他对面坐下，慢条斯理的将餐巾优雅铺在腿上。怎么不喝？不是饿了？谢卓看他面前琳琅满目的精致晚餐，再看看自己面前孤零零的营养液。哦，他拧开瓶盖，咕嘟咕嘟的一口气喝光了。实际唇角翘起微不可见的笑意，低眸缓慢的开始用餐。谢卓知道自己被耍了，也不太生气，干脆趴在桌上看他吃。实际被他直勾勾盯着，银色叉子划过薄润的唇，他牙尖微咬了下，终于不耐的抬眸，想吃就去厨房自己盛，一直盯着我有用吗？指望我喂给你？谢卓愣了愣，还有我的份啊？实际懒得回他，谢卓便起身去厨房，果不其然，看到餐盘中的还剩好几块烤鱼，小奶锅中还有一半热牛奶。指挥官，实际神色不耐，说 Alpha 半个身子仰出来，修长脖梗上喉结凸起，他用手指着那口小奶锅，我可以把您的牛奶喝光吗？实际眉心一跳，好半晌才憋一句，随便你。晚餐过后，实际接到了理查德教授的新电，指挥官，第8星系官方已经发布了队伍名单，我现在发到你邮箱。实际点头，好。随后他半靠在沙发上，打开了自己的笔记本，一共有42支队伍。实际慢条斯理地扫过名单，听对面的理查德教授感叹，真是个可怕的数字。42支队伍最后只能留下2支进入正式的星际联赛。实际嗓音漫不经心，也难怪去年学院连淘汰赛都没过。理查德教授尴尬地摸摸鼻尖，今年一定可以。莫山教授刚已经提前放了狠话，说这次他绝对会拿下联赛名额。实际笑而不语，这世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莫山教授还说，如果这次没进去，他会带领团队完成论坛中投票最高的惩罚。实际愣了下，惩罚是什么？我看一眼，投票太火热了，第1名一直翻来覆去的变。那边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片刻后，理查德教授说，原来是跳女团舞，现在是跳肚皮舞。他摸着下巴思索道，我觉得女团舞更有前景。实际已然被这个学院的一切震惊，不停地刷新自己的世界观。他尽量平静地问，为什么？理查德教授回复，因为我投了女团舞啊。Amazing。实际看得专注，并没有觉察到身后的身影，直到薄热唇息喷洒在耳侧。指挥官，厨房已经被海螺姑娘收拾好了。实际，理查德教授，实际淡淡敷衍2句，拒绝了理查德教授强烈八卦的试探，随后立即挂了心电。他拉开些许距离，皱眉看向身后的少年。半开放式厨房在他身后干净的发光，实际嘴边训斥的话转变成了最好是姑娘。谢卓没忍住低眸笑出声，那海螺小子也成。实际别开眸，诞生命令，坐对面去。谢卓不太想坐对面，坐您身边不行吗？实际不喜欢有人跟他讨价还价，薄凉雅致的长眸微微抬起，你怎么不坐我腿上？谢卓安静2秒，松懒的桃花眸从他腿上划过，似乎在思考这个可能性，最后一脸天真的问，啊，真的可以吗？实际看着他，最后谢卓老老实实的坐在了对面。知道我为什么让你留在这里吗？实际长指随意搭在数字键盘上，薄光衬的指骨如同冷玉，属于帝国总指挥的威压无声无息的蔓延开来。谢卓熟视未睹，思索着回，摸小猫耳朵。实际抬手轻抵在额头，忍无可忍的深呼吸，这个等会再说。他真快被这小畜生气到绷不住了。谢卓忍不住轻笑，散漫愉悦的笑音格外好听。直到他听到指挥官的嗓音再次响起，你去过主星系？虽是疑问句，用的却是肯定语气。谢卓唇角温软的笑意微敛，隔着灯光和月色望着他。不等实际细问，他便直接脱盘而出，我从小在主星系长大。实际指尖一正，眉梢缓缓平起，看向他。少年依旧是那副懒散俏皮的模样，银毛乱七八糟的，呆毛可爱的随风晃荡，但眉眼中的情绪却像是换了个人，漫不经心，慵懒危险。他没有刻意掩饰，又或者并不想掩饰，再告诉实际一个很明显的讯息，他不可爱，又或者他不止可爱。实际喉结缓缓滑了下，说，我见过你。这次是肯定的语气，却又像记不太起来。谢卓眸色认真，安静等着他的后文。实际被他直勾勾盯着，如他所愿开口，是吗？谢卓突然起身冲他走来，实际皱了下眉，下一秒被他不太温柔地抵在了沙发上。谢卓膝盖分开，抵在他大腿外侧，修长手臂撑在实际背后的沙发上，这是个极其危险又充满占有欲的姿势。实际眉色冷凝，并没有像在梦魇中那般纵容，长指落在腰间的银枪上，随时准备给他来一发。
太过分了，您竟然真的不记得我了！实际太过分啊！谢卓修长优越的身躯半跪坐在他身上，继续委屈十足的控诉：那年杏花微雨，您把我光着屁股从水里奄奄一息抱出来，给我做了32次人工呼吸的日子，您都忘了吗？都忘了吗？实际千言万语汇聚在嘴边，最终凝结成一句怒意十足的：你最好先从我身上滚下去！实际从腰间抽出从不离身的猎鹰神枪，啪的一下搁在了冷白色的茶几上。从现在开始，他眸色琉璃清润，眼尾透着微不可见的丝丝薄红，冷冷盯着对面双手搭在膝盖，安静做着乖宝宝一样的 Alpha。 给我坐在那，一动也不许动。乖宝宝抬起无辜的眸，那一会儿摸耳朵怎么办？实际的耐心已经消失殆尽，眯着眼眸看他，一会儿再说，大有几分咬牙切齿的意味。谢卓，好的。他从善如流道：不要生气嘛，指挥官，您把我忘了，我都没生气呢。其实超生气的，谢小卓已经要被气死了。实际回想他那一字未顿的控诉话语：杏花微雨，光着屁股，32次人工呼吸，可能我并不想记得。谢卓嘶了一声，被狠狠扎住心脏，下意识的就要起身，看那模样就要再扑一次。实际没动，冷冷睨着他。谢卓又坐了回去，没骨头似的往后一靠：您这样说，还不如杀了我算了。实际看他低落下去的眸色，原本不想解释的。我后来受过伤，有些太久远的记忆的确模糊了。他本以为解释过，少年脸色会好些，结果谢卓坐起身来，眸色微眯，嗓音更沉了：谁伤的你？实际并不多提，战场上，他慢条斯理的倒了杯水，润了下喉咙，说说吧，为什么从主星系离开，来到了第8星系？实际原以为这是个很漫长的故事，主星系与第8星系跨越太多，隔着整个银河系的距离。结果谢卓用4个字就总结了：我妈死了。实际握着水杯的动作一顿，眉梢平起。谢卓半靠在沙发上，语调轻松漫然：主星系的物价太贵，我又活不起，所以只能到物价最低的第8星系讨生活。他面上并没有太多伤心，实际安静的看他一会儿，轻声问：怎么死的？谢卓缓声回答：病死的。实际眉色微垂，然后又问：你父亲呢？没见过。谢卓这次笑了下，出生就没见过，也没听我妈提起过，不重要。空气安静良久，似乎因为这个话题沉闷许多。实际放下水杯，轻声叫他过来。谢卓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被解除封印了，他疑惑地走到实际身边，笑意懒散地问：怎么了？您要给可怜的小男孩一个爱的抱抱吗？实际果断给可怜的小男孩一个眼刀子。闭嘴！实际背过身去，微绒的雪白领口与黑发间露出一截漂亮的线条以及腺体，空气中并没有性激素的气味。谢卓挪开视线，感觉自己的后颈微微发烫，只准摸一下。实际警告的嗓音传来，待谢卓再抬眸，便看到了2只竖起的雪白猫耳朵，绒绒的毛看着软得不像话，雪白中透着一点隐隐的粉，跟市面上的玩偶全然不同，不知道要金贵上多少倍。实际看他半天未动，催促：快点！这个形态露出来的每1分1秒都有些磨人。实际从来不爱跟人太过亲密，偏偏这 Alpha 胆子又大过天，实际浑身僵住，耳尖被修长匀称的手轻轻捏住，指腹一点点摩挲过柔软的毛，触感软滑的有些抓不住。谢卓低眸看他，实际一言不发的背对着他，耳边的轮廓雪白精致，看着依旧很冷淡的样子，掌心的小猫耳却烫了起来。咦？谢卓意识到还会变烫，甚至颜色更粉了，指尖坏心的挠挠他耳尖。实际冰冷抿着唇：你够！他突然撑着沙发边，指骨凸起性感的青筋，没忍住短促又难耐的闷哼一声：谢卓。身后的少年倏地直起腰，桃花眸在夜色中忽闪，随后在他头顶很轻吻了下：我回去了，指挥官，晚安，今天也超爱您的。随后像一阵风似的就跑离了客厅。空气静谧良久，实际才安静地动了下。他沉默地抬起手，摸了摸右边的小猫耳，软软的猫耳上有如湿的触感，藤一酥麻还弥留在耳朵尖上，不自觉地发烫。实际沉沉闭上眼，这小畜生竟然咬了他一下。Big 蛋！宝贝们，儿子们目前正在测试期，大家可以尽量踊跃的评论活跃催更一下，会影响后续成绩的，佼佼给大家鞠躬了。第8星系淘汰赛在即，各大学院队伍经过训练，在次日终于迎来了联赛名额争夺战，目的地在第8星系主星天水星。小世界，你来到第8星系还未出去过吧？赫兹院长拄着拐杖，慈善看向身侧晨光中修长精致的青年。实际淡淡颔首：是，那可能会略有不适。赫兹院长沉吟地笑着说道。实际不解地皱眉：为什么？赫兹院长没回答，换了个话题：最近身体怎么样？他意有所指，实际眉色微顿。他并不擅长跟类似长辈的人谈论这个话题，一语轻飘飘地带过：还好。赫兹院长却摇摇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12天使用了24支抑制剂，这对哪个 Omega 来说都是不可理喻的行为。Omega 因为珍惜受到星系法规保护，对抑制剂有严格使用要求，尤其还是位高权重的指挥官，实际在主星系所服用的任何药物都需要经过专业检测才方可批准。实际明白有人为他私下放行。谢谢。他淡淡颔首。赫兹院长笑着摆摆手：不是我，是皇帝陛下。实际眉色冷冷一抬：皇帝陛下亲自给我打来心电，仿佛是无上殊荣，让这小老头顿时喜笑颜开。
小石纪，皇帝陛下很心疼你。虽然皇帝在通话中喜怒不形于色，但他能感受到在放行后，年轻帝王脸眸沉默了许久。皇帝的身份和尊贵不会允许他无故亲临第8星系。好在，倘若能拿下联赛名额，你就能随着队伍回到主星系，届时便可以。石纪冷声问：可以什么？赫兹院长被他突如其来的降声顿住，底气不太足地说完成标记。他认为石纪拒绝所有契合度高的 Alpha， 多半是为了那位银河系之上的统治者。结果他没想到，这位从来到第8星系就对他表现出礼貌、疏离、谦逊的天之骄子，第一次用近乎嘲讽语调说：挺会脑补，精神病的大世界3没您写我不看。赫兹院长沉默良久，才意识到这不是冰坛复盘中那银毛小 Alpha 的话吗？石纪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去。小老头安静地拄着拐杖，然后挠了挠头，沉默片刻，又挠了挠头。莫非他猜错了？小石纪并不喜欢皇帝陛下，那他3天后的正式发情期要怎么办啊？此时的学院广场挤满了为2支队伍送行的新生。啊！救命！谢主好帅啊！真的，他今天穿的人模狗样的，迷死我了。石纪刚走到广场，就听到后排熙熙攘攘的讨论声。人模狗样，好形容。石纪冷淡抬眸，看向台上被簇拥的2支队伍，正在接受好运鲜花的洗礼。其他人身上都挂满了鲜花，尤其莫言最夸张，无数人都跑去给他送花，看着像托。某位向来爱出风头的 Alpha 兴致缺缺地坐在后面椅子上，一身修长笔挺的学院制服也抵不过他随性痞气的动作，翘着长腿，嘴里叼着一只小山茶，仰头望着天空发呆，露出一截修长脖颈以及凸起的性感喉结。感兴趣的人不在，他对这世界都没兴趣。实际在广场末尾，并没有人注意到他。他刚要上前，赫兹院长拉住了他：瑞恩学长，您能帮我留个信息素印记吗？Omega 可怜兮兮的期待望着瑞恩，俨然一副瑞恩就是他们小欧骄傲的模样。瑞恩果断：可以。他指尖点在白纸上，留下一颗圆润的小青梨印记。啊，谢谢。瑞恩问：谈心的要吗？小欧下意识看向高冷淡漠的男生，对方一副不好接近的模样。可以吗？可以啊。瑞恩跑去拽他的袖子。楚谈心俯下身来：怎么了？随后他听完，皱眉看向 Omega， 摇头。信息素很私人，他从不乱给。但瑞恩都已经答应了，他抓着 Alpha 不松手。楚谈心终于不耐地伸出手，在纸上也点了下。小青梨的旁边多了只孤傲雪松。啊，谢谢。Omega 激动地说：我后面还有课，逃课出来的，我得赶紧回去了，学长们比赛加油。瑞恩笑着跟他挥手，再见。楚谈心无聊。然而下一次瑞恩拿着纸过来，他还是敷衍地在小青梨旁边留下自己独有的印记。谢卓隔着老远都闻到这恋爱的酸臭味。瑞恩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秉着以后都是一个队伍的人，他关心地问：你怎么了？今天全程跟树懒似的银发少年漫不经心地扫他一眼，眸色睥睨又散漫，瞧着凶巴巴的，却是吐了一句：我孕吐。一瞬间全场安静了，偌大的广场因为这3个字陷入了死寂中。尤其莫言还在偷偷地给送花人结账，手一抖，噼里啪啦的新币掉了一地。有人惊呼：卧槽，真是托啊！莫言他妈的，他跟谢卓不共戴天。谢卓看他们的夸张的表情，不至于吧？瑞恩惊呆了，小嘴都成了 O 型。他看向谢卓，黑白制服下小腹，凑过来小声问：谁的？楚谈心。谢卓张口就来：指挥官的。骚里骚气的银发 Alpha 从不掩饰自己对指挥官的占有欲。看不出来吧？我已经是指挥官的人了。这是他昨晚总结出来的。摸到那小猫耳的一瞬，谢卓满身的血液都在沸腾，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这18年来他从来没如此不受控过，满身紧绷，蓄势待发，实在是忍不住了，才难耐地张口轻咬了下，舌尖舔过绒毛，抵在软花耳间的一瞬，大脑像炸开了一朵绚丽无比的烟花。谢卓知道，他完了，他彻底完了，他这辈子都是指挥官的人了。与此同时，现场所有人都陷入了目瞪狗呆中，包括正在直播的现场弹幕。你怀指挥官孩子时，经过指挥官同意了吗？我亲爱的 Alpha， 你他妈有那功能码你就孕吐上了，闭溃了，震惊。世风之下 ，Alpha 竟然怀上了 Omega 的孩子，这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泯灭？是 Alpha 在发癫？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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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笑没了。谢卓你，好好一帅哥，偏偏长了张嘴。只能说还好指挥官没听到，指挥官听到了，指挥官的2只耳朵都听到了。他冷冷怒视着台上吊儿郎当，丝毫不知收敛为何物的银毛 Alpha， 真是给他脸了是吧？昨天咬他耳朵的事还没算账，今天又……此时赫兹院长也被雷得不轻，他半分钟前还在跟实际长篇大论的劝告，总结下来大概意思就是：竟然不是皇帝陛下，真的不是皇帝陛下，那不是皇帝陛下该怎么办之类的话。正式发情期只剩下3天，倘若实际在这么毫无顾忌的注射抑制剂，那他命都要没了。他命没了，皇帝雷霆大怒，他们第8星系所有人的命都没了。实际他挺佩服自己能面不改色的听完这离谱的话，随后淡淡的吐出一句：我有合适的 Alpha 人选，不会再随便无限制的使用抑制剂。孰轻孰重他分得很清楚。赫兹院长震惊了：啊，
随后他还没缓过神来，又被谢卓的一句“我孕吐”给送上天。贺资院长胡子抖了抖又一次啊！接着听到谢卓大放厥词，已经是指挥官的人了，他彻底的愣住，胡子挂在半空中都不会动了啊！他目光来回在两人身上游走，不太确定的问小石纪：“难道你说的 Alpha 就是不是？”不等院长把话说完，石纪就冷声打断了。他冷冷睨着台上那无法无天的银发少年，他配吗？随后不等贺资院长开口，便大步向前走去。身前的学生们只觉察到身后一道冷意袭来，足以让他们每个人凝固成兵马俑。让开！学生们大气都不敢喘得纷纷让路，拥挤的人潮中火速分出一条光明大道。谢卓没想到自己口嗨一下还翻车了，看向人潮尽头面如霜雪的指挥官，他嘴里忍不住地发出两个字：嗷！石纪一路畅通地走到台下，抬眸看向两支队伍的所有人。莫山教授的队伍被每日传输指挥官的坏话，心想着这次可不关他们的事，他们就是看热闹的围观群，全部给我滚下来。石纪一声令下，两支队伍的所有人连滚带爬的就从台上滚下来。不知道的还以为来了颁奖典礼。石指挥官的嘲讽显然是专业的，一查才知道，原来比赛都还没开始。两支队伍连大气都不敢喘，直播弹幕都要笑疯了。哈哈哈哈哈哈！蛤蜊真好吃。石纪冷冷地收回目光，妈的，这一眼我连我埋在哪里都想好了，好可怕啊！指挥官呜呜呜，真的，这 Alpha 能不给他生孩子吗？这不是奥，这是 Ocean。石纪没再关注弹幕，他也向来不爱看这些东西，所以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所有人检查好自己的机甲装备，把身上所有的花摘掉，不允许带任何没用的东西。石纪扫过谢卓掌心那朵小山茶，冷冷下达命令，准备出发。其余人纷纷把自己身上的花里胡哨的花摘掉，生怕一不小心碍到指挥官的眼。一时间各式各样的花落了满地。谢卓只扫了眼七零八落的花，还是把他的小山茶塞进了口袋里。石纪挪开视线，没说话。当路遥得知自己成为第4位成员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像是被彩票砸中了头。指挥官，原来您一直在偷偷关注我吗？没心没肺没脑子的陆家小公子，显然是这时候唯一敢踩雷区的。不过谢卓抬腿就给了他一脚，不会说话就闭嘴。队伍必须要4人，你就是来凑数的。路遥立即怼回去，你才是来凑数的。石纪，你就是来凑数的。路遥啊，哦，开个玩笑。石纪神色淡淡道，队伍里需要一个游走性的勘察，我很欣赏你。路遥的双眼都在发光。逃跑的速度，石纪对他说，甚至不用怎么训练，稳定发挥就好。路遥，所以他的作用就是冲在一线探路，然后遇到危险掉头就跑吗？还有，果然他还有其他的优点。我同样欣赏你那辆骚粉色的机甲，听说你还有7种不同颜色的，用来吸引火力再好不过，记得全部带上。石纪轻飘飘地扫了眼谢卓，拿不动就让他帮你拿。路遥，他一时不知道该哭还是该嚎啕大哭。谢卓彻底乐了，拍拍他的肩膀，兄弟，喜极而泣了吧？两支队伍正式踏上旅程，行程不远，赫兹学院就位于第8星系的主星天水星，他们只要坐车便能抵达目的地。经过石纪的一通发火后，没有人敢坐指挥官身边。初生牛犊不怕死的谢卓迈着长腿就挤了过去，他无辜地指了指前面，他们都坐满了，没位置。是实话，但石纪依旧不想搭理他半个字。谢卓只能安静地靠在一侧，玩着口袋里的小山茶花。Alpha 一身黑白制服，胸前别着金色徽章，银发散乱不羁后扬，今天的确好看得过分，不怪那群学生疯狂尖叫。小畜生生了副好样貌。指挥官，您看，一朵干净雪白的山茶花伸到他面前，花瓣上注入了信息素，有一片蓝色的小浪花，原来这就是他信息素的印记。今天好多人问我要，我都没给。谢卓似乎在哄他开心，小心翼翼地抬眸看他，唇角笑意温软，我的印记只给您。身高腿长的 Alpha 挤在后座，用膝盖很轻地撞了他一下，不生气了好不好？膝盖被 Alpha 无理地撞了下，隔着薄薄长裤，石纪甚至能感受到他年轻炙热的体温。他缓缓抬起薄凉的眸，所以这就是你私藏禁物还舞到我面前的原因。谢卓默默收回了自己的小山茶，那您就当没看见成吗？原本还以为小山茶能哄他开心的，谢卓语调有点可怜，我不想扔。石纪面色冰冷，写着很明显的一句，你有跟我讨价还价的资格吗？谢卓想，果然悬崖上的冰美人不是凡人能轻易摘得的，他只是碰一下就要哄上好久。拿来。谢卓茫然，啊？石纪皱眉，伸出干净洁白的手，没收。小山茶花最后落入石纪掌心，花瓣触感娇嫩易碎，没被那小畜生霍碎了实属不易。他面无表情地塞进上衣口袋里，蓦地听到身侧的 Alpha 低笑一声，空间距离的有些近，这声低磁的笑有些性感好听。笑什么？谢卓靠在车座上看他，桃花眸温柔低垂，在沉默中显得格外撩人。我好喜欢你，这世界上没有比指挥官更可爱的人了。即使他如今冷着一张冰雪似的脸，但就像那漂亮的小猫耳一样，看起来软软的，让人直心痒痒。石纪愣住，随后缓缓皱起眉头。他少见的因为这猝不及防的告白有些哑口无言。
谢卓微微直起身子，喉结轻滑了下，凑过来轻声问：“您今天好凶，是不是因为我昨天咬得您很疼啊？”石纪蓦地抬眸看向他，谢卓一无所觉，可爱眨眨眸。1秒、2秒、3秒，谢卓被踹下车了。前座的瑞恩因为昨晚太紧张，一夜没睡，正趴在楚谈心肩上补觉，被这一声吓得直接惊醒了。怎么了？我们的车跑一半爆炸了吗？楚谈心摁住他惊魂未定、四处张望的小脑袋。车没爆炸。他意有所指地看了眼后座，指挥官爆炸了。瑞恩朝后看到指挥官沉如冰霜的脸，耳垂在波光中红的几欲滴血，而银毛 Alpha 被踹到车外，在地上打了个滚。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他站起身来拍拍挥，完美发挥了什么叫拥有社交恐怖症的艺人，自然的挥手跟所有人问好：“嗨，大家早上好啊！”瑞恩茫然的：“啊，别管他。”石纪冷冷收回视线，吩咐道：“开车。”司机不敢忤逆，连忙闻言照做。车子一溜烟从他面前扬长而过，谢卓就这么被扔在了大马路上。他摸摸鼻尖，这么无情啊！看来昨天是真的没控制好力道，把小猫咪咬疼了。他下次一定轻点。石纪并不知道，那 Alpha 甚至已经在盘算下次蹂躏他的猫耳朵了。他听到瑞恩犹豫地问：“指挥官真不管他了？毕竟是要去集合参加淘汰赛的，这样合适吗？”石纪眉色淡淡，他会自己追上来的。作为一只成熟的小狗，银毛小狗歪了歪脑袋，思索了下怎么才能跟指挥官同时抵达目的地。倒不是因为他多想准时，主要是有其他重要的原因。小宝贝，你觉得哥哥好看吗？6岁的小 Omega 正跟妈妈一起玩小滑板车，面前阴影笼罩。他看到一个帅气的银发大哥哥，小家伙奶声奶气，好看。谢卓温柔开口：“那你愿意把你的滑板车送给哥哥吗？”小 Omega 的妈妈都惊呆了，小家伙睁着葡萄大眼睛看着他，接着呜哇一声就哭了。谢卓，我他妈！他手忙脚乱地从口袋里掏出几颗糖，给，别哭了。小家伙接过糖，仰头看向妈妈，妈妈笑着点头，他这才开心地吃了起来。谢卓亏了糖也没骗到车，只能悠悠吐出一句：“现在的孩子不好骗。”随后一辆车从后方缓缓驶来。听着，在今天的淘汰赛里，我们的目标不光要干掉其他学院的人，也要干掉我们自己的人。莫言义正言辞地问：“能明白吗？”众人不能。莫言恨铁不成钢，看他们一群呆瓜，干脆直说：“谢卓，他今天故意害得我出丑，在赛场上见到他就先杀个片甲部。”队友看向车窗外冲他们挥手的人，那不谢卓吗？他怎么被扔下来了？车窗缓缓降下，莫言冷笑地瞅着他：“哟，这不那谁吗？几分钟不见就这么拉了。”好哥哥们，谢卓单手撑着车窗，低垂的眉眼散漫勾人。在弟弟一程，可以吗？不可以的话，他就要随机抽取一名小可爱丢下去了。你竟然叫我哥哥！莫言的绿豆眼都睁大了。哼！谢卓沐浴在晨光中，一身黑白制服过分优越，低眸盯着他，喜欢吗？最后，谢卓如愿坐在了莫言身旁，他发出意味深长的感叹：“你真是比小孩还好哄啊！”莫言别过头，捂住自己的脸。这 Alpha 知道自己生他的气，竟然还特地还哄他，该不会是爱上他了吧？啊嘤！车子停在外围，只能步行进入封锁区。谢卓下车，整理了下身上的制服，谢谢。随后便摆摆手，扬长而去。队友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他问莫言：“老大，那咱们还杀吗？”莫言刚矜持地挥过手，不客气。他回过头问队友：“你说什么？”队友好像懂了。石纪一下车便体会到了赫兹院长口中的略微不适，是什么意思？无数信息素的气味交织而来，宛如在上空铺开一张天罗地网，将所有人笼罩其中。瑞恩下意识地贴紧了楚谈心，嘴里嘟囔着：“还是学院里好。”赫兹院长一直在尽力保护他们每个人，但外面不一样。不远处的 Alpha 正在为了追求 Omega 散发着压迫信息素，有其他 Omega 看不惯他，故意跟他叫板，乱七八糟的信息素混在一起，低等级的只能叫苦连天。指挥官，你应该没事吧？瑞恩关心地问。实际有事，还是大事。极优的 Omega 信息素的确不会被影响，甚至他能轻松碾压在场所有小鬼，但前提是他不在发情期。发情期中的 Omega 信息素一旦泄露出去，就会引来实际降落那天的场景，所有 Alpha 陷入疯狂。实际摇头，语气冷淡：“没事，走吧。”他并不想任何人知道。几人毫无觉察地从车旁离开，实际忍着不适，迈开长腿。一缕螺蛳粉味的信息素飘过来，实际绷不住了，他脚步微晃了下，下意识地想反胃，一双修长有力的手揽住了他的腰，无穷无尽的信息安抚素海浪般涌来，将他整个人包裹在温柔的无边海洋中。您看您，非要把我踹下车，这下知道难受了吧？实际睁开眸，看到那头熟悉的张扬不羁银毛。谢卓低眸看着他，脸上原本还有几分傲娇，看他唇色有一些微微泛白，立马软了神色，又是一股浓郁的温柔海浪涌入身体中。实际几乎舒服的轻吟出声。Alpha 的手覆盖在他后颈上，脸上满是心疼，轻声的哄：“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实际听着他跟哄小朋友一样的语调，皱了皱眉，但被杂乱信息素冲击的大脑让他头晕眼花，最后什么也没说，任由温柔海洋包裹全身。谢卓就不一样了，
他本来就话多，此时看着指挥官唇色微白、娇气易碎的模样，心疼的都恨不得替他难受，嘴里巴巴着：“谁啊，这么没出息，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处拉屎！实际螺蛳粉味的 Alpha， 你才到处拉屎，你全家都到处拉屎！”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当即就撸起袖子冲谢卓的方向冲过来。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这他能忍吗？他当然能。谢卓漫不经心的一眼，独属顶级 Alpha 的信息素无形散发出来，只一眼就让人下意识的腿都软了。螺蛳粉 Alpha 掉了个头，若无其事的跳着霹雳舞离开，嘴里还在嘟嘟囔囔的：“你们这群不懂螺蛳粉味的人有难了。”谢卓眉眼散漫的轻嗤一声，骨节修长的手还扣在怀中人白衬衫紧束的薄窄细腰上。他垂眸看了眼指挥官微垂的长睫，纤长冷直，润黑漂亮的要命，心脏又是一软，他心疼的放低音调，还嘴硬：“我也就是现在没工夫揍他，瞧把我家小猫。”实际冷冷抬起眸，清透琉璃的眸似被润了一层水色，冷然又漂亮的盯着他。谢卓，哎，实际毫无情绪的冰冷开口：“再让我听到那3个字，你跟你的夹子音一起滚出第8星系。”谢卓望着怀中的人好几秒，才找回自己的音调：“什么夹子音？那是人家本来的音色。”实际听不得他一点刚刚哄人的语调，懒得搭理这骚里骚气的小畜生，抬手轻推开他：“好了，好了吗？”谢卓低眸检查一他的状态，除了脸色还有些发白，看起来也没什么大碍。他松了口气，骚话张口就来：“没关系，您在我面前不用太矜持的，只要您想要我就给您。”实际眉梢冷冷一跳，已经对他有些免疫了，连气都气不起来。省省吧。被信息素安抚过后的指挥官身上透着若有似无的慵懒酥郁感，抬起的薄凉眉梢漫不经心又清冷勾人，薄唇轻启，语调微妙地说：“毕竟也不多。”随后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口罩戴在脸上，转头优雅的迈步走进了封闭式的基地中。身高腿长的银发 Alpha 愣在原地良久，才终于缓缓地回过神来。他被嘲讽的僵了好几分钟。也不多，毕竟也不多，这跟嘲讽他 Alpha 不行有什么区别？少年危险的眯了眯桃花眸，恶狠狠地磨了磨牙尖，舌尖抵在上颚，自己气着气着又笑了。操！他没忍住低下眸，笑意懒散的恶狠狠道：“您给我等着！”分明是在放狠话，却眼角眉梢都溢出愉悦。实际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还会因为身份被卡在门外。两杆长枪交错拦在面前，守门单兵目不斜视地望着前方：“请出示相关证件。”实际的胸牌被瑞恩拿走了。小 Omega 激动地借过去拍照，连着咔嚓咔嚓发了8条9宫格心友圈，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实际微皱了下眉，白色口罩遮住大半张脸。不过另一位单兵仅凭着双眼就认出了这是谁，顿时连枪都拿不稳了。卧槽卧槽卧槽！他偶像，他偶像啊！身侧的兄弟还在义正言辞地挺胸：“闲杂人等不得入内。”你妹的闲杂人等啊！你这个棒槌，不得无礼！一道温柔的男音响起，笑音柔弱的没什么分量，却让2个守卫都安静了。白皙的手将墨绿色胸牌递出，金色字体龙飞凤舞的写着：“天水皇家军校 Omega 少校唐楚。”守卫恭敬问好：“唐少校。”唐楚轻轻嗯了一声，笑起来问：“我们一起的，可以直接进去吗？”他生的并不精致，但胜在皮肤白，嗓音温柔，笑起来有种别样的亲和力。守卫犹豫之下点点头：“可以。”另一位守卫看了眼指挥官，猜想指挥官戴着口罩，应该不想别人知道他的身份。唐少校应该是指挥官的旧识，于是他也点了点头，对唐楚的态度又尊敬了些。唐楚柔柔笑了下，温柔看向实际：“那我们。”实际并未看他一眼，淡漠薄凉的嗓音冷然响起：“闲杂人等不得入内。”他重复了一遍守卫的话，反问：“这就是你们守卫的准则？”守卫没想到同意他这个没胸牌的人走后门，还被反过来对了一通。他脸色有些涨红：“你不要不识好歹，我这是看在唐少校的面子上才让你进去的。”另一位守卫都要被吓死了，意识到自己的错，慌忙的收起枪道歉：“对不起。”他怎么忘了指挥官平生最讨厌徇私舞弊，能在他手下的全都是主星系最根正苗红的单兵。你跟他道什么歉？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守卫显然是因为体格蛮力被选上的，倘若不是唐楚少校，你能进得去？实际慢条斯理的念了一遍：“唐楚少校。”他声调如冷玉般好听。唐楚的眼眸轻颤了下，他一眼就认出来了实际，即使对方戴着口罩，标志性的优越身形，仅仅一个轮廓都精致让人心动。实际转眸看过来的时候，唐楚清晰听到心脏跳动的声音，他无意识地抚了下脚，那是个紧张又矜持的妩媚动作。实际问：“我认识你吗？”唐楚的笑容僵在唇角，指尖抓紧了手中的胸牌证件，他微抿着唇，露出有些楚楚可怜的神情。实际眉眼不抬地挪开视线，看向守在门前的单兵守卫，唇角似翘起漫不经心的凉意。他问：“我倒是想知道，我什么时候需要靠别人的面子才能进去？”随后他漫然抬手，在别人扫描证件的地方轻触过冷白的指纹。守卫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的动作，这是在干什么？他以为他是谁？机器怎么可能扫描出来人的指纹信息？然而下一秒，始终雷打不动的机器发出一声清脆声响，像是终于等到了系统为他设定的彩蛋。光屏缓缓浮现出他的信息：赫兹皇家学院特聘教授，联邦帝国总指挥，5星上将，
帝国最高军衔唯一持有者。贝塔划掉 Omega 指挥官实际4被最后的信息气到，实际绷着冷白精致的脸，在缓缓打开的大门中迈着长腿冷然走了进去。守卫已经彻底傻在原地，此刻他才终于意识到自己惹的人是谁了。帝国总指挥从不需要靠谁的面子，只要他抬起手，整个第8星系都会为他让路。后知后觉的恐慌席卷着了守卫，他慌忙追上去，指挥官，我错了，是我没认出您。实际被他挡住去路，眉色微皱扫过他，以及快到抵在自己手臂上的枪口。守卫意识到自己逾越危险的动作，慌忙丢下长枪，面露祈求，我好不容易拿到这个岗位，您能不能别？实际没什么耐心的打断了他，既然是好不容易拿到的岗位，更不应该擅离职守。他冷淡地说，回去吧。守卫听到这话，面上涌出喜悦，回去的意思就是指挥官打算放过他了。实际的下一句话直接又让他坠入谷底，珍惜着最后半天时间。守卫脸色瞬间煞白，似乎知道是成定局，他再怎么挽回都是徒劳。为什么？我跟您道歉，哪怕我跟您跪下道歉，这是第8星系最重要的联赛场合。倘若他被迫下岗，以后没有哪里会要自己。实际皱眉，露出不理解的目光。他说，你竟然始终认为是因为得罪了我。守卫嘴唇发颤地看着他，难道不是吗？实际视线下垂，落在那把被扔在地上的长枪。一个合格的守卫从不会轻易放下自己的枪。他不合格，不是因为没有认出自己，只是因为他不合格，仅此而已。守卫看着指挥官远去的背影，懊恼地抱住了脑袋。而导致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若无其事地收回自己的胸牌，迈腿跨过长枪，追着实际的方向面带微笑走去。谢卓不过就是晚了几分钟，结果就看到门口乱作一团，所有人都围在机器边打卡拍照。他嗤笑一声，无聊，这是什么景点吗？随后凭借优越的身高看了眼，咔嚓，银毛 Alpha 双手比耶，笑容灿烂的跟指挥官的资料合了张影。哟，怎么个事儿？他跟观光似的看向神情恍惚的守卫，随口一句，这怎么一个守卫还把自己的枪扔了？完美戳中守卫的痛点。他瞪着猩红的眸，狠狠剜了一眼谢卓，干你屁事？谢卓愣住，危险眯了眯长眸，那双含情脉脉的桃花眸，温柔又肆意，沉下去时又会让人感到无边冷冽。守卫一愣，接着这满身危险气息 Alpha 动了，他谨慎的想要拿枪反抗，结果这少年一阵风似的从他面前掠过，隐约飘过来一句，指挥官，这里有个大块头，好可怕啊呜呜！守卫实际这时正被唐楚拦住去路。Omega 少校笑容温软，柔柔的跟他道歉，对不起，指挥官，今天都是我的错，能拿到军衔的 Omega 都不是什么善类。这也是守卫为什么会对唐楚尊敬的原因。Omega 在这个星系社会中并不占优势，能抵达这个高度就证明他十足的过人之处。不过实际并不清楚眼前这 Omega 有什么过人之处，但他向来直白，你知道就好。唐楚，您可能不记得我了，我们在主星系见过面的。唐楚笑盈盈地说，一场庆功宴上，即使已经过去很久，他依旧记得那时候实际的模样。金碧辉煌映在他眼中，不过是一片破碎玻璃似的繁华虚影。银灰色的制服，修长笔挺，一丝不苟勾勒出他的清越身线，肩背板挺拔，银色流苏坠在肩头，容颜冷白，清冷孤傲，让人不敢接近，不可亵渎。你真好闻。似被调戏的唐楚缩着脖子，不小心摔在了指挥官的脚边。他轻声叫，闻言，实际下意识地伸手扶住他，好听的嗓音清沉如水，没事吧？唐楚抬眸，撞入他琉璃般清冷的眼中，没事。唐楚摇摇头，眼底水汪汪的，那边有个 Alpha 调戏我。实际眉色微皱，问他谁？没有人敢在皇帝眼皮底下的宫殿内滋生事端。Omega 眼底闪过微光，又慌乱的摇摇头，找不到了。实际沉眉不语，肩上的银色流苏折出碎影。唐楚喉咙轻轻滚动了下，他开口，他说，我的信息素很好闻。实际平眉不解。Omega 半匍匐在他脚边，仰头轻声说，好可惜，您闻不到并不太久远的回忆杀回来。实际犹记得自己当时浑身不适，有些微妙的看着 Omega。唐楚如今轻轻的笑了笑，现在您能闻到了。晚香玉的信息素浅浅散发过来，的确是一种会让 Alpha 神魂颠倒的味道。这种优越的香气甚至被做成不少香水，深受 Omega 的喜爱，也且算是过人之处。闻到了。实际戴着口罩，神色淡漠回，有点腻，以后不要靠我太近。唐楚的笑容又僵住了，这种类似滑稽的表情出现在他脸上，让他那张不太精致的脸显出些许狰狞。实际眉色微平，还未看清，他又换了副渲然欲泪的楚楚可怜神情。指挥官，您这样让我好害怕呀！呜呜呜！伴随着清澈磁性的假哭声，实际被突如其来的 Alpha 扑了个满怀，冷冽清爽的薄荷为海浪驱散花香的气味。实际眉心微动，近乎咬牙。谢卓。谢卓抱着他的腰，挺大只的人硬着头皮往他怀里钻，实际腰都被迫后仰，毛茸茸的银发拱在他领口处，痒痒的直钻进锁骨里。他听到 Alpha 哭哭啼啼的控诉，那边有个守卫凶我，实际差点气笑了。你还怕人凶？这世上没几个人比自己更凶，这小畜生哪次被吓到了？胆大包天的很，当然怕了。谢卓的狗爪子被无情拍掉，只能悻悻地松开手。
他回过头，看到唐楚那张楚楚可怜的容颜，红着眼眶，挂着泪水，好不惹人怜爱的模样。谢卓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实际眸色微不可见地沉了下去。唐楚早就习惯诱惑所有 alpha， 他的招牌动作右为抬手，轻抚过耳侧，一阵晚香玉的气息飘来。操，你别！谢卓捂住鼻子，求你了，我晕车。唐楚，实际，那他还一副看呆了的表情。兄弟，谢卓特尊敬地对唐楚拱了拱手，有个事能商量不？唐楚心中不太高兴，但为了维持人设，还是柔柔笑了下。可以啊，只要我能做到。谢卓脸上涌现出飞扬的神采。你这假裤比我的真，是怎么做到的啊？他一脸虚心的请教，教教我。唐楚，他精心维持的表情，第一次直接原地裂开了。你太欺负人了！唐楚眼眶通红的望着谢卓，忍着泪意，扭头转身离去。那背影怎么看都像极了坚韧不拔的小白花。谢卓还在忍不住惊叹，真厉害！他要是有这演技，还不得把指挥官迷得神魂颠倒。抱着他一口一句小卓不哭，小卓亲亲的哄啊，实际并不知道这 alpha 脑子里整天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不过他看唐楚最后临走时的表情，不像演的。他是谁啊？谢卓问。实际眉色淡然的回，一个诡计多端的 Omega 少校。实际不是直男，相反，他比谁都透彻，只是懒得去拆穿罢了。您怎么连 Omega 都吸引啊？谢卓半笑的咬着牙龈，语气难免有几分酸溜溜的。实际眉稍微抬的看他一眼，身高腿长的银发少年，单手插兜，臂弯折起，长腿漫不经心踢着小石子。他说他们都喜欢您，似惦记他心上人的人太多了。小狗的战友遇上来了。实际面不改色的向前走，眉眼精致冷淡，很正常。言外之意便是有很多人喜欢他，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优秀的人本就讨人喜欢。谢卓愣了下，属实没忍住笑了。这是什么傲娇猫猫的发言？看他一脸高贵傲娇的劲儿，跟漂亮小猫咪有什么区别？还不让叫呢？是。谢卓忍着笑意追上去，歪了下银毛脑袋。不过我跟他们不一样。实际脚步未停，侧眸看他一眼。怎么不一样？他们都喜欢您。谢卓眉眼微弯的看他，衬衫领口不知何时被他拽松，领带歪歪扭扭的挂着，荡出凌乱和张扬。他眉眼散漫，语调清雅带着懒音。我不一样，我爱您。我不一样，我爱您。实际的脚步微不可见停顿一秒，因为这句听起来过于轻浮的话。浅金色的阳光打在那头耀眼不羁的银发上，日光融在他温柔含情的桃花眸里，干净炙热的让人不敢深究。倘若是假的，那他的演技比唐楚要好上千百倍。倘若是真的，实际能明显感到心口处传来的细微异样，像被小羽毛轻轻挠了下。他抿了下纤薄的唇，没再继续想下去。主星系，白帝星，飞鸟盘旋越过天际，古欧式的白色宫殿在夕阳余晖中泛着白光。女官推开精致浮雕的厚重议会厅大门，陛下。他拎着裙摆恭敬走进。八大星系淘汰赛已全部准备就绪，将于明日午时正式开启。主位之上的男人戴着金丝边眼镜，白玉扳指扣在拇指上，翻过一页古朴卷宗。退下吧。他神色漠然，并没有像传闻中所说的那般，因为石指挥官离开后逐渐变得喜怒无常。是。女官恭敬欠身离开。等等，皇帝手指微顿，抬起眸来看向女官，深邃高贵的紫眸藏在镜片后，让人不寒而栗的下意识为他臣服。苍狼星的魔窟入口找到了吗？女官低眉，还没有。勘测一队已经在破解迷宫，不出半日。被轻声打断的二字几乎让女官匍匐在地。皇帝和上古叶卷宗，语调听不出喜怒。你认为已能造出迷宫的苍狼群会乖乖停在原地等你半日？女官轻咬了下唇。苍狼狡猾善战，迷宫每次进入都会发生变化，只有时指挥官知晓破解之法，但自从石指挥官离开后，没人敢提起指挥官。女官说完便后悔了，她连踩两个雷区，一是指挥官，二是找借口，这两个都是陛下如今最忌讳的，其实也算是一个。没了指挥官，他们无法解决当前的困境，所以才会下意识地找借口。他已经做好了接受帝王之怒的准备，不料想皇帝的嗓音古井无波在头顶响起。既如此，你不会主动询问时只会寻求破解之道。女官一怔，不出3日，他便会回来。皇帝重新翻开卷宗，薄冷镜片后的紫眸终于不再是一片万年玄冰，低沉冷冽的嗓音也有些放松。这是他分内之事，也该重新接手了。女官脸上涌现出难掩的喜悦，指挥官要回来了。实际接到沙伦女官新殿时，正在基地中进行毫无营养的会议。其实这个会议改个名字不如叫数数指挥官一共有几根睫毛。第8星系联赛负责人在主位口若悬河，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落在戴着口罩的实际身上，丝毫不知收敛。只要他们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实际本人。毕竟这是指挥官啊，哪是他们平时能轻易见到的，见一眼少一眼。不过指挥官也是个神人，面对这么多视线依旧熟视无睹。直到新电声响起，实际4松下了眉，正欲借口出去，看到来电名字，他和上星殿依旧选择接受注目礼。沙伦女官，主星系勘察部队的 Alpha 女中将，我的女神。指挥官，您不接吗？实际略微思索，言简意赅的回，在会议途中离场不礼貌。
联赛负责人直接甩飞自己因为指挥官到来而准备5天的演讲稿，那就在这届。他双手激动地指着会议桌，在这届。实际他对上无数双卡自蓝小眼睛，最后无奈地抬手摁下了接通按钮。会议室在面前化为一片虚影，浮雕白金的精致宫殿缓缓浮现，凝聚成全息虚影幻境。眉眼柔顺的 Alpha 女官站在议会厅内，背后的主位是握着卷宗翻看的皇帝。实际还未开口，第8星系的所有人都跪下了。皇帝陛下。皇帝似没料到会有这么多人，抬眸冷淡看了眼，漫不经心扫过青年精致薄凉的容颜。沙伦有事找你。他没看实际，言语中透着威严冷漠。沙伦笑意温柔地言说来意。皇帝默然听着，苍狼星是石指挥一手打下来的，他不可能置之不理。果不其然，实际很快便说出了破解之法。每次进入迷宫都会发生变化，证明苍狼在暗处观察你们，声东击西抓住他，假入迷宫实则埋伏，接着严刑拷打7749天，直接连着他老巢一起端了。就这么简单，很难吗？众人似乎没想到是这么干脆利落的做法。莫山教授没忍住轻哼一声，我还以为石指挥官每次出战都会采用正人君子的手法，最好是君子。实际语调漫然的回，不是傻子。在皇帝面前，莫山不敢放肆，最后闭嘴吃了个傻子瘪。沙伦女官点点头，我这就下令埋伏。实际淡淡应了一声，你跟他们纠缠意义并不大，善战的鹰无法在狼窟中飞翔，只会在迷宫中折损无数侦察兵。善战的鹰无法在狼窟中飞翔。皇帝听到他熟悉的清冷音色，以及女官脸上露出的笑容，绷紧的唇角略微放松，难得神态懒散了些。接着下一秒便听到实际说，沙伦女官，其实我更希望你能在有限黄金期内带领勘测队寻找出更优解的办法，而不是仅过去2小时就询问我如何破解。指挥官像是一个不会不管孩子的温柔妈妈，却又狠心地对稚嫩应该学会锻炼和长大的孩子说，毕竟我已经不是主星系的人了。肉眼可见的，皇帝的脸色阴沉了下来。实际并不懂这小畜生在发什么疯。脖梗被如诗软滑的舌尖轻轻舔过，几乎激起浑身的细微战栗。他下意识地抬起手，试图推开这过分愉悦又无礼的 Alpha， 2只冷白万骨被单手扣住，交错扣在头顶。谢卓往前一步，彻底压在他身上，两人之间的距离密不透风。他又问，为什么？低垂的桃花眸猩红迷离，似不太清醒地望着他。实际的耐心有限，后腰的门把手抵得他机遇闷哼。小猫咪本就不太能忍疼。他冷冷质问，你是10万个为什么吗？谢卓被凶了，他耷拉着眉眼，安静了几秒钟，随后俯下身去咬他半路的锁骨。细密的唇舌轻舔过凹陷的锁骨弯，顺着流连向上，最后轻轻吻在他凸起的喉结上。张口咬了一下，咬了一下。实际大脑一声轰鸣，几乎被谢卓折磨得快疯了。清冷又高傲的指挥官眼底浸着一层薄薄的水，瞪着他的目光凶狠又委屈。帝国总指挥官大概从未经历过这些，薄唇抿成一条漂亮的直线，咬着下唇一言不发，美人模样有些过分狼狈，又很漂亮。小畜生，你最好祈祷能困住我1晚上。听起来莫名有些暧昧的词。谢卓被取悦了下，弯唇在他滚动的喉结上亲了下。那就1晚上。细密电流窜遍4肢百骸，实际无声仰头，脖梗潮湿性感，呼吸凌乱，微微喘息。他想，是他最近太纵容谢卓了，才让这小畜生以下犯下，无法无天。喝醉以后就敢来他这放肆。空气中浮动着醉人酒香，裹着潮湿海浪的气息一同涌来，会让人下意识的意乱情迷。但实际不会。猫尾自后腰探出，毛茸茸的尾尖即将圈住少年的腰，将他甩飞出。为什么不要我？温热的唇舌终于舍得放过那可怜的小喉结，顺着脖梗滑落至耳侧，缓缓埋了下去。少年声调阴哑，闷闷地贴在他脖梗，潮湿的银发痒痒落在肌肤上。实际听到他说，我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您就不要我了？努力什么？努力欺负自己吗？我还签了生死状。谢卓松开了头顶的桎梏，将他温柔地拥入怀里，手掌滑落至腰侧，轻轻揉他被硌疼的那片肌肤。原来他也知道。实际冷冷地想，他们今天都笑我说一个比赛犯得着写遗书吗？我说当然用，我疯起来连我自己都傻。即使实际不在现场，依旧能想象出那时的场面。银发 Alpha 桀骜不驯，单手插兜，眉眼飞扬的逆着所有人轻吃。你们懂个屁！老子狠起来连我自己都傻，更何况是你们了。这名额他势在必得，哪怕是拼了命呢。所以为什么现在又发起癫来了？别随便喝醉以后就跑我这儿的摸哭，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要你了？实际话音落下，后腰的手也微微顿住。谢卓抬眸似有茫然地看他，他们说的，您要回主星系了，不管我们了。今天下午他们都有教授，只有我们没有，你都不来看我们。听到这句略带委屈的控诉，实际多少有几分心虚，但他嘴硬，又不是3岁小孩，还需要我时时刻刻守着你们。尽管面前的人跟3岁小孩也没什么区别。一头银毛凌乱地耷拉下来，没了平日里的肆意张扬，眼眸湿漉漉地望着他，有些乖又有些可怜。他们说，您带我们就是为了借机回主星系。实际皱眉，回主星系需要皇帝亲诏，我怎么借机？这么拙劣的话他也信，还跑去喝闷酒。这小畜生才多大就学会酗酒了？您跟皇帝说，第8星系那群菜鸟实在是太笨了，
教他们还不如去教小鸡跳鸭子舞，这破地方真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你不让我回去，我现在就死给你看，皇帝最后肯定会同意的。实际彻底被气笑了。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胡言乱语些什么？哪句话是他本人能说出来的？还去教小鸡跳鸭子舞？什么幼稚鬼！清冷温柔的笑出现在实际脸上，他姿态懒散的轻靠在门上，锁骨一片水光润泽，漂亮微凸喉结的印着粉色牙印。谢卓沉默伸手抱住他，不要走，我以后听话，不随便惹您生气，不调戏您，不乱摸您，也不抱抱您，你不要走，我等了你好多年，留在我身边，哪怕我什么都不做。实际被他抱了个满怀，听着他嘴里的保证，眉心都没忍住跟着一跳。你这话有一点可信度吗？粘人精 Alpha。 从他回到第8星系开始，这少年就阴魂不散地出现在每个地方，肆意嚣张的恨不得自己永远记住他。有，若是平时，谢卓听到这称呼尾巴都要翘起来了，但喝醉以后的谢小卓莫名乖巧得很。我很能忍的，我可以做到。在他没来主星系之前，他就一直忍着，从未找过他一次。他知道指挥官今天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关于他的每份星报谢卓都会买，肚子也会买。他是最忠实的仰慕者，从不逾越。直到实际降落第8星系的那天，长风割裂上空，属于他的信息素席卷整个大地。即使谢卓在睡梦中也蓦地惊醒，抬眸望向上空，银色机甲从天际坠落，学院的钟塔发出沉闷敲击音，像是命运轨迹的重合。他的后颈开始微微发烫。说起来您可能不信，是您先主动的，是您先主动召唤我，我才来到您身边的。你该睡觉了，小醉鬼。实际疲倦的抬手揉揉眉心，如今时候不早，明日午时还有比赛，赛前酗酒的让他回头慢慢算。谢卓安静望着他，随后蓦地俯下身，将他抱进怀里，一言不发地走向卧室。实际困倦的青眸睁开，在看到谢卓低眸解他纽扣的时候，怒意抵达了巅峰。让你睡觉，不是睡我。啪的一掌打在谢卓手上，冷白手背立马浮起一片红。谢卓有些茫然地看了眼手，眼眶似乎红了一圈，又抿了下唇，一言不发地继续解他的纽扣。你不舒服，我解扣子，盖被子，哄你睡觉觉。谢卓次日醒来的时候，已经在自己的宿舍中了。他头疼地揉揉眉心，蓦地坐起身子。几点了？同住的陆瑶摸了把心电，迷迷糊糊地看了眼，6点半，大哥还早着呢。他实在是太困了，没工夫跟谢卓掰扯。你昨晚大半夜跟撒欢的小狗一样跑回来，都不困吗？说完，陆瑶翻了个身继续睡，传来细微的轻鼾声。谢卓脑子昏沉，有些记不清具体细节，他只记得昨天一群教授长老用怜爱的目光看向他们这群可怜的孤儿，说指挥官马上就要离开了，不管他们也是正常的，毕竟就是2个凑数的队伍。谢卓一下午没见过指挥官，而他们刚跟指挥官开过会，他不得不信，他怎么能走呢？谢卓茫然地想，又觉得似乎也是应该的，他的指挥官本就属于那片更广袤的繁华星系。他屈膝坐在基地天台上，冷风吹过额前的银发，仰头将啤酒一饮而尽，塑料罐子被他捏碎成团。谢卓恨不得连啤酒罐一起嚼了。他在想，为什么呢？为什么被选择的永远不能是他呢？为什么每一次当面临选择的时候，他始终都是被放弃的那一个呢？他就这么不讨人喜欢吗？陆瑶，谢卓隐隐觉察到自己做了什么，翻身下床把陆瑶摇醒。我昨天回来说什么了没有？没有。你就跟颠颠的小狗一样，到处快乐的转圈圈。哦对，你手里还不知道从哪个垃圾桶捡了块抹布。陆瑶打了个哈欠，我还以为你出去寻思死了，没想到跑去拾荒了。谢卓皱眉，抹布。他在自己被窝里找到了那片抹布，冷白清透的布料，触手柔软细滑，纽扣是漂亮的白玉琉璃色，几乎一眼便能认出是身上的。被撕烂的白色衬衫，纽扣都没了好几个。谢卓懵了，他昨晚到底做了什么？该不会把指挥官给……操，我这么争气？谢卓愣愣地眨了下眸，很难不敬佩起喝醉的自己。他困意全无，转头给睡觉的陆瑶就是一脚。你他妈才出去拾荒捡垃圾，你才是抹布，你全家都是抹布。陆瑶被他踹得差点滚下床，起床气让他满身怨气比鬼都重。谢卓，后者把那片宝贝抹布折好放在枕头下，哼着小曲转身走进了浴室，开始骚包的洗漱。50一到，基地上空发出集合声，所有学员全部聚集在基地门口，准备进入比赛场地。实际昨晚睡得还行，跟着教授们走到广场集合。一道灼热视线落在他身上，实际抬眸望去，对上谢卓散漫微弯的灿烂双眸。他视线微抬，看到他耳侧别着一朵小小山茶花。在所有人紧张到不行的准备中，他倒是最松弛的一个，还有心情打扮自己，天天在那颗银毛脑袋上瞎折腾。石指挥官，听说您昨天第8星系负责人主动上前搭话，显然对昨天听了一半的八卦很有兴趣，跟学员闹了点小矛盾。实际对他拙劣的试探表示敷衍。真的要走，真的要走。他继续加大力度的瞎编试探。听说昨晚一位 Alpha 从您房间哭着跑出来了。实际回想了下小畜生昨天撒欢跑走的模样。您是跟他说了什么啊？负责人的心思都写在脸上，才会把一个 Alpha 都气哭。要承认了，要承认了，一定是说了些什么吗？实际白衣黑裤站在一侧，胸前别着金枝缠绕的徽章，眉眼散漫精致，就不能是做了些什么吗？负责人啊，
他被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弄得一时间摸不着头脑。做了什么把 Alpha 弄哭了？那是做了什么？实际看他一脸求知欲望迫切，想到昨日这群小老头听了一半八卦就到处散播谣言的行为，他莫名勾了下唇，收费内容不便透露。负责人彻底傻眼了。啊，他们不是在讨论星系机密吗？怎么话题越跑越歪了？看他一脸懵逼，仿佛世界观被刷新的模样。实际漫不经心抬手拍拍他肩膀，出门在外，名声有好有坏，以前是以前，现在是变态，是吗？负责人再傻也能听出其中隐喻的嘲讽。谁不知道指挥官向来一身傲骨，从不跟任何 Alpha 沾染上关系。他立马知错，对不起，昨天的事是我失职。他要是今天敢传出去指挥官昨晚弄哭一个 Alpha， 明天他的脑袋就会被运到主星系供大家观赏。实际面色恢复清冷，语调淡漠薄凉。昨天是谁在我那几个小崽子面前胡言乱语的？您最好心里有数。负责人心头一凉，立马欠身，是，我会处置他们。身旁的教授们集体石化。实际只漫不经心转了下目光，看他们一眼，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没有，我发誓，我就告诉了一个人，我发誓我没有告诉基地外的任何人。各位参赛队伍，中午好，我是你们本次联赛淘汰赛负责人张伟。第8星系负责人点击光屏，巨大全息透屏映在半空中，几乎遮天蔽日。上空浮动着一张巨大地图以及42支队伍的实时排名。你们本次考核地点在虚拟幻境玫瑰神殿，所有队伍随机投放。你们的任务是淘汰其他成员，守护自身队伍，夺取黑白权杖。任务时间没有限制，直到所有队伍淘汰，只剩下黑白权杖获得者。接下来你们将会有10分钟时间记住这张地图，其中分布着资源和陷阱。祝愿各位好运，玫瑰神殿会祝福每一位善良的人。实际漫不经心扫了眼地图，不难猜想难度系数很高，地形复杂，陷阱丛生，甚至不需要其他队伍努力。有些人记不住陷阱的，自己就能淘汰自己。挑战不喜欢指挥官的第一天，耳边蓦地响起松懒磁性的嗓音。实际皱眉看过去，果不其然，这小畜生又粘过来了。他说什么？谢卓弯了下懒散的眸，挑战失败。实际漫不经心的扫他一眼，语调清冷：10分钟时间，请问你在做什么？谢卓笑了下，说：我记住了。他这人没什么优点，就是记性好，过目不忘，否则也不会记住他这么多年，半分爱意都不曾减少。实际闻言，面色浮现细微变化，漫不经心地问：还记得什么？谢卓茫然地低眸看他，实际冷淡问他：昨晚还记得多少？谢卓透过他冷白精致的容颜，什么都看不出来。喉结轻滑了下，他说：都记得。这次实际漫然轻笑，有些微妙地看他一眼，清冷长眸带着几分勾人。滚回去吧。谢卓一头雾水，又不敢问，困惑地侧眸看他。实际知道他什么都不记得，否则这小畜生不会这么淡定。昨晚他困得指尖酸软，懒得动，任由听话懂事的 Alpha 给他解扣子。银毛小狗红着耳尖跪坐在他面前，手抖得不像话。最后没什么耐心，直接撕拉一声扯了他的衬衫。实际醒了，他看着做了错事，目光还有些无辜，手中握着残破衬衫，捡起来一颗白玉漂亮的纽扣往嘴里塞的。Alpha 有病是不是？实际从他嘴里捻出白玉纽扣，指尖沾了点湿润，他嫌弃地蹭在谢卓身上。白色被子笼着半身，露出一截冷白肩线。谢卓说：好看，只要是他身上的，连纽扣都好看，看起来香香的。谢卓低眸，将手从被子末尾伸进去，给指挥官足够的隐私，然后礼貌地说：我给您脱裤子。实际修长温热的手触碰到他的细瘦脚腕，轻轻握住。实际来不及反应，便下意识把人踹了下去。他顿了下，缓缓不自然别开眸。不需要，回去吧。哦。谢卓从地上爬起来，摔疼了也没生气。他犹豫的低眸，最后决定听话离开。黑色 T 恤衬得脖梗冷白，桃花眼尾透着一点薄红，银发在月光下软软耷拉下来。实际突然叫住了他：醒来会记得今晚的事吗？不知道。谢卓摇头思索着回答：这个要问明天的卓卓。还卓卓？实际好笑的抬手，指尖勾住他的衣领，没怎么用力。Alpha 乖乖俯下身来看他，桃花眸湿润迷离，浮动着光影斑驳的碎光，有些软糯，又有些听话。微凉的指尖从他唇上蹭过，实际眉色清冷，却是平静夸了他2个字：可爱。下一秒，放大的侧颜凑在他面前，似乎是习惯性的在他面前晃尾巴。那亲亲他没想到能得到回应，直到薄唇轻轻印在脸颊上，谢卓心里的烟花彻底炸开了。抱歉宝贝们，今天来晚了，昨晚写的实在不满意就没发，白天重写了一遍，为了补偿大家今天的更新多了1000，谢谢宝贝们送的礼物，喵喵喵。对不清醒谢小卓，人工呼吸，亲亲脸颊。对清醒的谢小卓，别发癫，滚远点。猫猫就是傲娇，超级无敌害羞。谢卓指尖无意识轻蹭过脸颊，总觉得那片肌肤酥酥麻麻的，丝不知蹭到哪里，他皱眉轻嘶了一声。实际眉稍微平，你碰他干嘛？谢卓一头雾水，在他精致俊美的侧脸上有一道不明显的小伤口，不过此刻已经愈合成了浅粉色。他疑惑问：我脸上有伤吗？严重吗？实际眉色平静，扫过那道已经被治愈过，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伤口。很严重。他眉眼冷淡，再晚2分钟去医院，恐怕就要愈合了。
干嘛？谢卓没忍住低声失笑，好像昨晚是隐约摔了下，脸上有点疼，不过很快就酥酥痒痒的，受的伤多了，他也没当回事。实际平静挪开目光，只当没看到，直到听到谢卓吊儿郎当的嗓音：“愈合这么快，怎么跟被您舔了似的？”实际蓦地冷冷抬眸看他，谢卓浑身一僵：“我开个玩笑，毕竟他见过指挥官愈合伤口的模样，一脸的高冷散漫，又乖得让人心软。”实际薄唇吐出一个字：“滚！”银毛 Alpha 也不晓得踩到了哪个雷区，无辜摸摸鼻尖，在实际平静戴上口罩以后，往他手里塞了个东西：“我走了，您这2天照顾好自己，等我回来再给您好多好多的信息安抚素。”脚步声从身侧远离，实际冷垂的长睫才微动了下。昨晚月色迷离，他怕是疯了才会亲了那小畜生，帮他把脸上的伤口愈合。看他刚刚指尖没轻没重，把伤口搓得泛红，也不像是怕疼的模样。皮糙肉厚，实际淡漠垂眸，看向手中被他塞过来的东西，一颗新的逗猫球，正泛着浓郁海浪的气息。对 Alpha 来说，很珍贵的信息安抚素，大概也只有它会融在一颗小小的逗猫球上了。10分钟倒计时结束，路遥双眼努力到瞪得像铜铃，也没能抵得过生锈的大脑，最后还是记得迷迷糊糊的。兄弟，你记得咋样？一转头，他兄弟人呢？谢卓迈着大长腿从远处走来，一身黑色特战训练服，宽肩窄腰，银发飞扬，蓝色半透明的护目镜被他随手推在头顶，漫不经心的挑眉：“找我？”路遥，操，帅得我一 Alpha 都腿软了。你上哪去了？他问。下一秒，这银毛大帅比就宛如怀春少女似的捧出心脏，跟我家宝宝联络感情，接下来要2天都见不到他了。心痛，心绞痛，你他娘的真是够了！别装了，还宝宝呢？路遥毫不留情地拆穿了他。我刚还听到指挥官让你滚，他对你压根就没感情。谢卓单手插兜站在人群中，危险地眯了眯散漫不羁的桃花眸。路遥已经恨不得下一秒就跑路了。谢卓轻斥：“你懂个屁！指挥官为什么叫我滚不是走？他就是心疼我走的累，有理有据，究极恋爱脑，没救了，真没救了。”此时台上传来联赛负责人张伟的嗓音，相信各位队员已经将地图牢牢记在心中了。台下所有人脑袋都像布朗鼓一样晃动，就10分钟还是高度紧张的状态下，他们记了个寂寞。很好，既然大家都点头了，张伟笑着说：“那就开始吧。”他指尖在手中光屏上轻点，遮天蔽日的机甲结界笼罩所有人，随之传送进了竞赛副本中。玫瑰神殿，实际坐在观测席，神情漫不经心地望着这个幻境。指挥官，您是不是觉得这地方有些眼熟？耳边传来 Omega 温柔的嗓音。实际侧眸看他一眼：“谁允许你坐在我身边的？即使是带队的皇家学院少校，也没有坐在他身旁的资格。”唐楚脸色一正，顿时眼眸水盈盈的，无措地看向另一位 Alpha 长官。长官略有些尴尬道：“是我让给小楚的，他说他是您的忠诚粉丝。还有就是坐在指挥官身边压力太大了，那种与生俱来的孤傲气场让他一个 Alpha 都望尘莫及，所以也想不明白那个银毛学生是怎么在指挥官面前游刃有余的。”实际对这种行为不予置否。没有下次。长官连忙点头：“是。”唐楚没想到实际如此直白，倒显得他有些尴尬。指挥官，您是不是很讨厌我？这是他的惯用手段。询问一个 Alpha 是否讨厌自己，对方的回答一定是否。他在柔声细语的回：“可是你好凶，我以为你不喜欢我。”能轻而易举地唤醒男人的保护欲。是。实际眉色不抬地说：“所以你自觉点，把嘴闭上。”他当然知道这个幻境很熟悉，里面有一只3S 级的无上妖兽，就是他亲手封锁进去的。你用3S 妖兽的封锁地作为竞赛考核，就不怕出问题？实际侧眸看向负责人张伟。张伟愣了下，随后道：“只是幻境，不会危及性命，况且那位是不会出来的，也出不来。他被锁在了暗不见底的神殿深处，心甘情愿在此地长眠。只是略微残留的妖气孕育着整个玫瑰神殿，作为竞赛场地再合适不过。”实际没再说话。此时所有队伍被分别投放在了城堡外围。北欧风的城堡伫立在风中，屋顶高耸入云，在光下庄重而华丽。露水玫瑰在风中摇曳，水珠泛着粼粼波光，空中充斥着芬芳馥郁的玫瑰香气。好香啊，是什么味道？瑞恩趴在地上仰起头来。他们被投入幻境的手法不太温柔，个个四仰八叉的。楚檀星率先起身，单手把 Omega 从地上捞起来。露水的味道。他高冷的单眼皮扫过面前的玫瑰花丛，正值50半人高的玫瑰花瓣缀着晶莹剔透的水珠。他说，准确来说是口水的味道。午间不会有露水。话音落下，路遥面前的玫瑰花张开花心，露出尖锐的一排牙齿，大概类似《植物大战僵尸》里的食人花。路遥呆滞地愣在原地2秒，妈妈！随后一通小拳拳直接把玫瑰花捶了个稀烂。花就没见过这么怂又这么猛的。他被激怒了以后，浑身抖了抖，将外围的花瓣窸窣窣地抖掉，随后盛开一层新的粉嫩花瓣。路遥，妈的，他犯规！他有无数层花瓣，根本就捶不烂。楚檀星把瑞恩放下，激活机甲，让开。凝光长剑汇聚在他手臂，直直射向挡在面前的玫瑰花。然后他张开大嘴，把剑吃了进去，嚼了嚼，味道显然还不错。
哈哈，这2个字在妖语中翻译大概是香啊。楚檀星没想到他玩这么变态的，皱了皱眉。无限复生，无敌吞噬，又挡在他们进入城堡的必经之路，必须杀了他才能向前走。与此同时，每支队伍面前都有一朵食人玫瑰。慢了也不行。谢卓从地上起来，看到天边的积分已经有一队遥遥领先，是皇家军校的 Alpha 机甲队雷霆突击队。楚檀星面目凝重，他们速度很快，我去年就因为慢他们一步，错失了名额。谢卓盯着食人玫瑰，扭头拍拍他肩膀，你太慢了 boy。 楚檀星，一支长剑从玫瑰头顶越过，显然想试下他们能否飞越过去。食人玫瑰突然伸长脖颈，又一次将长剑吞入口中，垫了垫肚子，在风中摇曳的转圈圈。不远处甚至有队员被玫瑰吞入口中，惨叫声伴随着身体消散，实体被打出了幻境之外。就在这时，谢卓屈膝从短靴中抽出一把弯刀，直接冲向了玫瑰。碧绿色的根茎绵长柔软，在风中扭着小腰。楚檀星看他机甲都不穿，面色一凝，立马召唤出无数长剑辅助他。幻境外，实际看谢卓头也不回地冲上去，忍不住皱了皱眉。小莽夫，方法是对的，发现的也很快，但是真莽。横冲直撞的小狗好像永远不怕受伤。谢卓就在即将靠近玫瑰的一瞬间，玫瑰意识到，回头便冲他吐了一脸口水。不远处又传来队员的惨叫声，嘴里凄惨大喊，这根本不是露水，是硫酸，硫酸啊！队员裸露在外的皮肤因为露水烧灼，烫起了水泡。实际面色清冷，想到昨日脸上那点小伤口，他因为小畜生可怜又可爱的帮他治疗，结果他今天就去拿脸撞硫酸。唐楚不知为何看到这银发少年即将毁容，甚至还有点开心，声调惋惜，真是可怜这张脸了，实际未言。下一秒，一道无形屏障挡在了谢卓与玫瑰中间，泛着莹莹的机甲绿光。是瑞恩，他召唤出自己的微型机甲，为谢卓挡下了露水。谢卓唇角勾了下，干得漂亮，小鬼。瑞恩胆战心惊的手都在抖，吓死我了！你不会发个信号啊？不会。谢卓翻身将弯刀砍向玫瑰根茎，谁知绿色根茎柔软的弯曲成一个弧度，像海绵似的，凭借弯刀根本无法将它斩断。空中的长剑无数飞来，他张开血盆大口去接，笃定谢卓无法伤他分毫。谁知下一秒，咔嚓，剪子声落下，他的根茎冒出绿色液体，花朵在一瞬间枯萎倒地。我懂。谢卓黑色短靴漫不经心踢踢他的大脑花，修花要用剪刀。楚檀星点点头，原来是这样，这点他确实不如谢卓敏锐。谢卓转头对他说，远程速度不如近战很正常，让楚檀星来破解玫瑰，的确要耗费很久，花朵灵活且无解。我知道，我没有难过，你不用安慰我，我没有安慰你。谢卓漫不经心笑了下，看向远处摇曳的第2朵玫瑰，正咧着满口尖牙的大嘴冲他们笑。这次发出的声音是嘻嘻。谢卓长腿滑地，修长凌厉的身形在地上划出一道长光，他手中的弯刀脱手而出。我是想说，扑哧一声，绿色根茎被夹着寒光的弯刀原地斩断，花朵不可置信的断裂。吸，偌大的脑袋瞬间失去养分倒在地上，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就算是柔软的海绵也会被斩断。无论远程还是近战，我都是第一。谢卓保持着原来的姿势，银发被风吹得飞扬，露出锋利俊美的五官，银色护目镜泛着幽幽蓝光。Vocal， 太牛逼了吧！这波被他装到了，我心跳都快了2下。我收回这次晋级排名是雷霆突击队和火箭发射队，这一队也好强啊。他们是哪个队伍啊？我看看，目前这个速度应该排名第2了，叫干饭不排队。好名字，有前途。这名字还是谢卓起的。在训练室里时，实际觉得毕竟是小崽子们第一次比赛，便把起名权交给了他们。瑞恩第一个举手就叫深藏 Blue 队，听起来就很厉害，又很低调。楚檀星都行，我没意见。实际看向谢卓，你呢？谢卓想了想，队伍名字吃饭不排队吧，这个名字简直太难听了，实际第一个就 pass 掉了。瑞恩也挺嫌弃的，这什么名字啊？谢卓无所谓的耸耸肩，我的梦想啊，每次我有钱吃饭都是快饿死的时候，但还要排队，实在是太烦人了。瑞恩定睛看他好几秒，想起了医生曾经说起过的营养不良，他撅了撅小嘴，趴在楚檀星肩膀上看谢卓，你好可怜哦。谢卓轻嗤一声，有什么可怜的，又饿不死。实际面色清冷安静，最后漫不经心的输入名字，就这个吧。瑞恩踮起脚，哪个？是我的深藏 Blue 吗？他看到光脑上的吃饭不排队，小嘴都张成了 O 型。实际漫不经心，华夏人用什么洋名字？全中文。瑞恩揉揉自己的小绿毛，眨眨碧绿色的眼瞳，可是我是混血啊。谢卓也摸摸自己的一头银毛，我也是混血。实际他冷冷眯眸，我是纯种，有意见？没有，当然没有。于是这名字就稀里糊涂的定下了，属于实际半夜醒来都要反思自己，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的名字。唐楚没想到不仅没伤到这个 Alpha， 反而还给他装了一波。他笑意温软的夸赞，没想到指挥官您的队伍这么强。实际漫不经心，你刚刚说什么？唐楚顿了下，又重复了一遍。实际上句。意识到什么，唐楚面色微顿了下，笑容浅浅的解释，我只是担心他被硫酸伤到毁了容，不用担心。
实际平静坐在位置上，容颜被天光照得冷白精致，有种不近人情的疏离。他就是毁了容，也比你好看。唐楚，他被这句话实实在在的噎了一下，那双温柔泛着水色的眼眸直勾勾望着实际薄凉的侧颜，随后缓缓问了句：“您对这 Alpha 如此上心，是因为他长得像皇帝陛下吗？”唐楚意味深长地望着指挥官，看到他眸中的冰冷和震惊，而自己笑得温软绵长。他喜欢实际，又或者说他喜欢指挥官。白帝星皇宫宴中那个高不可攀、令人望尘莫及的清冷指挥官，那时指挥官还是贝塔，却已经有无数 Alpha 臣服在他脚下。他想看这样的人坠落云端，被拽入凡尘，满身堕落情爱，被沾染玷污的模样。望星，威严沉冷二字震在耳旁，他几乎下意识匍匐在地，颤抖望向身旁掠过的白金衣袍。皇帝并没有再给他一个目光，刚才的2个字仿佛是他的幻觉。男人银发一丝不苟，紫眸深邃高贵，在觥筹交错中走向那安静的角落，唇角勾起很淡的笑。很无聊吗？石指挥官，实际漫然抬起酒杯跟他轻碰，杯口平齐。唐楚什么都明白了。而如今指挥官身上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贝塔分化成 Omega， 从主星系贬入第8星系，连一个普通 Alpha 都能得到他的青睐，像是谁都可以入得了他的眼，碰一下他，那是不是他也有机会呢？直到实际冰冷不带情绪的语调响起：“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心思多，现在才发现是我错了。”实际说：“你好像脑子有病。”虽然用的是好像，却是十足的肯定句。唐楚，恕我直言，他们之间有半分相似吗？唐楚嘴唇动动，似想说最起码头发颜色总一样。实际便开口：“如果因为是那头银发，你大可去染一个同款，看皇帝会不会抱着你痛哭，说你是他失散多年的亲弟弟。”唐楚，他背对的哑口无言好半晌，尽管实际嗓音始终平和且富有嘲讽，他还是忍不住地问：“所以您为什么会对他另眼相待？”“我有对他另眼相待吗？”实际似恍然了下，好看的眉头微平：“我说他毁容也比你好看的意思是，他只比你好看。你们其实都挺丑的，你们其实都挺丑的，都挺丑的，丑的。”唐楚绷不住了。负责人刚落座，便听到这么一句，不知为何，总觉得这句话出自指挥官口中，有些莫名的反差萌，像是在说你们都是一群小猪。随后实际眸色冷淡，看向光平，不再多言。在第一队通过玫瑰花丛后，第2关到了。庭院中分布着无数块整齐的石板，横排8块，纵排12块。什么意思啊？雷霆队的4人停下脚步，不敢妄动。踩石板，试一下不踩石板是什么后果？他捡起来一块石头扔进草地中，密密麻麻的小草蠕动着，将石头吞噬成碎屑。队员一惊，连石头都能咬成废粉，更别提是肉骨凡胎。怎么办？他们陷入沉默。为了保证第1名的速度，如今这里只有他们4个，必然要有人进去试错。莫山就坐在实际身后，他突然开口问：“石指挥官，如果是你，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负责人无奈笑了笑。莫山这个人嘴上不服，却又暗中询问学习指挥官的思路。可惜实际说不怎么办，挨个试错。莫山教授冷酷笑了一声，心想也不过如此。实际漫然往后一靠，减员关卡罢了，就看哪队是牺牲的倒霉蛋了。话音落下，下一队便从玫瑰花丛中走出。为首的少年身高腿长，手握荧光弯刀，一头标志性的银毛，蓝色护目镜衬得他精致昂贵，有种 AR 化身的肆意帅气。来了，倒霉蛋笨蛋！哟，哥哥们怎么不走了？谢卓全然不像是来参赛对打的，开朗又热络地跟他们打招呼。雷霆队的几位 Alpha 冰冷看着他们，侧身让路：“你们先。”“什么好事啊？先让着弟弟们。”谢卓清澈愚蠢的，就像那不谙世事的大学生。实际忍不住抬手扶额，这丢人现眼的家伙。屏幕中，谢卓迈着大长腿走到庭院门口，探身朝里看了一眼，语调慢条斯理的拖长：“哦，开盲盒啊，我可真是太谢谢你们了。”他刚要退回来，身后雷霆队的一人在他背后猛然推了一把，谢卓脚步踉跄的向前摔去。实际眸色清冷微眯，便看到少年灵活转身，长腿踢在庭院围墙上，接了一个漂亮的翻转，把身后的人扯着领子拽到面前来。桃花眸笑意懒散的：“哥哥，我跟你玩真心，你跟我玩套路啊？”看起来热情无害的少年，下一秒长腿一踹，在你妈的剑！雷霆队的一人踉跄的扑向其中一块石板，发出惊恐的惨叫啊！结果他没事，依旧趴在石板上。谢卓慢悠悠吹了声口哨：“我真是这世界上最善良的宝宝了，指挥官这不得深深爱上我啊！”在场一片鸦雀无声。瑞恩连忙把他拽回来，免得再有人背后偷袭。“你够了，别骚了，指挥官看得到。”瑞恩一个小毒唯遇到他都要甘拜下风。谢卓抬眸望向天空，护目镜阻隔了一切炙热的目光。他轻声喃喃：“我看不到。”刚被偷袭都笑意懒散的少年，如今倒还真有几分失落沮丧。他低下头，好难过，好想我家小。实际眸色冷凝，冰冷的想杀人。他敢说出那3个字试试？谢卓妥协了，低眸喃喃自语：“指挥官，想回家，想抱抱他，想给他好多好多信息安抚素，想看他乖乖靠在自己臂弯中，安静闭上漂亮的长长睫毛，露出头顶软软绒绒的2只小猫耳。即使他什么都不做，都可爱的要命。你差不多得了，
我们进来也就不到1小时。路遥实在是忍不了了，弄得好像走了很久的样子。况且指挥官是谁想报就能报的吗？那不一样。谢卓耸耸肩，望着天空说，是很远的距离。他看的是天空，屏幕外的人看的是他，实际没有别开眸，安静地对上那双肆意勾人的桃花眼，轻抿着薄唇，一言不发。直到石板上的人哆嗦着站起来，冷汗流了满脸。他颤抖地问，现在怎么办？谢卓眉梢微挑，并不发表任何言论，随意摊手道，问你们雷霆嘎巴队的队长。雷霆突击队队长是一位很典型的 Alpha 队长脸，沉默内敛，聪明睿智。他黑眸冷沉，开口下命令，继续。队员一愣，不可置信地问，队长，是您让我继续往前？幸运女神不会眷顾一个人第二次。队员第二次颤抖地踏出去，脚下的石板轰然消失，他惨叫一声，被密密麻麻的青草吞噬，血液染红大片，又渐渐消失的什么也不剩。在场的人都有些毛骨悚然。瑞恩趴在楚檀星怀里，听着惨叫抖了一下。楚檀星低眸揉揉他的软发，没说话。雷霆队长转过头交代，谢卓，雷霆队长冷冽的眸落在他身上，言简意赅，给你的交代。谢卓眉梢微挑，倒是慢悠悠的笑了。既然是给我的交代，你不应该自己跳去是吗？雷霆队长这次没说话，沉脸的黑眸看着他。谢卓眨眸，开个玩笑而已，我收下了。雷霆队长面色缓和了下，沉声道，从现在开始，我们2队联手，由后面的队伍开始试错。莫山教授眯着眼睛，这队长倒是聪明，知道单凭一队实力不够，联手才能施压所有人，就是不知道这叛逆小子会不会同意了。谢卓难得正常发挥，可以，我没意见。随后第3队来临，看到2队强者守着，起初还反抗一下，雷霆队长也好说话 ，PK 失败的队伍上去。不过在损失1名队员和2名之间，我相信你知道该如何选择。雷霆队是公认的最强队，谢卓又是第2名闯过玫瑰园的，还反杀一位雷霆队的队员，实力不言而喻。谢卓靠在围墙上，唇上叼着一根狗尾巴草，散漫又好说话，我可以保证在这关过去后，你队伍里至少还剩1个人。雷霆队长沉默看他一眼，那队长显然犹豫了下，真的吗？谢卓语调懒懒的，几人犹豫的商量去了。瑞恩拍了拍谢卓，皱着小脸问，你怎么什么都吃？不怕有毒吗？那庭院里的草都会杀人，他还敢叼在嘴里。谢卓说，小时候吃草吃习惯了。瑞恩顿时一脸愧疚加心疼，谢卓扑哧笑出声，不是，这你都信？瑞恩，小欧无语，等于这时第3队考虑好了，我们同意，但你要保证他活着。一个小孩被推到了谢卓面前，我们队老幺第1次参加，想让他活久一点。谢卓看了眼那眼眶红红的小孩，淡淡嗯了一声。随后的每队，谢卓都保证会剩下1个人，他带过去，安全通过第2关。雷霆队长撑着长枪站在一侧，闻言只是说，多余的行为浪费时间。归根究底，这是个竞赛，最后都是队伍间厮杀罢了。就算如今他们的盟友，也只是暂时的，何必多此一举？愚昧的善心，浪费时间。石指挥官怎么看？莫山教授又在后面提问。坐着看。实际反问，不然我还能怎么看？莫山干脆了当的问，你会用武力镇压，让他们全部送死，还是帮他们留下最后一个成员？尽管留下的人是未来的对手。实际很快给出回答，留下。似乎答案不同，莫山教授又冷笑了一声，原来你也是个心软的人。实际却说，这跟心不心软关系不大，除非你能确保有绝对的实力不会被反杀。莫山蓦地愣住，什么意思？实际抬起清冷的长睫，眸色平静清透，纤薄唇瓣缓缓吐出一句，你能当那个守门人，其他人就不能吗？在绝对的死亡面前，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拼死反抗？谢卓只是给了他们决心赴死的理由而已。看似心软善良，实则心思更缜密可怕。什么？你竟然让我们去试错？莫言的大嗓门传来，你知道我们是什么队吗？雷霆队长皱眉，什么队？在他最强队面前，还真没听过有什么比他更强的。莫言冷笑一声，抹了下鼻子报出名号，什么档次跟我一队？雷霆队长将长枪竖在地上，只问，你去不去？莫言，去。一共数排12块石板，在一排都有人牺牲的情况下，原意12人便可渡过这关，但事实远比想象更糟糕，他们走错路了。第8排面前的4块石板全部消失，4人牺牲后依旧没有正确道路。一共96块板子，总不至于找不到一条正确的路。雷霆队长冷冷道，继续，每队开始第2轮。谢卓面色微沉了些，一共42队，从第1关闯过来便损失惨重，更别提在走错路的前提下，再加上反抗人员被雷霆队直接击毙，人数急剧缩减，直到每队都只剩下1个人。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第3队的小男孩，这场轮次到他手里，目前也只剩下最后一排的石板了。你去吧。男孩目光惶恐，你们不是说我可以安全活到下轮吗？他们说我们每支队伍都已经没有多余的人了，除非他们。那2支守门队伍，雷霆突击队3人，干饭不排队4人。作为唯一的满编队，此时也十分拉仇恨，所以雷霆队长翻脸不认人，对谢卓说，你们去。谢卓漫不经心扫了眼他，
以及其他队伍他保护下来的所有独苗苗，都望着他们，要他们去送死。说不定他们欲言又止，就选对了呢。可能性小得可怕。最后路遥站出来说：“算了，我去吧，反正我就是这用处。在必要情况下吸引火力，保护输出。”他刚要踏上石板，被谢卓扯了回去。啊！谢卓自己踏上了石板。卧槽！你别！路遥下意识地追上去，被谢卓头也不回的懒声呵斥：“回去！”不是，路遥都已经懵了，谁上去也不能他上去啊！他急得团团转，隔空喊：“你运气咋样啊？中过奖没？”谢卓脚步微顿，略微思索，反正从小到大再来一瓶是一次都没过。你都那么穷了，多喝一瓶饮料的运气都没有。但我感觉我运气挺好的。谢卓目光落在几块石板上，从外观上看不出任何区别。我有刺死的半透，都看见我太奶给我热饺子了，硬是被人给救回来了。他薄唇轻扯地笑了下，他给我做了32次人工呼吸，一直让我醒过来，所以我一直觉得我没那么容易死。说完，谢卓便选了一块石板跳了过去，黑色短靴踏上石板的一瞬，石板化为透明，小草争前恐后的要吞噬住来人。一条钩爪射向宫殿大门，紧紧扣在上方。所有人顿时睁大眼眸，他这样不行的吧？刚刚我哥试过了，他想借机跳另一块，结果瞬间被犀利扯了回去。这个有着力点，说不定，小心！看似娇嫩摇曳的小草，犀利竟然把钩爪都拽得往下滑了几分，墙上划出重重的爪痕。谢卓拽着绳索，脸颊几乎要贴在小草上，无形的犀利拽着他下坠。指尖的血肉爆开，鲜血一滴滴砸进草里，被争先恐后的吸收。谢卓强撑着不让自己坠落，瑞恩试图扔出屏障机甲，也无济于事。雷霆队长在一旁看热闹，失笑。否则这几块石板我们横着走，只能看他自己。事情的转机在谢卓头顶的小花被犀利拽下去，小山茶瞬间泯灭在他面前。谢卓愣了下，彻底愣了下。你们惹到我了，你们真的惹到我了。小草，他蓦地拽着绳索狠狠往下一拉，在坠落一瞬又借力腾空跃起，犀利将他腰侧的作战服都撕拉稀了一块。他浑然不觉，腰侧流着血，翻身滚落在了对面宫殿门口。所有睁大双眼。过了，过了。谢卓突然起身，一言不发的咔嚓卸了宫殿的门，扭头开始举起狂砸小草。吃我小花，吃我小花，让你们吃我小花，怎么不噎死你们？一群比我还能吃的臭小草，把我的小花吐出来还给我，还给我！所有人，宫殿中的东西他们吞噬不了。一群小草被砸得七零八落，原地嗝屁。谢卓撒完气扔了门，代替了最后一块石板，看向对面目瞪口呆的所有人，身上还是浓浓的怨气。都跑着干嘛？愣着！所有人立马争先恐后的开始往前跑。少年指尖淌着血，腰侧的作战服被撕烂，一道血痕蔓延在紧致腹肌上，再配上他怒气冲冲喘气的模样，吓人又带感。这帅哥好有性张力啊，真就痞帅的小狼狗，感觉很有力的样子，被他标记一定很爽。嘤，你说的最好只是标记，谁能拒绝一个为了保护小山茶花生气发疯的银毛小狼狗？我爱了。与此同时，地表的一滴血液穿透土壤，滴落在了地下宫殿中。滴答，带着几丝熟悉的味道，躺在十字石棺中的绝美长发青年缓缓睁开了金色双眸。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剧情，但还是要写的。我比较倾向剧情感情线5-5开，大家不想看竞赛内容的宝可以囤一下。竞赛结束会标记猫猫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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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变态的笑声。第10关边缘搭着一只苍白细瘦的手，青年容颜妖异绝美，一身绯红长衫，及腰长发散在脑后，嗓音嘶哑，发不出人类语言，只能从那不太清晰的语调中猜出大概是一个字：喜爱。四觉得这句狠话有点难听，像锯齿磨了木头。他抬起手捂住了嘴，随后金色眼瞳迸发出浓郁的戾气，明晃晃写着一个优雅的字：杀。偌大幻境发出一声细微波动，学员们茫然看了眼上空，随后继续朝着宫殿里走。竞赛即将结束，他们剩下的都是独苗苗，只能尽力应对最后一关的未知危险。学员们不清楚，观测台的几人对这动静并不陌生。负责人张伟头顶冒出冷汗，转头看向面色冷淡的指挥官：醒了吗？石纪漫然往后一靠，不慌不忙地反问：你说呢？张伟一时间不知道该哭还是该嚎啕大哭。指挥官提醒了他的，但他没当回事。不是，他为什么会突然醒啊？张伟百思不得其解。我上周带着长官们进来开 party 都没事啊，他都懒得搭理我们，连花都不带开的，怎么就突然醒了呢？石纪眉梢微颦，没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他问：开什么？张伟瞬间惊恐的安静如鸡，长官们也疯狂摆手自证清白：我可没去，我也没去，你们都没去，那我也没去。石纪总算明白第8星系为什么永远垫底了，一群混子。指挥官，那现在怎么办？张伟尴尬又心虚，小心翼翼凑过来问：倘若因为这3S 妖兽搞砸了淘汰赛，他们所有人的脑袋都不够上攻击主星的，不怎么办？石纪眉色疏离，饱窄的腰倾靠在椅子里，许是因为发情期临近，周身泛着慵懒清冷的勾人，同时脾气也不太好。醒都醒了，还能进去把他哄睡不成？他脸上戴着2只口罩，闷得大脑有些昏沉，看着高冷淡漠，但眼尾又透着一点薄粉，下意识让人觉得很好说话。要不您去试试？
3S 妖兽拥有无上威力，听说这位当初在主星系屠了一座城，最后被指挥官亲手折了狐狸尾巴，扔到了第8星系关押，并没有原地处死。一只妖兽可屠城，可想而知他身上的巨大威力。实际眉色微皱，不去。他现在没什么精神，不想动。看到负责人老眼纵横泛泪的模样，实际头疼。有精神力镇压，还有锁链禁锢，你在怕什么？顶多就是跑出来吓唬吓唬他们。再者，谁闯的祸谁收拾。实际看了眼屏幕中刚双手举门把小草捶了个稀巴烂，腰侧因为用力拉扯鲜血淋漓的银毛少年，冷冷抿唇，一天天使不完的牛劲。幻境中的瑞恩也盯着谢卓正往外冒血的腰，哎呀，你这……他寻找有什么能紧急治疗的方法，但幻境中不允许他们携带其他救急办法。谢卓发泄一通，气终于消散了些，不用管。他通关后下意识摸摸耳侧，陪伴他一路的小山茶，摸了个空。谢卓又气的在门上补了2脚，草，也不知道是在骂草还是在骂脏话。楚檀星颇为好笑的问，他一直都这么幼稚吗？路遥扯了块袖子摁在谢卓腰上，最多3岁。谢卓挥开他的手，麻烦出幻境就好了。路遥说，你血条在掉呢。袖口的血量进度条会根据自身情况缩减，如今谢卓的剩 70%， 他们其余几人零零散散也有8、90。这个幼稚的偶尔只有3岁的 Alpha 说，够了。路遥没听懂，够什么？谢卓随手抹了把下巴上沾到的血迹，浑身有种战损苏玉的美感，勾唇冷笑道，够我拿第一了。随后他一言不发的扭头走进宫殿。楚檀星眉梢微挑，酷。最后一关的内容很简单，抢夺主台上的权杖，成功放入上空的天使雕像中。黑白双翼的雕像在半空中紧紧拥抱彼此，手中控着2个位置，散发的金色光芒预示着那就是终点。谁能拿到权杖，谁能放入其中，谁就获得了胜利。谢卓刚踏入宫殿，迎面便是一道光刀击来，他始料不及，灵活翻身躲开，动作干脆利落，腰侧带出一道血痕。随后一道屏障挡在面前，瑞恩冲在第一个，怒视着对面的男生，你这个狼心狗肺的，眼前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谢卓护下来的第3队小男生。他为了不让小男生送死，选择自己踏上石板，却被他第一个反手偷袭。瑞恩气死了，又不会骂人，小蠢猪。男生身侧还有将近10位其他队伍的人，他咬了下唇说，抱歉，但必须先杀你们。答案不言而喻，这2队优势太强，雷霆队他们打不过，只能先杀这队实力未知的队伍。尽管他们都是谢卓保下来的，雷霆队在白色权杖处守着，3位 Alpha 实力强劲，轻而易举灭光身侧的几支散队，其他人压根不敢靠近。队长看向谢卓，很遗憾这次没能跟你们正式交手，希望在正式联赛中有机会。随后他拔下白色权杖，长腿跃起，插入白色雕像中。嗡，天空中的排名，雷霆战队断崖式第1，成功晋级。而剩下的是谢卓4人对抗所有单枪匹马的独苗。瑞恩气不打一处来，撑着银绿色屏障瞪着他们，你们这就打算联手了？男生眼眸微暗，想到队友决心赴死时的眼神，他也想为队伍拿下荣誉。不联手压根没有机会，联手或许……他的话被慵懒闲散的嗓音打断，也没有机会。谢卓在看到男生毫不犹豫对他出手时，只眸色闪了下，便很快恢复了正常。人之常情，谢小卓，不要因为任何人泯灭你的善良，否则你会成为魔鬼。来吧。他激活了自己的 S 级机甲项链，是在新生考核中获得的奖励。银黑色机甲覆盖全身，少年的桃花眸野性不羁，望向对面足足28人的散队。散队们正思索着哪4个先上，越往后希望越大，所有人都争得急赤白脸。谢卓嗤笑了下，别浪费时间，直接所有人一起上。刹那间，所有人的机甲都被激活，发出耀眼的光芒，直射天地。瑞恩往前一步，手中的绿色屏障化为巨大盾牌。楚檀星身后的冰蓝色长剑高高跃起，万箭齐发。路遥的骚粉色机甲一激活，就让人下意识闭上眼，满身的800瓦大灯泡，还以为他妈的天亮了。观测席的众人从未想过会是这个结果。4人 PK 28人，所有人纷纷坐直了身子。实际依旧保持着原来的姿势，漫不经心望着屏幕。莫山教授问，什么感觉？石指挥官莫言也在那28人中，只要灭掉实际的队伍，就还有希望能获得权杖。从此刻开始，他的概率已经比实际的大了。然而实际却疲倦地说，一群小废物罢了，能给我什么感觉？莫山教授，你不要嘴硬了。牛羊才会成群，猛兽总是独行。实际面上戴着白色口罩，气质冰冷疏离，眼尾却浮着浅浅的薄红。他似是不解，侧眸看向莫山，你指望一群没成年的小羊羔做什么？一会咩咩的开始叫妈妈吗？莫山被这句话气得胡子都跳了2下。高傲过头的年轻人，真以为他和他的队伍能只手遮天吗？妈妈！幻境传来男生们的哭喊声，穿着各个威武的机甲在地上打滚乱爬。谢卓杀疯了，这个从静静赛起，眉眼懒散精致，笑盈盈又无害的银发 Alpha， 从此刻彻底暴露了本性。他甚至没有用武器，就靠着2大拳头开始一通乱砸。卧槽，这一拳直接给我机甲脑袋干进胃里了。哥哥的拳头不是拳头，能让我把隔夜饭从宫殿 U 到老家山头。楚檀星也毫不示弱，漫天长剑几乎百发百中。他唯一的弱点是近身，
但他有瑞恩。举着盾牌的黑色制服小 Omega， 身子娇弱又小只，却替他挡下了无数的猛烈攻击。楚檀星冷白，长指收缩，蓝色长剑如冰锤般穿过对面的胸膛。他侧眸问：撑得住吗？绿色盾牌隐隐碎裂，小 Omega 撑着脚步上前一步，浓郁的绿色源源不断注入布满，凝固成坚不可摧的防线，还能分身给谢卓套上一个盾。他小脸湿润抬起，眼底都是盈盈水光，瞧不起谁？我现在强到能反过来标记你。楚檀星眉梢微垂，没忍住轻笑了下。有梦想是好事。瑞恩，哼。另一边的路遥没有那么幸运，他的仇恨值向来 max， 所以确实吸引了不少人来揍他，加上自己的优势速度在宫殿里无处发挥，血量急剧缩减，直到最后 20%。 可恶！他扬声喊：你们不用管我，我死了也没事。弱点就是突破口，杀一个算一个。当所有人攻向他的一刻，路遥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却被一道金光挡了下来。他不可置信看向面前的人，莫言。观测席上，莫山教授也直起身子：我受够了，你们让我觉得恶心。莫言以为自己有反转会开心，但并没有。他看到自己同院的人被所有人围攻，即使很强，但谁不疼？那小 Omega 腿软的都要跪下了。谢卓浑身跟被血洗过一样，牙关紧咬，也没骂过他们一句。我除了自己队友，从不跟外人勾结，毕竟你们知道本少爷的名号，什么档次跟我一队？这关头反水，你们不是仇人吗？谁告诉你我们是仇人了？莫言在28人中实力并不弱，我们自家人打打杀杀关你们屁事。话我撂这了，今天这名额必须是我们赫兹学院的。他身上的金色光芒大盛，直接踹飞一个男生，将他面前的血条归于零。绿色盾牌散为星星点点的荧光，瑞恩血条归零。小 Omega 单膝跪地，身上的机甲消失，摇摇欲坠的像一片脆弱白纸，完全看不出他曾经一人抵挡数百招式。楚檀星下意识伸手搂住他的腰， Omega 化为星光在他指尖流逝，撑不住了，檀星加油。楚檀星没说话，单眼皮冷漠的垂着，姿势微不可见的僵硬半分。他无人保护，所剩的能驱动的精神力也不多，冰蓝色的光芒在他身上大盛，整个宫殿化为10月隆冬，流星雨般从天际降落，绚烂的让所有人怔住。这时谢卓一拳捶在地面，轰！所有人被无形洪流席卷，弹飞在空中，惊恐的想要躲开，却无济于事。直到长剑锐利刺破胸膛，没有演练，没有磨合，甚至没有一个眼神的交流，就这么完美衔接完成最后一击，绝顶反杀。观测席上所有人都愣住了。如此恢宏的磅礴场面，刺激着人的脑神经，四肢百骸都仿佛冲刷过电流。太牛了！这支新生队伍，他们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不愧是10指挥官。实际终于露出笑容，与我无。他清浅的笑戛然而止，在看到谢卓取下黑色权杖，大地开始碎裂之后，谢卓没想到还有后招，明明人已经死完了，无形的吸力拽着他下坠，他只来得及扔出手中的权杖，弹星。权杖倘若被吸力毁灭，他们依旧没有成绩。所有人的神经都绷紧了。不会吧，不会这个关头前功尽弃吧？楚檀星高高跃起，稳稳接住黑色权杖，直接脱口射向空中的黑天使雕像。莫言，他疯了吗？没扔中怎么？第2名，干饭不排队，成功晋级。楚檀星散漫收回手，冷酷丢下一句：不要随便质疑一个远程选手。莫言，考核结束，所有人通通被打出了幻境。谢卓呢？莫言话音未落，便被弹了出去。所有参赛选手躺了一地，环境中的疼痛感犹在，多数人都捂着胸口，被那致命一击吓得头皮发麻。楚檀星单膝撑地，稳稳落地。即使所剩血条不多，但他是唯一屹立不倒的。瑞恩还虚脱的半拳在地上撑着，看完结果，他总算放心的往后软软一倒，倒进了男生的怀里。清冷雪松的气息铺天盖地，手掌温柔覆盖在他眼皮上，睡吧。此时的观测席负责人张伟站起身来，都出来了吧？他开始点兵点将，1、2、3，身侧传来指挥官疲倦又不耐的嗓音：麻烦啊！张伟发现了，那个全场 MVP 不在，否则他应该第一时间窜到观测席了。没事，别担心指挥官，我这就派人。他眼睁睁看着先前口口声说不去，没什么力气的指挥官头也不回的站起身，踏入了幻境的阵法中。谢卓的幻境形体已经归位，但由于没及时传送出去，这些伤直接反噬在了他身上，化为了实体。他妈的，哪个缺的玩意儿？他也就仗着出去会愈合，没管。如今腰腹一道口子，疼得他神经都麻木了。谢卓趴在地上，听到对面有声音，什么鸟语？他抬起头，对上一双苍白的赤脚，脚踝锁着巨大的黑色铁链，还有一根红绳缀着金色的小铃铛。他缓缓抬眸，对上一双妖异绝美的金色瞳眸，那人正直勾勾盯着他。谢卓从来没见过身上妖气这么重的人，容貌美得有些不真实。卧槽，你长得……实际刚踏入幻境，就听到谢卓在惊叹狐妖的美貌。谢卓冲他竖了个大拇指，真牛逼！青年瞳眸危险的微眯，他不会说人类语言，但听得懂，这算是夸人。谢卓也听不懂妖语，所以他只能靠对面的脸色大致推断。谢谢，我当然知道我很帅。青年似乎有些激动，嘴里叽里咕噜的冒出一大段话。谢卓实在是一个字都听不懂。他凑近，你在说啥？
青年突然伸出手，尖锐的指尖变成锐利的刀，直接割向谢卓的脖颈。谢卓还未有反应，蓦地被人往后扯了下。容颜绝美妖异的青年突然像是变了个人，额角浮现出血红妖纹，发疯似的挣扎着要将谢卓碎尸万段。AEOE A 1/2 A 2/1 AA 一次方，跟之前的差不多。谢卓还是一个字都听不懂。身后传来清冷欲碎般的音调：“你在满口脏话的，骂他一句试试。”合着全程都在骂他。谢卓这下懒得管他在说什么，下意识的就要往石纪身上扑。指挥官，他脚步下一秒停住，低眸看了眼身上，黑色特战服破破烂烂，腰侧鲜血淋漓，血液将布料浸成了湿色。他脚步停住，站在原地看他笑，眉眼都荡着3月桃花般的笑意，是看别人时永远没有的温柔。您怎么进来了？来接我回家是不是？石纪本来都做好被他扑满怀的准备，再冷冷把人推开。谢卓没再动，他侧眸看了眼，想多了。他眉色清冷，看向对面的青年，来收拾下故人。青年看到他显然更激动，张牙舞爪的被锁链禁锢，整个宫殿发出摇摇欲坠的晃动，预示着3S 妖兽的无上愤怒。苏宪，你认错人了。石纪嗓音平静，并没有多看谢卓一眼，他不是谢晨。谢卓原本无聊的踢着大长腿，计算着这伤口还能忍多久。闻言蓦地一怔，不可置信的抬起头来，谢晨，谢晨，皇帝。狐妖在发什么疯？谢卓已经听不到了，他大脑轰鸣，呆呆看着石纪的清冷侧颜，尖锐的嘶吼声在他耳膜震着。石纪的嗓音并不高，却十分清晰，血脉里有相同的气息，很正常。别再妄想了，有我在，你杀不了他。谢卓茫然的张口，似想要问一句：是哪个他？是皇帝，还是他？你想守护的人？失血过多的晕眩让他头脑轰鸣，最后膝盖微屈的半跪在地，他的头抵在了清润薄雪的颈窝，淡淡的山茶花萦绕在鼻尖。谢卓低声喃喃：原来你知道啊。石纪清冷的嗤笑一声：只要我想，这世上每个人的资料都会掌握在我手。他嗓音顿住，少年埋在他怀里晕倒了。这点出息。石纪无视了正在发疯癫语的狐妖，垂眸看向靠在肩窝的人。明明在幻境中那么肆意嚣张不可一世的人，耀眼的只是刚露面就惹得无数人为他疯狂，却又这么脆弱的靠在他怀里，小心翼翼地抓紧他的袖子，又不敢弄脏，又想靠近。撒，所以为什么不抱过来？石纪低眸望着他安静的睡颜，冷白漂亮的指尖在他脸颊上那天被亲吻过的地方很轻地蹭了一下。AEOE A 2/1 A 2/1 AA 一次方，你就那么确定我会推开你吗？谢卓是谁？是谢晨，还是宇宙无敌第一爆炸牛逼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的可爱迷人反派谢小卓？猫猫有病，每天都有加更1000多字数，宝宝们的免费礼物可以留给角角吗？来让谢小卓给大家磕一个火烧。夏夜的雨淅淅沥沥下了整晚，屋内潮湿闷热，男孩挣扎着从梦中惊醒，像是有人掐着他的脖颈，窒息和恐惧潮水般席卷了他小小的身子。他茫然睁开水雾湿润的黑眸，银发软软的搭在额头。妈妈，窄小逼仄的房间里只有他自己。他茫然揉揉眼睛，晨光还未破晓，屋内一片昏沉，仿佛有人在黑暗中紧盯着他，小小身躯止不住的轻轻哆嗦。一束雨后阳光从窗缝中打进来，小谢卓从床上爬下去，迈着小短腿跑了出去。石少帅，看见！冷冽银光闪过，小谢卓拨开遮挡的绿叶，看到花园中2人交战的身影，一黑一白，又是那个漂亮哥哥。但他此时有些狼狈，脖背抵着浮雕廊柱，被剑锋直抵白皙脖颈，一截脖颈在长剑面前衬得玉一样干净漂亮。谢晨，用自己的长处赢了别人，会让你很开心吗？他眉梢微颦，似不太喜欢这种被压制的方式。赢了别人或许不会。银发紫眸的太子挑眉轻笑，用剑锋挑起他的下巴，但赢了你会。太子笑意绵长，看他的目光写着明晃晃直白。石纪眸色清冷，也正常。他指尖毫无顾忌地拨开刀刃，在冷色调的雨后，肤色白皙，眉眼如画，干净的像一块透彻的冷玉。毕竟也只有这种情况下，你才能赢得了我。太子在他指尖触碰到刀刃时，立即皱眉收回。刀刃锋利，你真不怕伤到你？话音微顿，他深邃紫眸又微妙的意味深长。还是石少帅，你笃定我不会伤害你？修长精致的少年呼吸微深，眉色似有不耐。伤到也很正常，毕竟我只是你的伴练。一句话明明白白将两人关系分割。谢晨面上浮现不悦，欲言又止的。石纪，我已经满16了，过几天就是我第一次一感期。他略显急促的嗓音被石纪平静打断。跟我有什么关系 ？Alpha 太子殿下，我只是为 Beta。石纪收起手中的长剑，尽管15岁的少年眉眼还带着稚嫩，却已经写着明晃晃的冷漠。你需要的是 Omega， 不是吗？谢晨似还想说什么，被女官匆匆唤走。小谢卓趴在草堆里，歪头看向漂亮哥哥冷光中的容颜，超级好看的，但他不敢出去。直到石纪扔了手中的长剑，冷冷吐出一句：真是够了，上个破班还要被那畜生性骚扰。他不开心。小谢卓不懂什么叫性骚扰，但他知道漂亮哥哥不开心。他忘记了训诫，忘记了规矩，握着手里的花就要冲出去。他不要哥哥不开心，他要去哄哥哥。什么声音？石纪你没看向草丛，谁在那？
他执起长剑，毫不犹豫地走过去，只看到空无一人的小草堆有一个小小的坑，坑里还落了一朵嫩黄色的小花，是哪只小野猫？石纪半蹲下去，将小花捡了起来，花瓣触手微软，他莫名笑了下，还挺爱臭美。妈妈，小谢卓一路跌跌撞撞的被女人拽回狭窄的房子里，稚闷的空气又一次席卷而来，他知道自己错了，乖乖举起手中鲜花，扬起小心的笑意，妈，啪，狠狠一巴掌，直接将男孩打落在地。他手中的鲜花零落，白皙脸颊浮现出清晰五指印。谁允许你出去的？女人歇斯底里的大叫，温柔娇美的脸被衬得有些狰狞。你知不知道你会闯下多大的祸？泪水蓄在银发小男孩眼眶中，他咬着唇，指尖轻攥着鲜花绿梗。我害怕，房间里有人掐我。他不想待在这里，这里很黑，让他喘不过气。他也想去跟漂亮哥哥一起玩。女人脸色蓦地正了下，随后终于冷静下来。她将柚子从地上扶起来，擦擦他脸颊上的灰。没有人掐你，对不起。小谢卓从小生得好看，黑葡萄眼睛大大的，脸颊白皙精致，笑起来有小尖牙抵在嫩嫩的嘴唇上。但他此时颤抖着，似终于感受到了母亲的爱意，像受尽委屈的小兽一样扑进女人怀里，终于敢哭出声来。妈妈，我错了，我以后不出去了。他那时候并不大，却已经知道只有人哄的时候，他才有资格哭。女人抚摸着他的脸颊，眼角含泪的低眸亲吻他额头。听话，卓卓最乖了。房间内光线昏沉，石纪半靠在床头，长腿微曲，正在处理笔记本上的讯息。他精神不济，好在身侧若有似无的会散发出一点安抚信息素。银毛 Alpha 趴在他腰侧，睡得安稳，不似刚才又哭又闹了。身上的黑色作战服被医生扒了，腰腹缠着厚厚绷带，修长紧致的曲线并不像平时看着那般瘦弱，反而有种朝气蓬勃的旺盛力。倒不是实际想靠近这个半裸的 Alpha， 实在是他如今太需要安抚信息素，否则压根无法回复讯息。负责人张伟，指挥官，关于这次淘汰赛途中 3S 妖兽突然苏醒的事，我该怎么汇报给上级才不会被骂？求 S 写一份繁琐冗长让人看不懂的3万字报告。第8星系负责人张伟，啊，您这是要我的命啊？实际上级问起来就说都在报告里写着了，自己看。实际他不仅不会骂你，还会夸你处理得很好，因为他压根一个字都没看。第8星系负责人张伟，我这就去写。第8星系负责人张伟，指挥官，我的命给您，比心。下一个，白帝星侦察部沙伦中将，指挥官，听说您的队伍拿下了联赛名额，恭喜您。实际谢谢白帝星侦察部沙伦中将，陛下去了魔域试炼，还未出来，想必明日才能知晓结果。实际恩沙伦女官忍不住轻皱眉头，温柔的脸上有些困惑，这么淡定吗？倘若皇帝陛下知晓指挥官并不回来，还不知道皇宫要闹起多大风波。实际还有事吗？对方显示正在输入中。沙伦女官为了自己性命着想，想试图让指挥官安抚一下即将暴怒的帝王。实际如果是询问我要不要提前告知皇帝这件事，我的建议是，实际时间不等人，现在就去最好。正在输入中消失了。白帝星侦察部沙伦中将，亲爱的指挥官，您不如要了我的命，比心。实际百无聊赖的合上笔记本，一个两个都要把命给他，他要来有什么用？并不能缓解半分难受。实际呼吸微沉，抬手揉揉眉心，突然发觉半天没有安抚信息素了。这会儿不闹了。他嗓音清雅，长指轻抬起 Alpha 的下巴，低眸凑近他，安抚信息素也不，实际对上一双漆黑散漫的桃花眸，睁开的嗓音戛然而止。漆黑漂亮的桃花眸像一汪清幽的深潭，直勾勾地盯着他，不知醒了多久，也不知看了多久。实际撞入他潋滟深情的眸底，心脏细微一跳，继而平静收回手。醒了不会出声吗？小猫咪有些尴尬，但小猫咪不说。他指尖被人轻轻攥住，实际眉梢轻平了下，刚要抽回，指尖传递出阵阵安抚信息素，温柔海洋缠绕着盘旋向上，将他昏沉的神经温柔包裹住。实际眉梢舒展了些，长睫轻轻合上。指挥官，没看出来，原来你想睡我啊？谢卓的嗓音终于响起，醒来后的第一句懒散又藏着笑意。这小畜生还不如不出声。实际低眸看他，银毛 Alpha 半趴在他腰侧，锁骨凹进去性感弧度，上半身只腰腹缠着绷带，绷带下方露出若有似无的人鱼线，紧致没入黑色工装长裤中，犹如一只优雅健美受了伤的野豹，匍匐蜷缩在他腰侧，乖戾又危险。实际喉结微滑，别开眸，医生放的。双人宿舍不能休养，你又是我队里的人，所以只能扔。他的指尖被人抵着交错，十指相扣，是一个十分亲密的动作，每根手指贴得严丝合缝，似乎在霸道的诉说，你只能是我的。不等实际开口，他又恋恋不舍地松开，两只狗爪爪捧着指尖，近乎虔诚地落下一吻。吧唧，指尖仿佛被烫了下。实际冷声问，你在做什么？安抚信息素并未中断，谢卓捧着他冷白如玉的手，轻轻用脸颊枕着，答非所问，我梦到您了。我不喜欢那个梦。实际并没出声，谢卓在梦中并不安稳，时不时蜷缩在他腰侧，用微湿发烫的脸颊紧贴住他的腰线，浑身细微的轻颤着，像只可怜的小动物。实际并不明白为什么梦中的是自己。在梦里，我只能仰望着您。
但在现实，我可以触碰到您。谢卓低眸，又在他指尖亲了一下，实际指尖微拳却没躲开他的动作。薄唇碰到的瞬间，指尖划过细密电流，有些异样的酥麻，并不会让他讨厌。实际缓了缓，开口问：“你从小住在皇宫？”优雅蜷缩在他身侧的大型动物眼眸微垂，最终低低嗯了一声。为什么我从来没见过你？这跟他记忆受伤并无关系，实际只失去一小段记忆，而其他时间段他也并不知道谢卓的存在。因为谢卓低笑了下，我不配吧？实际皱了下眉头，配不配别人说了不算。谢卓扬起眉梢看他，那谁说了算？实际靠在床头，曲着一条长腿，又转移话题的问：“你跟皇帝什么关系？”谢卓说：“您不是知道吗？”他还天真的以为指挥官什么都不知道，结果到头来最单纯的是他自己。小猫咪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跟他说。有我在，你杀不了他。他口口声声斩钉截铁要保护的人，到底是谁？谢卓每日买来的星报上出现过最多的话便是：石指挥官是皇帝陛下的左膀右臂，是不可代替的心腹首领，他们天作之合，半生长大。帝国最高军衔只有一人，那人见证陛下的一生，并承诺永不会背弃他。你在跟谁赌气？实际皱眉看向这只突然安静的银毛小狗，一副受了委屈又不说的样子，让他气不打一处来。自己第一天就出现，就招摇过市，晃着皇宫里消失的3S 机甲凌雨，就差在脑门上贴一个我是皇室逃出来的人，还要怪我认出了你？我是分化成了 Omega， 不是分化成了弱智。谢卓被骂得一愣一愣的，直到微凉的漂亮指尖从他掌心抽离。谢卓慌了下，轻轻戳了下指挥官的腰，实际禁不住拳了下，腹部的笔记本滑落下去。他瞪了眼谢卓，后者一脸无辜的眨眨眸。所以你到底跟皇帝什么关系？其实心中已经有了猜测，但当谢卓脱口而出的时候，实际还是震惊到了。谢卓挑唇轻笑：“我是他爸爸。”实际无言以对，敷衍的在他脑袋上推了下，无奈又好笑：“滚回去吧。”他将笔记本放在一侧，刚落定，肩膀被人掰过来，屈起长腿也被往下一拽。实际从来没想过受伤的少年会有这样的力气，待他反应过来，已经被他压在了身下。谢卓似想问什么，又忍了回去，只压在清冷勾人的指挥官身上，低眸轻笑，嗓音懒散又性感的：“指挥官，您都把我扒光放在床上了，就不对我做点什么吗？好歹我也是个水嫩嫩单纯又无辜的黄花大小子。”哪个水嫩嫩单纯无辜的黄花大小子反压在绑架人的身上，求他轻薄的？实际体内刚被安抚信息素压下的躁动又被尽数勾了起来，滚下去！不要！谢卓如今清醒不少，虽然腰腹疼得不轻，但今神气十足。他撑着手臂，盯着实际薄红清润的脸，彻底暴露后反而笑眯眯的。除非您给我亲一口。他本来就不爱隐藏什么，坦荡的像灼热的光，滚烫的压在身上。谢卓本意就是离开指挥官太久，拉近一些感情，哪曾想实际抬手拽住他的机甲项链，仰头在他下巴上亲吻了下，薄薄的唇带着点诗意落在下巴上。谢卓整个人都愣住了。卧槽！卧槽！石继飞快松手摔回松软枕头里，别过头，将谢卓往外推，亲了，快滚！他像是在尽力压制着什么，想要赶这小畜生出去。偏偏这小畜生跟个弱智儿童一样，直接傻眼了，一动不动地坐在他大腿，银毛凌乱翘起，抬手轻轻摸摸下巴。您蓦地，他感觉到什么，桃花眸微垂下看了眼，捂住嘴，娇声娇气的：“啊，指挥官，您对我起！”实际恨不得把头埋进枕头里，长腿微动的想要踹他，不是对你，滚出去！这该死的发情期，正式来临的时候，根本不是意志技能挡住的。实际埋在枕头里的黑发柔软，露出的一点雪白耳尖红的滴血，连带着脖梗都像撒了珍珠粉，白里透红，清冷勾人，看得出来他羞愤的想死了。谢卓突然温柔的垂下眸，也不再逗他了。他把浑身发烫的小猫咪揽进怀里，薄唇轻抵在他汗湿的颈侧，温柔的蹭蹭。好了，没关系的，我知道不是对我就说说。无数的信息安抚素涌来，几乎是用尽他所有的力气。实际不知道他刚经历过考核，从哪里还能挤得出这么多安抚素？那群小崽子们早就已经虚脱的倒下了，尤其他还伤得最重。实际滚烫的侧脸有些的无力抵在谢卓肩头，心脏仿佛因为这干净炙热的 Alpha 浸泡在酸酸涩涩的柠檬水中。他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明明受了那么多委屈，他还这么开朗温柔，像是没事人一样，只要随便哄一下就开心的不行。谢卓温柔的轻抚他饱窄的背，低声音：“在呢。”实际呼吸有些凌乱，声调依旧清冷，却没什么力气，气若游丝的：“换一个。” Alpha 4怔了下，茫然的：“啊！”空中弥漫着高冷山茶的香气，这是实际第一次正式发散出自己的信息素。极优的 Omega 信息素蕴藏着浓郁香甜的诱人，细微薄雪吹过花瓣，洒在脸上时融化成星光，勾得他每一寸神经都因为他神魂颠倒。谢卓被他轻而易举唤醒了 Alpha 的欲望，最原始的欲望，野性到难以抑制。不光是他，基地内所有单身 Alpha 都嗅到了这浓郁的信息素。24年来，极优 Omega 第一次的发情期足够他们为之失控。张伟手中的杯子滑落，砸在他写了1万字的报告上，实际微偏过头，脆弱的脖梗完整暴露在 Alpha 面前。他呼吸克制的轻声，只准咬一。
话音未落，谢卓掌心搂紧他的腰，低下眸，怀中的人细微颤抖，他也顾不上。滔天的海浪铺天盖地，机遇毁灭一切，空气都震开了微微的波荡。基地中所有的 Alpha 都能感受到一个明显的讯息：这个 Omega 有主了。谢火烧，你小子好福气啊，好福气！朦胧月光在地上打下剪影，实际腰后的衬衫被手掌紧扣，揉成微皱的一团，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脑海中爆炸，连脊髓跟着轻轻颤抖。谢，年轻的 Alpha 不知收敛为何物，浓郁海浪如翻涌的潮水，狂风骤雨般占领每一寸领地，是跟他外表全然不符的无上霸道啊！实际疼得浑身颤抖，薄红眼尾沁出水意，冷白手指抓着各手的项链，直到刺得掌心疼痛。他大意了，他不该觉得这小畜生乖巧听话，觉得被他临时编辑是没问题的。大脑神经在敏感的紧跳，叫嚣着无法抵御的危险。冷冽海浪在血液中兴奋翻涌，像是第一次占领高地，放肆巡视属于他的领地，刺激的实际头发微微发麻。实际抬起手，软软给了他一巴掌，他跟挠痒痒似的。足够 Alpha 回神，他眸底的幽深潮水般褪去，缠绵又缱绻。再开口，嗓音哑得要命。好了，手掌温柔轻撩开白色衬衫，一下一下顺在衬衫下的脊背上，触手细滑的肌肤，纤薄又窄细的腰，是跟指挥官本人全然不同的脆弱。像他这种没轻没重的小狗，一咬就断。谢卓自然舍不得，他心口胀满爱意，恨不得把怀中的人捧在心尖上。感觉到他还在细微颤抖，谢卓眸色微垂，心疼的轻声问：很疼吗？他刚刚大脑一片空白，的确有些没轻没重了。向来清冷笔直的指挥官，大概从未如此狼狈，只能软软攀附在对方肩头，润黑睫毛晕湿成一片。他咬牙骂：小骗子！恋爱脑 Alpha 愣是听出几分嗔娇，偏头用银毛脑袋轻轻蹭他，温柔的不行，眼角眉梢都含着笑。哥哥，人家是第一次吗？低懒性感的沙哑音色在耳旁轻笑缠绵。实际蓦地愣了一下，他极为不自在地颤了下眼睫，原本满腹想骂他的话，却又诡异地沉默住了。谢卓低眸看他，实际肌肤薄又白，此时像润了一层釉色，透着薄薄润润的绯红。他桃花眸轻眨，音调拖长的啊了一声，声调懒散性感。指挥官，原来你喜欢听我叫你哥哥。实际飞快别过眸，没有。谢卓已经快摸清他的心思了，高冷又傲娇的小猫咪，越反驳越心虚。明明就有。他低眸凑近，懒散的腔调像是藏了小钩子，一下一下骚动着耳尖。哥哥，哥哥，哥哥，黏糊糊的一声又一声，在实际耳边叫着。银毛 Alpha 又欠又骚，在这时更甚。实际冷冷抬眸瞪他，他如今疼意微过，发情期得到缓解，清冷的眸底像一块剔透宝石，看人一眼都浮动着，慵懒勾人。够了。实际冷冷抵在他脖颈上，轻喘着斥：闭嘴。谢卓眸色轻眨了下，被摁在柔软的床上，动弹不得。其实没多大力气，就是看着凶。清冷孤傲的指挥官如今满身都是他的味道，谢卓喉结上下轻滑了下。哥哥，今天不来了。实际谁说要继续了？谢卓仰头躺倒在床上，银发凌乱散开，露出精致桀骜的俊美眉眼，桃花眸脉脉含情，温柔又勾人。他说：我该去换绷带了。实际这才发现他的腰腹已经阴透大半血迹，伤口不知在何时撕裂，他竟然一声不吭，甚至还在他耳边黏糊糊骚气叫哥哥。实际视线下滑，落在紧致性感的腰腹上，位置偏下。他飞快别开眸，被自己突然萌生的想法吓到。实际睫毛微闪的收回手，那还不快滚，等着失血过多被人抬走吗？他真是疯了，才会闪过帮他治疗的念头，这辈子都不可能。那我走了。谢卓其实是不想走的，他宁愿死在这房间里，但这血再继续往外流，就会弄脏他的床了。实际长睫润湿平静，近乎冷漠的：您怎么一点都没有被临时编辑样子？谢卓突然懒散地歪了下脑袋，实际控制住酸软的指尖，面上露出几个近乎潮意的笑，那该是什么样？他想表现出满不在乎，你以为你很强吗的讯息，结果话音未落就被谢卓摁在柔软的枕头里，双手强势扣在头顶，薄唇被不轻不重地啃咬了下。实际一瞬间眼眸朦胧，浮上水色。这小混蛋！谢卓微抬起眸，看他清冷不在，怒视着自己，唇瓣水润欲红到滴血的模样，低眸又轻轻啄了下，又磨又蹭的弯唇轻笑。该是这样。翌日，整个基地都笼罩在诡异的氛围中，谁都知道昨晚指挥官发情了，即由 Omega 的信息素惹得整个基地躁动，所有单身 Alpha 都被影响到，随后还来不及反应，便被顶级 Alpha 狠狠压制，铺天盖地的占有欲让他们望而却步。强强之争，他们去了就是炮灰 NPC， 但总有人卧槽，昨晚是不是有 Omega 发情了？我他妈在昏迷都闻到了，我20多年没闻过跟我这么契合的信息素。你知不知道是谁？小欧被室友疯狂摇晃着胳膊，知道。有没有一种可能，那不是契合，是极 Omega 单方面带来的影响？是谁？我现在就去告白，示爱，提亲，晚上就进行永久标记。小欧扭头看到他身后的指挥官，白衣黑裤，长身玉立，晨光打在他清越笔直的肩头，说是天神下凡也不为过。最重要的是，指挥官他今天没戴口罩，薄凉精致的容颜，多看一眼都让人心跳失控。他一言难尽地对室友说：省省吧，
真是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你先告诉我那 Omega 是谁？小欧被室友缠得不行，最后只能说指挥官。似听到声音，实际高冷散漫地看过来。Alpha 傻眼，但斟酌之后，他竟然选择了朝指挥官走过去。小欧，你干嘛呀？没睡醒了吧？指挥官，我是边境军校的机甲单兵，我听说您昨晚发情这2个字，没有人能当着指挥官的脸说出来，不舒服。Alpha 没拿到名额，但想在临走前得到点什么，所以他鼓起勇气说：“您愿不愿让我帮您舒服一下？”小欧倒地了，他颤抖地打开新网百度，搜索室友犯了死罪，会不会株连到室友族。实际清冷，长眸微抬，看向面前不知死活的 Alpha。他知道昨晚他发散出去的信息素，但他不在乎，因为当他不再受发情困扰后，强烈的威压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清冽山茶花夹着风雪落下，在场所有人都变了脸色，无论是 Omega E 或者 Alpha， 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像是多米诺骨牌似的匍匐在地，毫无抵抗力地看向同一个方向。实际漫然站在春光中，眉色淡然微垂，看向跪倒在面前无法抬头的 Alpha。他问：“现在呢？舒服了吗？”负责人张伟刚拿着自己通宵写完的3万字报告跑出来，就迎面被一道威压拍在地上。卧槽，这谁家 Omega 这么逆天？他作为负责人 Alpha 能爬到这个地步，显然是有点东西的，还从来没被这么狼狈的拍到地上过。当然是我家的。头顶传来散漫带笑的嗓音，阴影笼罩上空。张伟抬头看到一头飞扬不羁的银毛，那人生了副绝顶精致野性的好样貌，在竞赛中大放光彩。如今笑盈盈地望着他，伸出手来，我扶您起来。张伟有点懵，主要是他没办法把这 MVP 跟他如今的发型联系起来。散乱不羁的飞扬银毛，头顶翘着银色呆毛小爱心，爱心中间还有一朵小粉花，这哪是竞赛 MVP， 整个就是一小骚包。张伟拉住他的胳膊借力，你该不会想说你就是昨晚的 Alpha 吧？嗯哼。谢卓眉眼弯弯，和善到不行，不像吗？张伟斩钉截铁，不像。昨晚的 Alpha 太霸道了，气势犹如无冕帝王，迫使每个人臣服在他脚下，而这一切的威压都是为了他的 Omega， 谁都不敢觊觎，也无法觊觎。倘若不是皇帝的信息素是紫檀木，他甚至还以为是皇帝亲临，那威压简直如出一辙的相似。不像。再见。谢卓直接松开手，刚起身一半的张伟失去着力点，又重重地趴在地面，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操啊！这小子还挺善变。与此同时，实际听到这边传来的动静，刚一抬眸，就对上谢卓春风拂面，笑意懒散的容颜，全然不似昨晚蜷缩在他腰侧的受伤小兽，像个臭不要脸的小骚包。嗨，大家好呀！谢卓迈着修长双腿从他们面前走过。一大早上就行跪拜礼这么客气啊？我这不是登记现场，免礼众人，谁他妈在跪你啊？完全是因为指挥官在生气起不来好吗？实际的确在生气，尤其是看到谢卓的一瞬间，简直比被听到那 Alpha 口出狂言更生气。昨晚他被那无理的 Alpha 摁着啃了挺长一段时间，谢卓并不知道他有比常人敏感的疼痛基因，没胆子撬开他的嘴，就在唇瓣上细细密密的啃咬。实际从来不会示弱，他不会说出口疼，就只生气的瞪着谢卓。殊不知那样着一汪失意的眸色足够令 Alpha 失控，让人想下意识对他恶劣些，更恶劣些。在全身血液流干之前，谢卓才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房间。明明是应该松一口气的，但实际就是莫名其妙的有些悲伤。高高在上的总指挥官大概是平生第一次如此狼狈，身上充斥着别人的气息，从里到外，眸色清冷迷离，薄唇被咬得很疼，轻抿一下仿佛都能滴出鲜血。他沉默良久，才消化了一个事实：他的 Alpha 走了。在临时标记他以后，走了。他沉默拽过被子遮住脸颊，将头缓缓埋进了松软的雪白枕头里。新网资料显示，在临时标记后 ，Omega 会在标记消失前对 Alpha 产生不可抗拒的依赖性，包括敏感、脆弱、委屈等负面情绪。太烦人了。实际如今闭了闭眼，决定这段时间离谢卓远一点。所以当谢卓笑意满满的凑过来时，他冷静后退一步，不要过来。谢卓脚步一顿，怎么了？有小欧艰难的爬起来说，任何 Alpha 都先别靠近指挥官。指挥官有心上人了，看不惯这些昨晚肖想他的 Alpha 也正常。谢卓看他清冷淡漠的脸，心脏跟着一酸，还是凑过去低眸轻轻的问，我昨天是不是弄疼您了？实际心想，原来你这小畜生也知道。他冷冷望向谢卓，就像望向那 Alpha 一样，足够将他碎尸万段。结果莫名其妙的眼眶就红了一圈。实际沉默住了。对不起，对不起。谢卓哪里经得住这么委屈的目光，都恨不得把昨天咬指挥官的自己给杀了。我看他哪里疼。他下意识地伸出手，大庭广众之下就想碰他。实际果断扭头就走。威压解除，所有人终于行动自如。谢卓下意识追上去，身侧的 Alpha 轻蔑道，别费劲了，指挥官连我都不喜欢，更别提你了。谢卓脚步微顿，大致猜出了事情经过。他凌厉张扬的眉梢微挑，露出一个散漫不羁的懒洋洋笑意，配上头顶的呆毛爱心，粉色小花看起来精致又无辜。是吗？轰！熟悉的 Alpha 信息素传来，所有人扭头看过去，只见那位可怜的 Alpha 又一次倒在地上，这次直接原地砸出了一个大坑。
而那位顶级 Alpha 指挥官的心上人抱着怀里的粉色饭盒，贤妻良母似的追上去，头顶的爱心呆毛一晃一晃，充斥着银毛小狗的傻气。不是，真是你啊！你信息素偷来的吧？实际坐在办公室里，把3万字报告大致扫了眼，随后递还给张伟，可以交上去吧？张伟忐忑不安地问：“看得懂吗？”实际平静摇头，看不懂。不知为何，这个动作莫名取悦到了谢卓，他从饭盒里夹了块桂花糕，递到实际唇边。实际看他一眼，张嘴咬了一口，细小碎屑粘在他唇上，被他漫不经心舔了下，薄唇润上一层水光。谢卓莫名喉结滑了下，自然而然地把剩下大半个塞进嘴里，下一口又是新的，连着几次，实际眉色不耐，所以我吃不到一块完整的桂花糕吗？谢卓满嘴的甜，心虚的不太敢顶嘴，眨眨眸说：“下个一定。”实际一边看资料一边咬了一口，在谢卓试图收回往自己嘴里塞的时候，冷白手指握住他的手腕，没用力，但谢卓就是不动了。他漫不经心地翻过资料，手就不轻不重摁着修长腕骨，侧眸小口小口地吃着。谢卓看得眼热，直到最后一口，手指往前一伸，实际咬到了他食指，皱眉卷走最后一点桂花糕，语调平静：“不吃了，滚！”指尖被很轻地舔了下，像小猫咪的软软舌尖。谢卓大脑都炸开一瞬，半撑着办公桌俯下身，尽心尽力伺候您一早上，不生气了吧？他看了下，其实没有太过分，后颈有一点微微红肿，白皙脖颈印着浅蓝色的小浪花，印记不深，大概2-3天就会消失。闻言，实际抬眸反问：“伺候什么了？”谢卓他如实回答：“为您吃了7块桂花糕。”实际纠正：“我每个只吃到1口。”他慢条斯理的反问：“况且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谢卓无奈失笑，嘴里念着：“好好好。”办公桌后就一个椅子，他无处可坐，干脆半蹲下来，握着滑落椅转了半圈。实际坐在办公椅中，由侧面变成了正对着他。谢卓腰腹疼，不太能站很久，屈膝半折在地上，往他笔直修长的腿上一趴。那有没有什么奖励？实际眉色微平，望向趴在腿上的银毛小狗，头顶呆毛可爱的翘着，小花粉嫩半开，领口微微敞开，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深凹的精致锁骨，很好看。他的手缓缓放在这颗可爱到不行的银毛脑袋上。你想要神？办公室的门被砰的一声推开，指挥官出事了！皇帝陛下，他说。张伟的嗓音戛然而止，看向办公室中的2人，一人身姿笔挺严谨地坐在办公椅里，一人吊儿郎当趴在他长腿上，歪着脑袋不太清白地望着他。张伟安静2秒，缓缓问：“我办公室也是你们 play 的一环吗？”张伟彻底傻在门口，眨了眨眼睛。所以我办公室也是你们 play 的一环吗？实际2人的姿势的确说不上清白。青奥金贵的指挥官膝上趴着桀骜银发的小狼狗，他作乱的指骨刚撩开衬衫一颗玉扣，侧眸看向门口，脑海中满是晃眼微凹的银白腰线，他都不敢想这清冷衬衫下该是什么样的光景。实际眉色微皱，隐隐觉察到 Alpha 的蠢蠢欲动。如今在标记期，谢卓的波动都会影响到他。起来！谢卓仰头看他，全然不似脑海中邪欲，面上无辜的很，疼起不来。他以为自己很可爱吗？实际面不改色，仰头，领口延伸出一截冷白颈线，带着办公椅后撤，下场就是谢卓摔了个实在的，砰一声，嘶！银毛小狗发出性感抽泣的倒吸声。他捂着腰腹抬眸，好气又好笑的：“指挥官，您谋杀亲，亲亲宝贝 Alpha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称呼？总归这小畜生每天都有新花样。”实际并不理他，侧眸看向张伟：“皇帝说什么了？”谢卓眸色微不可见的沉了下，桃花眸懒散半垂，手臂后撑，姿态闲散的看向门口。张伟突然感觉到了浓浓的压迫力，他就是个可怜负责人，为什么都给他施压？皇帝陛下说让您去会议室一趟，他在等您。皇帝很少用等这个字，看来这次真的是气得不轻。听说白帝星所有人如履薄冰，上级连他的报告都不看了，看不看都一样。皇帝陛下不发话，我不会惩罚你，但倘若皇帝陛下发话，我也保不了你。没有人想到第8星系的淘汰赛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亦或者说事实指挥官的影响。而实际本人平静如水，整理了下清透袖扣，知道了，我会过去。他倒是也想知道皇帝如今的心情，还是期待自己哭着找他吗？实际刚起身，垂落的冷白脚踝被人抓住，滚烫温热的温度烫在肌肤上，是极其富有侵略性的动作，轻而易举就能将他拽下神坛。实际垂眸看向他，谢卓懒散屈着长腿，无害的仰头望向他，微粒的掌心磨在他肌肤上，带着细密电流往上窜。领地里优雅的美洲狮歪头像可爱小猫咪，一口尖锐的牙齿又能轻易咬断人的脖颈。他笑着说：“哥哥，我们的事谈完了吗？你就要去找别的男人了？”实际想到方才落下的手触碰到软软的凌乱银发，他问谢卓想要什么。如果是如今散漫危险的模样，他或许不会问，谢卓一点也不可爱。实际问他你要做什么，明明是清冷蕴着警告的话，却莫名因为 Alpha 流露出的危险凶意，变成了眼底微红的茫然不解。张伟，他这是在撒娇。这清冷美人一开调，哪个 Alpha 不迷糊啊？谢卓实实在在的愣了下，随后也顾不得腰伤从地上起来，抬手就要摸他薄薄肌肤的脸。我就问问嘛，又没说要做什么，
怎么还委屈上了？不哭不哭。实际皱眉避开他的手，滚！谁哭了？这不是他的真实情绪，都是后颈那朵小浪花在隐隐作祟。Alpha 的情绪能轻易影响到他，好在只有2天，那印记就会彻底消失。谢卓低眸望着他，什么都可以吗？实际从不出尔反尔，此时不耐也点头，他知道谢卓想要什么，无非是让他留下来，留在第8星系，留在他身边，亦或者想要他的一个吻，或者其他，总之都是有些逾越无理的行为，但也不是不行。我想要似为了印证实际所想，谢卓上前一步，将他困在了办公桌和臂弯中间。实际皱眉，这办公室还有其他人？也不算是其他人，是办公室的主人。张伟双手比耶遮住眼睛，我敲，这是他不付费就能看的吗？谢卓，实际嗓音含着警告，你开心？指腹落在眉心，轻轻温柔地展开。谢卓低眸笑了下，说：“要你开心。”他总是一副紧绷的神色，从很久之前就是这样，极少数有开心的情绪出现在他脸上。无论小谢卓还是谢小卓，都想他开心，从第一次见面起就想哄他开心。谢卓望着他说：“别皱眉了，我不捣乱。”垂落的清冷衬衫纽扣被银毛 Alpha 低眸系上，将若隐若现的腰线遮得严实。好像没跟您说过，我一直是您最忠实的仰慕者。实际心脏微跳，对上他温柔垂落的桃花眸，蕴藏着3月桃花春色，绵延不绝的万里春光。同样，我永远尊重您的所有决定，即使是他选择离开，回到属于他的广袤星系，没关系，谢小卓会追过去的。脱离了 Alpha 的信息素范围，实际依旧是清冷傲骨、不近人情的疏离模样。张伟发现他异常沉默，指挥官，直到第3声，实际才恍然回过神，平静问他怎么了。张伟这是第一次看他如此魂不守舍，因为那个小骚包一样的 Alpha。谢卓说完便转身离开了，一滴血珠从他宽松的黑色衣摆坠落，晶莹剔透的砸落在地面。不可否认，张伟都觉得想抱抱他，就是可能会死得很惨。张伟说：“我有点担心，越靠近会议室，他越紧张，总觉得有大事要发生。我们这次的成绩似乎不符合皇帝的心意。”实际眸色清冷平静，浑身透着淡漠疏离的薄凉。那又如何？他迈着长腿朝着会议室走。这世间所有事不会都按照一人的心意进行，大概是唯一一个敢对统治银河系帝国的皇帝敢如此大放厥词的人。可他是皇帝，我们所有人都要按照他的意愿来进行。张伟追上去说道。实际只朝了声，那不是皇帝，是暴君。会议室的门缓缓打开，里面不是第8星系的圆桌会议室，而是一片金碧辉煌的白地新议会厅。皇帝一身白金制服，眉眼深邃冷漠，坐在高高在上的主位，底下所有皇室公爵、长官上将颤颤巍巍地跪了一地。窗外飞鸟盘旋，冷光打在地面上，折射出那双冰冷无情的紫眸。帝王之怒毫不掩饰，强大的威压让张伟扑通一声在身后跪下，安静如鸡的大气不敢喘。皇帝抬起俊美冷冽的容颜，望向金碧辉煌中的淡漠青年，缓缓开口：“过来，跪下。”偌大的皇宫议会厅陷入死一般寂静，所有人都茫然抬眸看向皇帝，甚至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皇帝竟然要使指挥官跪下！所有人都知道，在这8大星系，唯有一人地位无可替代，无需行跪拜礼，他是皇帝的特权。沙伦女官慌忙抬眸，眸中色彩涌动，对着皇帝轻轻摇头：“陛下，不可。”可惜暴怒之下的皇帝并没有施舍他一个目光，他紧盯着光影镜头修长清瘦的青年，3番4次的作对已经让他的耐心耗尽。他给了实际台阶，可他不领情。长光镜头，实际脚步微动，朝他缓缓走来。皇帝想到了第一次见他的模样，我的伴练，好啊，就是不知道这次能坚持多久了。少年太子把玩着手中的长剑，眉眼优越桀骜，带着天之骄子的尊贵殊荣。他看向跟在女官身后漂亮白净的少年，桀骜紫眸蓦地怔住。他生在血统最优秀的皇宫，又是万千宠集于一身的太子，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但从来没见过这般漂亮的人，漂亮的有些过分。只比他小2岁，但孱弱雪白，瘦得小小一只，肌肤薄得清透，唇色浅淡，像一座精致易碎的琉璃娃娃。你叫什么名字？实际不语，湛黑的眸相没有焦距。他怎么呆呆的？你确定他打得过我？女官对他恭敬的笑，意味深长道：“太子殿下多虑了，他拥有最强战斗基因血脉，这世间少有人是他的对手，而他为您而生。”太子莫名被最后这句话取悦，眉梢扬起，可他不理我。女官面色一变，随即摁着实际的肩膀，强迫他跪下。实际抬眸冷冷看他一眼，随后疼痛电流从后背涌入，迫使他屈膝跪在地面。太子愣住：“你做什么？”他推开女官，看向他手中的电流器：“你就是这么对他的？”女官支支吾吾的解释：“他反应迟钝，不会说话，只有这样才会听。滚，以后别让我看到这东西。”随后谢晨弯腰扶起实际：“你没事吧？他们平时就这么训练你的，简直太过分了。”少年平静挥开他的手：“你在生气？”太子低眸看他，英俊眉眼染上笑意：“你不喜欢跪我是吗？”实际依旧不说话，正如女官所言，不会说话。谢晨天生优越，却没有被养的骄纵，抬手抚开他肩头的绿叶：“不喜欢以后就不用跪了，没关系，我不在乎这些。”
石纪眉眼缓缓聚焦，终于看了他一眼，复而又垂下眸。就在谢晨以为他并不会说话的时候，他发出一声清晨微哑的石纪从白光中走来，金碧辉煌打在他肩头，并未留下半分痕迹，清冷干净的一如既往。皇帝看着他，最终还是心软的收回成命。算，他嗓音顿住。青年在他面前屈膝，在满是长光中缓缓半跪在地，行了个极尽标准的跪拜礼。他像个优雅金贵的贵族，屈膝但不折腰。随后缓缓起身，忽略所有人目瞪口呆的目光，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般开口：“皇帝陛下召我前来，是有什么事吗？”仿佛对皇帝行跪拜礼，不过是在正常的事。皇帝心中突然五味杂陈，让石纪在他面前屈膝，不会让他感到半分愉悦。他们之间的地位变了，石纪再也不会在庆功宴上面对所有人都清冷漠然，唯独见他来了，对他轻笑着碰杯了。第8星系在竞赛途中唤醒了沉睡的 3S 妖兽。皇帝问：“这件事是真的吗？”以他如今的暴怒程度，早已确认了事实真相，不过是想听他亲口承认。为了自己队伍获得胜利，甚至不惜唤醒 3S 级妖兽，他就这么不想回到主星系吗？不是，石纪平静回答：“3S 级妖兽无人唤醒，是他自己醒来的。”皇帝：“不可能！石指挥，5年前是你跟我求情，留他一命，承诺把他封印在第8星系，没有长达100年时间不会苏醒，只是因为一场竞赛，他就食言了。”皇帝承认他那天的话说的冲动，伤到了脸皮向来薄的石纪，而不是哭着来求我。他可以生气、赌气，但到底不应该。石纪嗓音平静：“我需要吗？”他润黑的长眸直视前方，没有起伏的喜怒：“我的队伍需要吗？”议会厅陷入无声，所有人都望着他。他需要吗？联邦帝国战无不胜的指挥官，带领星系征战多年，拿下无数荣誉，特战勋章在他脚下高高垒起。他需要唤醒曾帮助过的 3S 妖兽，助他的队伍完成比赛吗？他可是实际。皇帝口中的第8星系成绩作废就在唇边，却无论如何都无法说出口。3S 妖兽苏醒后，并未扰乱竞赛，他身上的封印也未有半身松动。石纪将事先准备好的资料和录像全部甩出，皇帝陛下大可亲自查证，亦或者派人进入幻境勘察，看看那浑身圈满锁链、没了尾巴的小狐狸能伤得到谁。最大的能耐不过是让玫瑰神殿中所有的花朵盛开。皇帝沉默良久，即使不用查证，他也知道石纪所言并未半分虚假，他只是冲动的想要惩罚他，没有其他原因。因为他不乖。成绩依旧生效，把那 3S 妖兽的尸体择日送到主星系。皇帝嗓音冰冷无情：“既然苏醒了，就不必留着了。”张伟内心一震，不知为何，他脑海中浮现出指挥官进来时朝议的话：“暴君。”他说：“星系时代悠久，甚至延伸至光年外的古人类地球。朝代更迭，没有哪位一意孤行的帝王会稳坐江山，即使是高高在上的95之尊，也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皇帝为何会突然这样？为什么？”石纪抬眸问他。沙伦女官自知接下来的话题不能让所有群臣继续往下听，带头遣散了所有人。偌大的议会厅只剩石纪一人。谢晨这才开口：“第8星系不顾帝国总指挥的身体安危，强行造成这个结果，你说为什么？”“我不追究他们的问题，只要一只妖兽的命，已经是仁慈了。”“仁慈？”石纪莫名觉得好笑。当初那位卓越的太子的确仁慈，但这位冲动易怒的帝王脸上可看不到半分仁慈。他说：“我的安危与第8星系无关，过量的抑制剂会让你身体受到无法逆转的损伤。”“石纪，你到底在闹什么？”皇帝终究忍无可忍地站起身，帝王威压让厅外所有人一颤。这是奏骂呀！石纪却在这时笑了下，细微波动出现在他冰封的容颜上，宛如盛开了绝美孤傲的花。“多谢陛下关心，我早已不使用抑制剂了。”主位上高大英俊的身影蓦地僵住，他深邃紫眸凝视着台下的青年，连嘴唇都细微一颤。“你说什么？”石纪微微弯腰冲他俯首行礼。皇帝身居高位，能清晰看到他雪白光洁的后颈印着一朵海蓝色的小浪花，光影迷离，似还在扑腾着亮晶晶的水花，耀武扬威地冲他展示。他觊觎的 Omega 已经是别人的了，不劳陛下费心，帝国总指挥身体无恙，依旧会为他所爱的帝国卖命。石纪抬眸看他，还有他的 Alpha 很乖。我有罪，我来晚了，呜，我的宝宝们也很乖，一定不会怪我的。帝看到好多问后期会不会虐的，放心了，我个人感觉通篇都没什么虐点，我这不是轻松小甜文吗？结局绝对是 happy。通讯切断后很长一段时间，皇帝坐在主位上，久久不能回神，脑海中浮现过那海蓝色的小浪花，以及实际少有的笑意，还有他的 Alpha 很乖。皇帝从未质疑过他的忠心，帝国总指挥官清傲、卓越、忠诚，他是皇室培养出最善战的一把锋利剑。他说他见过战争后的苦难，永远不会背叛帝国。这样的人怎么会轻易让人在他身上留下印记？陛下，您该休息了。沙伦女官温声前来，医师说您刚从魔域出来，不应该如此操劳。沙伦，皇帝问，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进去魔域吗？魔域试炼危险与机遇并存，是帝王家的必经之路。您想成为这世间最强者，您已经是了。皇帝嗤笑一声，是吗？他的确这样想，在石纪身上留下的第一个标记是这世间的最强者。
你说石指挥官为何如此作践自己？沙伦，世间事并非一方执念深爱就能有结果，况且能被指挥官看上的人一定有过人之处，怎么能称为作践？就因为你是皇帝吗？是的，他是皇帝，所以沙伦不敢妄言。他被推到这个位置，就因为模样温顺，能言善辩，所以群臣高危时刻就会毫不犹豫让他上。一群见犹豫片刻，他说：“您不该今日让指挥官当众下跪，这跟当众断送两人多年情谊没什么分别。指挥官这个人面冷心软，就像只小猫咪，只要你给他一点善意，他面上不显，却会回馈给你足够的帮助。当初沙伦只是在侦查时发现受伤的指挥官，为他包扎伤口，此后所有的困境都会得到指挥官的帮助。他只是觉得指挥官受到的善意太少了，才会因为一点小忙如此上心倾尽所有。您这样不光是给指挥官难堪，也是亲手推翻了您的承诺。皇帝一诺重千金，谢臣曾许诺群臣之中唯有一人可忽略所有尊卑，享帝国最高待遇，如今却是他自己亲手推翻。自此时，指挥官不再是最高待遇持有者，不是皇帝不给，而是他不要了。皇帝眉色隐隐涌动着怒意，随手打翻一座金玉琉璃。他最近如此放肆任性，我难道不能惩罚他吗？我身为皇帝，就是让他跪在我面前求饶又如何？啪啦，金玉琉璃碎在脚边，沙伦吓了一跳。他抬眸看向皇帝，从他深邃紫眸中看到涌动的暗火。陛下，您……皇帝闭上眼眸，自觉失态，伸手扶住隐隐作痛的额角。也罢，我的确该休息了，你退下吧。沙伦最后欠身点头，是。等等，皇帝蓦地叫住他，深邃紫眸中一片平静。那 Alpha 是谁？是第8星系赫兹皇家学院的机甲新生。谢臣兴味索然，只当是石指挥堕落其中，才会让随随便便的人标记他，待他回归主星系清洗掉便可。无论是临时标记还是永久标记，他都会想方设法的去除。只是过程难熬，清洗标记对 Omega 来说就是刑罚一样生不如死的折磨，只怕要他吃点苦头了。沙伦女官从议会厅中离开，她只觉得皇帝最后的目光陌生的有些可怕。自从石指挥离开主星系后，皇帝越发的暴怒无常了。沙伦女官隐隐觉得这8大星系之间风雨要开始搅动了。想什么呢？突然从拐角窜出的少女打断她，她背着手，容颜俏生生的，眉眼灵动如猫，全然看不出是侦察一线的勇猛女队长。沙伦女官脸上露出笑意，撒娇道：“老婆，抱抱。”少女慌乱地看向四周，小心将尊贵无比的女官搂住。怎么了？那银毛老登又压榨你了？清冷温顺的女官眉眼疲倦，轻轻嗯了一声，闻着 Omega 女队身上的蜂蜜糖香，嗓音柔柔地开口：“我知道现在不是发情期，肯定会很疼，但我现在真的很难过，所以可以轻轻咬一下吗？”她抬起温柔仙气的淡颜，小声祈求：“我就要一点点的信息素，可以吗？”少女俏生生的小脸满是茫然，只剩下老婆柔弱无助的模样。好好，当然可以。眉眼灵动漂亮的少女果断弯下腰，靠在他肩头。这个姿势方便吗？会不会累到？沙伦女官温柔的笑，轻轻俯下身，没关系的。片刻后，可以了，可以了。Omega 少女队长眼尾湿润，缩在女官怀里，轻轻颤抖着啜泣。你说就一点点的，大骗子侦察官。信息素的抽离和转换让他不再耀武扬威，只能无力抓紧女官的深色长袍。被蜜糖治愈过后的 Alpha 女官温柔在她唇角落下一吻。好了，宝贝真乖。少女队长迷迷糊糊的回过神，脸上满是上当的恼怒，结果一抬眸又被女官眉眼间的温顺柔情蛊惑。啊，完了，又是心甘情愿被 pull out 的一天。第8星系天水星，张伟被赶出来以后，急得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完了完了，他怎也没想到这次的事情会闹这么大。皇帝竟然气到连指挥官都要下跪认错，这跟暴君有什么区别？全他妈完了！他真是又气又怒。这要是那银毛小 Alpha 知道，还不知道心疼成什么样子。那小子宁愿自己流着血，都舍不得他的指挥官皱一下眉。什么全完了？石纪迈着长腿从走廊尽头过来，张伟连忙迎上去：“指挥官，您没事吧？”石纪看他，我能有什么事？张伟觉得在白帝星所有群臣面前被剥夺往日优待是一件让人很难堪的事，但他从石纪脸上什么都没看出来。您不难过吗？石纪，什么？张伟没好意思明说，只是说皇帝待您跟以往不一样了。石纪眉色细微顿了下，却并没有他想象中的神情，只是说很正常，人总是会变的。时过境迁，他对谢晨的感官越来越模糊了，但他唯一清晰记得的是当初撑在头顶的那把伞。少年帝王曾为他遮风挡雨过一次，他对谢晨还有耐心，只是耐心。那些礼数我并不在意，也没什么一身傲骨宁屈不折的，别脑补太多了，都是打工人，谁比谁高贵。他早就不是小时候那个倔脾气了，不用行礼纯省事罢了。张伟自己 emo 半天，突然听到石纪这话，啊！石纪漫不经心解开袖扣，露出一截冷玉般的腕骨，不理会张伟的目瞪口呆，随口问：“那小东西去哪了？”张伟，什么小东西？张伟愣了下，才反应过来，应该指的是那银毛小骚包。走了，我听您的吩咐，给他安排了疗伤的人，但是他拒绝了。
实际原本漫不经心听着，蓦地眉梢淡冷一抬。张伟有种被冰冻的错觉，只能硬着头皮说他自己不要的，说自己会处理，都别来烦他。实际眉色很淡的垂下，盯着袖口的清透纽扣，就这么说的，在他面前说的挺好听，大度的很，一面对别人就原形毕露了。实际莫名觉得有些好笑，是，本来挺凶的，估计觉得人设有点崩，所以又补了一句。张伟清清嗓子，开始学谢卓的小夹子音。我好歹也是水嫩嫩的黄花大小子，怎么能被你们几个臭 alpha 撩衣服看我的腰？你们先看了指挥官，以后看什么啊？万一他说我不干净了怎么办？几位医生，你清高，全天下就你最清高，老子不治了行不行？实际，指挥官，你也别凶他了，我估计那小孩挺难受的。张伟难得说道，男人嘛，外表都是脆弱的保护色。实际他冷冷淡淡的，没什么反应。张伟叹息一声，只觉得爱上冰美人就是这样的，被冻死就是他们舔狗的宿命。下一秒，他听到指挥官冷淡的嗓音，回头轰轰就醒了。啊！一瞬间，张伟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不是，您还会哄人？不等他追问，实际又漫不经心地问：苏宪如今在哪？一句话让张伟不敢再问其他的。还在那幻境里疯着呢，没人敢过去。那可是在5年前屠杀主星系一座城的狐狸精，谁敢跑去招惹他啊？他犹豫地问指挥官：皇帝陛下今天说要把3S 妖兽的尸首择日送到主星系，实际只道苏宪是我的人。他迈着长腿往楼下走，侧眸扫一眼张伟：你大可试试。张伟犹豫住了，其实他也不想的，万一那妖兽没死透找他复仇，岂不是他自己也得凉？那如果皇帝陛下询问，实际走到楼下，开启幻境，头也不回地踏入其中，原话奉还。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张伟才后知后觉地回神，握着拳头捶了下空气：我敲，太帅了！幻境中依旧是上次的模样，花朵凋零，宫殿倾塌。实际径直跃入宫殿地下层，高度让他激活了猫系形态。2只雪白猫耳竖在黑发间，长长猫尾从衬衫下伸出。这次终于没有阻隔和不适，猫尾在腰后抖了抖绒绒软毛，雀跃地晃了2下，扫过一朵粉色小玫瑰。他很喜欢花。AMP 美元井号。3S 妖兽被锁着4肢，无力靠在石棺上，不似上次一样发疯，绯红长袍散落在地面，像一朵凋零的枯萎玫瑰。你还来做什么？实际简短回答：看你状态如何。快死了，挺好的。苏宪，这人说话还是一样的恶毒。你们把我的宫殿毁了，花也砍了，还不肯放过我是吗？实际说，是你不肯放过你自己。幻境拥有再生，只是他不想动。5年前，这只狐狸就失去了生的希望。苏宪靠在石棺上，绝美的容颜苍白如纸，金色眼瞳暗淡无光。他轻声说：把我的 Alpha 还给我。实际沉默了下，说：他死了。帝国最年轻的少将，他曾经手下最优秀的单兵战神，在5年前就已经被当众斩杀。实际容颜清冷，总是带着不近人情的疏离高傲。因为你。苏宪了无生机的面容微动，缓缓看向了实际，怒火从他金色眼底烧灼，他缠着锁链的手朝着实际锐利抓来，嗓音尖锐：不是你们杀了他，是你们杀了他！我恨你，我恨你们！我要杀了谢晨！实际安静站在一侧，看他无能狂怒，兽性本能让狐狸想发泄，却什么都触碰不到，只能在石棺上狂抓，抓到食指鲜血淋漓。我要杀了谢晨，是他杀了我的少将，我的少将！疯着疯着，他又开始哭，蜷缩成一团，柔顺的墨色长发将他瘦弱的包裹起来，肩胛凸起，骨瘦嶙峋。实际看他瘦弱不堪的模样，眸色微微一暗，他半蹲下身，不怕被他抓伤的走上前，冷白长指放在他头顶，掌心的精神力无声发出白光。省省吧，自己都活不下去，还指望杀了谁？实际问他：谢晨现在要杀了你，知道为什么吗？狐狸挺佩服他敢毫无防备的过来，抬起利爪就要抓他最脆弱的脖颈，实际也没躲，平静的将精神力度给他。利爪停在他脖颈前，留下一点点红痕，到底狐狸没再继续下手。他靠回石棺上继续掉眼泪，他想杀我，不是很正常吗？谢晨恨全天下的妖兽入骨。哦对，他抬起血红妖异金色眼眸，似讥讽的看了眼实际，除了你，指挥官。实际面对嘲讽依旧冷静，我跟你们不一样，他从不会仗着自己强大滥杀无辜。妖兽仗着自己天生优越，将人类城池踏碎，疯魔屠城斩杀，死了并不足惜。你是妖兽的叛徒，人类的信仰。苏宪即使狼狈不堪，也有些狐狸的媚态，冲他耳边轻轻吹气。指挥官，倘若哪天你所保护的人类知道你是人人痛恨的妖兽，他们会怎么看你？狐狸最善于蛊惑人心。实际漫然收回手，站着看，坐着看，躺着看，实在不行翻滚倒立看。总之，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连皇帝为什么杀你都不知道，蠢狐狸一只，滚回你的棺材里吧。实际说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幻境。狐狸呆滞停在原地，气得不轻啊！待实际出来，天色已经暗沉下去了。脖颈有一点细密的伤，是被那狐狸收不住的爪子划伤的，并不深，但对实际来说有些疼。已经很好了，比起5年前他得知顾牧之死讯的时候，发疯到见谁都挠的模样好太多。皇帝为什么要杀狐狸？实际有时候并不相信谢晨的鬼话。谢晨从来不会用如此蹩脚的借口去要一只3S 妖兽的命。
脖梗的伤隐隐作痛，实际思绪混沌。今天懒得再思考，趁着黑暗回到了房间。他打算先去洗个澡。蓦地看到自己床上微微隆起，睡他这儿上瘾了是吗？月色迷离，实际走到床边，看到抱着枕头陷入熟睡银毛小狗，抱的还是他常用的枕头。实际莫名笑了下，怎么看着这么可怜？他半蹲下来，冷白长指撩开谢卓的衣衫，腰腹的伤口被他自己胡乱用纱布摁着，松松垮垮，乱七八糟。可见当时主人的心情并不好，再不好也没让他知道半点。确实挺凶的，实际不信他乖巧无辜的外表，只想起那时标记的疼痛，神经就会敏感的一跳，是对危险的本能预警。他看着拉伤的腰腹，冷冽线条精致，腹肌紧致性感，终究是无奈的叹了口气。不要醒！白光融融闪过，实际只打算帮他愈合那一点伤最重的，一点点，很快就好，就当是哄一下可怜小狗了。谢卓睡意朦胧，只觉得身上痒得要命，有什么细密软滑的触感落在伤口上，蹿起一阵无名火。他小腹燥热微紧，呼吸逐渐加重，随后感觉到有什么毛茸茸的东西缠住了他的脚踝，微微收紧。接着是指挥官的清冷嗓音，带着微哑的训斥：“回来！”实际清冷声调蕴着训斥。然而那小猫尾压根不为所动，咻的一下就钻进了谢卓长裤中，怕被打，要躲起来。睡意朦胧的 Alpha 终于痒得不行，修长小腿漫然交叠轻蹭了他一下，实际蓦地浑身一僵，雪白尾尖染上一层薄薄的粉色，羞羞地蜷了起来。实际早知道他叛逆不听话，猫尾是独立个体，与他本人性格大境相庭，娇气、怕冷、怂、脾气大。谢晨也曾发现过他在实际记忆受损的养伤期间，小猫尾知道他情绪低落，偶尔会冒出来缠住他手腕，给予他温暖的热度。这是向来冷冽强大的帝王，那一刻连话都不会说了。他下意识的就要去摸绒猫尾，却被一巴掌扇飞好远。实际都愣了下，他清冷眉梢微扬，其实也不喜欢被人私自触碰，望着皇帝侧脸上红印，薄唇微妙的翘了下。抱歉，他有自己的想法。皇帝大概此生第一次被如此对待，他面上涌出压制的怒意，却又在那小猫尾耸哒哒蜷缩起来时，怒意诡异的消散。最后冷着脸说：“真是跟你的脾性一模一样。”实际不予置否，却从来没这样觉得过。这么双标，你喜欢他？实际望着那粉成一团的猫尾，娇羞的连他都没眼看下去。小猫尾还没回应，头顶传来谢卓低哑性感的笑音：“谁喜欢我？”醒了。实际下意识起身，毫不留情的转身就走。白色衬衫紧束的窄腰被修长手臂轻松一揽，清冷高傲的指挥官就落入了某人怀里，被禁锢的动弹不得。薄凉月光从窗棂泻下，实际对上一双睡意朦胧的桃花眸，漆黑漂亮，脉脉含情，眼尾勾着懒散勾人的笑意。跑什么啊，指挥官！夜色迷离，实际今日看多了皇帝那张与他6分相似的脸，这时突然觉得谢卓比皇帝好看不止半点，再好看也掩盖不了小畜生骚里骚气的本性。您不是玩我玩的正开心吗？实际别开眸，嗓音清冷克制：“放手！谁玩你了？”那这是什么？他捉住了那有些雀跃微晃的毛绒小尾尖，指腹在敏感的绒毛上轻磨了下。实际眉色微平，咬住薄红的下唇，忍住喉中异样，恼怒的抬眸瞪他：“谢卓！”谢卓对上他冒火的眼眸，愣了下，捏疼了。他已经很轻了，但他家指挥官好像很娇气。谢卓以为他不舒服，低眸在尾尖上轻啄了下，好听轻烘的嗓音撩人又性感：“不疼不疼。”实际脑子微炸了下，不懂这小畜生是故意的还是故意的。透粉的尾尖从他指尖划走，随后白光刺眼闪过，消失不见。谢卓被闪得刺了下眼，手掌下意识附在实际眼眸上，实际心脏像被很轻的撞了下。即使这压根伤不到他的细小危险，甚至是他自己放出的，却有人总会第一时间护着他，从不觉得他是无所不能的指挥官。下一秒，谢卓好笑道：“您这变身动静挺大，差点给我闪瞎了。”实际抿着冷唇，并不接话。谢卓低眸看他薄红侧开的视线，乌黑长睫被月光打下一层阴影。他低声问：“怎么了？”睡意消散的差不多，谢卓低眸望着指挥官的薄凉侧颜：“您调戏我一整晚，都把我弄醒了，还赌气的怪我啊？”懒倦微哑的嗓音润着少年独有的清澈懒散，有些黏人的在耳边轻喃：“怎么这么过分啊，哥哥？”实际抬眸瞪向他，四目相对，他眼底润着一层很浅的水，像雪山的湖泊，波光粼粼。谢卓的桃花眸浮动着无边春色，在雪山之巅种满桃花，花瓣洋洋洒洒落满湖泊。实际纠正：“没有整晚，我只是刚回来。”谢卓有些心不在焉了。您说什么是什么？实际不喜欢这种敷衍的回答，正欲张口，下巴被很轻的抬起。他的 Alpha 有些难以自控的吻下来，耳边声调阴哑的过分：“求你，一会想怎么惩罚我都行。”他话没说完，但实际明白下一句是什么，让他亲一下就一下。年轻炙热的 Alpha 不懂自控，他只知道再不亲一下，他就要溺死在雪山湖泊中了。漫山遍野的冰雪山茶花围着他，散发着馥郁清幽的香气。他咬住实际薄软的唇，用尖锐的小獠牙轻轻磨它。实际疼得神经轻跳，有些微恼：“你就只会咬人吗？”谢卓轻轻笑了下，眸中缠绕着深深的爱意：“您真是我见过最娇气的 Omega 了，指挥官。”实际想抄起猎鹰给他一梭子，血脉中的猫系基因让他与正常人不同，
敏感的疼痛倘若换在这小畜生身上，随便一下就能疼得他嗷嗷哭。不会亲就滚。石纪冷冷推开他。谢卓被这句话凶得怔了一下，倒不是多冷漠，而是他同意我亲他？同意，真的同意。石纪今天疲倦的不行，又是帮狐狸传输精神力，又是帮小畜生疗伤，带的孩子没一个省心的。他刚要起身，便是一阵天旋地转，被谢卓压在了身下。我保证不咬。石纪还没来得及开口 ，Alpha 滚烫的唇落下来，夹杂着海洋薄荷的冷香，径直撬开唇舌探入口中。石纪大脑轰鸣一瞬，突然意识到谢卓不是不会，只是不敢。他偏头想要躲开，修长五指轻插入柔软的发间，近乎霸道托起冷白后颈，迫使他仰头承受这个混乱不清的吻。石纪逐渐说不出一个字，眼尾潮湿的滴水，直到他舌尖已经没了触感，谢卓才终于舍得放开他。银发细碎搭在额前，他气息凌乱微喘的笑，我以为您是在故意玩我，结果是在帮我愈合伤口。他握着石纪的手，引领着覆盖在了紧致的腰腹上，伤口不再流血，反而愈合成了浅浅的粉印，有些熟悉，很熟悉。石纪昏沉的脑海微震，蓦地抬起眸冷冷看他，住口二字还未说出口，就被他轻轻啄了一下。指挥官，您好像很爱趁我睡觉的时候干坏事。银发 Alpha 精致野性的脸上难掩笑意，低眸与他鼻尖轻抵，声调愉悦宠溺的不行。您是不是喜欢我啊？花洒里冰冷的水珠砸下，落在潮湿柔软的黑发间，顺着冷白线条往下流淌，坠落进一汪浅浅的锁骨中。早知会被那小畜生知道，还不如怎样？不如弄死他。石纪抬起头，长睫滑落剔透水珠，宝瓷般的容颜冷得惊心动魄，唇又红得滴血。小猫咪想，不如死了算了。帝国总指挥官帮银毛小狗偷偷舔伤口，这个秘密只能跟着他们两个一起入土，不许任何人知道。他握着挂满水珠正在躲藏的猫尾，毫不留情放在了凉水下方。小猫尾被冰得乱动，想要逃，石纪不允许。冷就对了，他惩罚自己都毫不留情，盯着湿漉漉黏啪啪的尾尖，都怪你。翌日，各大队伍便要离开基地，回归学院。石纪头脑有些昏沉，许是夜里冲了凉水的缘故。他思绪即使昏沉，也在想，那小畜生最好一个字都不许说，你知道吗？指挥官昨天说我是最可爱的 Alpha。他刚走到集合地，就听到谢卓大放厥词，还是对着莫言。莫言一时间分不清谁有病。你可爱？哼。谢卓今天换上统一的学院制服，外套被他松散挂在肩头，银发懒散翘着爱心，不可爱吗？他俯下身，尾吊钩的人心尖酥麻。莫言莫名红了下脸，也就一点点。谢卓对答案并不在乎，他只需要告诉别人就好。够了，我昨天在宿舍已经听你念了380遍了，你放过我 OK？ 路遥实在是憋不住了，破口大骂。谢卓寻找下一位受害者，瑞恩立马捂住耳朵，埋进楚檀星怀里。我听了172遍，我也不想听了。楚檀星，这群家伙怎么每天奇奇怪怪的？眼看着谢卓冲自己走来，楚檀星示意他看后面。谢卓还以为是新的受害者来了，一边念着一边转身。你知道吗？昨天指挥官说我是全世界最可爱的。他对上指挥官清冷薄凉的容颜。实际反问，你说我知不知道？在场几个遭受荼毒的人爽了。谢卓眨了下眸，我没撒谎啊，是真的。你放屁！所有人全部看向指挥官。指挥官这种高冷如神明的人，会夸一个人全世界最可爱。石纪淡淡嗯一声，平静地挪开视线。人到齐了吗？众人，不是，您真夸了。他们看着指挥官精致薄凉的外表，不近人情的疏离，实在想象不出他夸人可爱的样子。OMG！ 谢卓则是很乐意跟大家分享，就捧着我的脸，深情无比地亲亲我的小嘴，蹭蹭我的鼻尖，然后说：“你想死吗，谢卓？”实际看他一眼，众人，神他妈亲亲你的小嘴，泄火少你当个人吧。虽然出入了些，但大致意思差不多，所以也难怪谢卓从昨晚兴奋到现在，依旧脑子不太正常。昨晚实际并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的问题。您是不是喜欢我啊 ？Alpha 的眼神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连带着气息一起将他禁锢在方寸之地。他不可否认，谢卓很乖，但有时候又霸道很，不得到答案是不会放过他的。实际反问，一定要回答。即使他容颜润着薄红，仿佛掐一下就能滴水，但依旧清冷的让人不敢亵渎。谢卓突然就怂了，他怕知道答案。指挥官这样的人，性子要强，脸皮又薄，除了换来拒绝，他想不到任何答案。你想太多了，你觉得呢？你有值得我喜欢的地方吗？脑海里闪过的每一句，都像是从他嘴里会说出的话。所以当听到指挥官说我不知道，谢卓猛了一下。小猫咪也有些不解的皱眉，似乎在思索，即使没有猫猫形态，依旧把谢卓可爱的半死，仿佛看到他头顶冒出了毛茸茸的小耳朵。他就是小猫咪？他不是小猫咪，那谁是小猫咪？实际思索片刻道，你是我的 Alpha， 很乖，很可爱，但我没有非你不可，还不算特别喜欢。他指的非你不可是，即使没有谢卓，他也能熬过发情期，只是他不想注射抑制剂罢了。实际望着一头银毛凌乱炸开，眉眼潮湿性感的少年，一双桃花眼天生含情，望着谁就对谁深情。低眸吻他的时候，浑身充满年轻野性的荷尔蒙张力。
但此刻呆毛晃动又傻乎乎的，充满少年气。所以实际说，你也就可爱了些，我也没有很喜欢。谢卓原本还因为没有非你不可，有些黯然神伤，莫名被一句话给治愈了。他闷头笑个不停，微凸的清冽肩胛骨都在起伏着颤。实际这是什么反应？他回答得很认真。最后谢卓接受了这个答案，他临走前很轻地蹭了下实际的鼻尖。您只能非我不可。薄唇下滑，亲了下他的冷白耳垂，看他瞬间充血的晶莹模样，忍不住低笑了声。小猫咪被一个类似保护对象的小朋友反过来叫了这个称呼，实际全身都僵硬的，仿佛过了一遍电流，大脑神经都泛着的酥麻。良久才回过神来，什么小混蛋！临走之前，实际叫住他们，还有一个人。瑞恩清点了一下人数，齐了呀，还有谁？实际没回答，只是对抹眼泪的敏感人士张伟说：“我要带他走。”张伟，嘎！幻境之中，狐狸靠在石棺上默默掉眼泪，漂亮的食指鲜血淋漓，他在地上写满了一个名字：顾牧之。狐狸的伤口愈合速度很快，他就重新撕开，继续放出鲜血血。顾牧之，顾牧之，顾牧之是哪个喵？模样漂亮惑人的狐狸穿着单兵训练服，却是个不会说话的小哑巴，在少将掌心轻轻写字。他指指晕染成画卷的天空，暮色的暮吗？少将眉眼英俊，英气十足，是皇家军队里典型的男神级别人物。他摇摇头，望着他的狐狸眼，语调慢条斯理的上扬，是羡慕的慕，也是爱慕的慕。狐狸喉咙溢出沙哑的哽咽，泪水成串滴落在了名字上，将顾牧之三字融成一片模糊的血色。你究竟还要哭多少次？实际绕开满地的名字，折腰半蹲在他面前。狐狸咬着唇，金色瞳孔哭得血红一片。只要想起他的少将，他就永远有流不干的眼泪。实际淡漠地望着他，叹息一声，低眸给他擦眼泪。他说：“我带你去找他。”狐狸蓦地仰起头看他，喉咙沙哑的发不出声音。真的？实际声调冷淡，不想留在这里等着被皇帝杀，就把自己封印了，跟我走。这只从少将死后就没给过实际一次好脸色的狐狸，带着满身锁链扑进了他怀里。实际一怔，随后眼底微垂的回抱住了他。他说：“苏宪，其实我也挺恨你的，我这一生就那一个徒弟。”狐狸在他怀里泣不成声，咿咿呀呀的吆语身后的一众学生谁也听不懂。路遥还是第一次看指挥官如此拥抱一个人，低眸微垂着眼，轻抚着狐狸清瘦的脊背。他扭头看向谢卓，觉得他兄弟训的一早上像个笑话。他劝道：“兄弟，看开点，有了新欢就是这样。”他话音未落，谢卓已经咬着后槽牙迈步上前，强行将两人分开。他怒意大涨，却不敢对着指挥官发，冒火的桃花眸瞪着那身姿娇弱、天生尤物的狐狸。众人都觉得这 Alpha 终于要发怒了，世界大战即将一触即发。谢卓指着他：“你没有男人吗？跑来抢我男人！”然后全身比狐狸还娇滴滴，落风拂柳的倒在了实际怀里。实际，众人，狐狸还沉浸在无边的悲伤中，他听得懂人类的话，但不会说，只会一点简单的句子，磕磕巴巴的用人类语言说：“我男银死了。”呜！谢卓，他愣了好半天，最后恭恭敬敬的90度弯腰，对八起。虽然很冒昧，但他依旧是个有原则的谢小卓。但你还是不能抱我男人，要不你抱我吧。说完，谢卓便上前一步，一只冷白玉骨的手拽住他的后领，实际冰冰冷冷的望着他：“你闹够了没有？”狐狸金色眼眸微呆的望着实际，看他面色清冷不耐的训斥银毛 Alpha， 微微疑惑的歪了下脑袋：“你谢花他？”实际冷白指尖顿住，慢条斯理的抬眸看向狐狸：“你说什么？”帝国总指挥官威压在无声蔓延，在常人大气都不敢出一下。狐狸恍若未觉，伸出鲜血淋漓的指尖戳出谢卓的方向，又重复：“细花他。”他曾经作为顾牧之的女朋友见过指挥官，知道这位外界传言的清冷禁欲神明向来待人疏离不近人情，但他也知道这指挥官就是只小乳猫，甚至年纪还没他一半大。狐狸天生狡猾，善于玩弄人心，一只小乳猫他压根就没放在眼里，却初见就被小猫用猎鹰银枪抵在喉间，干涩的动弹不得。不会说话的小哑巴，我看是不敢说话吧。实际薄瓷般的容颜惊为天人，却满目疏离，充满压迫力。冷白指尖扣动扳机，不带情绪的逆着他说：“接近顾牧之有什么目的？”苏宪浅金色眼眸泛着水盈盈泪花，示弱起来格外惹人怜爱。他可怜的用妖语轻声喃喃：“喜欢少将，想跟少将在一起。”实际明显皱了下眉：“你猜我信吗？联邦帝国狠妖兽入股，你宁愿赌上性命也要来到帝国军队见你的意中人？”他语调薄凉，近乎嘲讽。但狐狸点点头，眼含热泪道：“少将值得，值得我拼尽全力的奔赴和喜欢，即使是赌上生命。”实际垂眸看他良久，冷斥一声：“可笑。”然而动作却是松开了他。他相信了。苏宪那时就知道，这只凶巴巴的高冷小猫宝宝是人类帝国的信仰，它强大到无所不能，同时在情势上单纯的像一张白纸。只要有人用纯粹的炙热和喜欢去触碰它，就很容易走进他冰封万里的心房。只可惜白帝星暗潮翻涌，风云莫测，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人。天哪，
你知道的太多了，快闭嘴，快闭嘴！我家小猫咪会生气的。谢卓一改对狐狸的敌意，两人仿佛瞬间变成了盟友。银毛 Alpha 甚至还主动申请成为狐狸的人类语言导师，来跟我读喜欢。狐狸喜花，谢卓欢，狐狸花，谢卓欢，喜欢，狐狸花，喜花。谢卓，这孩子没救了，玩你的花去吧。说完，他凭借优越的身形，一把拦过石纪的肩膀，让指挥官半靠在他怀里，充满强势的占有欲，带着他往外走。走了，宝宝，回家回家。实际，银毛 Alpha 永远嚣张肆意，嗓音懒散勾人的好听，众人甚至觉得他这样酥死了。前提是他懒的不是他们只敢仰望的指挥官。这小子真是 big 胆啊！看他们都走了，狐狸也从地上慢慢起身，他刚要张口，手腕脚腕上的锁链咔嗒一声裂开了，细瘦的腕骨轻轻活动了下，他对上张伟通红的眼眶。多愁善感的负责人听了他的故事，显然十分惋惜，希望你能找到他，在一起回到玫瑰神殿。虽然他知道那位少将已经不在人世了。第8星系永远都会接纳无家可归的所有生物，当初被封印的妖兽无人愿意收留，只觉得他是个潜藏的祸害，只有第8星系愿意让他再次长眠。狐狸不会说话，他其实想说的很长。虽然你收留了我，但在我睡觉的时候带着一群狗日的 Alpha 在我头顶开 party， 临走时还一人摘了一束玫瑰花送给你们的 Omega， 这种行为真是给他一个132岁狐狸都整笑了。但还是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愿意收留我。狐狸活动了下僵硬的手腕，随后迈开步子朝他们走去。蓦地被绊了一下，是他垂落至脚踝的乌黑长发，他将长发拢在一起搭在了自己细瘦的臂弯上，这才追着他们跑了过去。赤脚所过之地，幻境中的枯萎的玫瑰全部重生，大片玫瑰在天际之下散发着盈盈花香。张伟看他们在长风中说笑，即将走出这片圣洁的幻境，走向更繁华广袤的其他星系。一路顺风，他双手拢在唇边，大声道：玫瑰神殿会守护每一个善良的人。长风拖着他的话音带到每个人的耳边。谢卓漫然抬手懒散冲他挥了挥，实际想要挥开肩膀上的手，没拍动。小畜生偶尔霸道起来也是任性的很，他放弃了，任由谢卓笼着他的肩线，将温热的体温阵阵传递到肌肤上。他回头冲张伟笑了下：张负责人，有机会再见。幻境逐渐关闭，张伟留在原地，遮住脸，难过的嘤嘤直哭。呜呜，果然分别什么的最讨厌了。一朵粉色玫瑰摇曳到他脚边，蹿至跟他半身高。张伟婉拒：谢谢，不用安慰我。食人玫瑰张开大嘴：哈，指挥官救命！张伟头也不回的拔腿就跑。回到赫兹学院，满场都是庆祝的氛围，鲜花气球飘在广场，庆祝他们获得了联赛名额，即将征战正式星际联赛。实际对这种环节没什么兴趣，打算带着狐狸去找赫兹院长。垂落的衣角被拽住，谢卓指尖勾着他：要走啊，他们都很想您留下。实际说我对他们没兴趣。谢卓听到这话似乎雀跃了下，头顶的小星星都跟着晃悠。我也想您留下。实际眉梢微扬，语调微妙清浅：我对你也没。他的唇被人轻轻捂着。银毛 Alpha 恶狠狠地磨着小獠牙，恼怒的垂眸：不许说，不许说。实际莫名笑了下，清冷眉稍一理动人，松手。谢卓被这个笑容轻易晃了眼，他已经是第无数次感叹，怎么会有人长得这么好看，尤其是他后颈还印着浅浅的蓝色小浪花，是他的小浪花。谢卓有些恶劣的想，迟早有一天在高高在上的指挥官身上弄满自己的浪花。他咬唇皱眉的样子太容易唤醒 Alpha 的邪性。想什么呢？松手！实际冷冷皱眉看他发呆，跟个小傻子一样。不松。谢卓胆大包天的发言，他桀骜张扬的眉梢微扬，露出少年独有的张扬痞气，略微思索道：除非您。话音未落，掌心被很轻的吻了下，舌尖软软的触感一划而过。实际眉梢依旧清冷，慵懒问他：现在呢？银毛 Alpha 呆愣在原地，呆若木鸡的俊美脸蛋一秒钟炸开红晕，什么弹幕刷过的顶级痞帅银毛 A， 攻气十足的狼狗 A， 现在都跟他本人毫无关系。他像是情窦初开的青涩少年，脑袋晕乎乎的望着对面的清冷指挥官，强行找回了自己声音：现在没事了，内心他舔我了，他舔我了，他舔我了。实际如愿摆脱了粘人小狗的束缚，带着苏线来到主教楼。狐狸一身绯红长袍，抱着自己的长发跟在他身后，缓缓用别人听不懂的鸟语说道：你才是狐狸精。实际别人可能没看到，但苏线看到了，两只狐狸耳朵都看到了。这小乳猫当初高冷的让他都害怕，谁能想到他就是睡了5年就成调戏狐狸精了，把那银毛 Alpha 迷的压根分不清东南西北。狐狸一边上楼一边团着自己的头发对他说：你完了，你坠入爱河了。实际先前的账都没跟他算，这人还敢在他面前大放厥词。波光打在他眉眼上，透着几分不近人情的淡漠。我当初能亲手折了你的狐狸尾巴，今天就能亲手拔光你的牙齿，你再胡说八道一句试试。狐狸抬起鲜血淋漓的食指，连忙捂住自己的小嘴，但他胆大不怕死，甚至还敢补一句：我说中了，你生气了。实际觉得不说清楚他就能不停地造谣，
等待贺资院长的过程中，他漫然靠在窗边，细碎阳光打在薄瓷般的眉眼上。他声调平静：“不要用你那多情的狐狸心去妄想脑补，我永远不可能跟你一样。”得知顾牧之死讯的时候，这伪装多年的小狐狸不惜在军队暴露原形，开启一场疯魔屠杀。他宁愿同归于尽，去陪他的少将。实际永远不会这样，用自己的生命去爱一个人。狐狸被勾起了伤心事，果然安静许多。他说：“你会的，我能看到所有人的心。指挥官心软强大又重情义，能被他爱上的就是这世上最幸运的人了。他会得到神明最纯粹的爱，一辈子只会专属给他一人。”实际冷笑一声，对这个答案不予置否。他反问：“你能看到所有人的心？”狐狸：“他当初就被少将的心吸引，充满了忠诚、热爱。他好奇，明明是令人作呕的帝国，为什么会有这么专一的人为他卖命？他想收藏那颗心，想让他爱上自己。被这样忠诚又英俊的人爱上，小狐狸笑得狡黠，觉得会很爽，每一方面都很爽。比如你的 Alpha。”狐狸捧着自己的长发，回想了一下该如何形容。他的心很烫，是我见过最热烈的一颗心脏。你让他去死，他就愿意为你去死。实际眼睫微不可见，轻动了下，最后漫然靠着窗台，冷冰冰道：“动不动就去死，一群神经病。”苏县，狐狸百无聊赖地看向窗外，金色眼瞳倒映着国风的建筑，广场上充斥着欢声笑语，但他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你答应我的，带我找到他，这就是他活下来的原因，因为他还没见到少将最后一面。他望着少年们奔跑热烈的脸庞，看台上穿女装跳肚皮舞的一群 Alpha， 轻轻笑了下。我的愿望就是找回我的 Alpha， 跟他葬在一起，他就不再是百年流离失所的小狐狸了。实际能觉察到他的情绪，希望一会儿你听完，还是这么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狐狸，赫兹院长回到主教楼的办公室，笑呵呵的抱歉：“不好意思，开会耽误了会儿，听他们那些高傲自大的校长们吹嘘我们摆烂学院，实在是太有意思了。”赫兹学院第一次拿下名额，把院长胡子都高兴地染了绿色。实际真独特的审美。你是小狐狸？赫兹院长惊讶看向苏宪，苏宪也惊讶：“你知道？我没露出原形啊。”赫兹院长只是笑了笑，毕竟活了这么多年，我什么没见过，是要我帮这位小友治疗吗？实际点点头，当初那只章鱼濒临死亡，后来硬是被院长救回来了。赫兹院长普度众生，有着强大的治愈能力，对所有事物都有着无数宽容。章鱼虽然吸食了强大的精神力，但他没有恶意，在被激怒以前，他没想杀任何人。小实际，不是所有妖兽都是残暴的，这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实际并不否认，只有少部分。他见过太多不理智的妖兽，所过之处除了血腥就是血腥。这种强大的兽类对人类而言就是威胁的存在，有他们在，人类也无法安心。他作为皇帝的心腹首领，有必要为他守护每一片星系，确保8大星系的和平。赫兹院长叹了口气：“是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和平，多么奢侈的2个字。”院长为狐狸疗伤，他衣袖中睡着的小章鱼爬了出来。受过重伤以后，他如今只有拳头大小。小绿豆的眼睛看到实际，羞得亮了，哒哒哒地挪着触角跑过去，笨拙地冲他比星星。实际低眸看他，清冷的无动于衷。小章鱼有一点伤心，漂亮猫猫总不理他，随即一根修长手指伸出来，轻轻点了下他的爱心，触角惊讶又开心地缠上他指尖。第一次触碰到漂亮猫猫，他开心的头晕脑胀，啪叽一下僵硬地倒在桌面上。苏宪得又被迷晕一个。实际戳了下小章鱼，看他不动弹，还以为死了，立马收回手，不关己事。皇帝要杀他，您知道为什么吗？赫兹院长愣了下，苍老的眼眸落在苏宪身上。狐狸不明白指挥官为什么揪着这点不放，他说很正常，皇帝痛恨每一只妖兽，在8大星系不算秘密。赫兹院长笑着摇头，不正常。赫兹院长掌心涌出强大的绿色治愈能力，小实际，你心中已经有答案了。狐狸听不懂，所以他睡着了，被赫兹院长强制进入睡眠。实际看着狐狸的睡颜，问：谢臣到底想做什么？我不知道。赫兹院长眼眸苍老温柔，主星系风云莫测，你走以后，小皇帝孤立无援，想做什么都正常。院长像个世外高人，什么都不参与，又什么都了解。实际有些诧异，他竟然会替皇帝说话。小实际，我跟你说过的，万物相生相克，一切自有定律，平衡从不能轻易被打破。倘若某个界限被打破，所有的事情都会随之发生变化。不要纠结这些了，对你没有好处。赫兹院长的话有些晦涩难懂，也恰恰证明了他的猜想没有错。谢臣害怕狐狸看见他的心，在那高位之上坐久了，他的心如今变成了什么颜色？赫兹院长将僵硬的小章鱼收回袖口，突然笑呵呵地问：当初为何突然选择离开主星系？所有人都问过这个问题，实际一次都没有提起过。此刻他却淡然垂眸，对赫兹院长说道：我跟皇帝的意见产生了分歧，违抗了他命令。是什么命令？实际后脑隐隐作痛，他黑发下藏着当初奄奄一息的伤痕，叹息道：我不记得了。赫兹院长的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实际皱眉说：不是那方面，我当时是贝塔，谢臣还不至于离谱到那地步。赫兹院长心虚的：哦，倘若他当初是 Omega，
谢晨那性格早就想方设法不择手段的标记他，可能2次分化也是我离开的原因。他受了伤，皇帝一改往日态度，悉心呵护的守在他身边。每每他夜里睁眼从噩梦中醒来，甚至能看到银河帝国之上的皇帝寸步不离的守在他病床旁，半趴在他床边入眠。那张俊美的脸仿佛还是那张幼时英俊潇洒的容颜。他有一瞬间的动容，想要终止冷战，若无其事回归以前的状态，大脑却隐隐作痛，体内有什么血液在转化，疼痛的让他整个神经麻木，一遍遍的提醒他不能待在这里，他需要离开了。在2次分化的当天，石纪终于驾驶战舰离开了主星系，他体内的血液在叫嚣着翻涌，灼热窜遍四肢百骸，渴望的气息传遍全身每个角落。他甚至有些庆幸，直到黑衣银发的少年从天而降，将他温柔地抱在怀里。我心心念念的心上人，跟我一起度蜜月吗？哪有人第一次见面就邀请一起度蜜月的？小变态！我不建议你继续追查下去，当然只是建议。赫兹院长并不觉得自己可以动摇他的想法。石纪点头，我会查清楚谢晨究竟在做什么，或者他到底想做什么。赫兹院长无奈失笑，蓦地出声叫住他：小石纪。那双苍老的眼眸涌动着让人看不懂的情绪。倘若某天你要跟皇帝刀剑相向，就如同皇宫中的每次试炼，你会下得去手杀他吗？赫兹院长只是假设这个问题，好奇石纪的反应。石纪沉默良久，最终回答：不会。赫兹院长笑了，没有再多说什么。这位狐狸小友伤好后，我会派人将他送回去。石纪点点头，随后走出了主教楼的办公室，却不料正对面站着黑衣银发的修长少年，他手中捧着一块草莓蛋糕，是庆祝中切下来的第一块。聊完了？谢卓精致眉眼微垂，没说自己听到了什么，长指将奶油草莓插起，递到他唇边，嗓音低懒道：先吃蛋糕吧，第一口特地留给您的。石纪垂眸看向奶油草莓，少年指尖修长匀称，骨节分明，捧着小蛋糕站在门外乖乖等他。他有些头疼，听到多，话音未落，奶油草莓抵在他唇上，将石纪没说完的话堵了回去。不聊这个，不想听。冰凉草莓不太温柔地塞进嘴里，石纪背抵着墙，雪白奶油晕开在薄红唇角。他语调被迫含糊，又赌上气了。每次只要涉及到皇帝，他就又敏感又可怜的。石纪眉色天生清冷，露出些许不耐。银毛小狗捧着小蛋糕，看他不哄自己还不耐烦，突然抿唇道：我后悔了。石纪心脏一震，什么意思啊？他叼着草莓忘记了咬下去。不给您吃了，生气。谢卓弯下腰把他摁在墙上，俯身从他嘴里卷走那颗草莓，自己嗷呜一口狠狠咬碎，顺便把石纪唇上的奶油舔了个干净。他低眸在水光薄润的唇瓣偷亲好几下，最后说：您这次哄不好我了，真的。这一张虽然来晚了，但字数3500。卓宝生气，您这次彻底哄不好我了，真的，我超生气，石纪被银毛 Alpha 不太温柔的抵在墙上，小啄木鸟似的在他唇上作乱，将奶油和草莓尽数舔了个干净，挺过分的。他甚至味道都没尝出来，就被小畜生全部没收了回去。谢卓蹭着石纪薄红水润的唇，语调生气地说：您这次哄不好我了，真的，我超生气的。石纪抬起潮湿水意的青眸看他，怎么有人生气还是小家子音？谢卓对上他的目光，喉结很轻的上下滚动一圈，那些心意已决的心理建设因为石纪的一个眼神轻易击溃，但在亲亲指挥官就显得他很没有面子。谢卓抿着唇，将手中的蛋糕塞给他，放出最后一句狠话：今天自己吃，我不喂您了。石纪眉色微皱的看他，只觉得这是一句好狠的话，但对谢小卓来说，不喂他的高冷小猫咪指挥官吃蛋糕已经是他认为最狠的行为了。他说完便转身就走，头也不回的大步离开。石纪还没反应过来，身高腿长的银发 Alpha 一眨眼就消失在了拐角。这还是第一次，平时1步3回头的人今天跑得这么快。石纪薄唇被磨有些疼，眼尾浮动着生理性的水意，缓缓低眸看向手中的小蛋糕，沉默良久才吐出一句：生气了。他的小 Alpha 好像还生了挺大的气，虽然生气也不忘给他拿第一块小蛋糕。石纪抬手有些无奈的揉揉眉心。夜幕降临，学院升起了璀璨星火，照亮夜晚的一整片天幕。学院里正在举办灯火庆祝晚宴。石纪从来没见过一场竞赛胜利能庆祝1天1夜这么久，所有人都开心的像中了大奖。指挥官，我还以为您不来呢。瑞恩兴高采烈的跑过来，碧绿眼眸的小欧美感纤细娇软，将一杯粉橙色的果酒放在他面前。您能喝吗？高高在上的指挥官看起来不像是会沾酒的样子。石纪伸手接过，谢谢。他淡淡抿了一口。参加的庆功宴多了，石纪多少能喝一些，但酒量不佳。绿发绿眸的卷毛小 Omega 趴在桌上歪头看他，您怎么突然想过来了？石纪眉色淡然，好笑道：不是给我连着发了7次邀请，至于这么惊讶？瑞恩小脸有些红，我那是以为您不来吗？毕竟那银毛小子下午说，他话没说完，立马捂住小嘴。玻璃杯口印在淡绯色唇边，石纪淡淡反问：说什么了？指挥官的一个眼神不是普通小欧招架得住的。瑞恩立马脱盘而出，说他晚上不去邀请您。指挥官向来说一不二，只有那银毛小子死缠烂打能让他改变主意，但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谢火烧竟然闷声闷气的说不去。瑞恩不知道怎么回事，趴在石纪肩头小声巴巴：谢火烧今天可奇怪了，
还跟谭鑫打了一架呢。我猜他应该是来那个了。实际他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先震惊哪个。某项涉及到了指挥官的知识盲区，他眉色轻皱不解地问：那个是什么？就瑞恩睁着绿色卡姿兰大眼睛，眨眨眸道：一杆七啊。实际小美感向来是个小话痨，小嘴巴巴起来完全不带停的。谭鑫每次一杆七快到的时候，心情也会不好，咬我咬得可凶了。您别看他长了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他一杆七又平凡又没耐心，要不是他的信息素很好闻，我才不帮他呢。现在怎么想都是我亏大了。实际看他完全不把自己当外人，什么都敢往外说，也有些招架不住热情的小欧，随后嗓音淡淡的问：一杆七大概多久一次？瑞恩思索着回：1-2个月吧。实际倒从来没想过 Alpha 的一杆七，他起初并没有纳入自己的考虑范围过，后来那小畜生在他身边黏着也挺久了，却也从来没听他说起过这个。就算真的一杆七来临，多半他也会自己忍着。实际想，谢卓从来不会勉强他做任何事，即使是像谭鑫和瑞恩一样的相互对等交换。他们两个为什么打架？实际问。瑞恩偷偷趴在他耳边说：我偷偷跟您说，不算告状哦。谭鑫今天去找陆瑶要改装机甲外观的联系方式，结果不小心碰倒了桌上的可乐，弄脏了泄火勺的小毛球，他洗完澡出来就炸了。瑞恩光是想想那场面就有些后怕。谭鑫第一时间清理了桌面，把小毛球擦了擦挂着晾干，但可乐上色，雪白小毛球还是沾上了弄不掉的污渍。他以为就是一个小挂件，没太当回事，结果谢卓看到以后脸色瞬间沉了下去，指着他的小毛球：谁干的？楚谭鑫，我。谢卓冷声：你没长眼。桀骜不驯的银发少年，好像只有在指挥官面前又乖又可爱，会娇声娇气的小家子音，如今半眯着松懒桃花眸，银发潮湿的往下滴水，又凶又厉的盯着弄脏他小毛球的人。楚谭鑫沉默2秒：抱歉，我没注意，我给你买一个新的。谢卓冷冷看他，没说这是他自己亲手做的。水滴顺着银色发尾划过脸颊，他不带情绪的吐出一句：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嘛？楚谭鑫，这就有点无理取闹了。楚谭鑫，那你说怎么办？因为这一颗小毛球把我抓起来。陆瑶都正在吸溜螺蛳粉，都看傻眼了。别，他端着碗在两人之间旋转跳跃。别，还挺有韵律是吧？两人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瞬间被陆瑶和他的螺蛳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楚谭鑫冷着脸：离我远点，谢谢。谢卓满脸不耐烦：不关你事，滚去继续吃你的屎。这下陆瑶也炸了，他明明是吃的是人间美味，怎么能被称之为屎？既然大家情绪都到这了，不如就商量一个解决办法。我们都是文明人，骂不骂的太脏了，不如就心平气和的坐下来砍对方2刀吧。这个提议让对面2个 Alpha 有些心动。谢卓可以，楚谭鑫可以，陆瑶也撸起袖子，可两人竟直从他身边路过，走向了机甲训练室开始 PK。陆瑶怎么个意思？我陆少不配。实际听完小瑞恩绘声绘色的描述，陷入了沉默。一群幼稚鬼，受伤了没？实际长指磨着杯口，淡声询问。没受伤，不过没睡觉，恢复多少有些不舒服吧，但他们2个打完就好了，没再吵过架了。银毛小狗蹲在洗手间，把他的小毛球洗干净，又用吹风机吹干，没再随意放桌上，塞进了枕头下面。楚谭鑫最后赔给他一堆做的材料，加油，你就是下一代公益小红娘。反正那时候的银毛小子太可怕了，瑞恩才不要再惹上泄火烧。结果下一秒，刚进入灯火晚宴的某位银毛 Alpha 就盯上了他。瑞恩此时正趴在指挥官肩头，亲昵地讲着八卦，只觉得后背一凉。小绿毛往哪趴呢他？那是他的位置。瑞恩吓得差点滚落到草坪上。干嘛？又怂又坚强的小欧站起来反驳：我趴指挥官身上，又没趴你身上，你干嘛凶我？谢卓差点都要气笑了。你他妈还不如趴我身上，我才不趴你身上，你肯定把我头都撅了。瑞恩嘴里振振有词：我就趴指挥官身上，指挥官都愿意的，就你有意见？哼，他就是随口一说，结果莫名其妙踩中了谢卓的雷区。指挥官都愿意的，他没资格有意见。谢卓没再说话，转过身站住。实际淡淡开口。牛气十足的银毛 Alpha 原地立定，跟下了咒一样。实际放下粉橘色的酒杯，过来。我才不去。最后谢卓、楚谭鑫、瑞恩、陆瑶4个人围着他团团坐下，坐姿端庄像极了听话的乖宝宝，仿佛下一秒指挥官让他们原地参加竞赛，就能瞬间出发。你们会玩游戏吗？陆瑶站起身来，就是一个自由女神的向上精神。我现在就上阵杀敌啊！什么游戏？实际看了眼不远处的那群学生，正在玩一些酒桌游戏，欢声笑语的每个人都很开心。他从来参加这种环节都是孤身一人，他不会玩这个，但他想让他们几个开心。实际眸光若有似无地扫过某人，随后问瑞恩：会吗？瑞恩呆若木鸡的点点头：会。您要跟我们一起玩吗？实际犹豫了下，迷离细碎的灯光打在他清冷容颜上，实际半垂着眸道：试试。不知为何，他只是眉色淡垂一下，谢卓心脏就跟着一紧，他不动声色地敞开腿，膝盖不经意撞了下修长笔直的长腿。实际，谢卓扭头看他，
桃花眸一片坦然无辜。怎么了？实际没事。随后他收回了目光，没管抵在膝盖上逾越过来的长腿。谢卓转过头，咬着牙龈，好气啊！瑞恩笑盈盈的，游戏规则听懂了吗？实际注意力全被那小畜生吸引走了，什么都没听到。路遥，懂。小爷我什么不会？莫言不知道什么时候窜过来的，简单，放马过来。谢卓，哦，这个我会。楚谈心一，实际指挥官的高冷不允许他在这时候询问第二遍规则。他说：“开始吧。”实际手里3张牌，大鱼、小鱼、虾米。指挥官，您输了。瑞恩又惊讶又兴奋地说。实际看着自己出的牌，大鱼，谢卓出的虾米。他不理解的反问：“我输了。”瑞恩给他倒了一杯酒。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大鱼。实际，你们就是这么玩的？他愿赌服输，从不赖账，直接拿起桌上的一杯酒一饮而尽。谢卓很轻的了一声，但实际已经喝光了。他不理解自己从无战败，怎么会输在这小游戏上？继续，下一轮次到他，他手里还有2张牌，小鱼、虾米。谢卓手里大鱼、小鱼，小鱼、小鱼、虾米、大鱼。他猜测谢卓会出大鱼吃他的小鱼，所以他应该出虾米。结果牌面翻开，实际虾米谢卓，小鱼瑞恩震惊又犹豫。指挥官，您又输了。实际眉色微平，看向谢卓，你不应该出大鱼。倘若小鱼跟他平起抵消后，他手里就剩1张大鱼牌，等着被他的虾米吃。谢卓说：“我就喜欢被虾米吃。”在绝对力量的悬殊下，他就喜欢被小猫咪咬着脖梗，奶凶奶凶的，又没什么力道，挠他痒痒。结果你又被我吃了。谢卓到底是憋不住，桃花眼尾勾起懒散的笑意。指挥官，照您这么玩，马上就要被我吃抹干净了。实际愿赌服输，他拿起第2杯酒一饮而尽。第3轮依旧毫无悬念，他胜小鱼，谢卓胜大鱼，依旧被他吃了。连着吃了3把，实际眉色微平，拿起第3杯酒，修长手指覆在他手背上。谢卓低声问：“您是不是故意哄我，才想让我赢的？”实际实话说：“不是。”随后他将第3杯酒愿赌服输的一饮而尽。连着3杯，实际的确有些喝不下，酒渍顺着唇角滑落几滴，砸在谢卓手背上。他有些失落的垂下目光：“不是就不是吧。”酒过3巡，谢卓把牌扔了，往后一靠，不玩了。众人看他面色不耐的模样，一头雾水。别管他那个来了，快跑就是了。莫言一脸懵逼，一边撤回一边问：“那个是哪个？”瑞恩一杆七。谢卓眉头皱了下，什么跟什么？他长腿优越踹了一脚，直接把瑞恩踹到楚谈心怀里，滚蛋！楚谈心实际半靠在椅背上，眸色被碎光打得浮沉。他从来没喝过3杯酒，就算谢卓不说，也会叫停。不会玩，有点挫败。实际不会的东西屈指可数，但这小畜生似乎依旧不开心，头顶的小呆毛都蔫啪啪的，一天没翘了。谢卓突然扭头凶巴巴的对他说：“我早上还信誓旦旦的跟您说我哄不好了，结果这都1天过去了，您压根就没哄我，没哄我。”实际此时耳边阵阵轰鸣声，有些茫然的看着谢卓，听到的就是@$美元 amp 美元$@34哄我哄我。实际望着他精致野性的侧颜，银发微湿的搭在额前，也不炸开了，倒有种别样冷漠的痞帅。实际安静了一会儿，轻声说：“我不会哄人。”谢卓下意识的反驳：“你分明就会。”气得敬语都不用了。你对那只狐狸就能搂搂抱抱摸摸脑袋，对我就从来没有过，还总是对我不耐烦。今天早上还觉得我无情无义无理取闹。实际这下听不懂了，头疼。他平眉又露出不耐的神色。谢卓心想，就是这个表情把他的小心心都伤碎了。他今天也尝试学了一下，结果还没有半天就放弃了。不理指挥官的每一秒，他都难受的要死掉了。他才舍不得小猫咪连着喝3杯酒，换做平时只怕一滴都不会到他嘴里。算了，不用您哄我。谢卓低眸埋进他肩头，我把自己哄好了，不生气了。实际头晕的要命，根本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清冽海浪的气息涌来，他歪头靠在少年微湿的银发上。谢卓莫名就笑了，仰头亲他银白的耳垂一下，这么乖啊。实际轻颤了下，低眸看他，跟平日里的指挥官不太一样，清冷细碎的长眸有些茫然的晕眩。谢卓问：“醉了？”实际轻声说：“你真烦。”谢卓咬牙切齿的轻轻捏住他下巴，不许说，就您现在的模样，再惹我亲的，您嘤嘤直哭，信不信？实际哭。他拧眉望着银发少年，不许哭。谢卓，实际指尖落在他下巴上，清冷眉梢不解的微微平起。为什么要因为他生气？他跟你之间从来就没有任何可比性，从来就没有任何可比性，是什么意思？这些语句太过熟悉，以至于谢卓有些不想听到接下来的任何话。你知道那人是谁的伴恋吗？太子殿下的。卓卓，你们之间没有任何可比性，听妈妈的话，不要再去偷偷看那个哥哥了，好吗？不好，他就想看。为什么都是一个爸爸生的？谢晨可以跟哥哥一起练习，他就连看哥哥的资格都没有。小谢卓觉得不公平。实际听不清他的话，但能模糊看到他的神情。他的小 alpha 像是受了好多委屈。我不喜欢他，从来没对他动过心。实际抬起他的下巴，
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连一个情敌都算不上的人，为什么要因为他跟我生气？明明醉得不轻，言语依旧清冷，透着指挥官的不满气势，不耐烦又无可奈何。我从来没有哄过人。实际转眸看向周围，长眸里一片旋转碎影，什么都看不清。观察了个寂寞完毕，他扭头缓缓地把头低了下去，像是有些难以启齿，最后声调很轻地问：谢卓，你想摸摸我的耳朵吗？来晚了，一整个华贵。过平安夜回来晚了，呜呜，字数多加了1000，章节不会算在今天更新里，放心放心，我怕再不更满会被宝宝们暗杀，呜呜 XX。 即使是醉酒的指挥官依旧说一不二，白皙清透的指尖萦绕着白光，当即就要召唤出自己的小猫儿，哄他的银毛小 Alpha 开心。谢卓还没从一个接一个惊喜炸弹中回过神来，这个更大的炸弹就来了，别，现在不能变。他手忙脚乱地握住实际萦绕白光的手，白玉一样的色泽落在掌心，谢卓莫名有些好笑，桃花眸松懒散漫的低眸望着指挥官清冷茫然的脸。现场这么多人，您明天醒来还不得炸毛啊？实际听不懂，但他还有另一只手就要变，莹润白光从他指尖流泻出来，照耀在无尽夜幕下。指挥官的手冰肌玉骨，漂亮的过分。下一秒又被温热大掌包裹了个严实，指腹 Masa 在他冷白手背上。谢卓轻笑着说：难道要我明天为了您的高冷猫猫面子，把他们杀个片甲不留啊？他语气松懒好笑，却又带着几分真实，仿佛为了他的小猫咪什么都能做得出来，只要他开心就好。实际则是有些恼怒，他抬起清冷细碎的长眸瞪他，那意思很明显，你再动我一下试试。谢卓单手扣住2只欠冷漂亮的腕骨，交叠放在自己的大腿上，乖巧无比地说：不动，反正他都控住了。实际看他乖巧又听话，这才略微满意了些。随后头顶散出莹莹白光，小猫耳下一秒就要从黑发间竖起来。谢卓，卧槽，还能直接变啊？那手就是走个过场呗。实际看他目瞪狗呆的模样，薄软红唇翘起一点弧度，清冷以里眉梢微扬，看着还有些傲娇的小得意。下一秒，清冽海浪的气息盖在头顶，将包裹了个严实。实际眼前陷入一片黑暗，鼻尖满是潮湿沐浴后的冷香。他还记得湿冷银发往下淌落的水滴，砸落在黑色衣领处，阴湿半截精致野性的锁骨。所以这是谢卓二话不说就脱了上衣，直接把指挥官的脑袋裹了个严实，牛逼得很。无论如何，小猫耳都不能暴露，不然他家小猫宝宝明天醒来的疯。所以权衡之下，还是他疯吧。不远处的几人看到了他的迷惑行为，震惊的下巴都要掉地上了。卧槽，谢卓你干嘛？当众耍流氓啊！我的妈，你竟然敢用你的衣服蒙指挥官的脑袋，你不要命了？8块腹肌，妈耶好色，年轻的银毛 Alpha 身材顶级，肤色健康白皙，腹肌紧致性感，腹部延伸出漂亮的人鱼线，浑身散发着荷尔蒙性张力。一头凌乱银毛因为主人心情雀跃，在头顶翘起弧度。他无视了所有的目光，抄起正茫然扯脑袋上衣服的指挥官，转头就是拔腿狂奔，撤！实际众人不得不说，这个发疯的状态就很泄火烧。下午那个阴阳怪气一点就炸的，才不是他们认识的谢卓。夏夜长风吹在谢卓俊美野性的脸上，他如今被轰的尾巴都要翘起来了，抱着怀里的小猫咪一路冲回了别墅。怀里的人有些蔫趴趴的，胡乱拽着头上的衣服。谢卓把人放在沙发上，小心取下黑色短袖，露出一张闷得透红的清冷面容。实际恼怒无比地望着他，眸中积蓄着水盈盈的薄润光泽。头顶2只小猫耳被压歪一只，耷拉在微乱的黑发上。谢卓，草，歪了一只，好可爱啊！他刚要伸手，就被实际毫不留情地打了下手。他自己扶正了头顶的雪白猫耳，捂着胃部不适地靠在沙发上。谢卓立马顾不得其他，怎么了？胃疼吗？是不是想吐？他甚至没找垃圾桶，就把手递到了实际唇边。想吐就，实际皱眉推开他的手，被这 Alpha 一路弄得上下颠簸，他有些面色苍白的反胃，脏。谢卓蹲在他面前，双手搭在实际膝盖上笑，我又不嫌弃您。但实际嫌弃的别过头，拿手接，你真脏。谢卓报复性的揉了下他的冷玉下巴，实在憋不住好笑道，您这只猫猫怎么这样啊？还不是因为是您我才不嫌弃的。实际懒得理他，靠在沙发上闭上眼，不太舒服的样子。谢卓去接了热水过来，喝点水吗？实际舔了下唇，点点头，好。随后他张开嘴，一副等着喂的模样。雪白小猫儿软又绒，就算他生了张在清冷孤傲的脸，也掩盖不住满身温软的气质。谢卓拿着小勺子顿在半空中，他桃花眸温柔半垂，低蓝嗓音蕴着性感的蛊惑，亲一下，喝一口。实际即使思绪混沌，也知道这是个赔钱买卖。他唇有点干，但舔了舔，还是拒绝了。不呀，还会拒绝？银毛不羁飞扬在 Alpha 头顶。谢卓歪头想了想，垮着脸凑近茫然垂着眸的指挥官，伸出一根手指戳戳他的下巴，还说要哄我呢，您是骗子。实际皱眉，掀开青眸看他，眸中满是迷离醉人的困惑。谢卓也不知道他醉到什么程度，不过看他眉色微颦的模样，估计自己这拙劣手段应该不太管，多脸颊被很轻的亲了一下。实际依旧眉色微颦的望着他，也伸出指尖戳戳他的下巴。谢卓果断为他喝了一口温水，侧着俊美痞帅的侧脸，宝宝这边也要。实际仰头又亲了他一下，温水被小勺子盛着轻轻喂进嘴里，
薄唇得到滋润，逐渐水光润泽，亲吻在脸颊上 ，Alpha 心脏都湿成了一片。谢卓修长手指点点唇，亲这里。实际犹豫了一下，最后沉默地别过头，不喝了。为什么啊？不要脸的银毛 Alpha 发出震惊的疑惑。显然他还没被亲够，放下水杯就发现指挥官埋在沙发中的脖梗泛着薄粉色泽，连带着耳垂都红成一片。不是，这还没做什么呢，你怎么羞成这样啊？指挥官 Alpha 磁性低懒的笑音在夜色中撩人心弦。实际抬眸瞪他一眼，够了，这还不算吗？不算。谢卓半垂的桃花眸慵懒漫然，目光缓缓上挪落在小猫耳上。您不是说给我摸吗？实际不说话，算默认。他通常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都会选择沉默。不想摸。实际猛地抬眸，眸中的迷离都半退了些，不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他从来不给人摸。小 Alpha 还不想。指挥官蓦地抿住薄唇，又生气又委屈，但他要面子，不会表露出来。脸颊埋在靠枕中，眼眶很浅的红了一圈。谢卓把人捞起来，膝盖半撑在米色沙发上，脸上浮着幽深危险的笑意。太斯文了，不适合我，指挥官。他扣住实际薄白的后颈，低眸下巴抵在他头顶，薄唇微起，将小猫耳叼进嘴里，轻舔过上面柔软的薄毛，想对您再恶劣一些，可以吗？次日，在主教楼睡醒的狐狸一脸懵，说好的给他听对话，听完就会让他没那么想死了，结果呢，竟然给他用上了催眠术。他气鼓鼓地抬起头，细细感受着空气中实际微薄的气息，最后循着山茶花的清冷香气找过去。绯红长衫的绝美青年，五官妖异动人，乌黑长发搭在手臂上，透出一截修长雪白的腕骨。他赤着脚走在路上，脚踝上的金色铃铛轻轻作响，把赫兹学院的学生都看傻眼了。卧槽，卧槽！我上一次这么震惊一个人的颜值，还是上一次在指挥官身上。妈妈，我看到狐狸妖精转世了。苏宪，怎么这学院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他是狐狸？你好。一个男生局促地被朋友推到苏宪面前，他扬起金色的狐狸眸看他。男生紧张的满脸通红，请问我可以加你一个新店吗？苏宪不会人类语言，没出声，只摇了摇头。他露出自己干干净净的手臂，我没有新店。男生诧异，啊，这年头竟然还有人没有新店呢？狐狸知道这群小毛孩子是什么意思，他指了指自己，又比了个星星。我有老公。男生更诧异，你有老公，他都不给你买新店，分，必须分。狐狸犹豫了下，摇摇头，又比了个抹脖子的动作，然后双手合起在侧脸闭眼睡觉。不是不给我买，他只是被砍了头，永远睡着了。男生愣住，随后小心翼翼地说，美人哥哥，只他是不给你买新店而已，你千万别抹他脖子啊。说完他撒腿就跑。妈妈说的果然没错，越漂亮的人越危险。狐狸果然3岁隔一代，隔太多代了都聊不到一起。他转过身继续找实际，心情因为刚刚话题有些沉重，不过很快就被转移了注意力。他轻而易举地翻过别墅栅栏，灵活跳进窗户，潜入实际的别墅里，打算吓死他，结果就把他自己快吓死了。你们！狐狸震惊地望着床上的两人，捂着嘴惊讶地发出人类声音。雪白柔软的大床，身材优越，裸着上身的银毛 Alpha 睡姿霸道，将欠骨薄筋的指挥官搂在怀里，小猫耳垂落在他胸前，绒毛被恶劣对待过，不再蓬松柔软，湿塌塌的一撮一撮粘在一起。身上的衣衫倒是完整，但领口被扯过，没了一颗扣子，锁骨弯上全是某人的牙印，可以说是除了没睡，被狠狠睡了一通。实际本就浅眠，被狐狸的声音吵醒，缓缓睁开了眼眸。怎？他嗓音顿住，被自己此时的处境惊得愣住。为什么他跟小畜生睡在一起？他还没穿衣服啊！怀中的人一动，谢卓也悠悠转醒，倦懒的桃花眸迷茫睁开，正对上指挥官冰冷的清明长眸。他视线落在狼狈的小猫耳上，只顿了1秒，您听我解释。对面的狐狸捂住脸，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见了什么。你们做了什么？你把我扔在主教楼，就是为了回来跟你的 Alpha 睡觉吗？简直太过分了！除非告诉我，你们现在做到哪一步了？狐狸想问的太多，又要转化成人类语言，于是他急得半死吐字：你们做。谢卓一头银毛凌乱炸开，特茫然的回答：啊，还没。实际即使指挥官如今模样狼狈，但他只要沉下脸，屋内的气氛依旧瞬间下沉，陷入隆冬10月的冰天雪地。狐狸，谢卓，两人脑海中同时浮现2字：快逃！浴室里的水声淅淅沥沥响起，前厅中的一人一狐狸也跪得很安详。喂，神窝也跪？狐狸艰涩道：不是官。谢卓听得都费劲，为什么你也跪？明明不关你的事。狐狸点头。谢卓，你拉倒吧，要不是你跑来吵醒我，还能悄无声息地溜走，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了。他承认昨晚有点没收住，过分了些。那谁忍得住啊？平时那么高冷的人，软萌哒哒的湿漉漉望着他，又乖又给亲，还会乖乖搂着他脖梗闷闷地说亲。谢卓承认了，他就是禽兽。他所有的理智都用来克制住自己没把指挥官衣服扒了，只是脖梗以上，毕竟再往下他就不敢了。放屁！这大概是狐狸说的最流畅2个字，丝毫没有停顿，谢卓都听得愣了一下。狐狸抬起素白的手指了指头顶，湿，随后给谢卓竖了个大拇指。牛！你把指挥官的耳朵都弄湿了，你真牛逼！
他就没见过这么不怕死的。他们这些不是人的东西，最碰不得就是耳朵和尾巴，是禁区，没有允许碰了会死。狐狸毫无同情心地看着谢卓，你死啊死啊地！这太阳雨冒的实在让谢卓猝不及防。你又比我好到哪里去？谢卓用下巴示意两人跪在一张地毯上。你那惊天动地的4个字。他也竖起大拇指，牛！一张口就把他家指挥官气得不轻。切！狐狸丝毫不畏惧，他堂堂100岁狐狸会怕那只小乳猫吗？有道理，所以他为什么跪着？狐狸当即团起自己垂落的长发，抱着站起身来就要走。咔嗒一声，浴室的门开了，伴随着水雾蔓延而出，清冷修长的身影出现在两人视线中。漆黑额发微湿滴着水珠，冷白肌肤浸透一层薄薄水色，雪白休闲服衣领透出一截锁骨，印着无法洗去的粉色牙印。他面容清冽，透出不近人情的疏离，目光扫过刚起身的狐狸，问：上哪去？身旁扑通一声，狐狸又重新的跪回了原地。谢卓实在没憋住，噗哈哈哈哈，实际看向他，好笑吗？谢卓缩着脑袋，1秒安静如鸡。狐狸心中有些不满，他究竟为什么每次都被这小乳猫压制着啊？可恶！好在身旁那只会死得更惨些。实际平静倒了一杯水，锁骨的痕迹很明显，印在清冷无比的身上，有种别样的暧昧欲色。狐狸心想，他在喝水了，他气得不行了，即将开始鞭打他的 Alpha 了。狐狸留下。实际平静放下水杯，另外那只可以走了。狐狸，另外那只，就这？不是，就这。另外那只银毛小狗都愣住了，不打我。狐狸也愣得都不会开口了，这你不打？实际能看懂他们两个眼神，平静无波的，干脆一起忽略掉。这人，难道你对你？实际冷冷打断狐狸的话，不喜欢。谁喜欢被那小畜生一通乱啃？尤其牙还特别尖，即使是现在，他的锁骨都隐隐作痛。狐狸看他不像撒谎，了然。哦，不，猫10倍。谢卓突然抓住了敏感词，什么猫10倍？狐狸金色的眼瞳看向谢卓，指了指实际锁骨上的牙印，在对方皱眉要打断前开口：猫疼10倍。猫系基因的疼痛感是常人10倍。谢卓听懂了，上一秒还乖软无辜跪在地毯上的银毛 Alpha， 下一秒就径直蹿起，冲到了实际面前，水杯被撞得摇晃，溢出几滴晶莹水花。是不是很疼？小狗爪子扒开他的衣领，低眸心疼地望着锁骨上的痕迹，鼓着脸颊给他轻轻吹气。呼，实际薄热呼吸小羽毛似的落在肌肤上，绵绵痒痒地扫过，没有情欲，只有心疼。实际握着水杯的指尖微紧，眉色很淡的轻垂，撒下一片乌黑漂亮的阴影。那点垂心刺骨的疼意，仿佛随着他的呼吸烟消云散。没有，肯定有，咬一口就等于咬10口。谢卓轻轻在锁骨上吹气，心疼的一抽一抽的，只恨不得骂自己是混蛋。他哪里舍得咬指挥官10口？也就是昨晚实在忍不住了，才选了个最漂亮的地方，留下自己的尖尖小牙印。谢卓此刻的心都要碎了，难怪您昨晚趴在我怀里一直哭。咔嚓，啪嗒，2道声音一起响起，实际手里的水杯裂了。狐狸不小心打翻了茶几上的花瓶，他也顾不得先扶起花瓶，立马举起双手捂住耳朵，不关他的事哦。狐狸可什么都没听到，实际还没来得及张口，垂落的指尖被 Alpha 握住。谢卓低眸仔细检查了一下，还好没伤到。他垂眸轻轻玉白漂亮的指尖，语气瞧着又心疼又嗔怪的：您生气打我呀？捏杯子干嘛？万一划到手了怎么办？仿佛面前不是征战4方的帝国指挥官，只是一个娇气易碎的琉璃娃娃。他就该被人抱着坐在12层床垫上当，被一颗豌豆个到都会娇气皱眉喊疼的猫公主。实际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实在是没了脾气。够了，别太夸张，我不是瓷娃娃。实际抽回了自己的手，他曾经受过的伤不计其数，最严重的莫过于记忆受损那次，脑后的损伤让他痛不欲生，连每一次呼吸都是困难的。他甚至动过彻底了结的念头，只是就那么死去，总觉得不甘心。冥冥之中似乎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他去做，以及倘若他真的就那么死去，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谢卓似也想到了这点，那双脉脉含情的桃花眸正隐隐浮动着危险的光泽，修长五指轻插入实际后脑柔软的黑发间，触碰到微微狰狞的伤疤。他指尖轻颤了下，低声问：是谁？很久之前他就问过这个问题，只是那时指挥官对他有防备，战场2字轻飘飘带过。实际望着他含情勾人的桃花眼底，有着机遇毁天灭地的危险，不记得了。谢卓几乎无意识地上前一步，将他抵在身后的吧台上。少年的力气并不懂得如何收敛隐藏，这种目光让任何一个星系首领看到都会下意识的忌惮，以及产生必须铲除的念头。没有人愿意与比自己危险强大的生物并存。但实际莫名笑了下，抬手轻抚在他头顶上，揉揉那凌乱的银发，乖一点。刹那间所有的力气都不见了。谢卓回神般的轻拥着他，轻埋在他肩头，嗓音阴哑低喃：我不许任何人伤害您。他的指挥官会很疼很疼。昨晚他只是轻轻咬一下，小猫咪就疼得浑身轻颤，眼泪汪汪的生气委屈看他，下唇咬出一片月牙痕。他还觉得娇气，一点也不娇气。他家指挥官最厉害了，差不多得了，这世上能伤到我的人没几个。实际随手揉揉他的脑袋，将人推开。
有空管好你自己，动不动就晕倒的若 A。若 A， 谢卓蓦地抬眸看他，他真想把小猫咪压在身后的琉璃台上，对他一通酿酿酱酱，让他知道人心险恶。有些 alpha 表面装得了一手可爱好家子，骨子里就是变态。我这几天不在学院，乖一点，别乱惹事。实际话音淡淡落下，小变态愣住了。去哪啊？垂落的雪白袖扣被轻轻握住，实际对他偶尔危险凶厉，偶尔又像雏仔一样没安全感的样子逗笑。抬眸看向地毯上容貌绝美妖异，却像个智障儿童一样捂着耳朵的狐狸。我答应他的，帮他找老公。狐狸缓缓放下手，金色眼瞳微微闪动着碎光。真吗？实际点头。指挥官从不食言。起初他封印狐狸，只是想着没必要在冲动之余为一个人决绝赴死。可是5年过去，狐狸依旧没改变他的想法，他还是会落泪，还是会想他的少将。妖兽生命漫长，狐狸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少将死去的那天。实际想，那就如他所愿吧。手指顺着清透袖扣下滑，轻勾住他的指尖。我也想要。实际，黎墨色眼眸看向突然发疯的少年，你想要什么？老公。谢卓桃花眸无辜半垂，轻轻眨道，哥哥，我也想要老公。实际，这下狐狸都没眼看了。这是他活了100年见过最没出息的 alpha， 也难怪能吸引这凶残小乳猫的注意。实际好半晌没能吐出一个字，最后面色不自在地抽回手，那就先想着吧。G8301停在赫兹学院飞行区，银色战舰一召唤出来就惹得全场瞩目。我去，这就是指挥官的专属战舰吗？也太帅了。是的，我还记得指挥官上次驾驶8301在飞行区砸了一个坑呢。这个没必要记得。实际面色平静从他们面前走过，气质沉稳淡冷。他轻抚过腕间的心电，苏线，人呢？电流声紫啦啦的划过，狐狸好半天才接通，在坑里。实际，他皱眉不耐，用妖语，以为自己磕磕巴巴不会说话的样子很可爱吗？苏线 MMX34。他先是骂了一段实际都听不懂的脏话，随后用鸟语流畅道：我在你上个月砸出来的坑里。顿了顿，他又补充：你的小狗带我来的，他说这是你们重逢的地方。银色战舰在飞行区上空起航，机翼割裂风声直越天际，你的小狗很伤心。人工智能 G8301可以自动驾驶，实际下达指令后便离开了驾驶舱。狐狸娇媚的蜷在软榻上，望着天边的层层卷云。他刚刚看起来都要哭了，因为你不带他。可惜猫这种生物天生冷情，柔情时会喵呜软萌的蹭你，分别时又薄情寡义。实际平静垂眸，他要回家。赫兹学院给他们放了假，在星际联赛开始之前，这时候不回，日后离开第8星系更回不去。苏茜好奇，他有家吗？小乳猫看起来就是他的全世界。实际漫然靠在狐狸对面，修长双腿懒散交叠，有个弟弟5岁，捡来的。两人从小相依为命，那小孩太小了，谢卓不在的这1个月，他都不知道那小孩是怎么活下来的。狐狸说：你知道的真多。实际不予置否，他的所有我都清楚。言语带着几分霸道，说完对上狐狸微或含笑的眼神。实际略微沉默，别开了头，平静道：我掌握着星网的所有权限，知道这些再正常不过。苏茜直起腰歪头望着他，金色眼瞳蓦地弯了下。有一项你不知道，星网也不知道，只有善于观察人心的狐狸知道。这世间所有谎言都瞒不过他的眼睛。你的小狗对你隐藏了他的真实信息素。实际蓦地抬眸，你说什么？银色战舰从天边消失，众人收回了视线。指挥官走了，那我也走了。我本来不想回家的。瑞恩失落地趴在楚檀星肩膀上，一头绿色卷毛都蔫了。我还想趁着放假带指挥官出去玩，一起去果园摘小香梨呢。楚檀星低眸好笑道：你还是想想吧，指挥官再不济也不会陪小欧米伽去果园摘小香梨。瑞恩恼怒地抬头，檀星。楚檀星看他炸毛的模样，漫不经心勾了下唇，我陪你去，正好我也不想回家。啊！瑞恩听得一愣，但伯母不是让你今天回去跟楚伯父一起过生日吗？细碎日光下，其长高瘦的男生神情淡漠，冷垂的单眼皮又酷又帅。他的生日有什么好过的，去不去一样。瑞恩失落的表情瞬间喜笑颜开，碧绿眼眸亮晶晶的。那我们一起去果园，这个季节的小香梨最好吃了，比我的信息素都甜。楚檀星眉梢微挑，是吗？小 Omega 重重点头，巴掌大的小脸过精致软萌。楚檀星若有似无地扫过他脖颈，似在回味香甜多汁的青梨味儿，似笑非笑的回，不一定。瑞恩呆滞，小脸莫名其妙有些热。怎么？檀星突然这样说话，怎么还挺聊的？我回宿舍拿车钥匙，在这等我，要给你带什么？瑞恩说带几瓶营养液，渴了可以喝，还有我的小皮筋。楚檀星点点头，随后走向宿舍区。瑞恩摸摸有些红脸颊，用屁股撅了撅还在无聊看天的银毛 Alpha。云层刀都没了，你还在看什么呢？谢卓双手撑开，仰身靠在单杠上，看我家宝宝会不会再掉下来一次。瑞恩切了一声，指挥官才不喜欢你叫他宝宝，幼稚鬼。谢卓心情不爽，我还没嫌你幼稚呢。他学着瑞恩的软糯语调，檀星还有我的小皮筋瑞恩啊！他羞得小脸通红，直跺脚的反驳，我那是为了去果园摘小香梨，方便扎苹果头。谢卓，哦，小香梨是吧？他又来一遍，
手附在唇边娇声娇气。谭鑫这个季节的小香梨比我的信息速都甜，瑞恩已经脚趾抠地了。泄火烧我杀了你！谢卓被小 Omega 拳打脚踢，依旧纹丝不动，心想着他就应该西西小山茶花信息速再放人走的。好几天见不到指挥官，他死了算了。谢卓不耐道：得，就你甜，别烦老子了 OK。瑞恩气得叉腰骂他，最起码比你甜，臭 Alpha。意料之外的，谢卓竟然没有反驳。银毛 Alpha 仰头望天，突然回想了下什么，莫名勾唇笑了一声。确实，我的信息素有点凉，还有点咸。楚谭鑫拿了钥匙折返回来，迎面就被纤细制服的绿眸 Omega 撞了个满怀。谭鑫，他，光天化日之下搞颜色。楚谭鑫倒是淡定，扫了眼被瑞恩指着指挥官离开以后无聊至极的谢卓，低眸道：大哥别说二哥，你趴在被窝里偷看小黄书的时候比他激动多了。瑞恩，我不活了。谢卓不想看这两人秀恩爱，干脆直接的拒绝了一起去果园的邀请。我回一趟家，看看我那弟弟还活着没。瑞恩应该不会死吧？谢卓懒洋洋的挥手，死了正好，现场挖坑一埋，坟头插朵花，我就扭头追指挥官去了。那你可真是绝世好哥哥。G8301的神经链飞进休息舱中提醒指挥官，目的地快到了。实际嗯了一声，准备降落。窗外云朵绵延，白日天空缀着极光一样的色彩，往下俯瞰大地是满目生机盎然的绿色，整片星系都是犹如绿洲一般的存在。这就是他的故乡吗？狐狸趴在窗户上努力的往下看。第三星系。实际当初就是从这里把顾牧之带走，那时第三星系说是举国欢庆也不为过。可最后第三星系没能等来他们的少将凯旋，而是接回了他分离残破的尸首。实际人前往不会太悲伤，他太善于隐藏自己的情绪，转瞬归为平静。我带你见他，同样你需要答应我一个条件。狐狸侧眸看他，还有条件？不难。窗外极光映在实际薄凉精致的侧颜上，我需要你帮我看一颗星。狐狸紧绷的神情肉眼可见放松。谁的？实际皇帝。他并没有将院长的嘱托放在心上，实际从来只走自己认为正确的路，哪怕路上荆棘丛生，鲜血淋漓。战舰在下落，极光在上升。狐狸从软榻上走下，赤着脚站在实际面前，抬起手轻抚在他胸口。他的胸腔在狐狸眼中化为透明，水晶琉璃般的心脏被山茶花包裹，圣洁的仿佛只有神明才配拥有。实际对这个技能称之为归存在，能看透别人的心，甚至连是否隐藏了信息素都能看到。实际一个被那小畜生临时标记过的人都不知道，也难怪皇帝千方百计的要杀狐狸。苏宪却摇摇头说，很难。我的确可以看到别人的心，但前提是我首先要能触摸到他。皇帝对他恨之入骨，想方设法的要追杀他，他无法出现在皇帝面，更别提还要想办法触碰到他。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会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我答应你，他的生命早就终止了，所以他愿意为了实际去冒这个险，需要触摸。实际半眯着清冷长眸，你什么时候碰他了？狐狸自我感动了好半天，结果对上一双冰冷审视的青眸。为了防止大家乱猜浅剧透，着藏信息素不是虐点，是个糖点。变态笑，地白地星，皇宫。雨季即将来临，深夜的宫殿笼罩一层薄雾，顶级紫檀木信息素在空中无声蔓延，伴随着 Omega 痛苦的娇吟声。王座之上，皇帝掐着怀中 Omega 的脖颈，张口重重撕咬在他脆弱后颈上，鲜血淋漓。Omega 最脆弱的地方被如此粗鲁对待，他发出痛苦的叫声，抓紧皇帝的白金色的地袍，嗓音却甜腻的诱人。陛下 Omega 不在乎被如此血腥标记，能得到皇帝的一个临时印记，就足够他超越半生，努力成为人上人。倘若是皇帝的永远印记，那他此生将拥有数不尽的荣华富贵。没有人不心动。今夜的皇帝有些失控，他在迫切的掠夺他得不到的东西。Omega 低眸探出舌尖，舔过掐住脖颈的大手，嗓音娇得像浸透了蜜。陛下，我听说永远标记带来的快感是临时标记无法比拟的，您想不想？噗！话音未落，他被人掐着脖颈甩出去，后背撞在浮雕廊柱上，喷出一大口鲜血，狼狈无比地趴在地上。他仓皇抬头，对上一双深邃猩红的冷冽紫眸。那人高高在上，薄唇间挂着甜腻鲜血，毫无波动地望着他，如同俯视着世间的蝼蚁。忘心，你被淘汰了。一句话让他从天堂坠入谷底。恐惧席卷了全身， Omega 顾不上内脏破裂的疼痛，跪在地上祈求认错。陛下，我错了，是我不该有忘心，求求您放过我这一次。皇帝蓦地抬起手， Omega 连忙欣喜跪着上前，身旁有人比他快了一步，侍从俯身为皇帝擦拭，掐过 Omega 的手，后者眉色冷冽威严，闭上双眸。知道当初为何选中你吗？他并不等 Omega 回答，便独自开口，你像他。寝殿中跪着的 Omega 拥有这世上绝美的相貌，如今泪水挂满脸颊，也有与打不误的清冷美丽，是与那人几分相似的姿色。谢晨平静收回手，睁开深邃无边的紫眸，你不该肖想属于他的东西，他的永久标记只留给一个人，在那人没妥协之前，帝王后宫永无妃。不要用跟他相似的脸发出那么恶心的声音，拖下去处理了。太过甜腻的音调不会是他发出来的。知道怀中的 Omega 不是他，
皇帝的兴致被彻底扰乱。Omega 仓皇失措，处理是什么意思？门口的守卫将 Omega 押走，许是这张容颜跟指挥官太相似，于是好心回答了他：陛下不喜欢你的声音，所以要割了你的舌头。被帝王标记过的 Omega， 别人没有标记的权利，所以他的腺体也将被弯曲。倘若他有资产，还能换上一个新的腺体，只是他如今是惹怒皇帝的弃子，所以他将什么都没有。陛下，陛下不要 Omega 跪着上前祈求，您不是说我像指挥官吗？他渴望这张脸能最后帮他一把。谢晨垂眸望着这张楚楚可怜的清冷容颜，与他想象中相似，却又不像。实际不会是这样。皇帝四绝有礼，你不能顶着这张脸去过那么悲惨的生活。Omega 面上涌现欣喜，随后被皇帝一句话打碎。既然如此，这张脸也别留了。寝殿重归寂静，皇帝闭目靠在扶手上养颜。沙伦女官走进来，显然是看到了外面的闹剧。陛下，医师建议您最近少动怒，少见血。皇帝眉眼不抬地回答，易感期带来的负面情绪。沙伦，你有经历过期待和失望吗？这一次易感期，他本可以和实际一起度过，情绪无法消化，会变成反噬自己的剑。陛下，您天赋异禀，不应该被负面情绪轻易控制。沙伦总能把话说得漂亮，哄人开心，可惜没用。谢晨缓缓睁开眸，我等不及了。他与实际相伴整整19年，他早就离不开这个人了。沙伦知道，这皇宫没指挥官得散。权衡利陛下，他说石指挥官如今身在第3星系，您去哄一哄吧，指挥官心软，或许会回来的。但他并没从皇帝脸上看出欣喜。第3星系，他冷冷眯起深邃紫眸，顾上江的故土。不寒而栗的冷汗从后背窜起，沙伦也不知自己为何会这般害怕。是的，就如同上次皇帝雷霆大怒。不过仅几秒钟，皇帝唇角勾起笑意，他该知道自己的选择是错误的。去传曼德尔长官过来。曼德尔长官，第3星系的负责人。沙伦不知道皇帝在想什么，但他神情放松带笑，不再是喜怒无常的暴君。他却心脏狂跳，隐隐觉得自己似乎透露了一个错误的讯息。银色战舰降落在第3星系主星绿洲，神经链习惯性地窜到石纪手边，等待指挥官与他击掌。石纪对这个习惯表示无奈且幼稚，但还是伸出手跟8301轻碰，合作愉快。神经链摸摸他的头，石纪冷眸扫过，反问：想死？人工智能的机械音响起，您长大了，我很欣慰。8301陪他征战多年，见过他所有的风光与脆弱，却从未见他如此放松过。指挥官，您的 Alpha 一定是个开朗治愈的人。石纪眉色细微顿了下，脑海中闪过那张灿烂不羁的笑颜。在飞行区，他即将上舱门时，少年拽住他垂落的手腕，故作轻松的挑唇轻笑，银发灿烂不羁，在日光下夺目耀眼。他问：真不带我啊？石纪启唇还未开口，就被他捂住嘴。算了，我就是自讨苦吃，非要听您再拒绝我一次。石纪轻眸看着他，没说话。要去哪啊？远吗？去多久呀？去回来还爱我吗？问题太多，石纪大脑飞速转动回答。第3星系不远。几天，他猛然顿住，皱眉瞪向某个银毛 Alpha。谢卓唇角勾起笑，说啊，没说完呢。石纪看着他，不爱。谢卓猛地上前一步，重重捂在他唇上。我不听，快收回去，收回去。动作看着凶狠，也没什么劲儿。石纪侧眸说：好了，别闹。谢卓松开了他，语气懒散又认真：您犹豫了，您其实超爱我的是不是？的确开朗又治愈，每次都自己把自己哄得乖乖的。旁人或许连问出第2遍的勇气都没有。石纪看向他的双眸，被那涌动的炙热烫到，最后低眸不再与他争辩，随你。随后便转身进了舱门，模棱两可的回答，点到为止。谢卓还是忍不住满意的笑了，看他进入舱门，径直驶入云霄，才缓缓的歪头趴在了单杠上。没人要的小狗，失落点 JPG 也不算多开朗，是个小可怜。石纪率先走下舱门，等待狐狸下来的途中，脑海中闪过那句他对你隐藏了信息素。石纪不予置否的冷笑，还是个小骗子，回去再慢慢收拾他。石纪的专属战舰出入星系都会留下记录。第3星系在得到消息后，立刻派人来接他入住外交馆。在等待的间隙，我这样能行吗？狐狸不太自在地拽着粉色裙摆。她虽然是一条狐狸 Omega， 但穿裙子也太奇怪了。石纪扫他一眼，能不能行就这样，我也没有其他办法。谁让第3星系到处都是你的通缉令？顾慕之原本是第3星系的骄傲，当初是因为被狐狸诱逃，背叛帝国，在皇宫行刺，才被当众斩首。帝国单兵发过誓永不背弃，他想拿回自己的信仰，否则他这一生都会活在无尽的凌迟中。战神少将从此人人唾骂，但也有人说他鬼迷心窍，是被狐狸迷惑了心智。皇帝念在他战功赫赫的份上，才准许他的遗体回归故土。狐狸从此就是第3星系的眼中钉，肉中刺。装像一点好吗？暴露了谁也保不住你。实际看他扭扭捏捏的模样，明明生了福比女孩子都美的样貌。你穿个超短裙试试。狐狸有些炸毛，他毕竟是100年前的出生的，向来衣着保守，这种粉色蓬蓬超短裙简直要了他命。小乳猫，你战舰里为什么会放着蓬蓬裙？这高冷禁欲的指挥官到底私底下是什么癖好？
抓狂的狐狸并未意识到自己暴露了什么，直到实际蓦地转头冷声反问：“你叫我什么？”狐狸啊！但24岁的小乳猫在妖兽漫长的生命中，也就是正嗷嗷喝奶的年纪，哪里跟它一样高冷凶残，还爱私下偷穿公主裙。狐狸忍不住幻想了下，这粉色公主裙穿在实际身上的模样，别进行那些无意义的脑补，与我无关。实际知道他在想什么，声调清冷漫然的打断：“只能说你在瑞恩心中的形象就是如此。他只是让小瑞恩准备一套女孩子穿的裙子，谁能想到这小 Omega 大显身手。”狐狸将长发在一侧编成麻花辫，随手摘了朵花别上，扬起娇媚上扬的狐狸眼。他也不知道是我要穿吧。场面突然沉默，实际也诡异的安静下来。最后他异常平静的开口：“够了，再细说就没意思了。”狐狸突然憋不住的开始哈哈哈哈哈哈的笑。指挥官，这位是？外交官诧异的望着指挥官身旁的女孩。要知道帝国总指挥从来不近女色，他忍不住打量着苏宪的外貌。狐狸紧张的心脏狂跳，立马缩声，下意识躲在了实际身后。实际不动声色的回答：“舍妹胆子小。”外交官啊了一声，忍不住打趣道：“刚刚的笑声很是爽朗呢，我差点以为是个。”他对上楚楚可怜的黑眸，巴掌大的粉嫩小脸，睫毛卷翘精致的过分，实在说不出男孩子3个字。狐狸在心中翻白眼，这丑妆画的还没他原来1%好看呢，没见过世面的臭人类。这边请，指挥官。外交官礼貌询问：“令妹该如何称呼？”狐狸继续装胆小的哑巴，小鸟依人的靠着指挥官：“这名字就交给你了，小猫。既然能给爷整一套公主裙，名字想必也一定可爱的哟。勺勺。”实际说完，自己也顿了下。苏宪要命！能言善辩的外交官沉默片刻，夸赞道：“好名字啊！”苏宪安详的闭上眸，差点把美瞳挤划片。只能说还好不是火火。承认吧，你爱死他了。外交使馆风景优美，苏宪这是第一次来到第3星系。虽然他生活了100年，但银河帝国星系广袤，小星球无数，妖兽身份卑微，在星系穿梭间本就寸步难行。他打量着少将的故乡，真绿啊！指挥官，方圆10里全部派了重兵把守，您可以放心在此地住下。指挥官身份尊贵，出行向来会根据行程划分安全区，区域内所有娱乐活动全部取消，单兵整装待命，是皇帝先前下达的命令。实际觉得麻烦，所以即便休假也从不出去，像个瘟神，谁见了都扫兴。倒是第8星系是皇帝弃子，信息堵塞，野蛮生长，反而让他自在些。您这次来是执行任务，还是休假游玩？您可以把行程图告知我，我为您安排。不用。实际平静的打断：“来看看我徒弟，哪也不去。”外交官愣了下：“顾少将啊，顾牧之如今身份尴尬，喜欢他的和不喜欢他的各执一词，不过都没必要，人已经不在了，喜不喜欢又有什么关系？我去联系曼德尔长官为您安排。”所有拿过特级功勋的将士战死后，遗体都归在帝国旗帜下，这是帝国留给少将最后的尊严。待外交官走后，实际看向沉默良久的少女。狐狸本就天生柔软，骨架纤细，加上他瘦弱的过分，如今常常辫子侧落，当真看不出半分区别。实际说明天就能见到他了。苏宪突然抬头，眼眶红了一圈：“我想带他走。”这话无异于发射一颗炸弹。帝国旗帜之下，要是都要长官把守，他又是通缉犯，还妄想带走顾牧之的遗体。实际睡会吧，我看你还没醒。指挥官向来懂得如何扎人心。粉色蓬蓬裙的小狐狸却开始掉眼泪。第3星系不喜欢他，强盛时他是第3星系的象征，可如今他衰败了，街上的广告牌都被挖空双眼，却没有更换，是所有人都默许的侮辱行为。苏宪，你当初为什么要怂恿他叛逃？实际嗓音平静，仿佛听不出喜怒哀乐来。正如他当初得知徒弟死讯，在高楼沉默独坐良久。倘若不是他对狐狸说：“我其实也挺恨你的，那是我唯一的徒弟。”连狐狸都以为他并不关心自己的徒弟。我暴露了，少将让我离开，我不想离开他。狐狸垂着眸，泪珠滴落在他手背上，这几天的泪水仿佛积攒到现在，一同涌了出来。我不知道他真的愿意。他当初明明拒绝我了。那个威风凛凛的少将拥有一颗柔软善良的心脏。实际望着他说：“你这样做，他没杀了你，已经是最大的仁慈。”狐狸唇色发白的抬起头，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牧之的父亲、母亲、伯父、爷爷、奶奶全部死于妖兽之手，他痛恨妖兽入骨，一生为帝国而战。怂恿他叛逃，无疑是在他心上落刀。但他坐在实际脚边，望着苍茫无尽的银河，英俊的目光中满是晦涩难明。好遗憾啊，师父，我以为我们会有以后的。少将的爱英勇无畏，曾昭告天下他的 Omega 只有一人，是个可爱漂亮的小哑巴。为什么偏偏是我呢？为什么偏偏要来骗我？我把他赶走了，他那么笨，连话都不会说，这片星系妖兽寸步难行，他以后能活得下来吗？实际被他烦得不行，与其在这里纠结，不如干脆些走自己认为正确的路。他踢了踢挡路的徒弟，把文件给我。顾牧之拿起文件递给他，什么意思？实际翻开文件，指尖被光打得清透，字面意思：想做什么就去做，你还年轻，没必要被任何事情束缚。这世上没什么东西能一概而论，有些妖兽比人单纯，
有些人比妖兽可怕。况且你是我的徒弟，我护不住你们吗？石纪说完便让他赶紧滚。他那段时间忙于皇帝派来的任务，并不知道一向让他放心的徒弟最终选择了怎样的一条路。后来他再回到办公室，看到那个熟悉的角落，石纪无声沉默了很久，突然发现以后再也没有人会陪他工作到很久了。这就是你认为正确的路吗？石纪将一束雪白桔梗放在落地窗前，我果然不适合教徒弟，我的小徒弟都被我教死了。远处传来狐狸疯魔屠城的声音。如果这是你觉得正确的路，我会帮你走下去。桔梗的花瓣被圣洁的日光照耀，映出少将意气风发的英俊笑颜。次日，石纪将一束雪白桔梗放在少将的遗像前，即使是如今想起来依旧好笑。哪个 Alpha 的信息素会是桔梗花？石纪沉默地垂下眸，指尖轻抚过他的侧颜。抱歉，我当初应该再多关心你一点。如果他带着狐狸留下，即使日后事出东发，石纪也会想方设法护住他们。如果他想带狐狸离开，石纪也不会让他孤身一人潜入皇宫去拿所谓的信仰书。是他不懂年轻人的思路，收了小徒弟却没对他负责。要是所能开启的时间不多，剩下的时间他要留给狐狸。石纪一边朝着外走，一边给苏宪发消息：苏宪，您真的要帮我吗？倘若他带走了顾牧之，指挥官怎么办？他能顺利脱身吗？石纪，别废话，你以为我看第三星系很顺眼吗？他嫌弃打字太慢，干脆发语音。明天就让张伟过来，把顾牧之的照片全部清了，换成曼德尔的裸照。苏宪，那能加几张谢晨的吗？石纪还没来得及看讯息，光脑提示音在万间响起，他对上对面曼德尔长官的视线，对方气得简直要吐血。石纪一点也不尴尬，低眸回了一句：石纪，准备行动。回完，他思索该如何拖住这几个老东西。曼德尔长官笑了，鹰钩似的视线望着他，似笑非笑。指挥官，方便一起喝杯茶吗？我们都在等您。这句话有些微妙。石纪看他2秒，点头，可以。绿洲外交楼外盘旋着白鸽，石纪踩上阶梯进入茶室。曼德尔长官在他前面率先欠身，石指挥官来了。在座集齐了绿洲所有长官，空气在无声凝固。石纪看向主位银发紫眸的男人，缓缓开口：好久不见。长光透过圆顶玻璃洒下，石纪站在光影尽头，白衣黑裤，精致薄凉，平静望向主位上的皇帝。好久不见。谢晨缓缓抬眸看他，看来你对我的到来并不诧异。帝国总指挥聪明的可怕，他料想到了一切可能性，并有把握能送走3S 妖兽，但这种善良的同情终究会将他自身置于危险。皇帝终究是心软了，过来，坐到我身边，让我看看你。许久未见，他有些想石纪。长光中的青年眉眼精致疏离，宛如神明般清冷孤傲，一出场便没有人能将视线从他身上挪开。谢晨知道这世上没有人能代替他。不了，石纪在面前的位置落座，这是个距离皇帝最远的位置，在场众人震惊的安静如鸡。谢晨目光逐渐沉了下去。你在违抗命令吗，石指挥官？石纪面不改色，第8星系没有落座第2顺位的资格，这不是陛下你的原话吗？银河帝国阶级分明，低等星系从来没有人权。皇帝被狠狠噎住，最后冷冽沉声道：你跟他们不一样。石纪，没什么不一样的，我如今是第8星系的人。他太过平静，疏离的无懈可击，即使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依旧找不到任何缺口。这句话太过刺耳，就如同他的 Alpha 一样，让人生理性不适。皇帝冷冷道：你会知道的，他们根本不值得你付出。苏宪成功潜入了旗帜下的陵墓，桔梗花的气息微微散发而来，是指挥官指引他的路线。狐狸天生嗅觉灵敏，轻而易举找到了他的少将。照片上的青年英俊潇洒，眉心目朗，曾是帝国军队里公认的战神。他如今安静的在地下沉眠，再也醒不过来了。顾牧之。狐狸很顺畅的念出这2个字，其他的话他都磕磕巴巴，唯有他的名字没有停顿，仿佛曾偷偷练习了1000万次。你不是拒了吗？你不是拒绝我了吗？还让我滚得远远的，永远不要出现在你面前。狐狸在野外觅食时被发现，被军队追杀进了山洞里。少将，这洞里四通八达，不好抓，那狐狸也就跟条狗一样大，危害力不强，实在不行算。黑色作战服的英俊青年从腰间抽出枪，干脆利落的上膛。我不会让任何一只妖兽活着从我面前离开。他踩着黑色短靴踏入未知山洞，狐狸尖锐的爪子从他喉前划过，蓦地看清来人，他来不及收回，立马掰断了自己的爪子，不能伤害少将。砰！毫不留情的一枪命中狐狸肩膀，狐狸呜咽一声坠落在地。顾牧之不带感情的望着他：你不杀我，我也会杀你。冷酷无情的少将不带任何柔情，举起枪命中狐狸胸口。就在即将扣动扳机之时，他看到了狐狸脚踝上的金色铃铛。叮铃铃，狐狸疼得窒息，无意识的蜷起脚尖，这是他 Omega 下意识的动作。床榻之上，小哑巴不太经得起折腾，总爱蜷缩成小小一团。他不会说话，就用铃铛代替。少将喜欢他喜欢的要死，铃铛声几乎总是彻响整夜。线，少将手中的枪坠落在地，这是他第一次拿不稳自己的枪。顾牧之面色冷冽的从山洞中走出，收队。手下忍不住问：是没杀掉吗？其余人连忙嘘，别问了，估计是。
少将从不允许任何妖兽从他眼皮下活着离开，没能杀掉狐狸，他一定很生气。苏宪开始养伤，还是帝国军校里的小哑巴。他一手拎着水桶回寝室，一手扶着胸口，可怜的要死。我去帮一下吧，太可怜了。那是顾少将的 Omega， 他平时护得很，你想死吗？但顾少将他，顾慕之靠在窗边，漆黑长眸望着楼下，纹丝不动。在他们欲言又止的目光中，我去一趟师傅那里。当晚，苏宪拆开肩上的绷带，枪伤未愈，鲜血淋漓。他忍着疼给自己擦拭伤口，可能是太疼了，一边擦一边掉眼泪，委屈地咬着唇忍着。下一秒，他被人掐着脖颈抵在墙上。为什么还要回来？少将眉眼英俊，满是阴霾，恨不得将他掐死在这。苏宪眸中却微微一亮，赤裸的手臂纤软，抱住他的脖颈，柔软地埋进他怀里，用脸颊亲昵地蹭他。顾慕之僵在原地，狐狸没穿上衣，柔软的肌肤贴在他冷硬的作战服上。你以为我是来跟你柔情蜜意的吗？他掐着还没手掌宽的细白腰肢。苏宪，我是来弄死你的。苏宪第一次在他面前开口，柔情蜜啊！他被扔在了床上，疼得扶住肩膀轻颤，回眸眼泪汪汪地看向少将。狐狸天生媚骨，长发衬得他娇软无辜，细白脚踝被少将冷酷拽了过去，铃铛声颤微微的轻响。顾慕之说：“原来会说话，叫吧，今天是你活着的最后一晚。”然而等狐狸醒来后，他的伤口被包扎得完好，身边放了几乎少将所有的家当。狐狸安静望着墓碑，一边说要杀了我，一边又要放我走。明明是那么想要杀我的人，怎么如今我还没死，你却躺下睡着了？你真的会为了我叛逃吗？少将，苏宪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答案，但他没有太多时间叙旧了。他需要趁着墓园未关闭，打开棺椁，带走少将。狐狸不知道的是，在他周围埋伏了所有帝国军队的人，就等他动手，一网打尽。狐狸站起身来，掌心浮现出绯红的光。要来了，要来了，要来了！对不起，我不想连累指挥官。掌心的光芒熄灭，狐狸突然潸然泪下。少将，你再等等我，等我再强大一些，我就带你走。他们都不喜欢你，我喜欢你。我见过你拼命守护他们的样子，我永远不会背弃你。他没动手，快去联系曼德尔长官。曼德尔长官对了一下耳麦，什么？怎么可能？实际的房间里有监听器，明明他们听到了所有的计划，怎么会突然临时放弃？怎么了？曼德尔长官，实际弹手直查，慢条斯理的反问。不知为何，曼德尔看他不慌不忙的样子，突然有种莫名其妙的可怕预感，仿佛这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他们的目的难道不是顾少将的遗体吗？实际追问，曼德尔长官圆滑道，没什么，墓园中跑进一只小宠物而已，我让手下处理了便是，不会打扰诸位的雅致。实际抿了口茶，没说话。有人问，什么小宠物敢在陛下面前放肆？实际抬眸看向对面的皇帝。谢臣明白他被指挥官戏耍了一通，帝国军队埋伏了个空气，但他依旧不会放过3S 妖兽。既然诸位对那畜生如此感兴趣，不如就一通过去看看，看看是谁的小宠物在放肆。皇帝发话，众人不敢有异议。实际放下茶杯，薄唇勾起细微弧度。好，皇帝不会轻易放过眼皮底下的3S 妖兽，所以在他们赶来之前，苏宪就已经被军队团团包围。你是什么人？私闯陵墓，你可知道你犯的是死罪？狐狸冷笑着从墓碑前起身，腰一长眸逆着他们几个来自百岁狐狸的威压无声蔓延。他张口就是一句：殷人家之是可怜的小女孩。帝国军队刚闻声赶来的众长官，实际诡异的沉默2秒，让他学小畜生，没让他超越。曼德尔长官指着苏宪，演技被当红小生都烂。这是那只第8星系的3S 妖兽。陛下有令，见者格杀勿论，你们几个给我上！实际冷声，住手！尽管几人不是指挥官的手下，依旧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少少，过来！委屈的小女孩娇俏地跑到他身后躲着。曼德尔长官傻眼了，少少，你他妈叫啥？实际嗓音平静，舍妹，仰慕顾少将已久，过来献束花不过分吧？曼德尔长官，是吗？谢晨冰冷威严的嗓音响起。实际侧眸看他，是。石指挥，不要撒谎。皇帝冷峻面容浮现出讥笑，你该知道的，我可以分辨出是人还是妖兽，把他交给我，这件事与你无关。他的白玉扳指能将一切伪装拆穿。帝王面前众生皆蝼蚁。实际目光扫过白玉，平静吐字，那就艳艳。谢晨子眸紧盯着他，突然了然地笑了声，原来你是为我而来，真是一通好算计。毫发无伤在他面前晃悠一圈，见了妖兽的心上人，最后再招摇过市的离开，简直把他作为皇帝的威严放在地上踩。狐狸已经走到了皇帝面前，他抿着唇，指尖抓紧了粉色裙摆。他不在乎暴露，这是他自己的选择。皇帝的手在他伸出，威严嗓音带着命令，放上来。狐狸不知为何有些紧张，他缓缓抬起手放在皇帝掌心，闭上眼，实际平静望着两人，漫不经心抚过腰间的银枪。无论如何，他今日都会带狐狸离开。看到了吗？皇帝的嗓音仿佛从遥远的天边传来，恶魔般在他耳边低语：他是我杀的，亲手杀的。帝王满目猩红，手起剑落，血溅3尺，
英俊少将被当众斩首，信仰书从他手边坠落。我顾牧之将永远忠于帝国，忠于人民。纵有狂风拔地起，我亦乘风破万里。当危难来临时，我愿逆流而上，永不后退，守护帝国每一位子民，直到杀光这世间最后一只妖兽为止。陛下，少将死死盯着皇帝，似想说些什么，薄唇微动地吐出2个无声的字。他睁着眼睛，彻底断了气。不是的，不是的。狐狸突然捂住脑袋，他什么都看不到了，眼前是血雾般的红，只有少将最后死不瞑目的眼神。大脑仿佛在被什么用力撕扯。不是的，不是的，他没有背叛帝国。少将的灵魂是黑色的，他的灵魂怎么会是黑色的？他明明是这世间最英勇坦荡的人。苏宪不可置信地望向对面的人，那双深邃的紫眸折射着诡异的光，深渊血雾般让人喘不过气。就凭你也想看我的心？嗡嗡嗡，黑色美瞳在狐狸眼中溶解，露出纯粹金色的狐眸。苏宪逐渐什么都听不到了，脑海中满是嗡嗡作响的声音。你对他做了什么？嗡嗡嗡，伤害少将的人都得死。时机顿觉不对，上前一步，少。苏宪没有回头。皇帝收回手，长官为他递上一张手帕，他慢条斯理地擦被狐狸触碰过的手，抬眸看向石纪。他挑唇笑了下，误会，他不是妖兽。石纪神经敏感的一跳，等他反应过来，已经为时已晚。长风自墓园尽头吹来，所有的花朵全部在瞬间粉碎。狐狸的长发飞扬，一双金色眼瞳泛着幽红的光。他一字一句地说：谢臣，我要杀了你，当着所有长官的面。只要他动手，日后就是大罗神仙都救不了他。苏宪，住手！狐狸爪子高高扬起，径直掏向皇帝的心脏。皇帝不慌不忙地望着他，唇角挂着冷笑。他身上的白金地袍是特殊淬炼过的，这狐狸爪子伤不到他分毫。扑哧，利爪刺入血肉，鲜血喷涌而出。皇帝唇角的笑意戛然而止，看向挡在面前的人。白皙脖颈上的小浪花印记已经浅淡，在他面前一晃而过。山茶花的气息芬芳馥郁，掺杂着空气中血腥气味。实际身形细微踉跄了下，肩膀已经被狐狸的利爪刺穿，白衬衫上溢出大片血迹。众人都忍不住惊呼：指挥官！但实际连眉头都没皱一下，死死握住狐狸的手腕。苏宪，清醒一点。语调依旧清冷，却又裹着温柔春风，没有半分责怪，就如同当初办公室内眉眼不解又困惑的指挥官。漂亮食指交叠撑在下巴上，问他：小狐狸，你当真愿意用命去喜欢顾牧之，走你认为对的路？你是我的徒弟，我难道护不住你们吗？他是真的用命在乎。狐狸眸中的血雾缓缓褪去，不可置信地望着面前的指挥官。我做了什么？实际手上的力道终于放松了些，他其实很少笑，此时却露出一个很淡的安抚笑容。没事，没事。皇帝怒不可遏地上前一步，将石纪半拥在怀里。他望向石纪血流不止的肩膀，紫檀木的安抚信息素无声包裹而来，为他止疼止血。你为了这卑贱畜生，当真连命都不要了？皇帝当即下达命令，把这3S 妖兽就地斩杀。下一秒，他怀中的人后退一步，刚被止住血迹的肩膀又重新涌出鲜血。他挡在炸毛的狐狸面前，冷冷望着围过来所有人。我看谁敢杀！军队的人一时不知该不该上前，面面相觑看向皇帝。皇帝熟若无睹地忽略他们，径直看向石纪的肩膀。他并没有回答是否追杀妖兽的问题，而是缓缓问道：你拒绝了我的信息素。莫德尔长官都敏锐觉察到了危险。皇帝濒临暴怒，比以往都严重。你这时候还敢乱说真的死定了？字还没说完，石纪便如他所料开口：是。石纪嗓音平静，掺杂了无数欧美改气息的信息素，多闻一下都令人恶心。完。他竟然说皇帝的信息素恶心，他真的要死定了。然而皇帝喜怒无常，眸中的暴怒反而消退了些，反问道：石指挥，你在吃醋？石纪皱眉，下意识的回：你再吃，不太文明。被带坏了。皇帝深邃高贵的紫眸涌出淡淡笑意，我承诺，只要你跟我回去，我从今往后不会再标记任何一个 Omega。帝王的承诺向来占据分量，但他曾经食言过，众人甚至不敢去想是不是真的。但那人是指挥官，即使他如今狼狈不堪，依旧有种惊心动魄的战损美感。谁得到了他，还会看上别人呢？石纪寺终于烦了，他皱眉回：谢臣，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你标记多少 Omega， 因为我压根不在乎你，明白吗？不留任何一点余地的话，几乎撕破两人之间岌岌可危的感情。苏宪，跟我走。石纪单手扶住肩膀，头也不回地离开墓园。皇帝面上最后一点笑意柔情彻底消失。你走不出去的，石指挥。方圆10里的帝国军队全部整装待命，当初为他划分的安全区，如今成了囚笼一般的禁锢区。跟我回主星系。石纪能清晰感觉到周遭的变化，所以他自嘲地笑了声：谢臣，你还是你吗？血液从肩头冰凉流逝，他的体温逐渐变冷，仿佛置身于夜中的那把伞从未出现过。可他分明看到了那头耀眼的银发。谢臣说：我一直是我，是你不听话。他望向石纪苍白的侧脸，睫毛脆若蝶一般细微轻颤。皇帝一次又一次地为他妥协，乖乖跟我回去，我就当刚刚的话没听见，我会亲自陪你疗伤，也可以留着3S 妖兽的命关禁地牢任你处置。石纪说：倘若我不呢？
谢晨没再说话。倘若他不，他冰冷起唇，这方圆10里的帝国军队会不惜一切的听从我的命令，留下你，否则死的就是他们。少吃点苦头。石纪，你怕疼？石纪万间的5S 机甲开始隐隐发颤，他又一次接受到了召唤。他的主人在愤怒。石纪平静道：“那就试试看。”话音落下，他身侧的军队单兵被指挥官的精神力摁在地上，代表双方战争正式拉响。狐狸下意识地挡在了石纪面前。石纪强行压下驱动5S 机甲的神经，顶级 Omega 的信息速从他周身无声蔓延，即将震开以他为圆心的爆炸涟漪。他只有这一次机会，即使他的体能压根承受不住如此大的冲击。石纪闭上眼，掌心的蓄力即将充满。轰！顶级信息素带来的威压如同爆炸声响起，无形的海浪气流将他周围所有军队全部震飞，所有人五脏六腑都受到了剧烈冲击，甚至包括了他身边的狐狸。狐狸后背狠狠撞在顾木之的墓碑上，胸前剧烈疼痛，喷出一大口鲜血。这不是 Omega 的信息素，是 Alpha 的。实际蕴含恐怖威力的右手被人温柔握住，将他用尽全力凝聚起的信息速堵了回去。头顶随之响起某人懒散的笑音：“这种事怎么能劳烦您亲自动手？那我有什么用？抱歉，宝宝们这2天作息太乱，写的可能差强人意，加上我剧情线确实没感情线擅长，我真的卡死了。大家凑合看我尽量调整一下。”实际对上一双熟悉温柔的桃花眸，海洋安抚信息素随之涌来，比先前的紫檀木浓郁太多，几乎不要钱似的冲进体内。他不禁闷哼一声，指尖无声抓紧了某人的后腰。Alpha 的信息素温柔蛮横，在体内冲刷安抚的叫嚣着：“他的 Omega 受伤了，他的 Omega 很疼，这小家伙怎么会突然过来？”谢卓无声搂紧了怀中人的肩膀，毫不吝啬地将体温尽数传递给他。指尖触碰到粘稠的鲜血，向来多话的少年难得安静，平静扫过一旁趴在墓碑前吐血的狐狸。狐狸浑身一僵，几乎是瞬间判断出来，他是故意的，故意将他震飞，故意让他内脏破裂，为了给他的指挥官出气。无论平时跟他在欢声笑语，只要伤害到了他的指挥官，就都得死。活了100年的狐狸第一次认知到人类带来的恐惧。谢卓则收回了视线，扬起散漫勾人的桃花眸，看向对面短暂震惊后冰冷审视他的威严帝王。哟，这不是哥哥吗？在场一片鸦雀无声，他们都在猜测少年的身份，可谁能料到他竟然是皇帝的弟弟。谢晨深邃冷凝的紫眸冰冷看向他，他还活着，不仅活着，还这么兴师动众的，把我家宝宝困在这里干嘛？俊美修长的银发 Alpha 霸道搂着怀中清冷易碎的美人，低眸时怔了下，轻佻目光下闪过心疼，随即环绕在肩的手微抬起指挥官漂亮下巴，薄唇在他侧脸落下很轻一吻。瞧把我家宝宝气的，没事，亲亲实际，众人，这跟在皇帝陛下的雷区蹦迪有什么区别？偏偏指挥官还没什么反应，只抬起乌黑的清冷长睫看他一眼，眉色无奈轻皱，却又纵容了他此刻的所有行为。果不其然，皇帝额角青筋怒显，已经隐隐在暴怒的边缘试探。弟弟，他缓缓开口，语气啐着冰凉。语调缓慢一顿。谢晨道：“突然忘了，你叫什么名字？”语气带着平静的嘲弄，压根没把他放在眼里。讽刺两人即便拥有血脉关系，谢卓却连让人知道名字的资格都没有。实际眸色冷了下去，谢卓则满不在乎的轻笑。谢卓，3S 机甲翎羽在他后背刷的张开，漆黑薄光羽翼衬得银发少年宛如地狱恶魔，但他怀里抱着清冷神明般的美人，姿态亲昵地扣紧指挥官的腰，长腿轻点地跃入长空。记住了哥哥，日后我会来。他无声用唇形说了一句话。紫檀木扬起的风沙吹乱众人的视线，没有人看到少年说了什么，但方圆百里的墓碑纷纷爆裂开来，因为帝王之怒不容侵犯。谢晨紫眸深邃啐着冷意，他凝望着天上的弟弟。是吗？我等着你。他冷冷道，下一次你就没有这么好运了。谢卓冷笑一声，低眸看向墓碑前的狐狸，还傻愣着做什么？狐狸蓦地反应过来，谢卓这是要带他走。墓碑开裂，露出黑色棺椁，狐狸五指直接掏进棺中，将少将的遗体抱进怀里，化为圆形狐狸飞上谢卓肩头。通体雪白毛尖绯红的狐狸小心翼翼缩进他的肩后。曼德尔长官立马道，拦住他们，军队一时不知道该不该开枪。先前的命令是不允许伤害指挥官，可现在这个少年显然惹怒了皇帝。皇帝只道开，但他明白开不开都一样。那是 3S 飞行机贾翎羽，一个招摇过市的美丽废物，但也是先帝亲手打造的，无视一切防御，只要他想去哪里，就没人能拦住他。绯红光泽在他们面前化为护盾，挡住上千颗子弹。快走，我撑不了多久。断尾以后，狐狸妖力大减，早已不如往日屠城的风光。谢卓抱紧实际逐渐冰冷的身体，看他无力垂下的眼睫，心脏细微一颤，没再过多逗留的转身飞去。天罗地网的机甲囚笼被他用翎羽轻易撕开。曼德尔长官不可置信，这真的只是 3S 机甲吗？谢晨冷声讥讽，这是一个男人的爱，帝国囚笼怎么囚禁得住先帝的爱人？陛下，难道我们就这样放他离开？曼德尔长官隐约看出了少年的唇形，这种话即便是指挥官说出来都是杀头之罪啊。皇帝眸色阴郁，最后只道算他运气好。
血红斑指萦绕着猩红血雾，他现在无法动手。谢卓，来自帝王的压迫铺天盖地，谢晨眸中的杀意毫不掩饰。下一次，我必定将你……哗啦，天际涌来的咸丰海水倒灌墓园，将所有人淋成了狼狈落汤鸡。皇帝抬手挡在头顶，血红的半透明盾牌在他头顶一闪而过，随即消失不见。曼德尔长官愣了下，陛下的技能不是紫色的吗？其中一个长官吐出嘴里扑腾的鱼，忍不住破口大骂：“这 Alpha 太过分了！”噗哈哈哈哈！谢卓在天际捣过乱以后，就放肆地笑出了声。实际看他幼稚的行为，明明身上的信息素恐怖又危险，偶尔又像个小孩子。他忍俊不禁地轻扯唇角，这么开心。当然，可惜没淋到谢卓嗓音戛然而止，轻托着怀中冰凉苍白的脸：“别睡，指挥官。”他从来没见实际如此苍白过，仿佛一碰就碎。谢卓唇角的笑彻底消失，低眸将他搂紧，嗓音带着细微的轻颤：“再坚持一下，我们马上就到了。”他煽动灵语加快速度，体内所有的安抚素都掏空给他渡过去。谢卓的唇都在颤：“求您别大惊小怪。”实际只是有点累了，仿佛他来了以后，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明明也是个并不大的小朋友，却仿佛是可以让他尽情依靠的对象。实际脸颊靠在他锁骨上，指尖从他肩头滑落，缓缓闭上眸：“我没事。” G8301 的舱门打开，谢卓抱着指挥官放入休息室的床上，翻箱倒柜的开始寻找医药箱。狐狸被他从肩头扯下，狠狠往外一扔，他眸光凶厉：“滚！” G8301 是实际的专属战舰，除去指挥官本人外，无人能驱动，但还有一种特殊情况，驱动人的精神力与之不相上下。你是？绿色神经链被强行唤醒，一路飘到休息室中。我是。谢卓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是指挥官的男朋友。肯定不行。女朋友？老婆？也不行，他压根就没有名分，甚至也不确定指挥官究竟喜不喜欢他。我是指挥官的追求者。谢卓望向闭目昏迷中的指挥官，衬衫被他解开大半，露出一侧白皙肩头的鲜血淋漓血孔，有些触目惊心。谢卓很少哭过，即使这些年他吃了很多苦，但都被他忍了下来。此时却怎么也忍不住，眸底通红一圈，也是他的 Alpha 临时的绿色神经链接入实际神经，为他检测身体数据。左肩受损严重，骨骼完好，器官完好，身体机能失血过多，已自动开启紧急治疗程序。神经链散发着幽幽绿光，实际眉色轻皱，蓦地闷哼一声。谢卓忙问：“你在做什么？”8301悠悠看他一眼：“消毒。”消毒会带来很明显的疼痛。谢卓眼眶唰的一下又红了。8301，这 Alpha 怎么是个小哭包？谢卓趴在床边握着指挥官的手，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手。他家指挥官哪都好看。他薄唇热乎乎的在冰冷指尖轻轻亲着，不疼不疼，也不知道是在哄指挥官还是在哄他自己。明明连咬一下都疼得不行，缩在怀里眼泪汪汪的小猫咪，现在该有多疼？神经链只能出声安慰：“好了。”伤口经过顶尖人工智能的治疗，已经不再流血，但他没有猫系特征的能力，无法强行愈合。8301，检测到附近3000米有军队靠近。谢卓，飞回第8星系。8301，好的。果断应完，他愣住，随后妥协道：“正在启动程序，目的地第8星系赫兹皇家学院。”谢卓将被子轻轻盖上，小心没压到伤口，然后问他为什么还不醒。神经链看向安静熟睡的人，他太累了，他要承受的事情太多了，帝国的安危，皇帝的施压，徒弟的死亡，突如其来的2次分化，即使到了第8星系，也要处理小朋友们的问题，帮助狐狸活下去，找到他的少将。他要守护的人太多了，可谁来守护他呢？8301摸摸实际的头，让他睡吧。狐狸小心缩在舱外的角落。谢卓那一下并不温柔，几乎是暴怒的将他甩出去，后背2次撞在特殊合金的舱门上。狐狸化为人形，擦擦唇角的血，缓缓抱住少将的枯骨。他也担心指挥官的伤，但他不敢过去。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谢卓从休息室里出来，目光从他身上扫过，没说话，沉默地坐在舱门对面，望向窗外数万光年划过的繁星。偶尔会有极为漂亮星群，是粉紫色的，还是爱心状？倘若平时他肯定满心欢喜地抱着指挥官，指给他看，看，这就是我爱您的形状。但现在那个人安静地躺着，连骂他的力气都没有。谢卓沉默良久才开口：“伤到的话，去找8301，他会帮你检查治疗。”狐狸懵了下，意识到他是在跟自己说话。狐狸金瞳亮了下，抱着少将的枯骨回：“我没戏。”谢卓，他嗤笑了声，蠢的连平翘音都不分。或许是等待的沉默太漫长，谢卓最后还是说：“那就是你心心念念的少将。”狐狸点点头，举起来给他看。顾木之，操，说的真流利。谢卓忍不住道。狐狸轻轻笑了下，他练习了好多遍呢，挺帅的。谢卓逆着那压根看不出五官的骷髅，能成为指挥官的徒弟，一定是个出色到极致的好人。狐狸重重点头，捧着骷髅，用脸颊轻轻蹭少将。狐狸天生娇媚妖异，抱着心爱的枯骨爱惜轻蹭，这种场面莫名有种诡异的和谐。谢卓却看了有些悲伤，没有办法了吗？狐狸动作顿了下，最后沉默地垂下眸，摇了摇头。谢卓重新看向窗外，呼了口气。
不过他的悲伤并未持续多久，里间传来细微轻咳声，他一个箭步就冲了回去，甚至不小心踩到了少将的脚骨。谢卓连忙鞠躬：“啊，对不起，对不起。”狐狸抱着骷髅头，连忙将少将的躯体也拽过来。他生气的呀！谢卓一边抱歉抱歉，徒弟师娘不是故意的，一边头也不回的冲进了休息室看他师傅。小狗，没礼貌。石纪缓缓睁开眼睛，对上一片熟悉的白茫茫，是他平时出战的休息舱。他有一瞬间的恍惚，仿佛还是很久以前他孤身一人养伤的地方。下一秒，他被人扑了个满怀，醒了，终于醒了，吓死我了！谢卓小心没碰到他的伤口，用凌乱的银发狂蹭指挥官另一边侧脸。石纪忍不住偏过头，痒，哪里痒？谢卓伸手帮他挠挠脖梗，我帮您挠挠。石纪白皙的脖梗一碰就粉，只是轻挠2下就会留下红色印子。谢卓立马收手，心疼的吹吹，您这皮肤也太薄了。石纪侧眸不看他，装有些莫名高冷和赌气的模样。谢卓低眸愣住，但还是先关心伤口是不是很疼，忍不住就哭出来。没关系的，我绝对不会笑您，我发誓，我笑一下就是狗，或者您就咬我，我皮糙肉厚的不怕咬。石纪将头偏在一侧，并不看他，也不想听他说话。怎么了？谢卓低眸哑声，不要不跟我说话，您理理我。石纪侧眸看向他深情微红的目光，冷淡吐字：你刚刚不在。谢卓茫然的啊了一声，反应过来这意思是他刚刚不在。指挥官醒来没有第一时间看到他。谢卓简直冤枉死了，天地良心，是您的神经链把我五花大绑拽出去的，他不让我过来，说不许打扰您睡觉。谢卓当即撸着袖子就要找神经链干架，骗我是吧？3801你今天完，他的100被人轻拽住。石纪眸色平静，没事了。暴躁小狗就这么被顺毛了。他重新趴回床边，眼角眉梢都是笑意。指挥官，您好会撒娇啊，一个你刚刚不在的眼神。谢卓都恨不得把自己绑在他身上，把心脏都掏出来给他了，像受了天大委屈的可怜小猫咪。石纪眉色细微颤了下，嗓音有些清哑，我只是刚睡醒，不太清醒。我当真了。谢卓低眸望着他清冷苍白的容颜，语调认真，一字一句：您就是喜欢我，依赖我，离不开我。依赖对石纪来说格外遥远的2个字，他从未试图依赖过任何人，他拥有这世间最顶尖的基因，天生就是为了战斗而生，而战斗永远伴随着伤痛。他想要活下去，就要忍受比别人更多的痛，才能一步步走到最顶端。依赖谁有用呢？石纪很淡地笑了下，谢卓，我从来不把命运和胜负交到别人手里，这向来胆大包天、肆意妄为的 Alpha 并没有妄言些什么，比如交给我，我可以。石纪看他的目光有些温和，像是面对炸毛的可爱幼崽，更多的是对小 Alpha 的包容。直到谢卓低眸对他说：我知道，但在我这里，除非我死，都是您赢。空气安静良久，石纪喉咙有些干涩的微滑了下，他有些无力的闭上眸。谢卓，给我一些安抚性激素。他突然想要海浪滋润一下干涩的喉咙。谢卓突然紧张的看向他肩膀，很疼吗？是不是很疼？ Alpha 紧张又心疼的，只恨不得这伤在他身上。石纪还好，不是没受过比这严重的伤，其实外伤并不算什么，加上已经被神经链治疗过了。谢卓突然灵机一动，问他：您能舔到吗？石纪他皱眉，你在说什么？谢卓则是一脸佩服，佩服自己想到了绝妙的好主意。您不是可以愈合伤口吗？虽然姿势有些别扭，不过应该可以。石纪额角隐隐作跳，直接拒绝，不要。为什么？谢卓实在看不得他难受，他干脆道：那我来。石纪不明白他什么意思，他又没有愈合能力，他怎么来？直到他的下巴被抬起，清冽薄荷的唇舌压了下来。石纪大脑跟着一声轰鸣，觉察到他在做什么，他眉色微皱，面上浮现滴血的薄红。谢，他的话音被堵了回去。谢卓专心地掠夺每一点治疗，随后低眸吻在他受伤的肩头，石纪指尖无意识抓紧，青色脉络浮在手背上，伤口在他口中渐渐发痒，开始一点点的愈合。石纪语气微喘，唇色透红，杯水车薪，徒劳无用。谢卓一看就用，头顶的呆毛都翘起来了。他半撑在美人脸颊边，低眸蹭蹭他羞恼到绯红滴血的耳尖。那就再多来几次吗？哥哥会还是你会？谢火烧。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到卓对皇帝的唇语？日后我会来 XXXX 五讲竞猜。地小处生长了张很有蛊惑性的脸，一双桃花眸春光潋滟，唇红齿白，露出小尖牙，头顶翘起的呆毛一晃一晃。多来几次吗？哥哥简直乖得不行。石纪难得鬼迷心窍，一时忘记拒绝。银毛 Alpha 长指托起他下颌，薄热顺着齿缝浅浅滑入。石纪忍不住仰头想避开，脖梗一节玉般的弧度被少年阴雅的轻摁下来。别躲！全然不同的语调，低雅磁性像磨了海盐。石纪清醒时分从来不做这些事。良久，他忍不住皱眉，够了。潮湿暧昧的气息裹在休息舱，伴随着少年略微性感的呼吸声，直到他喉结微微一滑，发出清晰吞咽声，空气戛然而止。石纪缓缓睁开眸，谢卓唰的一下后退，乖巧无比的坐好，桃花眸心虚的乱闪闪，对八气。他微张开嘴，露出雪白微尖的小牙给他看。没没了。石纪抬手轻遮住长眸，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羞愤的耳尖薄红，他咬牙切齿的吐字：滚。谢卓也知道心虚，连忙认错保证：
别生气嘛，指挥官，我下次一定自未落。他被小猫围卷着腰扔了出去。嗷呜！小畜生狠狠摔在地上，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门外的狐狸都听愣了，尽心尽力的小狗都遭到暴打，那他这个罪魁祸首啊，完蛋！狐狸抱着少将的头骨，心虚的缩成一团，全在少将四肢包裹的枯骨中，心虚的寂寂喃喃，看不到我。此时的白帝星阴云密布，宫殿下方，沙伦女官握着白金水壶，若有所思的浇花，时不时留意着远方是否有消息传来。倘若指挥官能回来，他是应该高兴的，但不知为何，他高兴不起来。皇宫宛如一个巨大囚笼，会将他圣洁的羽翼折断。陛下，远处帝国军队簇拥着男人走来，沙伦女官欠身向后看，指挥官没跟您一起回来吗？咔嚓，专业踩雷，他手中的水壶爆裂开来，水花四溅，军队连忙训练有素的跪下，沙伦也急忙半欠身下去。谢晨眸色冰冷，以后不要再让我看到水壶。沙伦女官愣住，水壶怎么了？他显然不知众军队被海水倒灌浇了个彻底，只闻声问，那宫廷中刚种下的山茶花怎么办？不浇水怎么活？谢晨扫过被淋湿的山茶花瓣，在夜色中晶莹剔透，他毫不留情道，风雨会教它成长。沙伦目送着帝王高大的身影远处，脑海中缓缓浮现4个字，你真颠啊。随后他从军队口中得知事情经过，眸色细微一震，陛下的弟弟。是的，女官，这件事成为陛下逆鳞，您最近切莫提起。龙之逆鳞，触之则死。陛下今日分明起了浓重杀心，却不知为何忍了下来。沙伦女官温笑，多谢，我会谨言慎行。她面上是无懈可击的温笑，心里却想着，倘若陛下知道是他跟指挥官的 Alpha 通风报信，只怕下一个没的就是他的脑袋。实在不行，他得提前收拾行李，带着宝贝老婆跑路了。一回厅内，谢晨眉眼阴厉，转着指腹的白玉扳指，随后没过多久，一道斗篷黑影跪在他面前。陛下，苍！谢晨闭目养神，他没死。苍猛地抬头，斩钉截铁，不可能。谢晨缓缓睁开眸，紫眸淬着深邃凉意。你的意思，我在骗你？他立马低眸，苍不敢。只是当初，我的确奉您的命令将他……谢晨看他一眼，我的确将他沉入湖底，身上还绑了几岩石，他那时候才8岁，不可能挣脱的了，除非主位传来的威压摄人。苍说有人救他，可正逢宫变，到处都是他们的人，怎么会有人救陛下的眼中钉、肉中刺？不过还有那个人。谢晨想到这个可能性，五指紧扣在以上的浮雕，将麒麟头摁进一块指印。实际，苍知道石指挥官是陛下的心上人，不敢妄言，并不确定宫变之夜双方混乱交战，是对方的人也说不准。谢晨没说话，但眸色好了些，轻飘飘的吐字：去把他杀了。苍立马低头领命，他是皇帝的最锋利的暗刀，经常为他背地除掉一些人。临走时他问陛下，倘若指挥官阻拦我，是出手还是……谢晨望向窗外的阴雨天气，黑云在宫殿上方压下来，他如今有伤在身，不是你的对手，机会给够了，他不会再婉言劝说让实际回来，逼他使用5S 机甲，他要实际自己回到主星系。苍明白了，是。他悄无声息地从夜色中隐退，轻得仿佛没来过一般。谢晨望向黑云翻涌的上空，冷唇很淡地勾起一个弧度，日后定会来取我首级吗？真是个不错的笑话。弟弟，再见了。实际从休息舱中一出来就看到了狐狸，狐狸耸成一团，他迟钝抬眸望向指挥官，指挥官也低眸看向他。实际身上白衬衫换了一件干净整洁的，胸口血迹隐藏在纱布之下，乍眼看还是清冷禁欲的高傲指挥官。但狐狸知道他受了很重的伤，他唇瓣动了动，最后还是没说话。给我看看他。狐狸蓦地抬眸，实际说：“我徒弟顾牧之。”狐狸从地上起身，抱着少将的头骨走向他，被谢卓摔了2次，他的脚扭了，一瘸一拐地将宝贝头骨小心递给他。实际只是摸了摸，没跟他抢。辛苦了，这一路辛苦了。狐狸蓦地咬住唇，眼底涌出泪水，哇的一下就哭了。他忍了一路的泪水，在指挥官的安慰下彻底破防，忘记了语言，只会用磕磕巴巴的嗓音说：“指挥官，少将，黑色少将委屈，指挥官，少将的灵魂是黑色的，少将死前受了很大委屈。”我知道。实际抬手轻擦狐狸脸颊的泪水，他没有背叛帝国，也没有放弃你。那个面冷心热的男生或许最后想出一个两全之法。人类生命短暂又宝贵，他愿意将前半生奉献给帝国，待他杀不动了，年暮苍苍就去找他心爱的小狐狸。如果他的小狐狸还要他，那他们就相伴到老。只可惜他没想到，他如此宝贝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分配的那一刻。谢晨究竟为何要杀他？实际想不出理由，又或者并不需要理由。战舰即将抵达第8星系，3801，开门。小畜生一刻都闲不下来，当即找神经链算账去。实际头疼的扶额从来不知道有一个人在身边会如此吵闹。你有本事骗我，你有本事开门啊，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战舰降落，神经链被迫从驾驶舱钻出来，谢卓已经撸起来袖子，准备给他打个死结。
我叫8301，不叫3801，小主人。谢卓心想，我管你叫什么，你就是叫我老子也不。他动作愣住，小主人，神经链十分从心，您身上有我主人的气息，您就是我第二个主人。实际怎么都不知道8301有第二个主人了，但谢卓肉眼可见的开花了。宝贝，你真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神经链，瞧瞧这绿油油的色泽，简直充满了生命力。你就是人工智能中最灵性的那两根，死结当然配不上你，你就应该茁壮成长，日后好好为你两个主人服务。谢卓临下战舰，又拐回来对神经链说，哦对，你的小主人银发 Alpha 眉稍微挑，露出散漫痞性的轻笑，可一点都不小。实际梅尔听那些污言秽语，带着狐狸去了一趟赫兹院长办公室。你们去把顾少将的遗体偷出来了。赫兹院长差点没下撅过去。狐狸将无头枯骨收了起来，怀里只抱着一颗头骨，头骨如今装饰了玫瑰花，他举起来给赫兹院长看。没偷，光明拿的。赫兹院长看到这玫瑰骷髅，倒吸一口凉气，随后听到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光明正大抛开棺材拿的。他的心电图。冷静下来后，赫兹院长抚着绿胡子问，我是不是最近需要加强一下学院的防御系统？不用，您那系统对帝国军队来说不堪一击。谢晨倘若真的有心，一个赫兹学院将会瞬间夷为平地。不过谢晨如今没想找其他人的事，只怕一心只有谢卓的命。实际蓦地反应过来，那小畜生上哪去了？该不会这么快就被暗中隔着古欧式的窗台玻璃？他看到谢卓在几个女孩子人群中笑得肆意散漫，手舞足蹈的在跟他们形容什么。头顶的小爱心一翘一翘，别提多雀跃了。所以呆毛小爱心是对谁都能翘是吗？实际小实际指挥官。赫兹院长连着好几声才把实际叫回神。实际面色清冷，淡淡嗯了一声，继续。我已经说完了。赫兹院长看他清冽无比的脸色，最后慢悠悠道，没有办法能救回少将。狐狸抱着头骨，缓缓低眸遮住悲伤。实际却皱眉，有，您的章鱼当初被刺穿头部都能活下来，即使后来妖力全无，但他的确重生了。实际第一次为人弯腰，拜托您。听到召唤，小章鱼从院长袖口钻出来，他看到指挥官俯下身的动作，急得在院长手中狂转圈圈，挥舞着小触角开始抽他的主人。答应他，答应他，答应他！赫兹院长，狐狸直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哀求着老院长，苏现做什么都可以。院长苍老的眼眸看向他们，最终对实际无奈的摇了摇头。小世界，你为什么总是不听话呢？这只年纪并不大小猫宝宝，总是脾气比谁倔，到头来只会让他遍体鳞伤。您的意思是用我的血浇灌他？实际听完问。太复杂的话，晦涩难懂。赫兹院长没多说，只是道：“你的血胜过这世上任何灵丹妙药。”实际见识过自己的愈合力，只要不是太深的伤，他只要轻舔过就能复原。赫兹院长拥有强大治愈能力，两者相加，或许真的有奇迹发生。赫兹院长却摇头：几年、十几年、上百年都不一定可以让他从土壤长出嫩芽。实际说：“试试看吧，总比没有希望好。最起码这只狐狸有了希望，就不会一心赴死。”赫兹院长望着他：“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将每天都需要为他输送血液。实际出生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他怎么会不清楚小猫宝宝的体质？最漂亮娇气的一个，肌肤雪白透明，睫毛湿漉漉的粘起来，只会缩着小猫尾巴间奶声奶气的喵呜喵呜的叫，一打针就哭，不是嚎啕大哭，委屈的抽抽噎噎呜咽。但只要安抚他一下，他就乖乖用小尾巴缠住你指尖，整个人都缩着靠过来。没有安全感，很爱依赖人，也很容易相信人。这就忘记打针的痛了吗？你这种心软又粘人的性格，以后是会吃很多苦的。小猫宝宝听不懂，歪头用玻璃珠似的眼睛看他，他以为院长在自责，直指手背上的青紫的针眼，小尾巴刚长出雪白细细的绒毛，在白色小毛衣下钻出来，一晃一晃的，奶声奶气的吐字不痛。赫兹院长望着他，最后无声闭上眸，狠心的转身离去。小世纪趴在玻璃箱上呆呆看他，小毛衣侧出半边白皙肩膀，最后晃着小猫尾巴跟他挥手，爷爷再见。实际双指并拢在虎口划了一道，血液顺着白皙手腕滴落在血袋中，滴答汇聚了一小袋。他收回手，漫然对狐狸说，先拿去用，用完来找我，或者给我发信息。狐狸指尖颤抖着接过血袋，够，足够了。他不能让指挥官这么付出，大不了日后用自己的血养少将，总之都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幻想。你不用觉得亏欠我什么，这一掌就当还我当初断你尾巴的痛了。狐狸断尾不亚于半条命。苏宪摇头，您为了救我，否则他早就被帝国军队剿灭了。都一样，我也不光是为了你。顾木之不只是你的 Alpha， 也是我徒弟。实际面色清冷，不是很会种花吗？早点把它种出来，我办公室里还有一堆资料等着他收拾。狐狸咬着唇看他良久，缓缓张开手抱抱。实际好笑的轻嗤一声，怎么两个小东西越来越像？他简单敷衍的拥抱了下狐狸，结果松开时，狐狸的眼珠子就掉了一颗。实际我没动。狐狸捧着自己的一颗金色眼瞳，啊！他哦了一声，我记记，哇的。他捧着漂亮的金色眼瞳，在掌心化为一颗剔透的金色珠子，送给您。狐狸的眼睛可以看到别人的心。实际看他捧着良久，最后伸手接了过来，
谢谢。你怎么办？他的一边眼球只剩黑漆漆的洞。狐狸摸了摸，不好看了。他从绯红长衫撕了一条，单边系在眼睛上遮住，这样。石纪笑了下，说一样好看。石纪面不改色的从办公室出来，没着急下楼，直接闪身进了隔壁空的办公室。他背靠着门，重重喘息着，抬起手腕，薄唇轻轻覆盖上，额间的细密汗珠晶莹剔透，良久才脱力似的背抵着门。走廊上传来小骚包的嗓音：“指挥官，您还没谈完事情吗？”石纪大脑神经刚被刺激一通，混沌的想着刚才的场景。银发少年在楼下笑容肆意，翘着呆毛爱心，对谁都能摇尾巴。在第3星系，他凭空出现，击退所有人。他至今都不知道谢卓是怎么过去的，又是如何知道他的位置，甚至可以轻易驱使他的专属战舰成为战舰认定的第2个主人。你的小狗对你隐藏了他的信息素。石纪不喜欢这种感觉，把控不住，若即若离。他们其实并没有到达为彼此交付真心的地步，对吗？明明只是一个 alpha， 为什么他会有喘不过气的感觉？后颈的小浪花印记彻底消失，他再也不受谢卓的干扰。没事了，没事了，石纪。门外的谢卓推开赫兹院长办公室的门，空无一人。院长带着狐狸进了幻境。咦，他就在楼下守着，他家指挥官没走啊？指挥官？谢卓开始在2楼挨个房间寻找，直到他靠近某一间，闻到了很淡的信息素味道，山茶花的清幽香气夹杂着浓郁诱人的香甜，尾调透出若有似无的奶甜。印记消失了，指挥官的发情期又来了。指挥官，你在里面吗？敲门声响彻整个办公室，石纪背靠着门，闻到熟悉的海浪气息。标记过，所以很熟悉，会产生依赖性。算了，您再不开门，我要闯进去了。谢卓在门外急得直转圈，怎么了？是不是伤口疼啊？不丢人的指挥官，您要是疼的话就咬我啊！门咔嗒一声打开，谢卓心脏刚落地，莫蒂被扯着领子直接拽入了黑暗中。他从敞亮的走廊进来，漆黑的什么都看不到，肩膀被不轻不重的摁在门上，下巴被银枪冰冷抵着。谢卓被迫仰头，凌乱银发抵在门上，喉结无声，被生硬枪口抵着滑动一圈。他嗓音性感低笑：“您这是？”话音未落，他蓦地抿唇闷哼一声，冰冷枪口死死压在喉结上，衣领露出的半截锁骨被小猫咪狠狠咬了一口。听说有人想看猫猫吃醋，猫猫超凶，下次更新可能就1号了。提前祝大家元旦快乐，宝宝们！光照不进来的昏暗办公室，谢卓姿态懒散地抵着门，凌乱银发搭在精致眉眼上，丝锁骨被咬得涌出鲜红血滴，显然小猫咪用劲不轻。但谢卓不在乎，半仰头抵在门上，唇角挂着若有似无的荡笑，回味着锁骨上传来细密酥痒的刺疼。怎么？石纪终于发现了不对劲，薄凉长眸落在银发 Alpha 脸上，嗓音润着清冷阴雅的水色：“还给你摇爽了是吗？”美人薄唇也沾上一点血迹，清墨似的五官染上一点疑虑。谢卓桃花眸温柔半垂的看他，没回答爽不爽这个问题，只无辜眨眨眸：“哪有？疼吗？”少年的黑色卫衣领口半敞，半截锁骨挂着星星点点的血珠，衬得他有些精致痞帅的性感。实际还是第一次欺负小朋友，原本清冷到骨子里的脸色终于有些不自在。他问：“疼怎么不说？”谢卓有想做任何事的自由，他没有资格约束他。这次既然是他逾越了，干嘛要说？谢卓眉梢慵懒轻挑，银发散漫不羁地搭在眉眼上，桃花眸涌出细碎漂亮的笑意。您第一次主动咬我，我开心还来不及呢。说完，他又自顾笑起来，露出微尖的可爱小獠牙，好似锁骨上的血迹不是惩罚，是奖励，实际像是一拳头打在了棉花上，有种被无限温柔包围的无力感。沉默片刻，他道：“这几天少出去沾花惹草，自己好自为之。”谢卓没听懂啊。实际收回银枪别在腰间，右手因为伤口刚愈，疼痛犹在，还有些细微的发颤。别以为我没听到你对皇帝说的话，平时胡闹就算了，还舞到他面前。谢晨这个人睚眦必报，日后定会想方设法的追杀。清冷平静的语调猛然被谢卓打断。手怎么了？房间灯光昏暗，什么都看不太清，直到他的右手被温热手掌轻轻握住。实际并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的。谢卓轻轻磨着搏击玉骨的手腕，嗓音微不可见低了下去：“指挥官，您的手在发抖，有些冷。”实际说完便忍不住皱眉：“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听我说话？”谢卓其实并不关心谢晨，只淡淡的回：“随便他追杀，总归他是要还回去的。谢晨当初没能杀了他，日后就要做好被他反杀的准备。”随后谢卓将他的手腕握在掌心，两手交叠轻轻捂着，像是捧着心爱的宝贝，低眸轻轻哈气。小佳音又娇俏了起来：“您冷就告诉我吗？我身子热啊。”猫猫怕冷，他记住了。实际简直没脾气，原本的情绪被驱散大半，总归这小畜生向来狂妄的不可一世。最好是他此时兴致并不高，言语间难免带上几分冷刺，别到时候被打得四处乱窜喊哥哥救命。话落，实际也愣了下：“哥哥这个称呼出来的顺理成章，倒是莫名印证了他喜欢听小畜生喊他这个称呼。”谢卓忍不住低眸失笑，知道他家指挥官脸皮薄，倒没抓住这点不放，而是握着他冰凉的手腕，撩开卫衣下摆塞进腰里。“那我也不会四处乱窜，我只会找准时机往您怀里窜。”实际触碰到滚烫紧致的腹肌，指尖被烫得很轻，蜷了下。他面色清冷不自在，谢卓则一心想暖热冰冷的手顺着展开的漂亮指尖
整个贴在脉络紧致的腰腹上。他笑，这样很快就热了。实际，掌心紧贴着肌理分明的腹肌线条，少年满身炙热性感的荷尔蒙张力。指尖不经意触碰到长裤上冷硬皮带扣，实际蓦地抽回了手。他头也不回地往外走，耳尖薄红的冷冷丢下一句：“还是往你的漂亮姐姐怀里窜吧。”谢卓一脸懵地愣在原地，没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啊。实际没再管那动不动撩衣服耍流氓的小变态，径直走下主教楼，长腿蓦地被人撞了一下。哎呀！软糯糯的嗓音响起，谢喵喵捂住自己撞疼脑袋。这个高度，实际垂眸看向也就到他大腿的小朋友，穿着嫩黄色小毛衣，像一块软乎乎的小蛋糕。当看到他那头软软粉毛时，实际眸光很浅的怔了下。小朋友很有礼貌的道歉，对不起。他抬起玻璃珠似的澄澈眼眸，对上指挥官清冷审视的目光。谢喵喵眼眸蓦地亮了下，话音一顿，他突然哇的一下就哭了。哥哥，疼疼，哥哥，抱抱粉毛小奶娃生的精致软萌，哭起来豆大的泪珠顺着脸颊滚落，可怜的让实际都有些动容。他半蹲下身子，将小奶娃抱了起来，摸摸他的头，抱歉，我的错。思绪杂乱，他没注意这里有人，但赫兹学院也从来没这么小的娃娃，这是谁家的孩子？谢喵喵用小手圈住指挥官的脖颈，软软的小粉毛靠在他脸颊上轻蹭。哥哥不用道歉，喵喵不会怪哥哥的，哥哥亲亲至3。实际猝不及防就被他亲了一下脸颊，脸颊印上一点柔软湿润，还沾着点奶味儿。他错愕地看向这小朋友，被强吻了，还是个几岁大的小奶娃。谢喵喵从小就懂得察言观色，跟他哥学的一手好茶茶。哥哥是不喜欢喵喵亲亲吗？对不起，是喵喵不懂事，喵喵以后不会这样了。给哥哥擦擦。软乎乎的小手在脸上蹭了2下，实际那片肌肤浮上一层薄红。他轻咳一声，你叫喵喵？小家伙亲昵地抱住他，我哥哥给人家起的名字哦。实际准备抱他去失物招领处，天生对猫的敏感让他忍不住问，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因为我哥哥喜欢猫猫。小家伙笑眯眯地弯着水葡萄眼眸，猫猫也喜欢哥哥，哥哥以前一出现，全小镇的猫猫都往他身上蹭呢。实际从来不知道世上会有这样的人，不予置否地笑了下，抱着小蛋糕漫不经心地问，你哥哥是谁？谢喵喵奶气十足，谢火勺。实际脚步顿住，谁？这句话甚至不用得到证实，很快身后就传来某人的脚步声，带着明显的炸毛愤怒。谢喵喵，我他妈今天没打你是吧？从我老婆身上滚下来！谢卓话音落下，自己先愣在了原地。糟糕，一不小心把心里话喊出来了。他对上指挥官清冷漫然的视线，发自内心缓缓的啊。谢喵喵也啊。小家伙向来暖暖的很贴心，搂住实际的脖梗奶，呼呼开口，哥哥，您千万不要怪我哥哥。谢卓眉梢微挑，心想倒是没白养这小粉毛，他只是叫习惯了，我们家里都是您的新抱，哥哥每天都会叫您老婆老婆，合着你他妈就是纯纯火上浇油是吧？谢卓迈着大长腿上前，果断把这小鬼从他家指挥官怀里拽了出来。干嘛呀？小家伙在空中无力扑腾着四肢，他知道谁是大腿，求救似的看向实际，哥哥救，哥哥救。实际向来看不得可爱的小朋友受委屈，眉梢微皱，正欲开口，谢卓张口就来，老公别信他。实际，谢喵喵。谢卓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拎着弟弟跟拎条鱼似的，毫不留情拆穿了小绿茶的本性。这小鬼拿过奥斯卡影帝，甜言蜜语张口就来，一个人2天能哄得了4个姐姐，刚才那几个姐姐还追着问我买这小鬼的抚养权。实际细微一怔，4个姐姐，所以他眉梢微颦的问，你们刚刚在楼下就是讨论这个？谢卓茫然的啊了一声，没有啊，这有什么好讨论的？他拎着粉毛弟弟晃了晃，小家伙被吊在空中，头晕眼花，跟条小粉鱼似的。我就回俩字，不卖。这小鬼我都养好几年了，以后可是要留给我们养老送终的。留给我们养老送终？实际不知为何，心脏很细微的波动了下，像是被小羽毛挠了挠心尖。谢喵喵都觉得他哥真自恋，虽然哥哥的爱很拿得出手，但指挥官怎么看都不像会陪他相伴到老的人。结果他哼哼唧唧等半天都没等来指挥官的反驳。谢喵喵，指挥官同意跟哥哥结婚了。实际显然不知道这小家伙脑回路跟他哥一样离谱，直眉色冷淡的回，最好是2个字。谢卓望着指挥官的冰冷侧颜，突然就反应过来什么，他拖腔带调的啊了一声，尾音勾着骚气的弧度，接着闷声笑个不停。原来您看到了啊。实际他一言不发的转身就走。谢卓连忙把弟弟随手一扔就了追上去，哎，别走，指挥官，等等我啊。谢喵喵四仰八叉的摔进花坛里，草地柔软，小花相伴，他也睡得很安详。又是从哥哥手里死里逃生的一天。实际回到小别墅，刚隔着栅栏门将银毛小狗关在外面，谢卓单手撑着花朵缠绕的矮围墙，灵活翻身就跃进了别墅里，还挺熟练。少年黑色卫衣，牛仔裤，眉眼精致桀骜，一头银毛乱翘，充满少年气。不等他问，就率先开口回答，他们问我跟指挥官一起旅行开心吗？我就浅浅发表了一下3000字的完后感，但其实出去压根没完，唯一称得上完的也就是帮指挥官治疗伤口，把人胡乱摁着狂亲了一通，结果最后还全给咽下去了。那一小猫尾甩的他只能说不亏。实际眉色淡淡落在他身上，
所以这小畜生在楼下眉飞色舞，手舞足蹈，银色小爱心翘在头顶乱晃的模样，都是因为在形容他。别墅花朵丛生，在晚间散发着芬芳香气。实际坐在亭台里，慢条斯理地倒了一杯清茶，开始进行审问。从现在开始，老老实实回答，倘若有一个字撒谎，实际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威胁。他威胁其他人都是用枪，但很显然，谢卓对他的枪免疫，好似笃定他不会开枪，有恃无恐。谢卓其实并没有这么想，只是觉得自己的命是指挥官救回来的，那就永远属于他。他想要，那谢卓给就是了。我不会对您撒谎的，开始吧。实际看他一眼，没再说话，随后语调轻冷：你是如何知道我在第3星系的？他审问的状态一如既往，满身不近人情的疏离。谢卓一时间有些恍惚，直到冷白精致的手将一盘精致的桃花糕推到他面前。吃，边吃边说。谢卓挑眉诧异，这么严肃的场合还能吃东西啊？实际慢，然后靠，淡然亲昵着他锁骨上的血印。某些人还在长身体。晶莹剔透的粉色桃花糕，精致又小巧，被少年嗷呜一口直接吞下。实际果然小狗品不了细糠。沙伦女官给我打了心电，他说皇帝带了一整支军队，说要去第3星系抓您和狐狸，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您。实际皱眉，沙伦为什么会联系你？这两人分明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关系。谢卓半撑着下巴，可爱眨眨眸，应该是查出来的。女官开口第一句就说：请问您是指挥官心爱的亲亲宝贝 Alpha 吗？实际面无表情的抿茶，已经对此免疫了。犯人请不要随意篡改证词。哈哈，谢卓笑个不停，但在听到实际的第二个问题，笑容又戛然而止。实际问：你跟皇帝有什么仇？他眼睁睁看着少年唇角的笑意消失，桃花眸缓慢垂了下去。小畜生还是笑起来好看。如果真的有仇，谢卓并没有急于肯定的回答，只是懒散的笑着反问：您会帮谁？他始终记得当初指挥官跟赫兹院长的对话，倘若某天两人刀剑相向，他不会对谢晨下杀手。实际眉梢缓缓皱起，凝重了些。什么仇？谢卓对上他清冷漂亮的目光，脑海中闪过许多走马灯似的画面。他偷跑出来，趴在草丛里，屋顶上，眼巴巴的一遍遍望着他们练习。每一处他在过的地方，都会留下一朵小花。指挥官每一次都会发现他的小花，却从来没有发现过他。但向来清冷淡漠的脸上偶尔会失笑。又是你啊，爱美的小家伙，像是发现了生活中的小彩蛋，也是他们两个的小秘密。直到某天，主星系最尊贵的太子殿下手握锐利冰冷长剑，在花园意气风发地挽了一套剑花，落点却是草丛中他的心脏。小谢卓猝不及防地躲开，胳膊依旧被划了一道很长的伤口。谢晨子眸泛着冷笑，侧眸锐利问他：还敢来吗？他那时就知道，众人眼中优秀卓越的太子殿下有一颗残忍暴力的杀心。一转眼，宫变之夜，他沉入湖底，冰冷潮水肆意席卷全身，他眼前是一片浮动的漆黑，最后却又定格在指挥官救他的脸上，为他不停渡来新鲜氧气，一遍遍的让他不要死，醒过来。谢卓所有的阴暗面都在那个吻中散成了云烟。夜幕之下，谢卓温柔地撑着下巴笑：哥哥，您既然不会对他动手，就别问了吧。谢晨不会放过他，他也不会放过谢晨。倘若他们之间注定有一战，他又怎么舍得指挥官夹在中间为难？实际问他：你不说又怎么知道？神明清冷孤傲的眼中有苍茫无尽的冰山尽头，也有灼灼其华盛开在冰面上的桃花。谢卓愣住，良久，他没忍住弯唇笑了。基于我得心上人之仇，算吗？不是他的 Omega， 也不是他的指挥官。Omega 是性别，指挥官是身份，但心上人只有一个，只是他。谢卓并没有起身，依旧坐在满园鲜花的夜色中，笑意懒散地望着对面清风霁月的心上人。倘若您愿意为了我退步，那我也同样可以。他可以放下湖底的仇恨，因为小谢卓没有死在那个夜晚。但只要他敢觊觎您，就永远是我的仇人。谢卓此时很平静，并没有刻意释放自己的威压，但滔天海浪的气息从天边呼啸而过，学院里的众人纷纷看向上空，仿佛无尽黑暗的天空中下一秒就会风卷云涌，海水倒灌，剧烈吞噬整个磅礴大地。实际没有抬头，安静望着对面悠闲散漫的银发少年，听他一字一句地说：只要他敢对您下手，我就敢杀了他，砍了他的脑袋，放在他引以为傲的王座之上，告诉整个8大星系的人，这就是不尊重您的下场。我来晚了，对不起。跪！天际海浪肆意翻滚，银发 Alpha 眉眼精致散漫，笑意懒散坐在他对面，黑色卫衣衬得他轻质痞帅，少年感十足，却是面不改色吐出残忍弑君的话：只要他敢伤害您，我就敢杀了他。放眼整个8大星系，没有人敢如此狂妄嚣张，将首任帝王说得如此轻松。指挥官害怕吗？谢卓唇角勾起笑意，轻声问他：害怕这样的我吗？倘若我不乖不可爱，骨子里隐藏着暴力血性，不允许任何人觊觎多看您一眼呢？您会不会害怕这样的我？主教楼的窗外海浪翻涌，狐狸赤脚从幻境踏出，怀里捧着白瓷小花盆，迎面撞上滔天海浪。他愣住，头也不回地折返。小狗发现，小狗发现他用了指挥官的血，快逃啊！赫兹院长看着乱窜的狐狸，他苍老眼眸望向窗外，海浪不会在天边翻滚，天地规则因为一个人在倒行逆施。
回来吧，小狐狸。赫兹院长语气慈善无奈，不是因为你。啊！狐狸怀里抱紧小花盆，那是他还没发芽的少将。可惜，一只眼睛系着绯红薄绸，他悄悄望向窗外，小声嘟囔道：“小狗生气，小狗在生气，生了超大的气。他不是因为你在生气。”赫兹不知该如何形容他看到的感觉，也不是因为任何人生气，他在跟自己生气。少年的占有欲如同烈火燎原，却不敢烧到他的指挥官身上。他在痛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再长大一些。倘若他再长大一些，是不是就能代替那个人在指挥官记忆中留下属于他的痕迹？倔强的少年啊！赫兹院长目光充满对小海浪的怜爱，希望小世纪能哄一哄他吧。实际觉得这个问题有些莫名其妙，他为什么要害怕这小畜生？他骨子里隐藏的阴郁面，实际早就知道，一如天边他危险可怖的信息素。只是他太可爱了，实际从未深究过。脑海中似回荡着少年的话语，这就是不尊重您的下场，不是皇帝觊觎他 Omega 的下场，而是不尊重他指挥官的下场。实际常年居于高位，无数人敬重他，仰慕他，却从未有人如此忠诚。倘若帝国不尊重您，那我就推翻他，为您建造一个新的帝国。实际唇角勾起细微笑意，害怕。刹那间，笼罩在上空的所有威压消失了。谢卓很明显的怔了下，随后脸上荡起散漫精致的笑意。别啊！他起身，屈膝半蹲在他面前，仰头似轻松的望着他笑。我又不会伤害您，别害怕我啊，指挥官。少年轻抓他手腕的指尖，泄露出他的紧张。他笑意懒散，大不了就当我没说过嘛。我这么可爱，像是那么粗鲁的人吗？我明明连杀鸡都不敢。实际垂眸安静望着他，没说话。谢卓唇角的笑意缓缓消失，勾着他的轻扣纽扣。您要是不喜欢我杀他，我不。谢卓还未出口的话，被轻浅叹息堵了回去。薄而干净的长指落在他头顶，漫不经心的揉了揉。谢卓仰头看他，薄薄月光下，指挥官清傲美丽的有几分不真实，恍若神明般触不可及，不会因为任何人驻足。你不需要因为任何人妥协。谢卓心脏一震，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心底挣扎的痛苦、不甘、懊恼，他今晚都知道。那些连他自己都分不清的感觉，如果再长大一些就好了，如果他记得我就好了。谢成为什么不能去死呢？完了，他好像吓到小猫咪了怎么办？原来他都知道啊。实际轻托起他的下巴，低眸望着他，嗓音清冷淡然，不想说就不说，我只是让你不要撒谎，没说非要知道真相。他不清楚小 Alpha 究竟背负着什么仇恨，但实际有些看不得他委屈。你到底吃了多少苦？实际没能问出口，只是拍拍他的脑袋，回去吧，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谢卓坐回原地，桃花眸直勾勾凝在他身上。小 Alpha 思绪混沌，听不清任何东西，只有方才他低眸望过来的眼神有无限包容和温柔。谢卓知道自己为什么放不下指挥官了。谁会不喜欢他？老子这辈子都爱死他。回答完3个问题有奖励。实际漫然拉回他的思绪，执手倒了一杯温茶。啊！果不其然，谢卓立马回过神来。什么奖励？晚风吹过他的额发，扬起精致野性的五官，银毛在他头顶翘着微晃，又雀跃起来了。实际抿了口清茶，嗓音清雅，回答结束，告诉你，心脏像是被浸在芬芳馥郁的花园中。谢卓莫名有种预感，他的好日子要来了，他的春天要来。实际漫不经心转着茶杯，问出最后一个问题：你隐藏了什么信息素？谢卓的思绪戛然而止，几乎是瞬间，他的玳瑁就蔫了下去。好了，他的春天没了。实际有这么难以回答吗？他如今拥有狐狸的眼睛，可以看出小畜生的确隐藏了信息素，但不多，最起码不是什么毁天灭地的威压，否则他就可以一人杀上主星，当整个8大星系的主宰，不用委屈当个小机甲单兵了。不行，不能说。谢卓咬咬牙，算了，我不要奖励了。何止是咬咬牙，他后槽牙都要咬碎了。实际眉梢细微平起，为什么？谢卓没有对他撒谎，只是半垂桃花眸道，说了您就更不要我了。谢卓起身，果断准备离开。晚安，您早点睡。实际放下茶杯，站住，立定，动作诚实得很。实际抬眸扫过他的后颈，冷白玉手扯着卫衣帽子，把人轻而易举地拽了回来。散出来，不说可以，他自己闻。您怎么这么霸道啊？指挥官。谢卓忍不住低眸失笑，他轻拢着衣领，靠在亭柱上，像个娇俏的黄花大闺女。不行不行不行，人家这才18岁，距离满19岁生日都还有1个月呢。您这是要干嘛啊？那双桃花眸慵懒勾人，含着脉脉情愫，笑意微软地望着他。实际看他一脸拒绝的模样，眉眼似有些了然，薄唇微起的吐出3个字：螺蛳粉。谢卓沉默，仿佛是今晚的康桥。实际清冷长眸细微波动，有些微妙地看着他。既然如此，那算了。像是激将法，又像是真的嫌弃。谢卓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月光朦胧在地上打出修长剪影，舌尖轻抵在小獠牙上，他到底是憋不住了。等等，实际停在庭院中央，薄唇翘起不经意的弧度。身后传来少年逐渐阴哑的嗓音：您不要后悔。他掌心无声紧握，属于顶级 Alpha 的信息素第一次正式散发开来，在空气中荡出一圈清浅涟漪。潮湿海浪夹杂着冷冽薄荷涌来，实际很熟悉他的信息素，几乎瞬间后脖颈微微发烫。其实也没什么分别，只是凉意浓郁许多。
鼻尖萦绕着某种气息，他清冷长眸蓦地迷离一瞬。他突然想到今天下午那粉毛小喵喵说过的话：猫猫喜欢哥哥，哥哥也喜欢猫猫，他一出现，全镇子的猫猫都喜欢蹭他。实际捂住后颈，呼吸逐渐凌乱，朝着银发 Alpha 的方向看去。这信息素是猫薄荷。花团锦簇的银发少年沉默又安静地替他回答，他声调裹了海盐般的颗粒感，阴雅低磁的悦耳诱人，所有猫系动物都抗拒不了的味道。他们会像受到诱惑般，眼神迷离，摩擦身体，满地打滚，扑倒我怀里，喵呜喵呜的蹭。再高冷傲娇的小猫咪都会变得乖巧可人。您会在我怀里着迷上瘾，直到失去理智。谢卓并不想让他知道，这种天生的吸引力太犯规了，对他家小猫咪不公平。在指挥官没喜欢上自己之前，谢卓从来没打算散出一点猫薄荷信息素。纵然他幸运被指挥官喜欢上，也不公平。或许指挥官不喜欢这种感觉，所以谢卓其实是打算藏一辈子的。你实际呼吸克制微喘，抬手捂住发烫的脖颈，几乎被引诱的说不出话来。没有召唤的雪白小猫耳从发间竖起来，实际抬手摁在头顶，想要将它摁下去，奈何掌心压在柔软绒毛上，压得他生疼都没有消失。他眼底附上一层薄润的水色，转眸看向谢卓，几乎是不受控的抬步想要朝他走去，像他口中描述的一样，扑倒他怀里，喵呜喵呜的叫着蹭他。实际不喜欢这种失控的感觉，像是无力反抗的柔弱猎物，只能一步步走进猎人的温柔陷阱中。实际控制不住自己的脚步，他闷哼一声，屈膝向地面倒去。好了好了，没事了。谢卓几乎是瞬间接住摇摇欲坠的指挥官，信息素被他尽数收回。他环着纤薄清瘦的身线，低眸哑声说道：您看，我都说了，不能让您知道。少年眉眼低垂，脸颊轻蹭在他小猫耳上，语气近乎执拗的低声说道：不许不离走，不许赶我走，不许离开我，还要给我奖励。什么得寸进尺的小畜生！实际仰头想说些什么，鼻尖萦绕着残留的信息素，他脸颊埋在少年脖颈中，迫切寻找那一点若有似无的猫薄荷。谢卓清冷嗓音尾调发颤，薄瓷般的脸颊贴在他脖颈，有些急躁的乱蹭，没有了。谢卓浑身一僵，他喉结上下滚动一圈，声调明显哑了下来。忍一下，您还在被影响，很快就好了。他干燥温热的手掌在白衬衫轻覆的脊背上温柔轻抚，实际眉眼潮湿附上水色，薄唇被他轻抿的绯红，思绪凌乱成了一团雾，又像是坠入棉花糖中。他指尖抓紧黑色卫衣，指骨白皙的漂亮，凌乱呼吸萦绕着若有似无的猫薄荷气息，实际嗓音清冷又克制：我不生你的气，3分钟，行吗？谢卓不知道指挥官说话算不算数，但望着这张脸，所有拒绝的话都说不出口。他知道指挥官如今还在被影响中，清醒后一定会生气。您要是生气，我就哄您。谢卓低眸轻轻他的小猫耳，明显感觉到怀中的人细微颤了下。少年嗓音在夜色中磁性阴哑：不要生气太久。谢卓半拥着怀中的人，银发脑袋缓慢垂下来，将脆弱脖颈靠在他肩头，这个姿势不会让他太累。实际眸色清冷迷离，盯着他，喉结很轻地划了一下。指挥官。庭院外传来瑞恩雀跃的嗓音：您在家吗？谢卓信息素刚散出一点啊。两人如今在庭院中，只隔着一个亭子，只要瑞恩走到门口往里一看就会发现。等谢卓话音未落，就被指挥官推入了花丛中。他跌落在芬芳馥郁的荔枝玫瑰中，是狐狸送指挥官的礼物，在庭院中大片盛开。修长精致的银发少年，即使跌落也记得护住怀中的人。玫瑰花刺划过他的脸颊、脖颈、手背，谢卓止疼地皱了下眉，脸色并没有半分恼怒。这么心急啊？指挥官他能猜出指挥官的心思，进前厅来不及，又不想出去应付聒噪的小欧米伽，所以要带着他偷偷藏起来。实际捂住他的嘴，面上清冷平静，睫毛潮湿的滴水，缓缓低眸在他脸颊上轻舔了下，伤口在他口中刹那间愈合。不听，继续。咦？瑞恩疑惑的点脚往里看，指挥官没在吗？楚檀星抱着一篮子的小香梨，扫过亭台上摆放的袅袅升起的热茶，他漫不经心地回：或许吧。啊，我还想让指挥官尝尝小香梨呢。瑞恩有些遗憾地鼓着脸颊。楚檀星说：明天也能尝，放在门口。瑞恩想了下，立马反驳：万一被偷走怎么办？这可是我亲手摘的。楚檀星反问：谁摘的？小梅干面不改色地重新发言：万一被偷走怎么办？这可是檀星亲手摘的。楚檀星笑了下：也就是那梨树太高了，而且也有我摘的，我不是骑在你脖子上摘了好几个吗？楚檀星眉色细微一顿，眸中闪过小欧梅盖骑在他脖颈上，抓着他头发颐指气使的模样，英伦风格子背带裤下小腿，穿着白色短袜，踢得心脏发痒。冷酷 Alpha 面上冷淡闪过几分不自在。瑞恩诧异望着他：怎么了？你该不会忘记了吧？楚檀星：也就几个，太重了，驮不动。瑞恩瞪大眼眸：你说谁重？楚檀星勾了下唇，问他放哪啊？瑞恩想了想，他们上次抬过谢卓进别墅，知道密码，纠结片刻后道：那我们不进去房间里，就放在亭子里可以吧？楚檀星没意见，两人输入密码进入庭院。玫瑰花丛中，实际思绪早已被猫薄荷蛊惑，什么都听不清，也不在乎有没有人来。但谢卓是清醒的，他头皮被刺激得微微发麻。操，真进来了？不是吧？等等等，谢卓生怕暴露，
慌忙收回了自己的信息素。在他身上胡乱蹭着的小猫咪，他茫然地抬起头，唇瓣蹭的水光湿润，眼皮泛着一层薄薄粉红，清冷高傲的容颜就这么直勾勾地望着他。没了，谢卓心都要化了。他用唇语轻声道：“现在不行，而且3分钟过了。”他的 Alpha 说：“3分钟过了，他没有猫薄荷了。”哦，实际闷闷应了一声。衬衫凌乱的指挥官表现出跟往日不同的乖巧，谢卓总算放下心来，小心隐蔽着祈祷那俩糟心玩意儿赶紧走。莫蒂细细绒毛轻扫过他下巴，细密酥痒，蹿起一阵电流。谢卓看向下巴处尾尖薄粉的猫尾巴，被指骨漂亮的指尖轻捏。实际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将身上仅有的小猫尾递给他，换1分钟。细腻软滑的小猫尾塞进他手中，实际用漂亮清冷的眼睛直勾勾看着他，那意思很明显，你该给我猫薄荷了。谢卓听着周遭的脚步声，差不多推断出那一对糟心玩意儿这时候应该刚到小亭子。他这时散发信息素就是自投罗网。那小欧会惊讶的咦一声，然后疑惑地走过来问他在干嘛，接着发出尖锐的报名声，最后羞答答地扑进楚檀星怀里，一字不差。妙啊，宝贝，现在还不行，再等等好吗？谢卓尽量低声温柔地安抚实际，别说1分钟，就是100分钟、10000分钟、一辈子都行，只要他家指挥官愿意。谢卓宁愿这辈子都当个无情爽死的猫薄荷机器。第十季依旧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谢卓心想，还好还好，只是吸了10几分钟的猫薄荷，还没到失去理智的地。啪嗒，有什么湿润的晶莹砸落在他手背上。不，修长精致的指挥官此时正趴在他身上。谢卓为了玫瑰花刺不伤到他，几乎是整个人将他半拢着。白衬衫微皱凌乱，小猫尾撑起下摆腰线，露出一截玉白的肌肤，凹进去一弯细腻腰窝，毛茸茸的尾尖此时正被人揉握着，握着他的猫尾巴。还没有猫薄荷。实际眼眶红了一圈，晶莹剔透的泪珠砸下来。谢卓傻了，谢卓彻底傻了。谢卓见过太多被猫薄荷引诱的猫猫，实际显然是最特别的一只。他表现的不会太浓烈渴求，甚至不会热情喵呜的兴奋蹭他，只会乖乖的略显急躁的蹭他脖颈，想要的话也不会撒娇，只是跟他等价交换，比如帮他舔伤口，或者给他玩小猫尾巴。像是闹哄哄的教室里，所有学生都抢成一团，只有他安静坐在一旁等着老师发牛奶的漂亮娃娃。不哭不哭，谢卓心脏都要被泪水滴透了，只想冲回去把那俩玩意甩起来，风火轮一样转转转，最后莽足劲的扔出去，然后给他好多好多的猫薄荷。实际侧过眸避开他的手，红着眼眶拿回了自己的小猫尾。骗子！下一秒眼皮被人饱饱吻了下，实际抬起湿润的长睫，水汪汪的看向那个骗子。谢卓干燥指腹轻蹭他眼尾，磨出晕开的绯红色泽，随后滑落至耳侧，掌心磨过后颈薄白的肌肤，将他的神明轻摁下来。那个暂时不行，但有这个。谢卓轻翘着清凉柔软的唇缝，要吗？实际看向他弯起来的桃花眼，好看的像天边弯弯的月亮，种着盛放的桃之夭夭，最后乖乖张开了嘴。操，怎么能这么乖啊！谢卓整个人就像吸了猫薄荷一样，急不可耐的仰头开始一通狂吻他。啊！实际舌尖疼的忍不住叫了一声，谢卓小腹跟着一麻，随后听到瑞恩的嗓音响起。什么声音？亭子里的 Omega 手握小青梨，刚打算学银毛小骚包摆个心形，暖指挥官一天的好心情。莫蒂听到花丛中传来的细微动静，指挥官，您在吗？谢卓连忙捂紧实际的嘴，生怕他再发出声音。这个姿势显然对实际来说不舒服，他轻皱着眉，一双湿润通红的眸瞪着谢卓。谢卓大脑都被刺激得微微发麻。我错，亭子里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显然是小瑞恩好奇的想过来查看。你他妈赶紧滚啊！谢卓从来没这么想，掐死过一个人。楚檀星到底行不行啊？两个人都出去约会了，那小欧都骑他脖子上了，怎么还能活蹦乱跳的下床？真给他们 Alpha 丢人。他仰头在指挥官眼睛上吻了下，道歉道的自然又熟练。别哭别哭，我错了，发现就发现吧，看把他家指挥官委屈的。瑞恩脚步猛地顿住，疑惑看向抓在后颈的手。檀星怎么了？楚檀星道回去了。瑞恩还是想见他的偶像，可是指挥官好像在的。楚檀星面色细微变化，最后冷淡道不在，走了。随后他拎起小 Omega 的背带裤，带着他从花丛中离开。瑞恩觉得自己像个塑料袋，你放下我啊！楚檀星有刺，玫瑰花丛长着尖锐的刺。Omega 穿着英伦风格子短裤，裸露在外的小腿又白又嫩，一只短袜滑下去堆在脚踝上。喔喔！瑞恩果断抱住他的脖颈，笑眼弯弯，谢谢檀星。楚檀星，男生机不可闻的叹息一声，带着没心没肺的 Omega 离开了别墅。他谢卓刚松开手，就被甩了一猫尾巴掌。实际没什么表情看着他，薄白的脸颊被摁出 Alpha 的指印，其实也没多用力，但就跟被蹂躏过似的。打他了，生气吗？谢卓压根没把着奖励当回事，坐起身来摸上指挥官粉尖尖的下巴，满脸的担忧心疼。快张嘴我看看，刚刚咬到哪了？实际一言不发的站起身就要走，铺天盖地的海浪信息素涌来，凉丝丝的夹杂着诱人猫薄荷。他起身的动作顿在半空中，谢卓被撞得摔进花丛里，嗓音愉悦的笑个不停。您这小猫咪怎么说话不算话啊？不是要走吗？怎么又？咔嚓一声，冷白精致的手摘下一朵玫瑰，塞进了银毛 Alpha 喋喋不休的嘴里。谢卓，
他叼着玫瑰花，无声仰头笑了下。操，跟他妈做梦一样。脖颈传来细密的触感，实际不满足，只嘻嘻开始舔他的后脖颈，被猫薄荷刺激得意乱情迷。蓦地听到谢卓声调威亚的嗓音：“指挥官，我把您关起来好不好？”谢卓的手轻抚在他脖颈上，蹭着柔软白皙的薄厚肌肤。就关在这栋别墅里，与世隔绝，没有仇恨，没有皇宫，也没有风云莫测的未来。每天给他好多好多猫薄荷，让他永远不清醒的粘在自己身上，被欺负的眼泪汪汪，还要抱着他要猫薄荷。他当初究竟是怎么忍过来的？念一开闸，就像受不住的洪水，将他卷进美好的幻想中。直到怀中的人舔着他的脖颈，语调清冷又黏糊说：“不好。”实际睫毛细细微颤，黑发微湿的蹭在他身上，像是离不开他一样，紧紧抱着他。我就要1天，他就只放纵自己1天。等1天过后，他就还是那个高不可攀的神明。谢卓明白他的意思，他微扬起头，任由玫瑰花从唇边坠落。那我呢？实际的唇落了个空，抬眸看向他。那我怎么办？谢卓桃花眸温柔潋滟地望着他，眸中荡着春风般的笑意。您真无情啊，指挥官。他纵容自己。那他呢？用完了就被丢掉吗？谢卓看他薄唇红润滴血，水意溢出到清冷唇角，忍不住指腹轻蹭地笑了下。您倒是爽了。四周环绕着荔枝玫瑰的清香，海浪潮湿的冷冽滴水。实际面无表情地问他：“你不爽吗？”谢卓，一句话背对得哑口无言。完了，小猫咪好像知道他不清醒的样子，很可爱。谢卓还没 emo 1分钟，又没憋住的笑出声来。他把坐在大腿的人颠了颠，颠得滑落到腰腹上，实际不稳地摔在他胸口，皱眉不悦地看他。他的 alpha 眼角眉梢都是笑。我真服了，您怎么这样啊？荔枝玫瑰落在银发少年耳侧，却还没他笑起来娇艳好看。实际安静地看了一会儿，喉咙干涩的清华，低眸继续俯下身，唇瓣还没碰到谢卓，蓦地他的世界天旋地转。谢卓抱着他在玫瑰丛中打滚，大片玫瑰被他糟蹋压倒，锐利的花刺从两人身上划过，实际却没有感受到疼痛。他被人小心地护在怀里，听到他剧烈的心跳，直到他滚开心了停下来，眉眼弯弯的微喘看他。好了，锐利花刺在他身上划出道道血痕。桀骜轻狂的银发少年浑然不觉，笑意懒散地望着他。哥哥，腾等两人从玫瑰花丛中出来，已是凌晨。谢卓把人公主抱起来走进前厅。饿不饿？实际摇摇头，他吸够了猫薄荷，大脑被兴奋刺激过，只剩下厌足的昏昏欲睡。要洗澡睡觉。谢卓笑着嗯了一声，把人放在床上，低眸帮他解扣子。小猫尾缠住他的手腕，阻止他的动作。骨节分明的手背上一道愈合的粉色印记。谢卓先眸，小猫尾心痛地把他手腕甩开，实际有气无力地冷淡道：“出去。”谢卓只好遗憾退场。最后一眼看到指挥官衬衫褪下，雪白凝脂般滑落的腰线，他飞快关上了门，背靠着墙，重重喘了2口气，嘴里默念好几遍：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算了，我就是色。指挥官不饿，谢卓饿。那桃花小甜点还不够他塞牙缝，这个点餐厅也关门了，他就在这随便做了点东西吃。等他轻手轻脚地打开门，实际已经洗过澡睡下了。屋内月光温沉，修长清瘦的人影侧躺，身线薄薄的，很瘦一团。谢卓不知为何有些心疼，明明星报上那么高傲的人，躺下来又这么乖软的一小点。我就要1天，明明那么喜欢猫薄荷，闻到就开心地晃着小猫尾巴扑他怀里，也克制的只要吸1天。他不允许自己不清醒，也不允许自己放松下来。谢卓心脏化成了一滩水，半蹲下来，轻轻他的鼻尖：“指挥官，我走了。”实际很浅眠，睁开眼睛，没有了猫薄荷的蛊惑，他眼底清明又困倦。谢卓问：“吵醒您了？”实际很轻的摇头，随后侧身给他让位置，上来。谢卓愣住：“啊，他也配？”实际不想多说，很晚了，明早再回去。他给谢卓让出一片温热的地方，困倦侧脸被压出粉印，身上的白色薄衫柔软漂亮。谢卓第一次被清醒的他邀请同睡，震惊的话都不会说了。那我去洗个澡再来，否则他不敢上这张圣洁的床。实际随口嗯了一声，便闭上眼睛，没再管他。15分钟后，将自己洗干净，可以准备侍寝的安小卓裹着宽松浴袍在实际身边躺在了下来。实际又一次被吵醒：“你在抖什么？”发尾微湿的银发 Alpha 扭头看他，一脸真诚无比地说道：“安小卓第一次侍寝是这样的。”实际身旁不动声色地萦绕着冷冽气息，是他常用的沐浴露，很淡的清茶香，却又融合了谢卓身上独有的年轻荷尔蒙气息。实际安静了一会儿，缓缓朝他那边靠了靠。睡着了吗？睡着了吧。思绪朦胧中，实际被人抱进了怀里。那人怀中温热滚烫，心跳得很快，像是好不容易等到他睡着，才敢小心翼翼地把他抱进怀里。实际被吵醒几次，已经没力气睁眼了。算了，就随他吧。这一觉睡的是实际平日里少有的安稳。记忆中，他也曾度过一段少有的美好生活。在他刚记事的时候，无数陌生脸孔的大人围着他，一脸惊喜。天，这只猫猫太可爱了吧，又乖又听话，眼睛漂亮的像玻璃珠一样。它就是拥有最高战斗基因的战斗猫吗？长得这么可爱，打人一定很疼吧？不管怎么说，有了它以后，我们家族就能活下来了。一群人围着他叽叽喳喳的吵闹，实际趴在玻璃培育箱里，
虽然他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自己也向来喜欢安静，但他并没有露出不耐的神情。他喜欢别人对他散发的善意。小世纪趴在玻璃上，歪头望着他们。小宝贝，你能听到姐姐说话吗？能不能晃一下尾巴给姐姐看看？女生举着心电，一边拍照一边热情地对他说。可是他还听不懂妖语吧？话音未落，培育箱里的小猫就冲他们晃了晃尾巴。刚长出的绒毛细细软软，蓬松又可爱，还会翘起小爱心。哈哈！在场女生的少女心一片泛滥，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宝宝，你就是全天下最可爱的宝宝。今天略短。糟糕，写日常竟然会让我觉得在水文。3咔嚓咔嚓，越来越多的人围着小奶猫拍照，想要记录下这个拯救他们的小英雄。宝宝，你就是全天下最可爱的宝宝。小世纪有些害怕相机的声音，闪光灯也刺得他眼睛酸疼。全天下最可爱的宝宝吗？他茫然地揉了揉眼睛，最后放下了遮在软白脸颊上的小手，露出湿漉漉的泛红眼眸，柔软潋滟，水汪汪望着他们。女生有些心疼地说，你们别用闪光灯，没看到她要哭。哈透明玻璃的培育箱中，幼小乳猫翘起白茸茸小尾巴，蓦地冲他们绽放一个灿烂无比的笑容。女生愣住，四周响起尖叫惊呼声。啊，好可爱！这么可爱漂亮的小猫咪是真实存在的吗？阿伟死了，阿伟活了，阿伟死去活来了，哪里要哭了？他明明笑得很开心。女生一时哑口无言。幼小漂亮的小猫从出生起就住在培育箱中，它性子胆怯又害羞，却真诚喜欢带着善意靠近它的每一个人。记忆碎片划过脑海深处，实际醒来后恍惚一瞬，抬手轻遮在眼眸上。这就是猫薄荷的威力吗？他竟然梦到了记忆中少有的快乐片段。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他曾经拥有全部人的喜爱。耳边响起沙哑低沉的嗓音，在清晨中性感悦耳。宝贝，又想要了吗？实际比言语更快的是动作，温热干燥的手掌顺着他腰际向上蔓延，藤蔓般最终覆盖在脆弱的后颈上。眼看下一秒就要散出猫薄荷信息素，实际来不及多想的握住他手腕，嗷腾腾腾，整幢别墅都响起小狗的惨叫声。实际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听到他的痛呼声，也有些不自在的收回手，若无其事的看向别处。他开口抱，还没出口的抱歉嗓音被小家子委屈打断。干嘛呀？人家昨晚尽心尽力的伺候您，信息素都要被榨干了，怎么刚醒来就先欺负？实际一个冷冷的眼刀子扫过来。谢卓自觉咽下小作音，帮他补完整没说完的话，抱抱实际那点歉意彻底烟消云散，毫不留情地将他踹下床。滚出去晨练。学院向来有晨练的要求，他们的休假已经结束了。谢卓坐在地上看了眼时间，笑着说10点半了，宝宝都该吃午饭了，哪还需要晨练啊？实际10点半，他从未醒得如此晚过。不可否认的是，昨晚是他20年来睡得最安稳的觉。原来是小畜生为他放了一整晚的信息素。实际垂眸望向半撑后壁，懒散坐在地上望着他笑的少年，头顶翘起乱糟糟银色呆毛，神色荡着懒散宠溺的松懒，稀疏阳光打在他半个侧影上，精致可爱的有些不像话。不要叫我宝宝。实际冷淡说完，冲他伸出冷白精致的手，起来，抱歉。让指挥官主动折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谢卓明显怔愣一瞬，随后握住那双薄白干净的手，直接将他拽了下来。实际猝不及防摔在他身上，领口侧出一片冷白精致的肩线。他清冷恼怒瞪向谢卓，谢卓将他松软雪白的衣领拉正，遮住漂亮的锁骨线条。天地良心，是您昨晚在我怀里，一边蹭一边说。实际眉心一跳，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他想要阻止谢卓开口，已经来不及。谢卓笑出雪白微尖的小獠牙，难耐的在指挥官驳词般的脸颊落下一吻，忍着喉咙溢出的性感笑音，语调可爱上扬的说道：您就是全天下最可爱的宝宝。实际直到学院队伍整装待发去往第5星系参加星系联赛，实际都没再理那银毛小畜生半个字。印着赫兹学院校徽的专属战舰起飞，狐狸趴在休息室窗户上往下看。肿么办？实际头疼的心不在焉，什么怎么办？狐狸怀里抱着白瓷小花盆，窝下不去了。实际也是回到休息室才发现的小狐狸，怀里抱着从赫兹院长将枯骨融合净土里就永不离手的小花盆。给您看。他小心翼翼地举起来，徒弟。狐狸知道他要走，想给他看顾木枝，但一直没找到机会。那银毛小狗总黏在他身边，狐狸压根就不敢去，所以找准时机溜到了他休息室，结果恰好战舰起飞了。实际不在意，随口道：那就跟着我，正好方便给你取血。可狐狸摸摸自己绸带遮住的一只眼，吓人。他如今这样子，怕会吓到小朋友们。不吓人，很漂亮。实际不会安慰人，说完又道：好好说话。狐狸人类语言习惯了，突然意识到他们可以妖语交流。你不开心？你怎么了？这几天你的小狗一直缠着你，我都不敢去找你，生怕被他发现暴打一顿。我现在没有尾巴，只有一颗眼睛，肯定不是他的对手。你快看你徒弟，他现在好可爱哦，你说他什么时候才能发芽啊？我好想我的少将。呜呜。实际觉得现在最好的做法就是让小狗进来把狐狸暴打一顿。他面无表情地说：昨晚闻了猫薄荷，我现在听不懂妖语了，你还是说人类语言吧。狐狸，他一只眼睛在发光。猫薄荷，我听说你们猫猫遇到猫薄荷就会兴奋地在地上打滚，
奶声奶气的喵呜蹭人。你狐狸话音未落，实际扬声，谢卓。门外立马传来谢卓的嗓音，来了来了来了。指挥官已经整整半天都没理他了，谢卓马不停蹄的就冲进了休息室。狐狸如遭雷击，抱着少将开始上蹿下跳的寻找藏身之处。小花盆里有指挥官的味道，肯定瞒不住，藏哪里藏哪里。咻的一声，实际脖梗坠的金色珠子亮了一瞬，实际打开门，把他身后空无一人。他领口的金色珠子烫了一下，哇，我可以进自己的眼睛里。谢卓站在门口，桃花眸疑惑地望着他，怎么了宝贝？不让叫宝宝，那就叫宝贝。实际清冷眸色闭了闭，没什么。他正欲关门，学院制服包裹的优越长腿轻抵着，俊美痞帅的银发少年站在对面，怀里抱着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小东西，呆毛在他头顶来回晃动。他有些可怜的勾引实际，那要不要吃点东西，或者玩一下小毛球什么的？总之别不理我嘛。谢卓出门向来精简，就连当初到赫兹学院报道，身上都只有一个双肩包，结果今天出发联赛，拉了2个行李箱。路遥一个家常万贯的少爷都愣了，你家暴富了？需要每天带5条金链闪瞎他们的狗眼？谢卓，你有病。路遥继续，那你是带了30套衣服，要1天换3套，开始你的 T 台秀。谢卓，我有病？都不是。路遥不明白了，那你干嘛拉2个行李箱？谢卓回答的轻松又自然，给我家指挥官带的零食和小玩具。路遥，众人此时他就抱着一堆零食和小玩具，眼巴巴望着实际。实际扫过那堆精致的小糕点和各式各样的逗猫球、逗猫棒，一堆毛茸茸的小玩意儿。进来。谢卓眼底涌起笑意，抱着自己的小包袱就钻进了指挥官的休息室。然而刚踏入的一瞬间，他就被重重抵在门上，怀里的东西七零八落的掉了一地，粉色的桃花小糕点，他亲手做的滚落在地上。哎，别！谢卓蓦地闷哼一声，腰间被柔软的东西缠紧。他低眸望到雪白毛茸茸的猫尾，在腰上越收越紧，迫使他微弓起身子，几乎要贴在实际清冽的身线上。谢卓一时摸不清是奖励还是惩罚。指挥官，您这是？闭嘴！实际伸手附在他眼睛上，清清冷冷的声调仿佛从天际传来，深入到他的记忆中去。忘记昨晚的事，忘记他的软弱和泪水。实际知道这个行为并不好，所以他在隔着眼皮的手背上亲吻了下。乖一点，小家伙。只要他不记得，以后就没有猫薄荷这个东西的存在。实际就能克制住自己，不去找他。他的心向来清冷孤傲，已经很少为之动容，却因为这个入侵愉悦的行为，有些莫名的心疼。昨晚那个躺在花丛里滚来滚去，满身是伤，求他治疗的受伤 Alpha， 以及洗干净躺在他身侧，紧张到发抖的事情安小卓。他优美的薄唇微微下滑，落在谢卓淡色的唇上，轻轻吻了一下。抱歉，以后再让你记起来。黑白制服的银发少年被他猫尾缠着腰，遮住漂亮的眼眸，浑身有种别样的禁欲勾人。实际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忘记了吗？下一秒，谢卓的嗓音响起，还没有，再亲一下。实际他猛地松开谢卓，清冷长眸瞪着他，你没忘？谢卓下意识的舔舔唇，眼眸松懒无辜的扬起，若无其事的说，我忘了啊。实际高冷小猫咪气的耳垂都红了，如果可以的话，他甚至想把这一段也连带着删除了。实际抿着薄唇，一言不发的走到窗前落座，垂落的长睫洒下一层浅色阴影。谢卓大致能猜出他的心理，他家小猫咪羞得不行，已经恨不得死了算了，怎么脸皮这么薄啊？谢卓失笑着把地方的东西捡起来，实际说给我。谢卓愣了下，抱着走到他对面，要哪个？桃花糕。谢卓在他对面坐下，这个不行，这个摔地上了，您不能吃。随后他把这一盒桃花糕单独拿出来，其余的全部给了他家猫猫。实际看他慢条斯理的吃起来，但其实谢卓不怎么爱吃甜食。他随口道，尝一口。谢卓茫然啊了一声，准备给他拿一块里面的，应该没摔脏。手腕被人轻握住，清冷山茶的气息复来，他手中的半个桃花糕被很轻的咬了一口。好了，谢卓人傻了，这可是他用小狗嘴啃过的。指挥官这就直接吃了。卧槽，卧槽！实际面不改色的咽下去，随后没再要谢卓递来的新桃花糕，问道，你的信息素是怎么隐藏的？谢卓知道他其实没想吃，就是安慰一下自己，心脏都跟着软了下来。是谁说指挥官冰冷无情？他明明对谁都好得不得了。他把桃花糕塞进嘴里，回答，用特殊调配的抑制剂。谢卓没隐瞒的全盘托出，每次我一出现，方圆几里的小猫咪就都会冲过来，我妈怕我暴露，就用药剂给我隐藏了。实际没烧清屏，怕暴露什么？谢卓懒散笑了下，背靠着窗道，我的存在是上任皇帝的私生子。他知道指挥官那么聪明，肯定早就猜到了，否则上次在花园盘问就不会略过这个问题。实际的确并不惊讶，但他好奇另外一件事，你住在哪里？谢卓眸色微暗一瞬，皇宫。实际眉色微平，为什么我从来没？窗外星系折射出的波光打在谢卓脸上，他仰头笑了下，我出来的很少，您没见过也正常，不过后来不是见了一面吗？您把我从水里捞起来，还给我做了32次人工呼。实际无声握紧了指尖，冷冷望着他。谢卓老老实实闭嘴，将他手指舒展开，也不怕掐疼自己。他继续刚才的话题，那个药剂太难喝了，我出了皇宫就没喝过，后来到了第8星系，还是好多小猫猫来蹭我，多了我也有点烦了，
就自己调配了一种好喝的药剂，直到发现他家指挥官也是小猫咪。谢卓说完，发现实际难得沉默下去，侧颜清冷精致，不知在想什么。他低声解释：“我没打算用猫薄荷对您，我知道。”实际平静打断他，抬眸看他一眼：“谅你也没这个胆子。”谢卓失笑的点头：“是我哪敢。” Alpha 优越的大长腿无处安放，漫不经心的撑开，夹着对面清冷孤傲指挥官的膝盖。哥哥，我今天回答的也很乖，奖励能给我了吗？战舰已经驶入第5星系，即将降落。实际面不改色的起身，身后沐浴着清浅的日光，修长笔挺的制服穿在他身上，精致到疏离，全然看不出半点昨日委屈到啪嗒啪嗒掉眼泪的猫痕迹。谢卓突然觉得自己还是愉悦了，昨天的奖励已经够了，不能再奢求更。实际冷淡应了一声，随后走在逐渐下降的战舰中，来到姿态慵懒半靠的 Alpha 面前，俯身在他脖颈侧方注入一点山茶花性激素。高冷的山茶花浮现在谢卓侧颈上，像是一个永不消灭的印记。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人了。白帝星阴雨蒙蒙，落雨长廊之下，皇帝与沙伦女官正在面对面下棋。往日都是石指挥官在此地陪我。谢晨白金袖口延伸出修长手指，轻捻着一颗玉润清透的白子。知道我方才为什么不让你用白子吗？因为白子只能他来用。说完，他将温润白子落下，走法沙势凌厉。沙伦女官，她虽为 Alpha， 却容貌柔顺，是一个良好的倾听者。陛下，指挥官很快就要回来了，在星际联赛之后，联赛以后获胜队伍会来到主星系领取荣誉，并获得进入白帝星皇宫中任职的无上殊荣。简单点说，有事业编了，是吗？谢晨漫不经心道，只怕有人不想他回来。沙伦女官心脏一震，脊背窜上一股冷寒，她面上的笑意微僵，又强撑着轻松笑起来。怎么会？没有指挥官的日子，我们简直都要乱套了。谢晨深邃冰冷的目光落在他脸上，是吗？下一秒，强大的紫檀木威压从天而降，沙伦女官被无形巨石砸下，重重摔在了棋局之上，吐出一大口鲜血。噗！她捂着内脏积郁碎裂的胸口，面容带泪的看向对面的皇帝。陛下，您这是何意？谢晨望向他毫不知情的样子，冷酷残忍的笑了一声，捻起一颗带血的白子，用随身手帕轻轻擦拭。就算不是你，身为侦察官，却被人引去了从主星系播出的一通星电，这一下是你应受的，是你妈应受的。沙伦女官强撑着起身，擦擦唇角的鲜血，缓缓屈身跪地。是沙伦失职，求陛下恕罪。鲜血模糊在白子上，将其沾染的血红淋漓。谢晨脑海中闪过零碎画面，清风霁月的修长青年，身上几乎被鲜血浸透，蜿蜒从他脖颈下流，有种苍白易碎的美丽。他疲倦的轻声道：“谢晨，是我信错了你，漂亮的有些不像话。”皇帝望着掌心的染血的白玉，盯着从第5星系发来的信息：3天内我要得到谢卓的死讯。沙伦原本咬牙切齿的目光突然愣住：“您派人去暗杀了指挥官的小 Alpha？” 这个脱口而出的称呼让谢晨瞳孔微顿，旋即慢条斯理地望着他。沙伦女官觉得他还得再来挨一下，专业踩雷。结果没有，谢晨笑了下：“是又如何？”银发一丝不苟推在脑后，那双深邃高贵的紫眸冷厉无情。沙伦突然明白了，皇帝对指挥官有着近乎偏执疯批的占有欲，连指挥官用过的棋子都不许别人碰，更别提是被 Alpha 标记。他能忍到现在已经是奇迹。沙伦女官，您这样做，指挥官会生气的，甚至一怒之下，他会跟皇帝反目也不为过。听说指挥官很护他的小 Alpha， 仿佛知道女官心中所想，谢晨有恃无恐道：“他不会因为任何人跟我反目成仇。”天边雨势渐大，瓢泼似的冰冷砸下。那天的雨比现在还大。那个在实际睁眼时为他撑伞的少年帝王所带来的善意，足够他为之宽容一切。实际只会爱上他。赫兹学院战舰落在第5星系，实际刚从战舰走下，便被人热情地打招呼：“指挥官。”实际看着熟悉的面孔，张负责人。面前的人不是别人，而是第8星系负责人张伟。想问我为什么在这儿吗？张伟一见面便发挥了他可怕的艺人话痨水平。皇家军校的带队长官就是他们队。他用嘴努努4位身高腿长 Alpha 的雷霆突击队，他们长官因为求婚成功，大肆宣扬了3天3夜，被临时革职了。上级让我们第8星系排出一个最稳重的人来接替。实际看他一眼，就是你。张伟整理领带，就是我。短暂沉默后，实际问队员有没有被取消资格的风险。张伟啊，他没听懂，不过实际想想算了，随便吧。他被抵在门上亲了太多次，有些嘴疼，不想说话。明明距离降落只有6分钟，那小畜生是怎么能吻那么多遍？他舌尖现在都是麻木的。随后便没再说什么，转身离开了。张伟还是没明白，难道有队员求婚成功也在大肆宣扬？随后他便看到一群人捂着耳朵从他身边路过。张伟随手抓了一个：“你们怎么了？”瑞恩抬起暗淡无光的小绿眸，双手捂在耳朵上：“没什么，我就是有一点点难过而已。”“为什么指挥官不跟我在一起？就因为我是 Omega 吗？”瑞恩越想越难过，哼哼唧唧地挂在楚檀星身上。楚檀星单手轻摸耳垂，被谢卓吵得耳朵疼到不行，低眸看向耷拉在臂弯中的人：“怎么了？”微卷软毛的后颈露出一截白玉肌肤，贴着一朵淡绿色的小花。
瑞恩哭得好伤心，我的梦中老公没了。谭鑫呜呜，指挥官不是我老公，那我这辈子都不想找老公了。他装可怜，想寻求亲亲室友的安慰。哦，淡漠无比的嗓音从头顶传来。楚谭鑫单眼皮半垂，逆着他可爱软萌的小脸，随便你。随后一言不发的迈腿走了。瑞恩差点摔一个踉跄，谭鑫今天发什么疯？身后又传来某位骚包 Alpha 的嗓音：嗨，你好，素未谋面的朋友，来，我跟你说件事。瑞恩简直生理性的一激灵，他来了，他又带着他的故事走来了。跑啊！那位素未谋面的朋友看了眼小腿哒哒哒飞快的瑞恩，不太理解，又看向自己面前的人：我是第2星系的，你们的对手不需要跟我套近乎。谢卓比一人还恐怖，一把搂住他的脖子：谁跟你套近乎了啊，朋友？身高腿长的银毛 Alpha 生得精致帅气，眉梢微挑的问：看到我脖颈上的印记了没？第2星系的朋友一怔，这是 Omega 的印记，怎么会有人愿意被 Omega 标记？他不嫌丢人的吗？作为一个拥有顶级信息素的 Alpha， 谢卓当然是有些无奈的。我家指挥官给我留的，说是这辈子非我不可，说我永远属于他，我的人，我的心，我全身上下的每一个器官都属于他。我也不知道我家指挥官怎么会这么爱我，天哪，他恨不得在我浑身上下每一处都留下印记。第2星系的朋友显然已经惊呆了，指挥官？是他想的那个指挥官吗？每一处，也包括那个地方吗？谢卓全然不知他素未谋面的朋友在想什么，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无奈荡唇轻笑。嗨，真是，我家宝宝怎么占有欲那么强呢？好烦人哦。第2星系的朋友，你他妈呆毛都要翘到天上了，还好烦人哦。谢卓这个分享完毕，还是觉得不太熟的人说起来差点意思，但那几个都明显被他折磨得不行了。他蓦地眼睛一亮，张负责人。张伟目睹全程，他拔腿就跑，谢卓抬腿就追。张负责人，你跑什么啊？来唠唠呗，我给你看看我家指挥官给我留的印记啊。张负责人，要不要拍照发个星友圈啊？张负责人，你家皇帝的星友号了没？你别屏蔽他，发个我的9宫格美照啊。张负责人，啊！远处似乎响起张负责人崩溃的尖叫声，比尖叫机还要明显高昂。指挥官，你去哪个指挥官？快把你的 Alpha 带走啊！他疯了。第5星系的基地广场，所有人见到翘着银色呆毛爱心的帅气 Alpha 都立马绕道行。第8星系这次换战术了，他要折磨死所有人。小介，好像有人叫你。庭园楼榭中，袅袅茶香悠然飘起，对面的中年男子若有所思：没有，您听错了。实际执着青玉茶壶，倒出一杯薄雾清茶，率先推给了对面的男人。男人听到他的称呼一怔，露出一个略微尴尬的笑：小介，你不用这样称呼我，他如今是高高在上的指挥官，石家早就配不上他了。就连石指挥官称呼的故土也是第8星系，而不是第5星系。石家在第5星系，他的母亲葬在第8星系。石际眉眼淡然：您是我二叔，是长辈，礼数应该用尊称。石峥嵘面色微僵：我愧对这声二叔，你如今还恨我们吗？他如今还记得石际幼时的模样，准确来说，没人能忘记。漂亮精致的像个瓷玉娃娃，却从出生起就受尽了苦难折磨。后来他被送入皇宫，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死在皇宫中，谁曾想他坚持了下来，成为太子伴练，还成为太子的心头肉。谢晨踏上帝位以后，石家就没了翻身之日，连一个旁观者都如此勃然大怒，更别提是他自己。若说不恨，肯定是不可能的。实际轻吹薄茶，眉眼被朦胧的轻施精致。我从来没恨过任何人，太累了。要恨一个人的话，那他得恨上多少人？石峥嵘看他眉色松动，顺势而为道：我们以前是真的喜欢你。实际淡淡纠正：是喜欢超高战斗猫系基因。他眉色如水墨般精致，薄唇被茶水滋润的剔透。后来发现我无法胜任这种基因，就没人喜欢我了，不是吗？唇瓣浸在茶水中，微微发麻的疼痛感终于少了许多。其实小 Alpha 没太用力，只是那时有些急不可耐，恨不得把它吃下去。实际面色浮现出几分不自在，仰头将杯中的清茶一饮而尽。对面的石峥嵘为难道：小季，我们当初只是担心整个家族的安危。实际反问：所以我并不在家族安危的范围中，对吗？其实他没有生气，当初也没多生气，只是当他10倍痛感基因被检查出来，赫兹院长遗憾告知他们，这只超高战斗基因的小猫无法被送去皇宫试炼，这个必须上交的名额，你们只能另寻他人。从此他身边除了赫兹院长，就没有其他充满善意的人了。他只是会有些难过而已。你有10倍痛感基因，我看你昨天抽血打针也没哭得多厉害啊，还没我儿子哭得响亮。锐利针尖刺在白色小毛衣上，抽出来是红色的。这个人是他二姨。小石季疼的眼泪刷一下掉出来了，奶声奶气的抽噎：不要渣，他从来不会嚎啕大哭，从出生起就不会。别的小猫哭得越大声，哄他抱他的人就越多，但小石季不会，他哭得再大声都不会有人来抱他，亲昵的哄他说不哭不哭，轻轻就不疼了。只有那个看起来很可怕的白胡子医生会用很长的针扎他，扎完又给他拿来糖果赔罪。对不起，是爷爷今天不好，小石季能原谅爷爷吗？小猫蜷着尾巴趴过去，咬住甜丝丝的糖果，一边掉眼泪一边点头蹭他。赫兹院长怜爱地摸摸他的头。良久，他低声道：小石季，你明天就不用住在培育箱里了。
小乳猫水葡萄似的，眼眸微亮，不用住，可以玩。他也能出去玩了吗？不用像个小宠物一样被人观察、欣赏，被欺负了也跑不掉。赫兹院长欲言又止的，不能玩，他们要送你去训练。尽管这种训练会要了小猫的命，他才这么小，但赫兹无法插手第5星系的事，他没资格决定一个家族的存亡。爷爷要走了，希望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你要努力活下去。他的培育箱小窝窝里放了一大把的糖果，那是支撑实际度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希望。从此他就爱上了吃甜食。只可惜赫兹院长再也没见过那只培育箱里软萌可爱的小猫了。都过去了，叙旧结束。实际漫不经心的起身，很淡笑了下。明天联赛见，二叔。石峥嵘带队第5星系，他们是明天的对手。好，明天见。石峥嵘最后扬声说：小季，我们永远是一家人。实际冷淡勾唇，没回答，迈开长腿离开了长亭。冷淡月光打在他身线上，长身玉立般的禁欲神明。谁能想到他会成长到如此可怕的地步呢？爸，那就是指挥官吗？从身后的房间里走出一个年纪不大的 Alpha 少年，看起来也没传闻中那么牛逼啊。你为什么这么害怕他啊，爸？石峥嵘摇摇头，小俊，你不懂，一个濒死而生的人才是最可怕的。石俊问，你说他来报复我们，是真的吗？石峥嵘连忙让他住口，这话可万万不能被指挥官听到。他目前没有表露出要报复我们的意思，但也不一定。总之你明天小心着点他的队伍。石俊无所谓的点点头，放心吧，爸，第8星系的队伍压根不配我放在眼里。实际基因从小天赋异禀，向来能听到比别人更远的声音。他隐约听到几句，却是连眉色都没抬。这些人已经不配他放在眼里了。第5星系是婉约的江南风，处处听兰楼阁，古色古香，是最不像星际时代的一片星系。同时家族使命感最重，像是一群老古板。蓦地一道冷光从竹园晃过，实际冷冷偏头看过去，没有人。他眉色微皱，又听到自己房间里传来细微动静，实际从腰间抽出银枪，一脚踹开门。谁？在他床上打滚的银毛小狗恰好被抓了个正着。嗨，哥哥！被当场抓包的银毛小狗显然一点也不尴尬，笑意懒散地侧支着头，一双优越大长腿漫然交叠，领口松散斜出一截性感锁骨，满身散发着苏玉勾人的痞气。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你的小狗突然出现，实际神经。他眉色清浅地收回枪，回头将门关上，眸色冷淡扫过外面那片竹园。他对危险的预感向来不会出错，莫非是谢晨派来杀谢卓的人？您在看什么呢，指挥官？身后的 Alpha 对自身安危显然漠不关心，我都送到您床上了，您不应该先灵性一下我吗？实际眉心清冷直跳，这小畜生到底上哪学了这么多骚话？门被砰的一声重重拍上，实际头也不回的吐出3个字：滚下来。谢卓乖巧无比，好的。他飞快从床上滚下去，还不忘将弄乱的床铺恢复整齐。实际扭头看他的动作，有些莫名的好笑。半倚在门上清冷开口，还没闹腾够。一下午他心电上的告状和求证讯息不断，通通都是您的小 Alpha 疯了，他在造谣您，超级过分的造谣您。实际只统一回复随便他。他没想到这小东西能兴奋成这样。谢卓单手背后，身形优越挺拔，慢条斯理朝他走来。我哪有闹腾，是他们大惊小怪，我就随口说了几句，一个个都捂着耳朵说受不了。可能这就是差异吧。修长精致的银发少年懒散歪了下脑袋，我是有家室的人，跟他们没有共同话题。实际优美的薄唇漫不经心勾起一点弧度，无奈又好笑的。距离门禁时间还有15分钟，你跑来我这儿做什么？他今天在战舰上被稳得很了，刻意没有再见谢卓。联赛基地要求严谨，每个星系固定时间不允许外出。实际没想到他又窜到这儿来了，来给您送花。一束娇艳欲滴的火红玫瑰蓦地从他背后掏出，整个房间都散发着芬芳馥郁的香气。实际微微怔住，没有山茶花，也没有粉玫瑰，您要是不喜欢的话，我下次给您送其他的，好不好？谢卓有些担心他不喜欢太艳丽的花，微垂的温柔桃花眸有几分不确定的紧张。实际问，哪来的花？基地是封闭式的，只进不出，他人生地不熟，是从哪里弄来这么大一束玫瑰？谢卓说起来还有些生气，抵着微尖的小獠牙，什么破地方，我都软磨硬泡半小时，硬是不让我出去，最后只能贿赂守卫出去给我买了一束。他说的轻描淡写，实际仿佛看到他忙忙碌碌的模样，又卑微又可怜的。怎么贿赂的？实际心口莫名有些不舒服，觉得他没必要这样。谢卓一根修长指尖点点侧颈，勾唇懒散轻笑，用我们的爱情故事啊，仿佛已经看到守卫被烦得要死，最后自暴自弃的帮着银毛小 Alpha 去买花。这小东西怎么这么可爱？谢卓重点似乎还在折腾这么久，买的花还不是指挥官喜欢的。微垂的桃花眸遮住眸中失落，他说天色太晚了，只剩下红玫瑰，我是想翻出去自己找的，但我又怕被抓到竞赛，到时候您该生我气了。实际心脏像是被小鹿轻撞了下。其实他说那句话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两人关系可以更进一步。既然他全盘托出没有隐瞒，那他就接受这个小朋友。他的命是自己的，谢晨要杀他也要经过自己的同意。实际并没有很深层次的想，比如今天需要仪式感，比如他们需要见一面。
比如他在人群中兜兜转转，最后相见的也只是他。良久，实际才诞生开口：“我没有不喜欢，山茶花是信息素，粉玫瑰是狐狸种的，我没有特别喜欢的花。”但此时，实际望着面前热烈的红玫瑰，竟然有刹那间的心动。他说：“很好看。”谢卓听到这话，才重新雀跃起来：“好看吗？我也觉得好看，很适合今天的新婚夜。”谢卓说完，又立马闭嘴。实际眉色轻皱地看他，他眸光往后一扫，看到雪白床上洒满了红玫瑰花瓣，清冷眸色微微一怔，实际别开视线，耳间莫名有些滚烫。没有新婚夜，不要得寸进尺。似乎意识到他在想什么，谢卓没忍住扑哧笑出声来，懒散勾人的声调在夜色中格外磨人。您在想什么啊，指挥官？您的小狗只剩12分钟保质期了。他眸色微妙的荡笑，12分钟哪里够啊？实际不喜欢清醒时分的任何亲昵，毫不留情地挥开他。下一秒，蓦地身子一轻，他被人横抱起来，压在床上。黑色碎发映着柔软床面，红色花瓣衬得实际清冷旖旎，火红玫瑰被夹在两人中间。实际眉色微平，起来，压到花。话音未落，他银毛 Alpha 不由分说地堵住了唇，第一次没有任何询问，直接吻上来，让人猝不及防。以后是我的特权，有名分以后，这就是他的特权，不用每次难耐时都先克制地询问，能不能让我亲一下？能不能？可不可以？怕您觉得我愉悦，怕您觉得我不乖，以后不用问了。实际睁开薄凉的青眸，眼底蕴着一汪盈盈的水光，嗓音清雅地反驳：“我没说你拥有这项特权，可是我已经有名分了。”谢卓压着火红的玫瑰，眼角眉梢都是笑意。“哦对，我的名分是什么？您的老公。”看实际脸色不对，谢卓立马改口：“老婆。”真的有 Alpha 心甘情愿当 Omega 的老婆吗？很显然，谢卓愿意，他愿意死了。男朋友？女朋友？看实际震惊的良久不说话，也不承认。谢卓低眸蹭蹭他的鼻尖，有些委屈道：“再不济也是个小情人吧？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称呼？实际一个都不喜欢，也一个都叫不出口。没有称呼，就是我的人，仅此而已。”语调清冷简短又霸道。谢卓眨眨眸，到底没忍住低笑出声：“行，那就是您的，我永远都是您的。”时间只剩下几分钟，谢卓望着他这张清冷孤傲的脸，就忍不住的想亲亲他。他低眸轻轻凑上去，声调阴雅的好听，就只碰碰。知道我家小猫宝宝怕疼，仿佛勾起了记忆中的长针，锐利无比的刺进胳膊中。那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实际都处于迷茫的状态。他懵懵懂懂的思绪刚萌芽，就只能总结出来：原来疼是不能说的，他异于常人的疼痛基因是不能被人知道的，会换来更加恶劣的对待。直到有人第一次知道，就自责的眼红泛泪，鼓着脸颊给他呼呼的吹气。实际很清浅的叹息一声，抬手拽住他的机甲项链，把刚要起身的人重新拽下来。不许咬我，以后这一项是你的特权。月光温沉如水，谢卓在他家小猫咪脸颊一通狂蹭，实际被他越发亲昵的举动弄得耳尖滴血。这小变态平时装的单纯，给他一点甜头就瞬干上他。他唇瓣附着红润水光，说话都不太清晰。滚开，你该走了。谢卓眼角眉梢都是笑意，继而想起什么低声道：哥哥，我要跟你道个歉。那天我不该怪您，你想对我怎样都可以。那天他说您真无情啊，那我呢？就应该被您用完丢掉吗？谢卓又自己把自己哄好了。实际面色微微不自然，但还是毫无波动地说：你就算这样说，我也不会再问你要猫薄荷的。谢卓没忍住低声笑起来，知道他很介意那时候自己的样子，很可爱的，一委屈就哭，啪嗒啪嗒的掉眼泪，握着小猫尾巴说要跟我换。谢卓学着小猫咪掉眼泪的样子，换1分钟。实际整个大脑都发麻一瞬，直接一尾巴把他甩出了房间。滚！房间终于归为原有的宁静。实际胸前的红玫瑰都已经被压扁了，黏啪啪的被他半拢在怀里。小猫尾巴缓缓抬起，轻遮在清冷长眸上，实际偏过头埋在柔软的被子里，露出一点红到莹润的耳尖。什么小畜生！但不可否认，在这个既冷陌生的夜晚，他心情随之好了许多。等等，实际猛然想到什么，拿起心电给谢卓发了一条讯息。谢卓已经被打习惯了，熟练灵活的翻身跃起，摸摸被小猫尾抽疼的脖颈，似在回味那一闪而过的触感。老变态了！随即望向紧闭的房门，唇角翘起笑意。没人懂他此时的心情有多雀跃，歪着银毛，脑袋轻笑：晚安，哥哥。随后他转身朝着第8星系居住的方向走去，身后的竹叶随之轻轻一动。谢卓恍若未闻，直到心电发出一声特别关心提醒：超委屈的哭哭小猫宝宝，谢晨的人已经到了，回去路上自己注意点。超委屈的哭哭小猫宝宝，搞不定就喊哥哥救命，我会来帮你。谢卓看他冷酷无情又有些傲娇的话，彻底没忍住笑出了声：操，您在拽什么啊？刚才还乖乖张开嘴给他嘬，漂亮指尖抓紧火红玫瑰花瓣，一副眼角滴水羞到不行的模样，怎么翻脸就不认人啊？谢卓望着屏幕上的话，又啧了一声：真帅，我喜欢。他吧唧亲了一口屏幕，随后将心电放回长裤口袋中。谢卓单手插兜，悠哉悠哉地往基地方向走，直到一片竹叶夹杂着杀气从身后袭来，他慢然后扬，竹叶堪堪擦过喉结，被2根指尖轻松夹住。谢卓随意叼在嘴里，银发下的眉眼精致浪荡，叼着一片绿色竹叶。出来吧，蹲我1下午了，再不动手没机会了。
隐藏在黑暗中，人影蓦地愣住。这 Alpha 早就发现了他？不可能！他几乎瞬间否定这个事实。白帝星培养出的顶级暗卫，怎么可能被他一眼识破？他在诈自己。结果谢卓单手插兜，吊儿郎当的踢着长腿回头，视线直接锁定在月光阴影笼罩的黑暗中。他漫然轻斥：“我从小躲到大，你跟我比，连我家指挥官都瞒不过，别丢人了。你在我面前跟裸奔没区别。”苍修长身影从黑暗中缓缓走出，他身上披着黑色斗篷，面容隐藏在黑暗中，看不真切。谢卓只看到一闪而过的苍绿色眼眸，不知为何，他莫名有种熟悉的感觉，这人怎么长得有点像？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苍动身的速度极快，他是暗卫出身，平时专门替皇帝做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只是眨眼间便到了谢卓面前。谢卓来不及多想，立马抬手挡住他的招式。苍有些讶异：“你这么快？”谢卓全当是夸奖了：“你真慢，你是不是不行啊？”倘若实际听到，都要被气得说不出话。面对杀自己的人还挑衅，这小畜生是真不怕死。果然男人的尊严不容置疑。苍冷冷睨着他，随后激活了他的 4S5 维合金机甲。刹那间，他的身影被透明机甲笼罩。苍勾唇一笑，彻底隐身在了黑暗中。谢卓面色一凛，他的机甲竟然可以帮助他隐身，果然是 4S 机甲，只是辅助型就拥有如此强大的能力。身侧响起苍冰冷无情的嗓音：“你早就发现了我，为什么一直没动手？”苍向来出手果断，如今却也被他气得不轻，开始捉弄起了这个小 Alpha。谢卓叼着绿叶，蓄势待发地防备着四周，额间渗出点点冷汗，却又笑得故作轻松，还能为什么？排队啊，我要先给我家宝宝买花。你算正事吗？不算吧。苍不知哪里触动到了他的神经，他的呼吸粗重起来。指挥官为什么会喜欢他？为什么？苍身上的杀意渐浓，准备一招送谢卓离开人世。细细的风声吹动谢卓唇边的叶子，谢卓蓦地微挑眉梢，在掌心蓄积能量，蓦地转身狠狠一砸，砰！5维合金机甲重重在墙上砸出一个大坑。苍扑哧吐出一口鲜血，浑身受到重创。4S 机甲刹那间收回，露出他原本的身形。谢卓甩了甩发麻疼痛的右手，眉梢懒散轻挑：“你平时不看电视吗？反派死于话多啊，兄弟。”苍冷冷抬眸盯着他，兜帽从他头顶微微掉下去，露出病态苍白的一张脸。绿色眼眸冷冷盯着谢卓，鲜血挂在他唇角，犹如吸血鬼般冰冷阴郁。他说：“是我小看了你。”谢卓迈着长腿上前，直接把他从墙上拽下来：“走吧，跟我一起去被缉拿归案。”苍如今是可以脱身的，但他并没有，唇角挂起有恃无恐的笑。缉拿归案又如何？你以为想杀你的是谁？想杀他的是星系法规的持有者，他竟然企图用法规惩治自己，真是单纯的可怕。指挥官怎么会看上你这样一个蠢货？苍冷冷的讥讽。谢卓身子蓦地一僵，慢条斯理的低眸看他，眸中融合着清冷江南的月色。他笑意不明的问：“你该不会喜欢我家宝宝吧？”发个疯！今晚还有2张，不过可能要凌晨了。老年手速佼佼，搞不了每天卡点。前几张写的我知道稀烂，所以要恢复上个月的状态，写到我满意再发为之，更新不定时，以后大概率凌晨，大家不要等，不要等。最近张杰的小礼物都掉了好多，呜呜，一写的不好就不送，你们真无情，呜呜呜。谢卓笑意懒散地望着他，年纪不大的银发少年分明在笑，苍却感受到了深入骨髓的恐惧压迫，在很明显的传递给他一个讯息：你触碰到他的底线了。苍似真似假地笑起来，冰冷染血的唇吐出极为嚣张的一句：是又如何？下一秒，从天而降的铁拳重重落在他腰腹上，没有借用任何威压外力，完全泄愤的一拳。苍吐出一大口鲜血，几乎被砸昏厥过去。这家伙，谢卓拎起他的后颈，似笑非笑的桃花眸涌动着不灭的怒意危险，倒映出苍狼狈不堪、唇角溢血的模样，嗓音浸透了散漫冰凉。不如何？不允许。Alpha 的占有欲如同滔天骇浪。苍突然笑了，他甚至隐约开始期待日后那2人交手的样子。2个疯子。谢卓慢条斯理地甩了甩手腕，拎着他率先迈开长腿，走吧。起初苍并不明白谢卓为什么非要带他缉拿归案，直到这危险可怖的少年突然扬起笑容，对着守门的士兵招手：“兄弟，帮忙开个门啊！”守卫看他一眼，不为所动：“你违反了规定，进不去了。”门禁时间过了，他没有回来，他要被剥夺资格淘汰了。守卫补充：“这次别给我洗脑，我不会信你一个字。天地良心，是我不想回来吗？是我在回来路上被歹徒困住了啊！”守卫，歹徒。守卫将信将疑：“你遇到了歹徒？”谢卓将被打得半死的苍拎起来给他看，这不证据确凿。守卫，他抢你还是你抢他？谢卓立马丢开苍残破的身子，特无辜的摊手：“当然是他抢我，我多无辜一小男孩啊！神他妈无辜一小男孩！”苍差点气呕血。你没看到我的伤口吗？谢卓露出自己因为用劲过猛，手背上被蹭开的破皮伤口。守卫看向半死不活的苍：“那他的伤口呢？”谢卓：“我正当防卫啊。”苍面孔陌生，2个守卫压着他。随后守卫将这个突发情况报告给负责人。石负责人：“对，有个队员在回来路上遇到了歹徒，队员没事，歹徒快死了。”“好的，我们等您过来。”守卫挂断心电，
看向靠在一旁懒洋洋打哈欠的银发少年。歹徒遇到你可真倒霉。谢卓不想说话，随意摆摆手。守卫又看向苍，他不认识苍，只当是歹徒看待。你抢谁不好去抢他，我今天帮他买花，他还倒欠我8毛。苍更不想说话。没过多久，石峥嵘带来手下急匆匆地赶来了。他向来在乎自己的声誉和地位，不允许任何人威胁到自己。上来便一脚踩在了苍的后背上，说是谁派你潜入基地的？谢卓懒洋洋倚在一侧看热闹，随口叼着一片绿叶，轻斥道：你的星系法规持有者呢？怎么不来救你？谢卓向来有气死人的本事。苍被重重踩了一脚，冰冷阴郁的苍绿眸抬起，冷冷瞪向石峥嵘。地下身份向来见不得光，从来没人认识他。石峥嵘第二脚就要落下，一枚白金色令牌被苍扔了出来，上面刻着白帝星的飞鸟。你是主星系的人？石峥嵘大惊，慌忙收回了腿。能拿到这个令牌的人不简单。苍没有回答，在看到他收回脚以后，他似不屑搭理任何人。石峥嵘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走到谢卓面前说：这件事与你无关，是我们基地的失责，不会取消你的参赛资格。你是哪个星系的？让你的负责人来接你吧。谢卓停顿2秒，不用，我自己回去。不行，要按流程走。他得想办法把这件事压下去，也要封住对方负责人的口。谢卓只好回答：第8星系，天水赫兹皇家学院，我的负责人是指挥官石峥嵘。10分钟后，实际踏着月色走来，平静扫过现场的闹剧。怎么回事？苍身形一僵，面容隐藏在黑色兜帽下，感觉到他的目光从身上一划而过。石峥嵘为他简单言明，实际眉色淡淡听着。所有人目光都无法从指挥官身上挪开，但他眸中没有任何人像境遇高傲的神明。谢卓胸腔泛着异样的奇妙感觉，看起来如此金贵清傲的指挥官，半小时前又被他吻得唇瓣滴血，心痒痒的。谢卓无声仰头笑了下，他到底是哪来的福气啊？石峥嵘最后说：我觉得把他交给主星系处理最为稳妥，你觉得呢？小季，这人谁啊？实际随你。听起来四队怎么处理这个人没有兴趣。苍心静平如水。蓦地，头顶冷冷砸下来2个字：抬头。苍保持着姿势没动，宽大兜帽几乎将他与黑夜融为一体。实际眉色薄凉，从守卫手中拿过枪，干脆利落的上膛，居高临下抵在他的头顶。我不想说第2遍。在场一片鸦雀无声。谢卓缓缓直起身子，眼眸微亮的看向指挥官。操，老婆好帅！只有石峥嵘面色难看，他刚说完交给主星系处理，实际转头就要杀了他，这不是当众驳他面子吗？苍丝毫不怀疑指挥官会开枪，毕竟把尸体交给主星系也是交。他望向面前修长笔直的腿，缓缓抬起了眸，冰冷苍白的肌肤，半张脸鲜血淋漓，苍绿色的瞳眸，是一张陌生的脸。实际眉色微平，看他几秒钟，记忆陷入一片云雾般不清晰，没见过，但又有些奇怪。他的后脑开始隐隐作痛，实际枪口侧挪对准他的心脏。苍没动，也没反抗。回去告诉谢晨，谢卓如今是我的人，想杀他要先经过我的同意。下一次你不会这么走运了。砰的一声枪响，惊飞树上几只麻雀。苍捂住血流不止的肩膀，痛苦的闷哼一声。指挥官的枪法向来顶尖，这一下只是擦过他的血皮，带来火辣辣的刺痛，并不危及生命。他终于开口，发出沙哑的嗓音：你这样做他会生气的。暴怒之下的皇帝连实际都不会放过。实际面不改色的收回枪，丢给目瞪口呆的守卫，薄唇勾起近乎嘲意的笑。再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恶心人，我也会生气。苍望着他薄凉的容颜，最终没再言语。石峥嵘生怕人死了没办法交代，立马派人把苍先压下去。实际刚一扭头，就被人扑了个满怀。凌乱的银发拱在他脖颈中乱蹭，发尾蓬松柔软，翘起来小羽毛一样痒痒的钻进领口。完了，我沦陷了，我彻底爱上您了。实际骂他的话还没张口，就被吴雨凝噎得对了回来。这就是英雄救美吗？难怪小白花们都喜欢以身相许的报答恩人，我现在都恨不得洗干净。实际忍无可忍打断他：我刚刚那一枪没打你身上是吧？谢卓惊讶地望着指挥官，脸上明晃晃写着：我这朵小白花怎么受得住？守卫看向自己的同伴：你还在震惊吗？我被洗脑一下午已经习惯了。苍望向他们其乐融融的场面，眸光逐渐阴郁幽深。谢卓必须死，这是苍心中的唯一念头。指挥官对他的纵容程度已经远超过了皇帝，难怪皇帝千方百计都想要杀了他，只怕谢晨早就嫉妒到发疯了吧？你没杀掉谢卓？全息通话将整个地牢投屏过去。谢晨坐在主位上，身娇体软面色清冷的 Omega 在为他揉腿。苍回答：他的实力比想象中要可怕。苍很少用可怕形容一个人，谢卓看似无害又轻佻，但一出手就是致命伤。4S 机甲5维合金能让你隐身穿梭在任何星系，你能被他伤成这样？谢晨冰冷的紫眸落在他脸上，平静深邃的可怕。这个男人身居地位，虽然性格疯批了些，但的确聪明的过分。你不想杀他？苍说：我想。没有撒谎，却也内有隐情。